继续，最后一次。充斥着幽冥之气的房间之中，银发女子周身寒气四溢，俏脸绯红。还来？方辰面色一变，求饶道：“女帝大人，这已经99次了，要不歇会儿？”再继续，方辰觉得自己就要彻底废了。更何况他本就是一个废人，除非你想死。银发女子目光冷冽，如万古不化的冰山。作为万界之中至高无上的玄冰女帝，追求者不计其数，但身在牢笼，还受天道诅咒，只能与人修炼方能压制体内诅咒。苦等这么多年，萧玉鸾岂会放过这个机会？再说了，与他阴阳交汇，神魂共气，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无上造化。方辰意识飘渺恍惚，只能任由萧玉鸾控制自身，与之修炼。他并不知晓，萧玉鸾身上的幽冥寒气不断地钻进自己的体内，一股股精纯至极的元阴之力流入四肢百骸。早已破碎的丹田位置，一股炙热而阳刚的力量，在这次修炼之中悄然诞生，如混沌初开，天地分明。直到某一刻，这股力量越来越炙热，越来越强大。啊！恐怖的力量直接突破了方辰所能承受的极限，在体内疯狂炸开，喷薄而出。这股力量至阳至刚，炙热如火，诛邪辟翳。在这股力量的驱散下，萧玉鸾身上的冰冷气息逐渐减弱，如被净化。这是天道诅咒得到缓解的征兆，这让遭受千年折磨的萧玉鸾黛眉间不由得露出喜色。精疲力尽的方辰有气无力地说道：“女帝饶命，真不行了。”身在福中不知福，得了便宜还卖乖。萧玉鸾冷哼一声，挥手间一切痕迹消失，身上也多一件透明纱衣。莫说方辰，连他也达到极限了。刚觉醒的纯阳圣体，他根本无法承受。自己看看体内，莫要以为本帝哄你。方辰闻言，仔细感应体内，这是……方辰猛然一惊，我的丹田恢复了。3年前他遭遇意外，丹田被废，成为废人，没想到与萧玉鸾双修一场，丹田竟然恢复了。不仅如此，他体内似乎还多出来一股至阳至刚的力量，让他的浑身充满了力量。只是略微感应，方辰瞬间明悟，我的丹田竟然恢复了，语气之中充满了震惊和狂喜。3年前，方辰因为一场意外导致丹田被废，断绝了武道之路，没想到他的丹田竟然修复了，这意味着方辰可以重走武道。你得本帝3000多年的元阴之力，由此造化也不意外。萧玉鸾说道。不过得本帝元阴，当成本帝因果，修炼100次就可丹田重塑。若是……方辰舔了舔嘴唇，目光火热地看着萧玉鸾，说道：“女帝大人，要不咱们再来一次？”滚！萧玉鸾抬起玉足，一脚将方辰踹飞出去。呼！方辰猛然从昏迷中醒来，只觉得浑身骨骼都要散架了，发现自己身处地牢，方辰不由得露出苦笑。3天之前，他被萧玉鸾一脚从修炼之地踢了出来，也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无意，竟然将方辰踢到了城主千金的闺房之中，被当成采花贼当场拿下。若非有人求情，又加上方辰在此之前本就是一介废物，觉得事有蹊跷，所以没有将方辰当场击杀，却被执行家法，关进方家地牢。这3天，方辰每日都要遭受非人折磨，浑身骨骼多次崩裂。如果不出意外，明日一早，那2名受指使的下人还会再来。没有自保能力，他迟早会死在这暗无天日的地牢之中。但现在不同了，我的丹田已经恢复。方辰眼中金光闪烁，只要尽快恢复修为，就能争取一线生机。这一切都要源于他脖子上的黑色小塔。3年前，方辰还是方家大少，为家族立下汗马功劳，但因一次意外，丹田被废，沦为废物，受尽羞辱欺凌。好在3天之前，他被脖子上的小塔吸入其中，与玄冰女帝修炼，重塑丹田。强忍疼痛，方辰挣扎起身，盘腿坐好，摆出修炼状态。呼呼呼，一缕微弱的天地灵气悄然涌入方辰体内。轰隆！霎时间，方辰的身体好似干燥的柴堆，被火星瞬间点燃，浓烈的至阳至刚的力量自方辰丹田深处升起，瞬间充斥四肢百骸。这股力量方辰无比熟悉，在他和萧玉鸾修炼的时候就曾出现过，只是当时未曾仔细感应。但是现在，这股阳刚之力无比清晰，也无比炽烈，让方辰的身体如同一个大火炉。纯阳圣体，诛邪辟翳。脑海中一阵轰鸣，方辰的身体猛然一颤，体内气息好似冲破了瓶颈，达到一个新的境界。炼气一重，这就突破了。方辰睁开双眼，神情有些发愣。九州大陆，武道为尊，弱肉强食，强者生杀予夺，弱者任人宰割。突破炼气境，意味着方辰再次踏入武者之路的第一步。还有，我好像觉醒了纯阳圣体。方辰仔细感应，发现体内如孕育骄阳烈日，
暖烘烘的、至阳至刚的气息，让方辰浑身充满了力量。这些年所留下的暗疾也一并彻底恢复。3年前，我本就是普通体质，资质中等，但如今觉醒纯阳圣体，我将打破桎梏，超越自我。方辰握紧双拳，脸上浮现出强烈的自信。再次闭上双眸，方辰运转功法，继续修炼。这一次，大量的天地灵气如百川归流般的涌入方辰体内，让他的气息越发强烈。咦，这根本不是造化经。方辰睁开双眸，面露金色。造化经，黄阶顶尖功法，威力堪比玄阶下品，向来被方氏一族视为镇族珍宝。他修炼造化经多年，对其可谓了如指掌。但刚才方辰运转功法的时候，发现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比之前快了10倍，甚至是100倍。功法路线的运行路线比之前更加顺畅完美，功法似乎被完善了。方辰眼中金光闪烁，这也是和萧玉鸾双修后的福利。方辰自语道，还是纯阳圣体所带来的好处。但不管如何，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小塔，若没有他，方辰还是那个颓废了3年的废物。从今天开始，这造化经就叫阴阳造化经了。天地为炉，造化为功，阴阳为炭，万物为铜。轰轰轰！黑暗的地牢之中，大量的天地灵气飞速汇入方辰体内，让方辰的气息节节攀升。炼气2重，炼气3重，炼气4重。仅仅1夜过去，方辰就直接晋升炼气4重境。不愧是纯阳圣体，再加上阴阳造化经，修炼效果简直令人惊喜。方辰握拳向前挥出，啪！灵力在空气中炸响，清脆悦耳。炼气4重的修为自然无法造成任何破坏力，但方辰却激动的想要流泪。只有真正的失去过，才懂得失而复得的珍贵。哐哐哐！就在这时，沉重的脚步声传来，还有铁链拖地的声音。方辰眼中金芒一闪，嘴角掀起一抹冰冷弧度。该来的总算是来了。哟，这么快就恢复了，命还挺硬的嘛。阴阳怪气的声音响起，只见2名方家护卫手持刑具走来，脸上带着幸灾乐祸的冷笑。若是仔细看，能够发现2人眼底那抹一闪而逝的狰狞之意。隔着栅栏，方辰漠然地看着这2名护卫，面无表情。看什么看？其中一名护卫将腥臭发霉的吃食丢在方辰面前，冷冷道：赶紧吃吧，吃完咱们继续。在方辰被关在地牢的这几天，2名护卫没少折磨方辰。今天他们应该是想到了新玩法。不吃是吧？见到方辰无动于衷，护卫咧嘴笑道：既然如此，那就别浪费时间了。说着，手持锁链的那名护卫打开牢门，缓缓走了进去。方圆少爷让我告诉你。这名护卫森然道：废物，只能浪费家里的粮食，所以你还是去死吧。话音落下，这名护卫抄起锁链就要勒住方辰的脖子。以他炼气境3重的修为，方辰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谁曾想，一直沉默的方辰眼中蓦地闪过一抹凛然杀意，手掌率先拍了出去。砰！这一掌迅如闪电，护卫更是没想到方辰会突然出手，毫无准备的被方辰一掌拍在胸口之上。噗嗤！灵力爆发，直接摧毁了这名护卫体内的经脉，令其一口鲜血喷涌而出，同时夹杂着一些破碎的内脏。杀伐果断，毫不留情。炼气4重境，你的修为恢复了。另外一名护卫见状，面色大变。方辰不是丹田破碎，修为尽废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到你了。方辰大步走向对方，双眸之中透着凛冽的肃杀。这3日，这2人没少折磨他。若非他体内储藏了大量的元阴之力，同时又觉醒了纯阳圣体，怕是早就没命了。哼，就算你恢复了修为，但也不过炼气4重境罢了。我要杀你，易如反掌。事到如今，这名护卫也懒得伪装了。反正方辰如今已经闯下大祸，关押地牢，终生无法离开，死在这里无人知道。而他反而会因此受到方圆少爷的看重和赏赐，委以重任。这名护卫出手了，炼气5重的修为在其身上爆发而出，比方辰还要强上1线，出手更是狠辣无比，直取方辰的心口。以他的修为实力，这一掌下去足以粉碎方辰的心脏。但方辰却嗤笑一声，神色越发冷漠，后发先至地扣住护卫队的手腕，体内纯阳之力运转，瞬间摧毁了护卫手掌的灵力。怎么可能？护卫面露骇然，眼中闪过一抹惊恐之色，失声道：你怎么可能如此之强？方圆的一条狗罢了，也敢在我面前狂吠。方辰一声冷笑，手掌用力，直接拧断了护卫的手臂。护卫发出一声惨叫，同时感受到方辰身上的强烈杀意，便尖声叫道：小杂种，我可是方圆少爷的人，你敢杀我？我一日不死，就还是方家的少爷，是你的主子。
方辰眼神冷漠，悠悠道：“你哪来的胆子，敢以下犯上欺主？”我不等护卫把话说完，方辰体内灵力汹涌而出，灌注到护卫体内，瞬间就将其经脉内脏全部摧毁。噗！护卫口喷鲜血，脸色灰败，生机逐渐消散。2名护卫当场殒命。杀了这2人，方辰神色没有丝毫变化。若非他及时醒来，修为突破，今天死的就是他了。就在方辰思索这2人的尸体怎么处理的时候，脖子上的黑色小塔突然一热，释放出一股光芒，笼罩2具尸体。嗡！眨眼间，2具尸体顿时缓缓融化，化作血色光芒，钻进黑色小塔之中。地上只余留一团灰尘。这……方辰悚然一惊，黑色小塔竟然能够吞噬武者的精血，这也太逆天了吧！简直就是杀人越货、毁尸灭迹的完美宝物。啪啪，处理了2人的尸体，方辰也就放下心来。我丹田虽然已经恢复，但目前实力太弱，出去并不是明智的选择。方辰念头急转，思索道：相反，这地牢看似危险，反而可以给我争取一些时间，至少也要突破到淬体境才行。武道修行从低到高分为炼气、淬体、通脉、灵海、洞天等几大境界，每个大境界又分为9重小境界。如今的方辰只能算是刚刚踏出第一步，最起码要有淬体境修为，才勉强拥有在方家站稳脚跟的资格。趁体内的元阴之力还有不少，得赶紧将其吸收，尽快提升修为。萧玉鸾3000年的元阴之力可不是说说而已，如今方辰又觉醒了纯阳圣体，完全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全部吸收。没了外人的打扰，方辰修为堪称进步神速。从白天到晚上，方辰再次突破2个小境界，已经突破至炼气6重境。不愧是纯阳圣体，修为突破如此之快，竟然坚若磐石，没有任何虚浮。坚实的武道根基可以让方辰的武道之路走得更加平稳顺畅，而且他体内剩余的元阴之力仅仅只消耗了1/3而已，完全可以支撑他突破淬体境。就在方辰准备继续修炼的时候，突然余光一扫，发现地牢的石壁之上有几道划痕。之前刚刚苏醒又一心修炼，方辰倒是没有注意，现在一看，发现这些划痕似乎蕴含着别的意思，好像是剑痕。方辰眼睛一亮，瞬间来了精神，他急忙将满是灰尘的墙壁擦拭了几下，顿时更多的剑痕清晰地显露出来。这些剑痕深浅不一，长短各异，乍一看杂乱无章，但仔细端详，却能发现其中蕴含着一股独特而高深的韵味。对，正是大道至简的韵味，这绝对是一部极为高深的剑法。方辰兴奋的心跳都加快了几分，仔细观察着墙壁上的剑痕，心神逐渐沉入其中。不知过了多久，抓起一根稻草，按照墙上的剑痕开始演练起来。方辰原本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可谁能想到，随着他挥舞手中的稻草，一道道微弱却清晰可见的剑气竟从稻草上迸射而出。虽说这些剑气因为方辰现在毫无修为，并没有半点杀伤力，但仅仅是能演化出剑气这一点，就已经足够惊世骇俗了。我的悟性好像提升了好多。方辰又惊又喜，在此之前，他的天赋虽说在方家也算中上之资，被视为天才，但与如今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如今天赋骤然提升无数倍，再加上纯阳圣体，方辰简直不敢想象自己未来究竟能够走到哪一步。少爷！就在方辰准备将这套剑法熟练的时候，一道带着哭腔的声音传来。方辰猛然扭头，只见牢房外站着一名28少女，模样清纯，双眼通红，楚楚可怜的模样惹人心疼。丫头，你怎么来了？青衣，方辰的贴身侍女，自小陪着方辰一起长大。方辰沦为废人无法修炼的这3年，都是青衣一直悉心的照顾自己。少爷，您怎么样了？他们有没有欺负您？青衣少女看着自家少爷，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她早就听说方家地牢的各种可怕之处，被关在这里的人九死一生，即便能活着出去，也基本上彻底废了。少爷没事，让你担心了。自己被关进地牢，这小丫头肯定吓坏了。这时方辰才注意到青衣脸颊上有着一道清晰的掌印，明显是刚留下的丫头，谁打的？方辰眼中一寒，语气也变得凌厉了许多。少爷，我没事，您快吃饭吧。青衣连忙低下头，将饭菜一一摆在方辰面前。为了能来探望少爷，他这几天没少受到刁难，但只要能看到少爷，一切都值了。都马上要死的人了，还想着吃呢。一只大脚粗暴将饭菜踢翻，撒了一地。你太过分了！看到来人，青衣脸上露出一抹害怕之色，怯弱着不敢说话。王忠，你找死！方辰目光冰冷，看着来人。王忠，方家的一名管事，方圆的心腹。平时
可没少对方辰冷嘲热讽。哟，还当自己是方家大少呢？王忠哈哈一笑，讥讽道：“小子，你也不想想自己闯了多大的祸，说不定过几日就要脑袋搬家了。强闯城主千金闺房，如此大的罪名，即便城主大人不追究，但按照方家族规，方辰也将烂在这地牢之中。你胡说！”青衣挡在方辰面前，怒声道：“少爷才没有做那些事，是你们栽赃少爷的。臭丫头，看来刚才给你的教训还不够是吧？”王忠大怒，扬起手就一巴掌抽了下去。青衣吓得连忙闭上眼睛，但并未躲闪，而是张开双手将方辰护在身后。砰！眼看手掌就要落下，却被方辰一把抓住。你做什么？手腕被方辰攥住，王忠脸色一变，呵斥道：“松开，否则我……”咔嚓！方辰猛然用力，直接将王忠的手腕折断，然后一脚踹出，将王忠踢出数米远，重重地砸在地上。只见方辰一掌震断栅栏，走向王忠，一脚踩在王忠的胸口上。狗东西，连我的人都敢动，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方辰语气冰冷，甚至带着一抹杀意。青衣名为侍女，却如方辰的家人一般。这些年，两人相依为命，被方辰视为逆鳞般的存在。龙有逆鳞，触之必伤。这王忠区区一个下人，不仅对自己不敬，还敢欺负到青衣的头上，简直死不足惜。方辰，你要做什么？王忠痛呼道：“我警告你，我可是方圆少爷的人，你若杀了我方圆少爷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方圆，方玲狞笑一声：“那你知不知道，只要本少爷一天不死，就还是这方家大少，你就不怕我宰了你？”看着方辰那骇人的神情，王忠顿时被吓得浑身一颤，不敢说话了。你不过我方家的一条狗而已，也敢骑在主子头上作威作福，你还真是活腻了。方辰脚掌用力，语气森然地说道：“以后胆再欺负我家丫头，我扒了你的皮！”说罢，又是一脚将王忠给踹飞出去。回去告诉方圆，不想死的话就老实一点。王忠艰难地爬起来，回头怨毒地看了一眼方辰小杂种：“你给我等着，只要你一死，看你还如何护住那小畜生！”少爷，这下可怎么办？青衣担忧地说道：“王忠是方圆少爷的人，你打了他，方圆少爷不会放过你的。”没事，方辰无所谓地说道：“他真敢来找我麻烦，我连他一起揍。”今时不同往日，丹田重塑，觉醒纯阳圣体，方辰已经不需要像这3年一样隐忍。丫头，你记好了。方辰揉着青衣少女的脑袋，柔声说道：“你是少爷的人，只要有少爷在，就没人能欺负你。”可是，青衣还要说话，就被方辰打断道：“没有可是，以后谁敢欺负你，就给我打回去。”哦，奴婢记住了。青衣低着头，他清楚自己的身份只是方家的下人，加上少爷如今身陷囹圄，处境艰难，他要懂事一些，不能给少爷惹麻烦。还真是主仆情深啊。就在这时，阴冷讥讽的声音响起，只见一名面带冷笑的少年缓缓走来，眼神阴鸷地看着方辰。正是方圆，方辰名义上的堂弟，也是方家大长老方远山的亲孙。刚被方辰废了一只手的王忠，狗腿一般的跟在方圆身后，正一脸幸灾乐祸地看着方辰。关你屁事！方辰没给方圆半点好脸色。这些年来，方圆一直和他不对付，族长爷爷在的时候，方圆还表现得不明显。自从族长爷爷3年前失踪后，方圆就处处针对他，视为他眼中钉肉中刺。他严重怀疑当年遭遇伏击、修为被废一事，都是这方圆背后策划。即便他被关在地牢，方圆也要想方设法置他于死地。方辰，都死到临头了，你还得意什么？方圆狞笑道：“你所做的事，林家已经知晓。刚才林家已经派人来传话，3日后，林家掌上明珠将会登门与你解除婚约。林家，林思雨，那位号称青州城第一天骄的第一美女。”哦，方辰点点头，看向方圆：“说完了吗？说完了，滚吧，我要睡觉了。”他现在一心只想提升修为。你，方辰云淡风轻的反应，差点让方圆暴走。好，没想到事到如今，你却死不悔改。方圆恶狠狠地说道：“我很期待3日之后林家来退婚之时，你还如何嚣张？那个画面想必会很精彩。”结，傻呗！方辰撇嘴，丝毫不放在心上。对于林家的退婚，方辰根本就无所谓，爱退不退，看你能装到几时。在方圆眼中，方辰是在故作镇定，破罐子破摔了。等你死后，你这个小侍女，我会帮你好好照顾的。离开之前，方圆看了眼青衣，笑容极为森然，让青衣小脸煞白。他若少一根汗毛，我必杀你。少年冰冷的声音让方圆脚步一顿，随即嘴角掀起一抹阴森弧度。少爷，咱们就这么算了。
离开地牢的王忠有些不甘。急什么？方圆瞥了王忠一眼，冷笑道：等那小杂种被林家退婚之后，本少爷有的是办法炮制他。王忠舔了舔嘴唇，他身边那个小丫头。方圆嘴角一翘，任你处置，就当是给你的补偿了。多谢少爷。王忠连忙说道：少爷的大恩大德，老奴永世不忘。3天时间应该足够。虽说林家的退婚方辰不放在心上，但方圆的到来让方辰感受到了极大的危机感，所以他必须在这3天之内让修为更上一层楼。只要拥有足够的实力，一切问题将会迎刃而解。刷刷刷，理清思路后，方辰继续练习墙上的剑法。看似绵软无力的稻草，此刻在方辰手中却仿若神兵利刃，坚硬无比。方辰舞动之间，身姿飘逸，出剑之势时而如清风悠然拂过港峦，柔和之中暗藏灵动，时而似明月静谧映照大江，沉稳之下蕴含深邃。刚柔并济的剑招，在柔弱表象的遮掩下，潜藏着足以致命的极致杀机。可惜这72剑诀乃是残篇，只有前面9式。方辰有些遗憾，墙壁上记载的剑诀并不完整，但在黑色小塔的帮助下，他知道了这门剑法的名字。不过即便如此，这9式剑招也堪比玄阶下品的剑道武学了。方辰暗自叹息，可惜我不是剑修，否则的话，铜镜之中我将无敌手。想要成为剑修极为苛刻，必须要养出一口先天剑气，在中丹田开辟出养剑池，以备后孕育本命飞剑。这些都是方辰从古籍中看到的，只有只言片语，具体细节早已失传，并未流传下来。不过没关系，光凭这门剑诀，方圆之流我已不放在眼中。方辰微微一笑，将手中稻草一扔，躺在稻草堆上，开始运转功法修炼。虽然身处地牢，但空气中的灵力却是极为浓郁。随着方辰的一呼一吸，被炼化进入方辰的气海丹田。不，体内传出一声轻响，方辰再次破境。3日时间，眨眼即逝。当方圆再次来到牢房的时候，脸上的幸灾乐祸之色怎么都掩饰不住。只是当他看到方辰正在呼呼大睡的时候，脸色瞬间一沉。这混蛋玩意儿死到临头了，还如此淡定，真是够装的。方辰，赶紧给我滚出来！方圆一脚踹在栅栏上，怒声道：林家来人了，马上随我去见他们。看似熟睡，实则在默默修炼的方辰闻言翻了个身，一副无所谓的语气：林家要退婚，就让他们来见我吧。对于这纸婚约，方辰本就没有放在心上。这3天，他终于将体内的元阴之力全部吸收，修为也提升至炼气境巅峰，距离突破至淬体境仅有一步之遥。连带着9式72剑诀，方辰也一并将其烂熟于心，全部消化。方辰，你别给脸不要脸！方圆眼睛一瞪，训斥道：你当自己还是以前那个方家第一天才啊？还让林家的人来见你，你也不撒泡尿照镜子，你配吗？方辰坐起身，斜眼打量着方圆。看什么看，还不赶紧给我滚出来！方圆怒不可遏，咆哮道：非要让我动手是吧？见方圆已经处于暴走的边缘，方辰则是满意的点点头，说道：当初是你们把我关在这里的，如今你们又要我出去，凭什么？凭你方圆的脸大！你……方圆差点气得吐血，但他今天本就要看方辰丢脸，不能冲动，所以强压怒火，恨声道：方辰，你到底想要怎样？在这里待了几天，我这身上都臭了。方辰抬起手臂嗅了嗅，说道：我要先洗个澡，再吃顿好的。方辰，你太得寸进尺！刚稳住心态的方圆瞬间就炸了。你以为你是去做什么？相亲啊？你是去被退婚的，拎清自己的身份。面对方圆的咆哮，方辰直接翻了个白眼，又一头倒在草堆上，翘着2郎腿，说道：那就让林家人来见我吧。如果你还想让林家退婚的话，让林家来的劳见方辰，这怎么可能？如今林家可是整个青州最炙手可热的大家族，地位比方家高出了几个台阶。特别是林思雨，听说已经被阴阳宗看中，即将收入门庭。如此尊贵的身份，岂能踏进这阿扎之地？好，方辰，算你狠！彻底被方辰拿捏的方圆，只能被迫答应方辰的要求。在小丫鬟青衣的服侍下，方辰洗了个澡，吃饱喝足，这才慢慢悠悠朝着前厅走去。早已等得不耐烦的方圆，欲要喷火的眼睛死死盯着方辰，恶狠狠地说道：方辰，等会儿我会让你知晓何谓生不如死。方辰掏了掏耳朵，疑惑地说道：这家里也没养狗啊，怎么老是听到有狗在叫？丫头，你听到了吗？跟在身后的青衣抿嘴一笑，说道：少爷，奴婢也听到了。这些天他已经知道方辰修为恢复，所以心情大好，脸上慢慢有了笑容。那看来是野狗了。方辰吩咐道：丫头记住，以后再有野狗对着你狂吠，不用客气，直接打死。好的，少爷。
对于自家少爷的话，青衣少女自然不会反驳。贱婢，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滚下去！方圆打定主意，等方辰死了之后，他一定要狠狠折磨这个贱婢，让他知道何为尊卑。方辰顿住脚步，眯眼看着方圆，直到对方眼神不自然地扭向一边，方辰这才说道：丫头，走吧。看着两人的背影，方圆后槽牙都快咬碎了方辰，你嚣张不了多久了。方家前厅，此时已经有不少人落座，正在小声交谈着什么。其中一名青衫女子端坐角落，如一朵含苞待放的青莲，茕茕孑立，不染尘埃。林家天骄林思雨。方辰神色平静地收回视线，跨入大厅。晚辈方辰见过大长老，见过各位前辈。方辰轻提衣衫，对着众人抱拳行礼，有礼有节，不卑不亢。逆子跪下！坐在主位的方远山猛地冷喝一声，强大的气劲波动尽数压在方辰身上。方辰身体微沉，却神色如常地看着方远山，语气平缓地说道：敢问大长老，我为何要下跪？见到这一幕的方圆差点笑出声来，敢当着林家的人面忤逆爷爷，这方辰真是死不足惜啊！放肆！方远山一拍桌子，怒声道：你自己做了什么？还需要老夫口述一遍吗？那还是请大长老口述一遍的好。方辰毫不畏惧地与方远山对视，淡然道：否则今天这事传出去，大长老就不怕外人说你不教猪吗？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方远山差点被气得吐血，指着方辰的手都在颤抖，却是不敢将方辰先前所做之事诉诸于口。即便林家就是因为此事前来退婚，但这种也不能从方远山口中说出来，丢人。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下即将暴走的气血，方远山看向下手一名老者，说道：让林兄见笑了。无妨。林天雄笑呵呵地说道：赤子之心，情有可原。方远山一愣，这是在夸方辰。他看了一眼角落中的青衫少女，继续开口道：不瞒林兄，我方家出了这等逆子，实在是家门不幸，有伤风化。老夫知晓林兄今日上门是来退婚的，所以婚书我们早早就准备好了。方远山示意之下，方圆连忙捧着一张婚书走上前来，递给林天雄。林兄收下此婚书，逆子方辰和林小姐的婚约就此作罢。方远山看似羞愧，实则心中冷笑不已。城主之所以没有当场处死方辰，除了念及方家的功劳外，还有就是忌惮林家的势力。林家天骄林思雨拜入阴阳宗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真要处死方辰，就是打林家的脸，所以才会让方家把方辰带回，等林家上门退婚之后再来秋后算账。不，方兄误会了。哪知林天雄却摆摆手说道：我林家此来并非退婚。方远山、方圆、方辰，林兄莫不是在说笑？方远山最先反应过来，抢言欢笑道：别人不知，难道林兄会不清楚这小畜生做了何等恶事吗？就是因此，所以老夫这才厚着脸皮登门拜访。林天雄笑呵呵道：年少轻狂，气血方刚，有一些冲动举止在所难免。亵渎城主千金，在你口中仅仅只是冲动举止，还在所难免。方远山嘴角抽搐，对于林天雄的话是半个字都不信的。今天这婚不退也得退。林兄，老夫以为……方远山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一道清脆的嗓音所打断。我不要你以为，我要我以为。角落中的青衫少女缓缓起身，一双琉璃眸子望向方辰，红唇微起。方辰哥哥，你不要误会，我不是来退婚的，我是想与你尽快完婚，最好就在今晚。啥玩意儿？并非退婚，而是完婚，还就在今晚。方家人都以为自己的耳朵出错了，产生了幻听。那个林小姐真是会说笑。方圆硬着头皮说道：方辰不过一介废物，又做出此等天怒人怨的事情，可谓是道德败坏，无耻下流，怎能配得上林小姐？他本就是来看方辰笑话的，现在林家不退婚，反而要完婚，这算是怎么回事？闭嘴！林思雨冷冷看了方圆一眼，嗓音清脆，但却带着一丝凌冽霸道：你算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对我林思雨的夫君评头论足？随即看向方远山，言语强硬地说道：大长老，这就是方家的家教吗？我林家上门求婚，你们不支持也就罢了，还三番五次阻止。我现在严重怀疑是有人在诋毁冤枉方辰哥哥。其实也不算冤枉。方辰心中忍不住吐槽，又深深看了眼林思雨。少女无论是姿容气质还是武学天赋，无疑都是极为出彩的，只是现在还略显稚嫩，若是等她彻底长开，未必不能成为如玄冰女帝那般的人间角色。然而偏偏就是这样一个武道成就不可限量的天之娇女，为何执意要与自己完婚？他不相信林思雨不知道自己已经不能修行，变成废物，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事出反常必有妖，林思雨也就罢了，
偏偏林家这些人都同意自己和林思雨完婚，这其中绝对有诈。想到这里，方辰看了眼脸色阴晴不定的方远山，又看了眼宛如吃了苍蝇般的方圆，强忍笑意，缓缓开口：“诸位可否听我一言？”正值气氛尴尬，方辰的出声也让方远山脸色稍缓，沉声道：“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林思雨走向方辰，轻轻拽着他的衣袖，眼神饱含鼓励，脆声道：“方辰哥哥，你说吧。”思雨毫无条件地站在你这边。在外人看来，此时的林思雨哪有半点天之娇女的模样，完全就是个被儿女私情占据理智的傻瓜。这让方圆看的是又妒又恨。凭什么？方辰一介废物，怎能得到林思雨的青睐？简直没有天理。方辰轻咳一声，不着痕迹地挣脱林思雨，说道：“那个大长老，诸位前辈，林小姐在下如今只是个毫无修炼天赋的废物，身份低微，实在配不上林小姐这样的天之娇女。”方圆瞪大了眼睛。方远山陷入沉思，众人目光如炬地看着方辰。方辰哥哥，你……林思雨捂住红唇，深邃琉璃眸子中隐隐有雾气升腾，用一种令人心碎的声音说道：“你为何要如此作践自己？还是说，你对我没有一点点的喜欢？”看着满脸委屈、快要碎掉的林思雨，方辰心中警铃大作，不对劲，太不对劲了！此女心机城府太深，不可触碰。想到这里，方辰当机立断，说道：“抱歉了，林小姐，家人情深，奈何在下无福消受。你我之间的婚约就此作罢，告辞。”说罢，方辰转身就走，半点不留恋。虽然不知道林家或者说是林思雨在打什么主意，但是这样的女人绝对不能招惹。方辰并非傻子，更不是被下半身支配的动物。自从3年前自己气海丹田被毁，无法修行，成为废物，他对很多事情就看得更加透彻。林思雨不瞎，林家也全是傻子，连这样的自己林思雨都看得上。要说他没有其他图谋，方辰是万万不信的。看着方辰离去，方远山之前的安排全都成了无用功。好在他的目的达成了，只要方辰和林家解除婚约，他就再无顾虑，有千百种方法让方辰彻底无法翻身。抱歉了，林兄。方远山故作叹息地说道：“是老夫家教不严，让林家受此侮辱，也让林小姐受此委屈。这样，老夫做主，将我方家珍藏的那株千年冰龙草赠予林小姐，当做赔礼。”爷爷，不！方远山话音一落，旁边的方圆顿时脸色大变。那冰龙草可是有价无市的至宝，足有1000年药龄，是他准备用来突破桎梏所用，现在怎能给了林思雨？但是方远山一个眼神，瞬间就让方圆哑火。哼，不必了。林天雄似乎被气到了，愤然起身道：“既然方家瞧不上我林家，这桩婚事不要也罢。思雨，我们走。”不。林思雨却是一抹眼泪，说道：“方辰哥哥拒绝我，肯定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我不会放弃的。”方圆目瞪口呆地看着林思雨：“不是，林思雨，你脑袋被驴踢了吧？还是眼瞎了？方辰那样的废物，你都看得上？思雨，你……”林天雄也是愕然地看着林思雨，最后还是不忍地叹了口气，说道：“罢了罢了，大不由娘，随你吧。”说完，林天雄拂袖离去，而林思雨则是对着方远山乖巧行礼，轻声道：“方爷爷，思雨就先回去了，改日再登门拜访。”离去之时，林思雨看都没有看那张婚书一眼。这算怎么回事啊？啊！方远山不知道是在询问方圆，还是在问自己，气急败坏地说道：“该退婚的不退，不该退婚却退婚了。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野吗？不管如何，绝对不能让方辰和林思雨完婚。”方圆神色扭曲，沉声道：“否则得到林家的庇护，他方辰岂不是要上天了？他敢！”方远山冷哼一声，随即冷静下来，说道：“你说的也有道理，虽然如今是我执掌家族，但大家伙心里都明白，方家真正的族长只有一位。若是他回来，这族长之位说不定还要落在方辰那小畜生的手中，他没这个机会了。”方圆狞笑道：“没人会赞成一个废物执掌方家，即便是族长也不行。你说的也有道理。”方远山点点头，但这世间不乏一些能够重塑起海丹田的灵药，若是让那位找到，咱们这些年的谋划可就付诸东流了，所以必须斩草除根。爷爷，您就放心吧，此事我会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方圆满脸狰狞，眼中尽是杀意。而此时，林天雄和林思雨共乘一辆马车，在街道上慢悠悠地走着。丫头，你真觉得那方辰能够助你更进一步？沉默良久，林天雄还是忍不住开口。之前只是怀疑，今日一见更加确认了。林思雨笑意嫣然，却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只要能够将他的玄阳之体吞噬，我有信心在3年内成为这青州第一强者。
少爷，您不应该拒绝的。房间中，青衣认真分析道：林家如今势头很盛，若您能与林小姐结合，对您和方家来说都是好事。青衣年纪虽小，但却不笨，只有和林思雨完婚，才能更加限度地保护自家少爷。你说的情况是建立在正常的前提下。方辰把玩着茶杯说道：但你真觉得那位林家大小姐会看上我？会啊，青衣理所当然地说道。少爷长得这么帅，而且人又好，林小姐喜欢少爷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得，白说了，我想静静。扭头看了眼青衣，方辰说道：回屋去修炼吧，少爷还需要你保护呢。这几天方辰除了自己修炼之外，也暗中指点青衣修炼，同时还将72剑诀传授给了青衣。没曾想这丫头天赋也不弱，短短几天就已经将这门剑法修炼得有模有样。对于保护方辰这件事，青衣可谓是刻在骨子里的。闻言握紧粉拳说道：少爷放心吧，青衣一定会努力修炼保护您的。等青衣离开后，方辰再次思索起来，或许他拒绝林思雨一事在外人看来有些不知好歹，但只有方辰清楚，这只是一次试探。要是林思雨或者是林家有什么图谋，他们肯定不会就此放弃，还有后手。只是现在方辰不清楚他们的目的，所以打算暂时观望，同时也在等着方圆出手。方远山那老匹夫，即便自己已经成了废物，也不想放过自己，随时会对自己下手，以绝后患。哎，还真是内忧外患啊！正想得有些头疼，沉重脚步声传来，只见王忠粗暴地推门而入，身后跟着2名护卫。方辰少爷，你该回地牢了。王忠的态度很是恶劣，完全没有将方辰当成是方家少爷。方圆呢？他怎么没亲自来？方辰看向2人，脸上没有半点意外。你一个戴罪之身，哪来的脸让方圆少爷亲至？王忠不耐烦地说道。方辰少爷还是别拖延时间了，要是被城主府知道，方家也不免会受到责罚。方辰竖起一个大拇指，赞赏道：这个理由本少爷还真没办法反驳。说着，方辰直接起身走出房间。王忠3人押送着方辰离开小院，却没有去地牢，反而兜兜转转后朝后山走去。这不是去地牢的路吧？方辰似笑非笑地看着王忠说道：两位怕不是记错路了？路没错。到了此时，王忠也懒得伪装，冷着脸逼近方辰说道：因为这是为你提前选好的目的。哦，方圆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杀了我？方辰疑惑地说道。他就不怕族长爷爷回来后将他逐出方家，这就不劳方辰少爷费心了。王忠冷笑一声，要是族长问起，就说方辰少爷因为亵渎城主千金，自知罪大恶极，私自逃走，下落不明。趁方辰在和林思雨完婚之前将其解决了，才能避免意外发生。林家若是追究，随便找个借口就能敷衍过去，想必林家不至于为了一个死人追究方家的责任。好一个死无对证。方辰点点头说道：但你们就确定能杀了我？要是3年前，我们自然不敢对方辰少爷出手，但是现在吗？王忠冷声道：你如今不过一介废物，杀你还不是轻而易举？说罢，王忠后退一步，身后的2名护卫对视一眼，齐齐上前一步，悍然出手。拳罡呼啸，显然2名护卫修为不弱，出手更是毫不留情。砰！就在拳头即将触碰到方辰的时候，却被方辰牢牢抓住。炼气7重，确实不弱。方辰淡然一笑，可惜想要杀我还不够。话音落下，方辰手腕一拧，直接将2人手臂拧成麻花，随即出手如电，狠狠印在2人胸膛之上。噗嗤，2名护卫当场喷血倒飞出去，看样子已经是进气多出气少了。你修为恢复了？王忠见状大惊失色，转身就要跑。来了就别走了。方辰脚掌猛地一跺地面，身形如同猎豹窜了出去，一拳砸在对方背心。哇！这一拳是大力沉，直接将王忠的背后砸得凹陷下去，内脏夹杂着鲜血喷了出来，摔在地上。你不能杀我，我可以方圆少爷的人。你！王忠满脸恐惧，双手撑地，艰难往后退。从你敢对青衣出手的时候，你就注定是个死人了。方辰上前，毫不犹豫，直接踩碎了王忠的胸膛，果断杀了3人。方辰神色没有半点变化。3年前他杀的人和妖不知凡几，否则也不会成为方家第一天才，让他即便变成废物，也要让方圆除之而后快。利用小塔将3人的尸体炼化，抹除一切痕迹，方辰心情大好，转身离开。快追！方辰从后山逃走了。远远的，方辰就听到方圆那熟悉的尖锐嗓音：都给我追，千万不能让他逃了。片刻功夫后，10多道身影匆匆赶来。只是当他们看到一脸风轻云淡、
衣衫不染尘埃的方辰时，全都愕然了。方辰故作疑惑地问道：“咦，大家这是怎么了？”见到方辰还活着，方圆的脸色顿时变得青一片红一片。王忠这个废物，连一点小事都处理不好，当真该死。压下心中的怒火，方圆深吸一口气，说道：“方辰，你现在还是戴罪之身，不在地牢老实待着，跑这里来做什么？”方辰微微一笑，道：“闲得无聊，出来逛逛而已。方圆堂弟何必如此紧张？”你知道今天不能再对方辰出手，方圆只能说道：“既然逛完了，那就给我回地牢去，没有大长老的命令，禁止踏出地牢半步。”当然没问题。方辰很干脆地答应下来，接着说道：“不过，我想请问一下，要关多久？总不能将我一辈子囚禁在地牢吧？这可不是我说了算的，得看城主府怎么处置你。”方圆冷笑道：“若是城主府1日没有定罪，你就1日不能离开地牢。”了解。方辰打了个响指，说道：“记住你说的话，反正在哪里都能修炼，在地牢中反而乐得清静。”而且方辰刚好可以趁机将地牢中的剑痕抹去，不让人察觉。看着方辰离去的背影，方圆捏紧双拳，咬牙切齿地说道：“方辰，今日让你逃过一劫，是我的疏忽，但下次你可就没有这个好运了。”随即方圆招来一名心腹，吩咐道：“去查查到底是谁救了方辰。”他不相信在他的安排下，一个没了修为的废物能够逃过一劫。地牢中，方辰再次被关押。为了防止方辰耍花招，方圆甚至还安排了2名护卫守在出口，同时吩咐禁止任何人靠近方辰。对此，方辰视而不见。他躺在草堆上，默默运转阴阳造化经，吸收天地灵气修炼。他如今已经是炼气境巅峰，距离淬体境也只是一步之遥。但就是这一步，也困住了不少武道天才。对此，方辰倒是没有半点担心。3年前，他就是淬体境8重，力负8000斤，如今不过是重来一次罢了。而这一次，方辰打定主意，一定要将自己的武道根基淬炼得坚不可摧。所以他根本不急着破境，而是每日不断引气入体，壮大体内的气感。这对他日后修行将会有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得益于纯阳圣体和阴阳造化经的帮助，方辰的气感越发强烈，丹田中的灵力也越发浓郁。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2名护卫也坚持不住，靠在墙角睡去。入定中的方辰猛然睁开双眼，他取出天机塔，在手中摩挲着。或许是因为吸收了2滴精血的缘故，现在的天机塔相比之前暗沉了许多，也比之前沉重了一些。除此之外，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啊。方辰皱眉，难道是吸收的精血不够？但如今被关押在地牢，方辰也没有机会进行尝试，所以无奈将天机塔挂在脖子上。此塔能够带他进入神秘空间，与萧玉鸾进行神魂共气，是他除了纯阳圣体外最重要的东西，万不能让其他人知晓其作用。清除杂念，方辰又捡起一根稻草，开始修炼72剑诀。这门剑诀虽然只有前面9式剑招，但每一招都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剑意。每次修炼，方辰都能得到新的感悟。方辰不知道的是，在他修炼72剑诀的时候，道道隐晦剑意不断地从小塔中溢出，融入方辰的胸口。那里是中丹田的位置，也是剑修开辟养剑池的地方。一夜过去，等到天亮之时，2名护卫发现方辰还在熟睡，顿时撇撇嘴。这位方家大少还真沉得住气，先亵渎城主夫人，又被林家退婚，如今被囚禁地牢，还能吃得香睡得着，不知道是心大还是自暴自弃了。方辰也不管其他人怎么想，该吃吃，该睡睡，但没人知道他每天都在引导灵气入体，在夜里修炼72剑诀。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成为剑修，至少将这门剑诀修炼至大成，也能增强一些实力。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没人打扰方辰，方圆也不知道在做什么，没再来烦他。乐得清闲的方辰虽然修为还在停滞不前，但实力却是突飞猛进。首先是丹田中的灵力已经被方辰锤炼到极致，随时可能突破桎梏，踏入淬体境。其次是72剑诀，9式剑招已经被方辰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可惜手中无剑，否则方辰真想验证一下，如今自己亲历一剑的威力有多大。想来不会弱了就是。方辰，出来！这一日，久不露面的方圆再次踏足地牢，脸色阴沉的像是要滴出水来。瞎子都能看出来，方圆的心情很不好。见状，方辰顿时心情大好，鸟都没有鸟对方，自顾自的睡觉。方辰，我在跟你说话，你没听到吗？见方辰不搭理自己，方圆顿时暴怒。狗叫什么？狗叫什么？方辰不耐烦地掏了掏耳朵，没好气地说道：你来找我，难道是城主府对我的处置有结果了？虽然不想承认，但方圆还是深吸一口气，说道：不错，
城主府的人就在外面等着见你，收拾一下，马上随我去见他。不去。方辰眼皮一翻，说道：想见我，让他进来。这方圆还真以为他方辰好拿捏，真是想屁吃。方辰，你别太过分了。方圆努力克制自己的怒火，厉声道：城主府的人何等高贵，你敢让他来见你，就不怕迁怒方家吗？现在想起我是方家的人了，早干嘛去了？方辰嗤笑一声，半点面子都不给方圆。反正他们之间已经撕破脸皮，没必要再装出一副兄友弟恭的模样。咔嚓，方圆猛然将栅栏捏碎，低声怒吼道：方辰，你到底要做什么？简单。方辰笑眯眯地说道：要么你跪在地上求我出去，要么你们就等着承受城主府的怒火吧。在方圆即将爆发的时候，方辰淡淡地说道：方圆，小爷不怕告诉你，我反正就是个毫无修行资质的废物，死就死了，但你可不一样啊，想要成为方家未来的家主，不付出点代价怎么行呢？方辰看着方圆，意味深长地说道：你说是不是啊，方圆堂弟？方辰的话瞬间让方圆猛然惊醒。是啊，方辰可以破罐子破摔，但他不行啊，他可是未来的方家家主，怎能赌城主府会不会将怒火发泄在他身上？但是向方辰下跪，这简直比杀了他还要难受。不知道已经彻底被方辰拿捏的方圆，此时脑海中天人交战，难以决断。方圆少爷，大丈夫能屈能伸，一时的屈辱算不了什么。这时一名护卫凑到他耳边轻声道：等您成了少家主，方辰是死是活还不是您说了算。不错。方圆深吸口气，快速冷静下来，说道：一时的屈辱算不了什么，方辰再让你得意几日。说罢，方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压抑着怒火说道：方辰，这下你满意了吧？你叫我什么？方辰的语气没有丝毫温度。方辰堂哥，这才乖嘛。方辰轻轻地拍打着方圆的脸，笑眯眯地说道：若是谁大谁小都分不清，外人会说我们方家没有家教的，杀人诛心。而且方辰这话意有所指。想到方辰曾经的所作所为，护卫不由得打了个寒战。等到方辰离去，护卫这才慌忙将方圆扶起。方圆少爷，您没事吧？没事。方圆双目欲要喷火，神情扭曲且狰狞，他露出一抹森然杀意。今日之辱，他日必定百倍奉还。当方辰见到城主府来人后，双眼也是微微一眯。一袭纹衫，手持折扇，身材瘦弱，像是个教书先生。但方辰知道他常在城主府大管事，也是城主府的2号人物。不只是常在，连方远山也在。想想也是，城主府的2号大人物都来了，方远山于情于理都要陪同。晚辈方辰见过常先生。在这位城主府大管事面前，方辰保持着基本的恭敬，常在面色平淡的点点头，没有半点城主府大管事的倨傲。不知道常先生找晚辈何事？虽然猜出一些原因，但方辰还是打算确认一下。逆子，你……方远山刚一开口就被常在打断。大长老，我可否与方辰小友单独聊一下？常在的语气很平静，甚至面带微笑，然而那股不容拒绝的意味很明显。有何不可？常先生自便就是。方远山呵呵一笑，随即瞪了方辰一眼，意有所指地提醒道：方辰，在常先生面前不可胡言乱语，知道了吗？谨遵大长老之命。方辰微微一笑，也不知道听没听进去。对此，方远山也只是轻哼一声，将头扭向一边。方辰小友，随我来吧。常在目睹这一幕，神情没有半点变化，只是自顾自地转身离开。方辰亦步亦趋地跟在其身后。来到一座湖边后，常在看着面前的小桥流水，轻叹了一声。几年没来过这里，却已经物是人非了。对于常在的感叹，方辰低调地保持沉默。以前父母尚在之时，常在经常出入方家，所以方辰这才认识常在。常在并未回头，只是语气轻柔地说道：可知我来找你，所为何事？还请先生解惑。常在扭头看向方辰，不置可否地笑了笑，眼中有一抹金光一闪而逝。你丹田恢复了吧？常在的话让方辰的瞳孔微不可察地闪烁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正常。晚辈不知道常先生在说什么。方辰的语气没有丝毫变化，反而不卑不亢地和常在对视。你不愿意说就算，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秘密。常在笑了笑，转身看向湖面。湖水波光粼粼，有锦鲤在水下争时掀起阵阵涟漪。昨日林家找到城主，提出了一个条件。常在背负双手说道：只要你和林家那位完婚，对于你之前的所作所为，城主府不再追究。林家提出了什么条件？方辰并没有询问那位城主大人答应与否，常在亲自来找他，答案显而易见。还不算太笨。常在点头，继续说道：
不过林家所提的条件与你无关，至少城主答应了，所以我没有拒绝的选择，是吗？是的。常在第二次转身看向方辰，面无表情地说道：当然，你也可以拒绝，只要能承担起后果。拒绝的后果不仅方辰会死，方家也会因此覆灭。那位城主大人从来就不是什么心慈手软的人，他所忌惮的不过是林思雨背后的阴阳宗罢了。明白了。方辰突然笑了，说道：看来为了消除城主大人的怒火，林家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否则不会让常先生亲自跑一趟。受人所托，忠人之事罢了。常在笑了笑，说道：不过能够与林家那位天之娇女结成道侣，可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幸事。对此方辰同样不置可否。真相如何，或许只有林思雨自己知道了。常在也许猜到些什么，但他没有说，也没有义务告诉方辰。不管如何，今日都要多谢常先生了。方辰抱拳一拜，相比之前，这次就要真诚许多。哦，为何谢我？常在面带笑意看着方辰，有常先生亲自作保，无论是方家还是林家都不会太过。方辰认真道：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们多少要掂量一下常先生的分量。哈哈，你比我想象中要聪明许多。常在脸上的笑容浓郁了几分，似乎对方辰的反应很是满意。好了，时间也不早了，早点收拾一下，去林家完婚吧。常在似笑非笑地看着方辰，笑容有些玩味。上门。方辰有些愕然，随即摇头道：完婚可以，但要我上门做林家赘婿，这是万万不能的。方辰第三次躬身行礼，说道：劳烦常先生转告林家，方家男儿永不入赘。你确定想好了？常在收起笑容，甚至有些严肃，绝不更改。好。常在点头点，这话我一定帮你带到。晚辈方辰谢过常先生。常在离开方家之前，不知和方远山聊了什么，至少在常在离开之后，方远山看向方辰的眼神充满了惊讶，还有不甘，而方圆则是毫不掩饰的嫉妒和怨毒了。他们已经知道城主府不再追究方辰误闯城主府一事，但是作为交换条件，方辰必须答应和林思雨完婚。这哪是什么处罚啊，简直是天大的福缘啊！那林思雨可是青州城当之无愧的天之娇女，又是第一天才，与其结成道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好事，偏偏落在了方辰这个废物的身上，没天理。婚礼仪式那就麻烦大长老了。方辰懒得理会方远山如吃了死苍蝇的脸色，轻飘飘地说完，直接转身离开了。爷爷，你看他。望着方辰的背影，方圆脸都气绿了，怒不可遏地说道：他把我们当什么了？他的小私下人吗？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忍不了也得忍。方远山脸色一沉，训斥道：切勿因小失大，若是得罪了林家，我第一个收拾你。可是不等方圆说完，方远山就毫不客气地打断道：闭嘴，去做事。说完，憋了一肚子火的方远山拂袖离开。他也恨不得一巴掌拍死方辰，但他敢吗？不敢。方辰如今抱上了林家这条大腿，即便是个废物，那也不是他能轻易动的废物了。他不仅不能杀了方辰，还得保护好方辰，这才是他最憋屈的地方。哈哈！方圆不甘咆哮道：方辰，你怎么会如此好运？我不甘心啊！这林思雨到底在图谋什么？总不可能是馋他的身子吧？作为青州城第一天才，林思雨不该那么肤浅才是。以林思雨这般女子的眼光，即便真要挑选道侣，也该是万中无一的武道天骄才是，绝对不会为了他一个废物。房间中，方辰冥思苦想，但终究想不出个所以然。猛地，方辰想到一个最不可能的可能，难道他知道自己觉醒了纯阳圣体？方辰眉头一挑，随即又否定了这个可能。既然被称为圣体，又岂是那么容易看破的？即便常在都只看出他丹田恢复，却看不出更深的东西。不过既然常在都看出了我的丹田恢复，那么林家人未必看不出来。即便如此，他也想不通林思雨为何非要执意嫁给自己。罢了，想不通就想不通吧，等大婚之日，一切就都清楚了。少爷，您出来了。这时青衣风风火火推门而入，一脸惊喜地看着方辰。看向青衣，方辰眉头一挑，惊讶道：丫头，你突破淬体境了。此时的青衣一身剑意内敛，但体表却有淡淡的荧光浮现，这明显就是气血外泄，炼体有成的征兆。多亏了少爷给我的那部功法。青衣小鸡啄米般的点头，随即又不好意思地说道：抱歉啊少爷，因为修炼得太入迷，所以没去看望您，请少爷恕罪。嘿，这有什么的？方辰笑道：丫头越来越厉害，少爷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不过方辰还是有些惊叹青衣的天赋，
这短短1个月时间不到，青衣竟然就突破淬体境了，当真是可怕。难道以前这丫头修为缓慢，是因为走错了路子，还是说萧玉鸾给的那部功法很了不得？不过对此，方辰倒也没有询问，只是告诉青衣自己要与林思雨完婚了。我知道的，少爷。青衣激动地说道，我已经听其他人说了，少爷能与林小姐完婚，这可是咱们方家的大喜事。他是真心为自家高兴，也就只有林思雨那样的天之娇女才配得上自己的少爷了。真是喜事吗？方辰笑笑，又和青衣闲聊了一下，解答了一些对方修行上的疑惑，就让其继续去闭关了。武者破境需要好生巩固一下修为，才不至于落下瑕疵。丫头已经突破淬体境，算是后来居上，看来我也得尽快破境了。这段时间方辰的根基已经打得足够牢固，按照原先的经验，方辰有信心在3天之内突破至淬体境。就在方辰打算准备闭关突破修为的时候，出乎他预料的事情发生了。什么？林思雨今夜就要进门？得到这个消息的方辰也是有些错愕。哼，方辰，你就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方圆阴阳怪气地说道，赶紧收拾一下去迎接林大小姐吧。无视了双目喷火的方圆，方辰只得开始准备。作为方辰的贴身丫鬟，青衣也不得不破关而出，开始为方辰布置婚房等诸多事务。按理说方家和林家结亲，又是林思雨这样的天之娇女，婚礼不该如此草率才是，理当广发请柬，大肆操办，方能配得上林思雨的身份。但林家那边派人来传话，说是一切从简，不必大肆宣扬。方辰哥哥，咱们该喝喝欢酒了。充满喜庆氛围的婚房内，一袭绣凤婚袍衬得肌肤白皙如玉，气质清冷出尘的林思雨笑意嫣然地看着方辰，两腮浮现一抹浅浅羞红。他递上一杯酒，不胜娇羞地看着方辰，眼眸好似要滴出水来。方辰静静地看着林思雨，接过酒杯放在桌上，语气平淡地说道，林思雨，现在就咱们两人，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林思雨眨动琉璃眸子，嗓音轻柔地说道，方辰哥哥，我明白你的意思。林思雨，你这样有意思吗？方辰冷笑一声说道，你堂堂林家天骄，阴阳宗看中的高徒，又岂会看上我这个毫无修行天赋的废物？方辰双眸锐利，好似长剑出鞘，傻子都看得出来你有所图谋，又何必在我面前装傻？方辰的话让林思雨意外地看了一眼方辰。人人都说方家大少方辰自从沦为废物后就一蹶不振，泯然众人，看来传言不可尽信。林思雨收起脸上的笑意，气质变得清冷淡漠，眉宇间的孤傲更是不加掩饰，似乎这才是他的本来面目，之前的一切都是伪装出来的。想要知道我有什么目的，把这杯酒喝了，我就告诉你。哪知林思雨嫣然一笑，端起酒杯塞到方辰手中，眨动凤眸看着方辰。方辰看着林思雨，突然笑了，然后仰头一饮而尽。方辰突然面色一变，捂住胸口，惊怒无比地看着林思雨。林思雨，你竟然在酒里下毒！看着方辰越发苍白的脸色，林思雨却是飞快将一张符箓贴在方辰身上。风阵符。方辰身形无法动弹，双眼赤红地看着林思雨。方辰哥哥还真是好眼力，竟然认识风阵符。林思雨掩嘴一笑，随即笑意一敛，面无表情地说道，这可是我好不容易寻来的符箓，能够镇压你的玄阳之体。玄阳之体。方辰眸光一闪，随即恼羞成怒地说道，你果然都知道了。不错。林思雨坦然地点点头说道，在城主府的时候我就有所怀疑，只是不敢确认，直到上次我才万分肯定，你确实觉醒了万中无一的玄阳之体。方辰，我知道你故意隐瞒你的体质，是想韬光养晦，重回巅峰。林思雨眸光清冷地看着方辰说道，但你知道你父母陨落，方家族长又失踪多年，你在方家再无根基，即便觉醒了玄阳之体，也只会成为某些强者的炉鼎。既如此，何不将你的玄阳之气给我？林思雨认真地说道，我也不隐瞒你，阴阳宗之所以看重我，也只是看重我体内的一丝玄阴之气，而我若能得到你体内的玄阳之气，阴阳调和之下，我未来的武道之路势必会一片坦途，而作为回报，我会保你一世无忧。林思雨起身清洁喜服，露出里面的入衣，我可以答应你，此生只认你方辰，做我林思雨名义上的道侣。林思雨将衣衫一一褪去，体态纤细的娇躯令人热血喷张。因为我林思雨无需道侣，我林思雨的武道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当林思雨将手掌贴在方辰胸口，准备将方辰体内的玄阳之气吞噬的时候，惊变突现。只见方辰身上的风阵符无火自燃，不仅如此，方辰体内竟然暴涌出一股让林思雨骇然色变的恐怖炙热力量，直接将林思雨体内那丝玄阴之气尽数冲散。这是……不等林思雨反应过来，
方辰已经一把将林思雨按在桌子上，略带邪魅之气的看着林思雨。方辰，你要做什么？林思雨恼羞成怒，但却无法操控体内灵力，顿时变得有些惊慌失措起来。林思雨，攻手一行了。林思雨，你真当所有人都是傻子？只见林思雨想要反抗，但却被方辰按在桌上，同时欺身而上。林思雨忍不住地发出一声低吟，却让他杀心大起。他无法忍受这种羞耻的体态，他大为恼怒，脸色一片冰寒，咬牙道：方辰，你找死！占据绝对优势的方辰冷笑道：你想吞我玄阳之气，又何须多言？他话音落下，啪的一声，手掌直接拍落在林思雨的娇臀之上。啊，方辰，你真的找死！我一定要杀了你！不仅被人摁着跪在桌上，还被人家拍那种地方，这让素来高傲的林思雨如何能接受得了？他能够允许自己做主导，为了一个目的不惜自荐身份，但他绝对不允许别人如此践踏他。与其如此，他宁愿去死。更让林思雨无法想象的是，明明方辰中了自己的软筋散，还有被风阵符封印血脉，怎么还会反客为主？别挣扎了，方辰淡漠地说道，你体内的玄阴之气已经处于崩溃边缘，你挣扎的越厉害，后果就越严重。纯阳之体的霸道，连身负幽冥玄阴之体的萧玉鸾都承受不住，更何况只有一丝玄阴之气的林思雨。林思雨刚要开口，却发现体内散乱的玄阴之气在一股炙热的力量引导下变得乖顺起来。那种血脉上的压制不仅让林思雨无法反抗，甚至感到一种由心的享受。这种反应让林思雨脸颊嫣红的好似要滴血，却又无法控制你不是玄阳之体。林思雨好似意识到什么，震惊无比地看着方辰，琉璃凤眸中是一抹难以置信的神色。还不算太笨。方辰微微一笑，说道，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没错，你我可以做名义上的道侣，这样也能为我减少一些麻烦。他丹田恢复一事，迟早瞒不住，那么纯阳之体也有可能会被一些修为高深的强者看出来，被人当成炉鼎，所以暂时借助林思雨的身份，也能为他争取一些时间。你到底要怎样？虽然不想承认，但现在林思雨无法否认，他已经被方辰拿捏住了。直接拒绝，体内的玄阴之气会被方辰所引爆，到时候他所有谋划将会功亏一篑。我不是已经说了吗？方辰说道，你我假戏真做，我引导你破境如何？休想！林思雨双眸赤红，厉声道，我不如去死。那你就去死吧。方辰并非林思雨不可，也不是什么怜香惜玉之人，他眼中寒芒一闪，直接一掌拍向林思雨的脑袋，辣手摧花，毫不留情。感受到死亡的威胁，林思雨也是发狠，刚要引爆体内的玄阴之气，却被一股炙热浩然的力量再次冲散。我答应你。在方辰手掌距离面门还有1寸距离的时候，林思雨妥协了，这才对嘛。方辰顺势捏了捏林思雨的下巴，说道，去床上吧。方辰，求求你，可否给我一些时间？林思雨看着方辰说道，我如今正处于修行的关键时候，等我破境之后，我可以。他虽然没说完，但方辰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不必那么麻烦。在林思雨惊呼声中，方辰直接将其抱起放在床上。方辰，你……两行清泪自眼角滑落，林思雨闭上眼睛，认命了。若是由他主导，他能以一种极为温和的方式，慢慢将方辰体内的玄阳之气化为己有。但若是由方辰主导，他绝对会不计后果的将自己的玄阴之气吸干。没了玄阴之气，他还会是那个青州城第一天骄吗？放开心神，不要反抗。在林思雨胡思乱想的时候，方辰如同恶魔般的声音响起。不等林思雨反应过来，他就察觉到体内那股炙热的气息竟然变得无比温和，与他的玄阴之气开始水乳交融起来。林思雨下意识地放松心神，瞬间一股精纯浓郁的气息自丹田深处钻出，流转4肢百骸、5脏6腑。而在这瞬间，林思雨的气势节节攀升，在努力冲击着某个桎梏。这是……林思雨猛然睁开双眼，不可置信地看着方辰。此时的方辰正坐在床边，手掌贴在林思雨丹田处，正在闭着双目，似乎在感应着什么。不要分心，赶紧运转功法，炼化这股力量破境。方辰的声音沉稳有力，让林思雨不由得放下防备，真的开始运转所修功法。轰！仅仅只是开始运转功法，林思雨的丹田就被瞬间点燃，一声嘹亮啼鸣瞬间破体而出。立！只见一头青色神禽从林思雨眉宇间钻出，周身燃烧着青色火焰。林思雨好似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只是不断运转功法，冲击着体内的障壁。而他头顶那一只青雀之影愈发凝实，只见他的这一只青雀的头顶竟是带着一簇金色的羽毛，犹如王冠。身上的青色火焰掺杂些许金色火焰，犹如披上一层至尊至贵的羽翼，令他的气势更为磅礴，
甚至这青雀都已是有灵，隐约间发出一声清脆啼鸣。青鸾血脉。方辰神色一凛，他没想到这林思雨体内竟然蕴含一丝青鸾的血脉之力，这可是9凤之一，血脉也是极为强大的。在觉醒青鸾血脉的瞬间，林思雨的气势再次攀升，啵的一声，总算是突破了某个桎梏，通脉境。而在林思雨突破的瞬间，那神异非凡的青鸾却是猛然将冰冷的眸光看向方辰，一股森然杀意直接将方辰笼罩。呼！青鸾一阵羽翼，张口喷出一股青金色的火焰，朝着方辰袭来。眼看方辰就要被青金色火焰淹没，就见方辰脖子上的天机塔竟然在此时爆发出一股恐怖吸力，将这股青金色火焰尽数吸收。同时，天机塔自动飘起，释放出一股恐怖的力量，击中青鸾，直接将其轰回林思雨的眉心。与此同时，方辰身影猛地消失在婚房之中。等方辰睁开双眼，眼前一片金色火海席卷天地，紧接着火海自动分开，一名赤发红瞳、肌肤泛着金芒的女子，身披火焰凝成的战甲，自火海中走出，其发丝随风化作流火，将她衬托得宛如火焰战神。只见她伸手一抓，一缕乳白色在指尖浮现，周而复始，果然是纯阳之气。战甲女子看着方辰，霸道凌冽的气息扑面而来。小子，与本地修行一场，可获造化。战甲女子面无表情，嗓音厚重有力，却似有万箭争鸣。你可愿意？我有选择的余地吗？方辰苦笑，虽然不知道眼前这位战甲女子是谁，但不用想，其实力绝对堪比玄冰女帝萧玉鸾。他现在也是明白了，能够出现在天机塔中的人物，无论是身份还是实力，都远超他的想象，最低都是大帝级别的恐怖存在。的确没有。战甲女子摇摇头说道，不过你也不必一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委屈表情，能与本地神魂共气，性命修行，仅仅只是损失一些纯阳之气和精血，但对你却有无穷好处。随我来吧。战甲女子说着，伸手一招，火海自焚，露出一条通道。方辰默不作声地跟在其后，好奇地打量着四周的赤红火焰。他明明能察觉到这些火焰极为恐怖，有种焚山逐海、毁天灭地的霸道威力，但他身处其中，不仅没有半点不适，反而浑身暖洋洋的，连体内灵力都在飞速增长，已经达到了某个临界点，像是随时可能突破淬体境。我奉劝你最好不要现在就突破，否则会失去许多的机缘。战甲女子的声音传进方辰耳中，让他连忙运转功法压制突破的冲动。但这些赤红火焰中的能量实在过于浓郁，仅靠功法压制根本不够。无奈之下，方林尝试激发纯阳之体，看能否压制一下体内的灵力。没曾想，当方辰刚激发出纯阳之体，四周的火焰竟然源源不断灌注到方辰的体内。此时此刻，方辰就像是一件深不见底的容器，尽情地吸收着这些火焰。更关键的是，方辰除了感觉浑身暖洋洋的，没有半点异常。走在前面的战甲女子好似有所察觉，扭头看了一眼，赤金色的眸子中也是不由得闪过一抹诧异，似是满意的点点头。不愧是被天机塔选中的存在，确实有那么一丝与自己修炼的资格。只见他手一挥，正在大肆吞噬火焰的方辰，只觉得眼前一花，就出现在一座闺房之中。房间内火焰道纹密布，给人一种置身太阳深处的错觉。站在床榻边上，战甲女子伸手一解，身上战甲尽数脱落，露出凹凸有致的丰腴躯体，肤如凝脂，冰肌玉骨，浑身却透出一股爆炸的力量感。这种极致的反差，让方辰眼中浮现一抹惊艳之色，纯阳之气更是不由得在体内四处奔走。本钱不错。战甲女子瞥方辰一眼，故作镇定，语气漠然地说道：吾乃赤焰女帝南宫卓，能否与本地修行的造化，就看你的本事了。说罢，南宫卓挽起一头赤发，走上玉床。天雷地火，纯阳当空。修行达到关键时期的南宫卓神色猛地变得严肃，扣住方辰的肩膀，急声道：快运转我刚才传你的功法，抱元守一，忘却欲念，引导纯阳之气与我阴阳调和，神魂共气。早已达到极限的方辰此时哪敢有其他念想，连忙运转功法引导纯阳。霎时间，方辰就感觉到一股浓郁至极的元阴之气与纯阳之气交换，在两人体内疯狂流转，日月交替，山海沉沦。赤冲天剑气自方辰体内暴涌而出，击穿赤焰女帝的屋顶，射进未知虚无之中，连正在打坐闭关的玄冰女帝萧玉鸾此时都有所察觉。好恐怖的剑气，难道是南宫卓那个男人婆修为突破了？萧玉鸾柳眉微皱，随即否定了自己猜测，摇头道：不可能，我们同时受天道诅咒，能保住根基不受损就算好了，他怎能突破？难道是……不知道想到什么，萧玉鸾嘴角勾起一抹冰冷弧度。好你个方辰，果然有些本事，
连南宫卓都被你拿下了。咦，怎么回事？为何方家那边会传来如此恐怖的剑气？城主府正端着酒杯，倚在栏杆上对月独酌的常在，蓦地看向方家所在，脸上露出一抹惊容。九州好似有仙剑出世，马上派出弟子行走天下，将其带回。东荒九州有极品仙气现身，速速为本作取来。无数隐晦存在，此时好似感应到什么，纷纷做出了布置。然而不等这些势力反应过来，那股冲霄剑气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无迹可寻。天机紊乱，大争之势啊！阴阳宗禁地中，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速去将那位身怀玄阴之气的弟子带来，待其突破灵海境，即刻与老祖修行。诺。天机塔第2层，南宫卓呆呆地看着昏睡中的方辰，那难道好逆天的机缘，与本第一场修行竟然激发了你的潜能，助你觉醒了纯阳剑体。南宫卓一身焚天炎体极为霸道，即便是纯阳圣体，与其修行也是危险重重。若能挺过，确实可以获得机缘造化。但南宫卓也没想到，方辰在纯阳圣体的基础上，还觉醒了纯阳剑体。纯阳剑体，这可是连古之大帝都无比极为渴望的存在。剑骨天成，至刚至阳，克制世间一切邪祟之力。若是能够将此剑体修炼到大成地步，那等威力，连南宫卓都不敢想象。你我也算有缘，这门养剑术就传授于你吧。南宫卓想了想，欲指点向方辰眉间，在其眉间凝聚出一枚火箭印记，闪烁之后消失不见。而在同一时刻，方辰的体内顿时暴涌出一股恐怖至极的吸力。南宫卓惊愕地看到无穷无尽的火焰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朝着方辰的体内灌注进去。天火淬体，真是个有趣的小家伙。南宫卓伸手一招，战甲再次覆盖在身上。他看了一眼床上的方辰，轻声道：不过也好，弱者可没资格与本地修行。方辰猛然间睁开双眼，却发现自己正躺在婚房之中，赤焰女帝南宫卓、新婚妻子林思雨都不见了。他下意识地扶腰起身，却发现自己体内竟然充斥着一股炙热阳刚的力量。这是……他看着自己的双手，先是一愣，随即惊喜道：我竟然突破淬体境了！果然，以纯阳圣体与这些女帝神魂共气，确实能够飞快地提升我的修为。而且方辰发现他的武道根基无比扎实，远超3年前的自己。不错不错，不枉我差点丢掉小命与那南宫卓修炼。南宫卓与萧玉鸾不同，一阴一阳，更极致霸道，炙热如火。与其修行，方辰确实是差点丢掉性命。不过一切都是值得的。这是当方辰盘坐床上准备运转功法巩固修为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体内竟然蕴含着一股磅礴精纯的剑气。剑气？我体内为何有剑气？方辰微微一惊，随即识海中顿时多出了许多东西。纯阳剑体，先天养剑术。良久，方辰这才面带惊容的暗叹一声，没曾想与赤焰女帝南宫卓修炼，竟然有如此逆天好处，不仅突破淬体境，还激发潜能，觉醒了纯阳剑体，剑骨天成，成为了一名货真价实的剑修。方辰眼中迸射出一抹金光。剑修号称杀伐第一，铜镜无敌，千里之外取人首级。方辰握紧双拳，低声喃喃：这先天养剑术更是了不起，以此修炼出的先天剑气，可于万物飞剑、飞花摘叶，皆可取人性命，当真霸道。现在时间还早，加上林思雨又不知道去了哪里，方辰刚好趁此机会开始修炼先天养剑术。随着功法运转，方辰周身顿时萦绕起一层剑意，这些剑气自方辰口鼻间不断来回穿梭，最后慢慢沉入胸口的中丹田中。这是剑修养剑池，也是剑修根基所在。先天剑气越精纯浓郁，剑修的杀伐之力越强。先天养剑术博大精深，但方辰有逆天悟性，加上剑骨天成，修炼起来可谓是事半功倍。不过一夜时间，方辰养剑池中就已经凝聚出一团拇指大小的先天剑气。是，方辰伸出手指戳向1米开外的花瓶，咔嚓，花瓶被轻松洞穿，碎成齑粉。不错不错，方辰满意的点头。成为剑修，养出这先天剑气后，他对72剑诀的领悟更加深刻，直接一跃踏入圆满。无用持剑，仅凭剑指就能爆发出极致的杀伐之力。一口先天气，千里快哉风，说的就是剑修。方辰起身打了一套养生拳，舒缓了下身体，这才推门而出，准备去找点吃的。如今他还到屁股境界，武者修炼本就消耗极大，此时已经饿得不行。只是方辰没想到，刚走进厨房就撞到了个他最不想看到的人。哟，这不是咱们方家鼎鼎大名的废物吗？刚从厨房出来的少女满脸鄙夷地看着方辰，语气尖酸的讥讽道：
怎么，这新婚第2天就来给心腹拿吃的了？真是废物，连个下人都不如。大清早的，你吃屎了？嘴这么臭？方辰淡淡的看着少女，不耐烦的挥手道：“赶紧滚开，别逼我在心情不错的时候扇你。”方辰，你说什么？少女闻言随即勃然大怒，指着方辰的鼻子就破口大骂道：“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教训本小姐？也不撒泡尿照镜子，你一个废物，若非抱上了林家的大腿，你早就是个死人了。”啪！少女的话刚说完，就被方辰一巴掌抽飞了出去。没见过你这么贱的人，主动找抽。方辰甩了甩手掌，冷冷地说道：“芳芳，这只是一次警告，再有下次，休怪我不念同族之情。”芳芳也是方家族人，但只是外系，只是因为其父一直在为大长老做事，所以这芳芳一向以方家大小姐自居，目中无人。以前方辰没被人废除丹田的时候，芳芳可是围在他身边，陈歌长，陈歌短的。自从他沦为废人后，这芳芳就立马投向了方圆，经常对他恶语相向。丫头青衣不知道被他欺负过多少次。今时不同往日，方辰也不是当初的那个方辰，没必要惯着对方。方辰，你这个废物垃圾，你竟然敢打我！芳芳捂着脸厉声咆哮道：“你知不知道我大哥马上就回来了？你还敢如此撒野，一定有你好看！小妹，你怎么知道大哥回来了？”这时一道洪亮的笑声响起，方辰转身就看到一名虎背熊腰的少年在几名护卫的簇拥下走了过来。哥！见到少年，芳芳眼眶一红，连忙扑进少女怀中，嘤嘤抽泣起来。小妹，你怎么了？少年看到芳芳脸上的掌印，眼睛顿时红了，怒声道：“谁打的你？告诉哥，哥替你报仇。”是他，方辰这个废物。有了靠山的芳芳眼神怨毒地指着方辰，咬牙切齿地说道：“我听说大哥要回来了，就来厨房给大哥做点吃的，谁知道方辰这个废物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了我，他还说了什么？”方雄的双眼已经要喷火了，神色森然地看着方辰，像是要把方辰给活吞了。他还说我们不过是方家养的狗，以后见到他要毕恭毕敬的，否则他就打断我的腿。芳芳又再次扑进方雄的怀中，嚎哭起来：“大哥，我好害怕，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小妹别哭，这口气大哥给你出了。方雄听得差点暴走，满脸狰狞地看着方辰：“方辰，给你2个选择，要么跪在地上给我妹妹道歉，要么我打碎你的膝盖，让你跪下。”啪啪啪！看着恨不得吃了自己的方雄，又看了眼抹眼抽泣的芳芳，方辰忍不住拍掌轻笑，演技不错，这颠倒黑白的本事更胜一筹。见到方辰还有心情笑，怒不可遏的方雄怒声道：“方辰，我的话你没听见吗？跪下！跪你妈啊！”方辰抡起手臂，狠狠一巴掌抽向了方雄。找死！见到方辰竟然主动动手，方雄笑了。若是3年前，他的确不敢对方辰动手，但是现在吗？是你自己找死的，就算打残了你，也没人敢找我麻烦。方雄的确有自傲的资本，他向前踏出一步，雄浑的力量直接将地上的砖石踩碎，随即一拳砸向方辰。嘿，有人要遭殃喽！跟着方雄一起来的人笑道。方雄虽然刚突破淬体境，但一身蛮力已达2000斤，堪比淬体境2重的武者，真不知道他方辰一介废物哪来的勇气挑衅方雄。住手！就在这时，一道清冷喝声响起，众人眼前一花，一道灵动如仙的身影瞬间窜至方辰面前，玉手轻飘飘一拍方雄胸口，直接将其震退出去。方雄每一步落在地上都留下一道清晰的脚印。嘶！众人齐齐倒吸一口凉气，看向面前那清丽无比的少女，满脸惊骇之色。你是谁？敢管我方家的闲事？方雄甩了甩手臂，阴沉着脸看向挡在方辰面前的少女。林家林思雨。少女面无表情，语气清冷：“你动我林思雨的夫婿，是不将我放在眼里吗？”林思雨，人的名，树的影。当林思雨一开口，方雄瞳孔蓦地一缩，脸上也浮现出了一抹凝重之色。或许方雄的天赋也称得上一声天才，弱冠之龄就突破淬体境，但是和林思雨这种武道天骄相比，还是相形见绌，差距太大。林思雨如今才16岁，但在1年前就已经踏入了淬体境，时隔1年，最起码也是淬体境3重的修为，远不是方雄能够相比，难怪能够轻松将自己击退。更让方雄相信的是，林思雨还是方辰的道侣，这让方雄一时间有些无法接受。在他看来，如林思雨这样的天之娇女，只有那些宗门天骄才能与之相配，最起码也要和自己一般。方辰，他凭什么？怒火中烧的方雄下意识地脱口而出：“不可能，他方辰何德何能，能够成为你林思雨的夫婿？”只是这句话一出口，
方雄就后悔了。毕竟哪个女子会用自己的清白为一个男人出头？更何况这人还是林思雨，出头的对象又是方辰这个废物。果然，林思雨面色一寒，看向方雄的眼神带着极致的森然，这让方雄心中一沉，下意识地后退一步。当他察觉到自己的举动有些掉价时，刚好看到方辰那似笑非笑的戏谑神情，脸上顿时火辣辣的一片。林思雨，你嚣张什么？方雄是忌惮林思雨的实力和身份，但芳芳可不管这么多。你一个刚嫁入方家的心腹，行事如此跋扈，这就是你林家的家教啊！芳芳的话还没说完，一道身影已经出现在其面前，清脆的巴掌声骤然响起。只见芳芳惨叫一声，以一个极为夸张的姿势重重地飞了出去，砸在地上，浑身抽搐着，却是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林家的家教如何，轮得到你一个方家螃蟹来知会？化身护肤狂魔的林思雨收回手掌，眼神冷厉地看着方雄，说道：你要是不服，可以为他出头，但要掂量一下后果。亲妹妹在自己眼前被人如此欺辱，方雄双目像是要喷火，但理智告诉他，千万不能得罪林思雨，方家绝对不会为了他一个旁系血脉去得罪一个阴阳宗的高徒。方辰，难道你只会躲在女人身后吗？不能对林思雨出手，方雄便将矛头指向方辰，你要还是个男人，可敢与我一战？他打定主意，一定要狠狠教训方辰，为妹妹讨回一个公道。至于林思雨，她是青州城第一天才不假，是阴阳宗高徒不假，但这里是方家，只要方辰答应他的挑战，林思雨也不能说什么。林思雨看向方辰，似乎也在等着方辰的回答。呵，见到大家都看着自己，方辰轻笑一声，面带不屑，目中尽是傲然之色。就在众人以为方辰会答应方雄的挑战时，方辰撇撇嘴，说道：不敢。众人额头皆是冒出大大的问号。不敢？你不敢还回答得这么理直气壮？林思雨再次看了一眼方辰，嘴角掀起一抹好看的弧度，又飞速地压下去。他自然清楚，方辰不是不敢，而是不想暴露自己的实力。这家伙还挺能装。方辰，方雄差点被气得吐血，怒声道：你还是不是个男人？我是不是男人，无需向你证明。他上前一步，在林思雨愕然的神情中，一把揽住其纤细的腰肢，嘿嘿笑道：我老婆知道就行。纤腰被搂住，再加上方辰略显暧昧的言语，让林思雨娇躯蓦地一僵，俏脸也不由得发红起来。你干什么？快松开！恼羞成怒的林思雨一把挣脱方辰，但在方雄看来，两人却像是在打情骂俏，完全不将他放在眼里。方辰，你欺人太甚！怒火中烧的方雄像是被愤怒占据了理智，竟然不管不顾地暴喝一声，如同一头怒熊般冲了过来。他体表隐隐有气血浮现，双拳之上也有强劲的气血之力在闪烁，气血外显，淬体境武者的标志。呼！双拳擦破空气，可想而知其速度之快，力量之强。而现在林思雨恰好挡在方辰面前，又因为心慌意乱，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因此方雄这一拳就像是直奔林思义而来。眼看拳头即将落在林思雨身上，方辰眼中闪过一抹寒芒。就在他即将出手的时候，一道冷喝声骤然响起：住手！声音洪亮，更是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让方雄的拳头在距离林思雨仅有3寸距离的时候硬生生停了下来，无法落下半分。大长老！见过大长老！见到来人，方雄等人也是一惊，连忙行礼问好，面露慌乱。简直胡闹！方远山瞪了方雄一眼，然后看向方辰，训斥道：都已经成婚的人了，还这么没规矩，方家的脸都被丢光了。听到大长老的话，方雄也是有些意外，随即看向方辰的眼神充满了幸灾乐祸。果然，大长老还是站在自己这边的。方辰眼睛一眯，正要开口，却被林思雨拦住。大长老教训的是，晚辈知错了。林思雨嫣然一笑，说出来的话却让方远山眼睛一眯。这位林家天骄，好犀利的言辞自称晚辈，这是明显没将自己这个名义上的大爷爷放在眼中啊。不过一想到林思雨的另外一层身份，方远山顿时哈哈一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辰儿还不快带思雨下去休息，一点都不懂得心疼自己的媳妇，这可不是我方家男人所为啊！听到没？大长老都发话了，咱们回去休息吧。方辰当作没听懂方远山话语中的深意，搀扶着林思雨朝着自己的小院走去。思雨就先告辞了。强忍别扭，林思雨强行挤出一抹笑容，告别方远山。大长老，方辰他简直欺人太甚，完全没将您放在眼中啊！方雄正要开口，就被一旁的方圆打断。方雄，你太着急了。方雄一愣，急声道：可是我妹妹她……哎，方雄啊，君子报仇，10年不晚。方圆拍拍方雄的手臂，低声道：
咱们有的是机会。方圆少爷，您是说？方雄眼中凶光闪烁，林思雨能护他一时，还能护他一世不成？方圆狞笑一声，我已经听说阴阳宗已经派人来接林思雨了，只要等到林思雨一离开，咱们……方雄眼睛一亮，点头道：方圆少爷，我明白了，我一定会让方辰那小杂碎付出代价。啪！林思雨一巴掌将方辰的手掌拍开，恼怒地说道：摸够了吧？嗨嗨！方辰轻咳一声，掩饰尴尬。方辰，我知道你故意隐藏修为，是想韬光养晦。林思雨深吸口气说道，但如今方家上下都在针对你，你难道就听之任之？经过昨晚的事情，林思雨已经确定方辰根本就没有变成废物，他的修为绝对远在自己之上，否则的话他怎么可能想到昨晚的事情？林思雨的双颊不由得有些发烫，好在方辰没有发现，不然呢？方辰给自己倒了杯茶，放在手中抹撒着，说道：充其量不过是一些跳梁小丑罢了，不足为虑。苍蝇虽小，但很恶心人。林思雨说道：如果你不方便动手的话，我可以。方辰诧异地看着林思雨，那直勾勾的眼神看得林思雨浑身不自在，就像昨夜被方辰给剥光了一样。林思雨，你脑子没事吧？在林思雨胡思乱想的时候，方辰的话瞬间让他破防。方辰，我在跟你说认真的。林思雨额头青筋暴跳，强忍住一拳打死这混蛋的冲动，简直太气人了。你我之间虽然已经结成道侣，但还没熟到这个份上吧？方辰眼神平静地看着林思雨，说道：说说吧，你的目的。我能有什么目的？林思雨苦笑一声，说道：你既然都说了，我们是名义上的道侣，你帮过我，我自然要帮你做点什么。我想听真话。方辰摇头道：林思雨，你要是不愿意说，我不为难你，但我要做什么，怎么做，你也最好不要插手。看着认真的方辰，林思雨没来由的心中一慌，明明他已经觉醒了青鸾血脉，还突破到了通脉境，但眼前的方辰他却无法看透。方辰，我要走了。良久，林思雨叹了口气，说道：阴阳宗那边已经催促多次，再不走势必会引起他们的不满，我要是走了，你的处境会变得很危险。林思雨沉声道：你我之间的关系虽然已经刻意低调，但隐瞒不了多久，无论是方家还是青州城中的几大势力，都有可能随时对你出手。若是以往，林思雨才不会管方辰的死活，但只有林思雨自己最清楚，昨晚方辰的所作所为对他到底有多重要，称之为救了林思雨一命都不为过。你这是在关心我？方辰笑笑说道：其实大可不必，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你不怕他们找你的麻烦？林思雨一双琉璃眸子静静地看着方辰，虽然相处时间不多也很短，但林思雨看得出来方辰是最怕麻烦的一个人，而他口中的他们除了方家的人外，还有林思雨的追求者。当他们知晓自己和方辰已经成亲，绝对会将方辰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趁林思雨不在的时候暗中对方辰下手。我是很怕麻烦，但不代表我没有解决麻烦的能力。方辰微微一笑说道，并且我也希望他们不要让我太失望。这话说得平淡，但林思雨却从中感受到一股极度的自信以及杀意。他这才恍然想起，眼前这位似乎从来不是什么善茬，死在他手中的人可不少。想到这里，林思雨也放下心来，说道：若是遇到实在解决不了的麻烦，就去找我爷爷，他会无条件的帮你。多谢。方辰举起茶杯向林思雨致意，林思雨嫣然一笑，同样端起茶杯与方辰磕碰后一饮而尽。林思雨悄无声息地走了，很突然却又在意料之中。方辰，好好活着。林思雨看向那闪烁烛火房间，脸上神情漠然，看不出半点温度。怎么，舍不得你那小情郎？身旁的娇媚少妇打趣道：要不让你们再温存一会儿，反正也不急于这一时。不必了。林思雨面无表情地说道：我和他不过是一纸婚约罢了，并无任何夫妻之实。是吗？女子咯咯一笑，随即正色道：不过纵然有些情谊在，也抵不住时间岁月的搓磨。等你进入宗门，就知道这天地之广阔，世间优秀杰出的年少英才如过江之鲫，也会明白你今日的选择是对的。若非他查看过林思雨的手工杀还在，早就直接一掌将那个感激于自己弟子元婴给拍死了。这可是老祖看中的炉鼎，可不能出现半点意外。多谢师尊教诲，弟子铭记于心。林思雨恭敬回应，态度一丝不苟，也并未察觉到女子心中所想。走吧，早日一入宗，为师也就能早日传你无上大道。女子娇笑一声，衣袖一卷，带着林思雨破空而去，眨眼间就消失不见。御空飞行，
只有洞天境以上的武者方能做到。可见这女子的修为之强，阴阳宗的底蕴之深。终于走了吗？方辰看向窗外，眼中同样有寒芒闪烁。刚才他清晰感应到一股凌厉的杀意，看来这阴阳宗的水也很深啊。方辰收回眸光，开始盘腿坐下，沉入修炼之中。武道修行如逆水行舟，即便方辰有圣体在身，也不敢有半点懈怠。在九州大陆，修为由低到高分为炼气、淬体、通脉、灵海、洞天等诸多境界，而每个大境界都分为9重小境界。现在的方辰仅仅达到第2个层次，修行之路任重而道远。一夜修行，方辰体内的灵力又有所增长，这就是纯阳圣体的可怕之处。而且他养剑池中的先天剑气也比白天多了一丝，这让方辰喜不自胜。既然已成剑修，就该多修炼一些剑道武学才是。方辰推门而出，直奔方家武库而去。这地方他来过很多次，自然熟门熟路。方辰，站住！就在方辰正要踏进武库的时候，却被人给叫住。方辰转身，眉头再次一挑，又是方雄。方辰，还真是冤家路窄啊。方雄狞笑道：怎么，你的护花使者没陪着你，关你屁事？方辰翻了个白眼，毫不客气地说道：有事没？没事滚，别在本少爷面前碍眼。方辰，你真当你还是以往那个方家大少了？方雄却笑得更欢了，凝声道：方辰，别以为不知道，林思雨已经走了，没了他的庇护，你又算个什么东西呢？我要弄死你，简直比弄死一只蚂蚁还简单。此时周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正对着两人指指点点，大多数方家人看向方辰的眼神充满了戏谑，真正应了那句话：虎落平阳被犬欺，龙游浅滩遭虾戏。方雄身边的一名同伴阴笑道：方雄哥，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废物身边好像有个小丫头，听说出落得无比水灵，咱们要不要？噗嗤！此人的话还没说完，眉心却是突然多出了一个血洞。他愕然地看着方辰，脸上的阴笑逐渐化作惊恐和绝望，最后轰然一声倒在地上。众人哗然一声，同样惊骇无比地看向方辰。方辰缓缓收回剑指，面无表情地看着方雄，语气漠然地说道：为何要逼我呢？方辰，你敢杀人？方雄震惊过后，立刻愤怒地指着方辰，厉声道：你难道不知道方家族规第1条，不得同族相残吗？你这是要受酷刑的，一条狗而已，杀就杀了。方辰冷冷地说道：至于你所谓的族规，那你去请执法堂的族老过来吧。他虽然想隐藏自己，但方雄都拿青衣来威胁自己了，要是还能忍，那就真不是个男人了。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方雄被方辰对的话都说不完整，只能无能狂怒地瞪着方辰。实在是刚才方辰出手实在太快了，他根本没看清。至于向执法堂告发方辰，更是无稽之谈，因为方辰杀的这个人是他方雄的手下，根本不是方家的人。但眼神又不能杀人，方辰才懒得理会，抬脚朝着武库大门走去。方辰，你给我站住！见状，方雄眼睛一亮，立马抓住了方辰的破绽，抢先一步拦在方辰面前。怎么，不替你的狗收尸，还想找事？方辰眼睛一眯，这方雄有些得寸进尺了。方辰，你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方雄指着头顶的匾额说道：你难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方家武库，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方雄好似找到可以羞辱方辰的机会，狞笑道：你一个废物，还是哪里来，滚哪里去吧。闻言，看戏的众人这才醒悟过来。是啊，方辰丹田被废，已经没有资格进入武库了。白痴！方辰翻了个白眼，不耐烦地说道：好狗不挡道，滚开！将方雄一把推开，方辰掏出一枚玉符，递给在门口支了张桌子正在埋头抄写经文的男子。劳烦魏长老了。即便在方辰出手杀人都没有多看一眼的男子，直到看到方辰递过来的玉符，这才放下笔，接过玉符打量了2眼，随即扔给方辰：特等令牌，可上武库2楼。说罢，男子又继续持笔抄起经文来，似乎对外界的事情漠不关心。特等令牌，而众人看着方辰的背影，却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方家令牌等级森严，每个族人的身份令牌都各有不同，所享受的资源自然也有所区别。特等令牌，这是只有为家族立下汗马功劳的族人才会被赏赐此令牌。方辰竟然有！一时间，众人不由得想到3年前那个赤手空拳为家族拼死而战的少年方辰，心中都微微泛起了异样的涟漪，不由自主地离方雄远了一些。方辰，你别得意，这件事没完。察觉到众人反应的方雄气急败坏地冷哼一声，拂袖而去，也没再进武库。他要将今日发生的事情告诉方圆。方辰丹田可能已经恢复了，
并非是大家认为的废物，必须要想办法将方辰解决掉。方家武库不大，只有3层楼，里面收藏的功法武学都是方家历代先祖从各处搜集而来的，被分门别类的储藏着，供族中弟子修炼。作为方家大少，又是特等令牌的持有者，这武库方辰自然熟悉不过，知道1楼没有什么好东西，都是一些烂大街的货色。他也不做停留，朝着2楼走去。和1楼不同，武库2楼无比冷清，只有3、4人在默默地寻找着自己所需的东西。听到有人上楼，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看了过来。发现是方辰的时候，全都面露诧异之色。他们想不通，沦为家族废物的方辰，今日为何会来武库，还上了2楼。不过相比关心方辰，他们更关心找到适合自己的功法武学。方辰也懒得与这些人打招呼，虽然同为方家族人，方辰与族人们的交流极少，说起来也有些不可思议。作为方家大少，曾经的方辰也只是家族的一把刀。一个家族想要传承悠久，就要有面子和里子。面子是撑起一个家族门面的人，对各方面要求都极高。方辰就是家族的里子，负责处理一些见不得光的事物。在方辰看来，方圆还没资格成为方家的面子，太蠢，太冲动易怒。至于里子吗？从3年前开始，方辰就不是了，而且他也不会再成为谁的刀子。方辰一路走过，在几排竖起的柜子上慢慢挑选着，但心中都不大满意。功法武学从高到低都分为天、地、玄、黄4阶，在此之上自然也有，但即便是阴阳宗这等屹立于青州的大宗门也拿不出来。而每阶又分为下品、中品、上品、高品4个小层次。如方辰的阴阳造化经，据他估计最起码都在天阶，还要往上。72剑诀也是达到了玄阶下品，远超这2层的功法武学。毕竟方家只不过是青州城中小小的2流家族罢了，连1流都算不上。这里的功法武学大多都是黄阶上品，只有寥寥无几的几部黄阶高品，但也不是方辰所需。就在方辰无奈放弃，打算离开武库的时候，耳朵却是一动，这2楼怎么还收藏了这玩意儿？这不是忽悠人吗？气急败坏的声音在旁边响起，方辰眼角余光一看，发现一名家族少年气呼呼地将一本薄薄的册子扔回书架，走向其他地方挑选心仪之物去了。带着一丝好奇，方辰缓缓踱步过去，将那本册子拿起。册子甚至连封面都没有，就像是将几张纸胡乱地装订在一起，而且每张纸上都像是鬼画符般画着几道乱七八糟的笔画。这是……翻看着这几张纸，方辰眼中却是金光爆闪。这不是72剑诀后续的修炼功法吗？别人看不出来，但已经72剑诀前9式修炼成功的方辰，却一眼就看出来，这几张纸上所记载的正是72剑诀后续的修炼功法。一共9张纸，9式剑法，还真是来对了。方辰脸上露出一个满意的笑容，将这小册子揣在怀中，大步离去。武库规矩，每次只能借走1本功法或者武学，1个月也只能借1次。之前那名少年见到方辰竟然拿走了那本册子，不屑地撇撇嘴，真是个傻子。砰！反锁上房门，方辰将桌上的东西清理了一下，取出册子再次翻看了一遍，的确是72剑诀后续的剑招。这门剑法是方辰在方家地牢中习得，至于是何人所留，已经无法考证。曾经方辰还去其他牢房查看过，除了一些咒骂的流言外，一无所获。没想到今天会在武库2层得到后面9式剑法。既然以72为名，想必这部剑诀共有72式，如今我已经得到前面18式。拿起册子，方辰将心神沉浸其中，开始领悟这门剑诀。或许是因为方辰觉醒了纯阳剑体，因此此次参悟这门剑诀远比第一次的时候速度快了无数倍。再加上他的逆天悟性，不过片刻功夫，方辰就将这9式剑法尽数铭记于心，参悟了个七七八八。放下册子，方辰在房间中找了下，最后找到一盏灯笼，将灯笼取下，只有提竿在手中，挥舞了一下，还算趁手。方辰笑了笑，随即以灯笼提竿为剑，开始演练这9式剑招。他的速度由慢到快，直到最后，方辰身上有淡淡的剑气浮现，手中提竿更是化作一柄神兵利器，剑芒绽放。甚至于方辰还一心二用，在演练剑招的同时，运转先天养剑术，催动72剑诀。随着身上的剑意越发浓烈，沉浸于修炼中的方辰自然没有发现，这些剑意竟然开始钻入胸口的中丹田之中，壮大养剑池中的先天剑气。待到将9式剑招演练完成，方辰并没有停下，而是从第1式又重新演练了一遍。不知过了多久，方辰手中提竿猛然一抖，如龙游走，点向虚空处。赤！一抹锐利的剑气迸射而出，将房间中的柱子直接贯穿。方辰收杆力，等到体内剑意平复，
脸上这才绽放出一抹灿烂的笑容。以纯阳剑体修炼这门剑法，简直就是如虎添翼。不过半天时间，方辰就将册子上的9式剑招修炼到和前面9式一样，步入大成境界。武学的修炼共分4个等级：初窥门径，登堂入室，炉火纯青，大成圆满。以方辰的2大体质，再加上逆天悟性，修炼这部残缺的剑诀，自然如吃饭喝水一般简单。虽然只是18式剑招，但其威力却不弱于任何一门玄阶中品的武学，甚至还要强出一些。方辰估计完整的72剑诀绝对能够达到地阶层次，只不过想要得到后续的剑招，不知道猴年马月了。能够得到前面18式剑招，已经是方辰运气爆棚了。对于剩下的剑招，方辰也是保持着良好的心态，遇到最好，要是遇不到也无所谓。就这样，方辰继续在屋内参悟剑招，同时运转先天养剑术，凝聚先天剑气。这是剑修的根本，养剑池中的先天剑气越强，施展剑术的威力也就越大。只有先天剑气达到一定境界，才能酝养出本命飞剑来。只有拥有了本命飞剑，才能被称之为剑修。剑修与其他武修不同，其余武修必须要修炼到洞天境之后才能御空飞行，然而剑修只需要一柄本命飞剑就可御剑飞行，逍遥天地间，掌生杀之术。试想，一名能够御剑飞行的剑修和一个只能依靠双腿跑路的武者，在境界相同的前提下，两者若是生死相向，孰强孰弱，孰生孰死？答案不言而喻。但本命飞剑的酝养极为艰难，堪称难如登天，对先天剑气的要求达到一种近乎变态的地步。但方辰相信，以自己的体质和天赋，本命飞剑的酝养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只是需要一些时间罢了。本命飞剑急不来。方辰神色凝重，而且我剑修的身份绝对不能暴露出去。自从无数年前不知什么原因剑道与武道出现断层，自那之后剑修越来越少，而现在更是少得可怜。整个青州这近1000年来，一个剑修都没有，而剑道方面的传承更是几乎消失了，也就只有青州的阴阳宗与几大超级世家可能有剑道方面的传承，至少表面上是如此。至于私底下有多少如他一般的剑修，方辰也不得而知。如果方辰剑修的身份曝光出去，将会引发极为严重的后果。最显著的就是方辰会被某些强大势力暗中囚禁起来，然后将他当成试验品，研究剑修的来历。青衣丫头那里也要提醒一下。方辰突然有些感慨，近1000年未出一个剑修的青州，如今竟然连续出现2个，还都是在方家。要是传出去，方家绝对会在顷刻间覆灭，而他和青衣也会成为某些人的试验品，这是方辰绝对不允许的。砰！第二天一大早，方辰正在院中打着养生拳，院门就被人暴力踢开。只见方雄带着一群人走了进来，一副耀武扬威的神色，身后的方方更是一脸怨毒地看着方辰。方辰看了看天色，脸上露出一抹疑惑，太阳也没从西边出来啊，这方雄脑袋又被驴踢了，还敢上门找不自在，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扔出去。方方双手叉腰，趾高气扬地说道，从今天开始，这间院子只能出现本小姐的东西。是。7、8名方家下人开始将方辰的东西收出来，扔到外面。方辰眯着双眼，静静地看着这一幕。方雄咧嘴一笑，方辰，从现在开始，这碧水院属于我了，你立刻搬出这间院子，否则的话族规处置。怎么，你们就想出这么个下作的方法？方辰面无表情，漠然地看着方雄。虽然下作，但很管用，不是吗？方雄笑道，咱们方家规矩很多，虽然你是大少爷不假，但一切就都要按照规矩来。这间碧水院是当初家族赏给你的，但现在你没有为家族出什么贡献，家族自然有权利将其收回。哼，方辰，没想到吧？已经指挥下人将方辰东西扔出去的方方冷笑道，刚才大长老已经下令将这碧水院赏赐给我大哥了，所以方方指着院门讥讽冷笑道，你可以滚了，你们简直太过分了。这时匆匆出关的青衣一脸怒容地盯着方雄兄妹，俏脸气得通红。你要是不服，就去找大长老理论啊。方方冷哼一声，心中别提多痛快了。你，青衣还想再说话，却被方辰制止。丫头，咱们走吧。从始至终，方辰的神情都很平静，好似一切都在他预料之中。可是少爷，这可是……方辰一把抓住青衣的手腕，笑道，怎么，不相信少爷？奴婢自然是相信少爷的，只是他们太过分了。一想到方辰在方家所受的委屈，青衣就红了眼眶，替方辰不值。没关系。方辰笑笑，难道你被狗咬了，还要咬回去不成？那就打死。少女理直气壮的话语让众人都是一愣，特别是方雄姐妹
不知为何感受到一股凛冽的杀意在身上一扫而过。说大话谁不会？少在这里装腔作势，赶紧滚吧！芳芳指着青衣，声音尖利地说道。至于你，就和你少爷去睡茅房吧。青衣就要发作，再次被方辰握住手腕。他眯眼看着芳芳，又看了眼方雄，说道：管好你妹妹，祸从口出的道理，你应该比谁都懂。芳芳闻言顿时炸了。方雄一把按住芳芳，与方辰针锋相对。我妹妹我会管教，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现在离开我的院子吧。当然，你是不服气，可以在3天之后的家族之战上向我发起挑战。方雄挑衅般的看着方辰，说道：只要你能赢，还能重回碧水院。方辰点点头，牵着青衣，神色平静地走出碧水院。看着自己的东西被胡乱地扔在地上，方辰也不以为意，只有青衣弯腰捡起方辰的衣物。丫头，不用捡了。方辰阻止道，都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没必要。少爷，您真的忍得下这口气？青衣看着方辰说道，奴婢现在可厉害了，那方雄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少爷当然知道，我家丫头最厉害了。方辰宠溺地揉了揉青衣的脑袋，笑道，不过那种人就这么杀了他，岂不是太便宜他了？少爷，您是说？青衣眼睛一亮，用手掌做了个剁肉的动作，咱们将他五马分尸，挫骨扬灰。青衣眼睛亮晶晶的。方辰戳了戳青衣的脑袋，哭笑不得地说道，你这脑袋里一天在想什么呢？要淑女，懂不？别整天净想着打打杀杀的事情。青衣撅着嘴说道，那少爷，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奴婢可咽不下这口气。放心，会有机会的。方辰笑笑说道，而且你有句话说的不错，既然不能咬回去，那就打死。破败的小院，蛇虫鼠蚁横行无忌。青衣虽然被吓得小脸煞白，但还是强打起勇气说道，少爷，您先休息一下，等奴婢把这里收拾一下。本少爷还没那么娇气。方辰挽起袖子，开始和青衣收拾起这个废弃的小院。小院很杂乱，而且很逼仄，左边是茅房，右边是方家的最低等下人住的地方，环境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只是一番收拾后勉强能看得过去。少爷，您快休息一下，我去给你烧水沐浴。早已变成小花猫的青衣顾不得疲惫，开始去烧火烧水。少爷，力度怎么样？坐在浴桶中，方辰用一块毛巾盖住脸，享受着青衣的按摩，鼻尖发出一声轻哼。虽然不是第一次伺候方辰沐浴，但手指在方辰身上游走，感受着白皙的肌肤和匀称的肌肉，青衣还是不由得红了脸颊。对了，少爷，3天后的家族大比，您会参加吗？虽然少爷给予了自己一部极为强大的功法，但在小丫头的潜意识中，还是将自己少爷当成以前那个毫无修为的普通人。当然，方辰笑了笑，本少爷失去的东西，自然要亲手拿回来。哦，好吧。青衣抿着嘴唇，少爷既然决定了，那到时候他就替少爷出战，让那些家伙知道自家少爷不是谁都可以欺负的。丫头，3日后的家族大比，你也去。方辰取下毛巾说道，记住，不可暴露你剑修的身份。好的，少爷。青衣嘻嘻一笑，太好了，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提前将所有对手击败，然后自己再败给少爷。完美。还不知道小丫头心中所想的方辰，洗漱完毕后就早早躺在了床上。可惜今天不是满月，无法进入天机塔与2位女帝修炼。心中刚这样想着，方辰只觉得眼前一花，再次出现在一座熟悉的寝宫，周围是炙热的火焰，让方辰如同置身火海。但方辰似乎能够无视这些火焰，身体中反而涌出一股极致的吸力，汲取着火焰中的精华之力，不断的淬炼自己的身体。不愧是纯阳剑体，这么短的时间内竟然就养剑有成，随时能够孕育出本命飞剑了。清脆的声音响起，只见火海分开，露出一张英武至极的面庞，正是赤焰女帝南宫卓。此时的南宫卓正盘腿坐在玉床上，并未穿戴战甲，而是一袭薄如蝉翼的火焰纱衣披在身上，反而平添一种极致的反差，给人无限遐想。强忍心中炙热，方辰沉声道，不知道女帝大人换在下来有何吩咐？南宫卓侧开视线，轻描淡写的说道，本帝体内的诅咒之力爆发的有些频繁，需要借助你的纯阳之气进行镇压。方辰闻言反而沉默了下来。怎么，你不愿意？方辰的反应顿时让南宫卓眼睛一瞪，冷声道，你可知这3界中追求本帝的青年才俊有多少？更何况他的第一原因已经给了方辰。南宫卓脸颊上飞起一抹羞红，女帝大人误会在下了。方辰苦笑道，并非在下不愿意，只是在下担心这次修行会像上次一样昏过去。南宫卓眼睛再次一瞪，
这混蛋小子是觉得本帝太猛了吗？你不用多想。南宫卓强忍怒火，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道，这一次不会如上次一样，而且本帝会指点你修行，让你早日蕴养本命飞剑。那就多谢女帝大人了。闻言，方辰干净利落地脱掉衣服，朝南宫卓走去。南宫卓差点气急而笑，但体内的天道诅咒已经达到了临界点，不敢再犹豫，玉手一招，火焰翻滚，将两人身影淹没。运转先天养剑术，爆元手一，以纯阳剑体淬炼养剑池，铸造剑功。方辰耳边传来南宫卓带着喘息的提醒，也不敢大意，按照南宫卓的提示，激发纯阳剑体对养剑池进行改造。剑修养剑池，即是剑功雏形。南宫卓一边吸收着方辰的纯阳之气，一边指点剑功若成，飞剑自现。铸造出的剑功关系到本命飞剑的品质，你当竭尽全力才是。方辰可谓是一心而用，一边应付南宫卓，一边引导纯阳剑体将养剑池铸造成一座宫殿的模样。神石中是叮叮当当的清脆声，而在宫殿中心是一座小型池子，池子中是无比精纯浓郁的先天剑气。嗡！在剑功成型的瞬间，一股金芒自剑功中迸射而出，透过方辰的身体，朝着四周席卷而去。金色剑功，南宫卓脸色一变，连忙大手一挥，无尽火海涌现，将此等异象掩盖。他看向一脸茫然的方辰，突然笑道：“小子，你的运气不错，竟然铸造出了7品剑功，成就不可限量啊！”7品剑功，方辰问道：“难道剑功也分高低强弱？”这是自然。南宫卓调整姿势说道：“剑功从低到高分为1到9品，而剑功的品级则关系到本命飞剑的品级。剑功品级越高，最后所孕育出来的本命飞剑品级也就越高。当然，事无绝对。”南宫卓解释道，并非铸造出什么样的剑功就能孕育出什么品级的本命飞剑，这和剑修的先天剑气、体质、悟性等等息息相关。见到方辰面露沉吟，南宫卓轻笑道：“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你拥有纯阳圣体和纯阳剑体，最次也能孕育出7品本命飞剑。敢问女帝大人，在9品之上还有更高的层次吗？”方辰纯粹的好奇。当然有。南宫卓点头道：“9品之上还有圣品、仙品、地品。当然，剑功一旦凝聚后就会彻底定型，无法提升品级。”嗡！南宫卓的话还没说完，就见到方辰胸口再次绽放出道道光芒，从金色转化为赤色，再到紫色。这是……南宫卓大惊，失声道：“你的剑功竟然还能继续提升？这可是9品剑功啊！”紫色剑功就是9品。是了是了，南宫卓恍然道：“你本就是纯阳圣体和纯阳剑体，能够凝聚出9品剑功也不足为奇。”方辰则是一脸茫然，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剑功中竟然充斥着深邃的黝黑色气息，并非南宫卓所说的紫色，就像是一种混沌鸿蒙气息。难道是我看错了？方辰凝聚心神，注视着剑功中的变化，的确是深邃的黝黑色，那种混沌鸿蒙的感觉，方辰绝对不会感应错，因为这些混沌鸿蒙之气正是从剑功中心的那小小的养剑池中溢散出来的。深邃的黝黑之气在剑池上空翻腾凝聚，给方辰一种隐约的错觉，好像在养剑池中有什么东西正在孕育而出。当然，这仅仅只是一种错觉。剑功出成，方辰还不可能立马就孕育出本命飞剑来。同时，方辰发现，在剑宫的墙壁上还雕刻着各种各样的远古神兽、凶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饕餮、混沌、桃物。穷奇方辰仅仅只是看了这些神兽凶兽一眼，就只觉脑海轰鸣，意识好似遭受了剧烈的攻击，整个人直接昏死了过去。看着再次陷入昏迷的方辰，南宫卓顿时陷入了沉思。少爷，您总算是醒了。当方辰刚睁开眼睛，就见到青衣正一脸焦急的守在旁边，还紧紧握住他的手。方辰揉了揉有些发胀的脑袋，说道：“我昏迷了很久吗？已经3天了，少爷。”青衣眼睛红红的，神情憔悴，显然这3天他都没有休息好。3天，不愧是赤焰女帝，果然够可怕。你就这么守了3天？方辰看着眼前的小丫头，心中有些感动，好像从认识青衣这丫头开始，无论她是方家的里子，还是变成无法修行的废物，青衣都没有丝毫改变。以往他但凡执行任务受伤，小丫头都会一边流泪一边为他处理伤口，在他丹田被毁无法修行的那3年，小丫头也会安慰他，还为他抱打不平，和那些羞辱方辰的人对骂，甚至是动手。在此期间，青衣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丫头辛苦你了。方辰抬手揉了揉青衣的脑袋，沉声道：“以后少爷绝对不会让你再受半点委屈。他们名为主仆，
实则早已成为了家人一般的存在。少爷最厉害了。青衣只当方辰在安慰自己，但自家少爷厉害是真的，无论以前还是现在。对了，少爷，你应该饿了吧？青衣连忙说道。我去给你把饭菜热热。不用了，我不是很饿。不知道为何，虽然昏迷了3天，但方辰并未感觉到丝毫饥饿感。今日就是家族大比了吧？方辰眼中闪过一抹寒芒。走，我们也去，有些事情也该解决了。方家演武场，此时所有的方家族人，除了正在执行一些重要任务的，今日全都聚集在了这里。因为方家的家族大比每3年一次，所有年轻一代的族人都必须要参加，而若能在家族大比上展现出强大的实力和卓越的天赋，将会被家族倾斜资源，大力培养。上一次家族大比正是方辰夺得魁首，受到家族重视，但谁曾想那位被视为家族骄傲的方家大少，却在一朝间从神坛跌落尘埃，受尽侮辱和嘲笑。丹田被毁，这就意味着彻底断绝了武道之路，曾经给予方辰的荣耀也被尽数收回。因此当方辰带着青衣来到演武场的时候，所有族人脸色顿时变得无比精彩。这个废物还真的敢来啊！方方看到方辰，眼中怨毒之色一闪而逝。在方辰还是家族最耀眼的新星时，方方恨不得每时每刻都黏在方辰身边。直到方辰如彗星般坠落，方方也是第一个和方辰划清界限的人，甚至明里暗里对方辰极尽羞辱之能事。方家其他人虽然没有如方方这般直接露骨，但对方辰也没有什么好脸色。东荒九州本就以武为尊，一个断绝了武道之路的废物，自然无法得到他们的正视和尊重。砰！此时擂台上正在进行一场比斗，其中一人正是方雄。方雄身材魁梧，宛如一头棕熊，每一拳都蕴含着极致的力量，而他的对手却是个身材瘦弱的少年。虽然身法灵活，多次避开了方雄的攻击，但脸上早已布满了骇然之色。这方雄不愧是方家最近冒出来的天才，一身怪力，委实有些过分恐怖了。砰！瘦弱少年凭借灵活的身法窜至方雄身后，拼尽全力一拳轰在方雄背上，但方雄竟然纹丝不动，而是狞笑一声，反手一巴掌拍了出去。啪！清脆的巴掌声和惨叫声同时响起，这名少年顿时如断线的风筝，直接飞下擂台，好巧不巧地落在方辰面前。只见他浑身抽搐，口吐白沫，一副快要闭气的模样。这时人群散开，2名抬着担架的族人快速走来，熟练无比地将少年抬上担架，又快速离去。整个过程毫不拖泥带水，堪称干净利落，显然没少做这种事。方雄同样注意到方辰，嘴角顿时掀起一抹狰狞的弧度，对着方辰勾勾手指。方辰可敢上台一战？方辰可敢上台一战？当方雄的话音一落，众人齐齐将视线投向方辰，眼神玩味。方辰，就他一个丹田被废的废物，他敢上台吗？自取其辱罢了。方方掩嘴笑道：哥，你也真是的，明知他方辰如今不过一介废物，还向他宣战，你这不是欺负人吗？不少人发出嗤笑声，看向方辰的眼神充满了玩味之色，但也有不少人眉头一皱，觉得方雄有些过分了。呵呵，我倒是忘了。方雄冷笑一声，撇嘴道：既然你已经成了废物，那就赶紧滚吧，这是家族大比的地方，不是让你这种废物来看热闹的。自那天方辰在武库门口杀了方雄的手下后，方雄就找到方圆，将此事悉数告知。最后2人推断不可能是方辰出的手，至于是谁，2人就不得而知了，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听说过有谁丹田被毁后还能重新恢复。再见到方辰此刻犹豫，方雄就更加确认了这个推测。哼，我来和你打。就在这时，方辰身边的青衣却是蓦地出声，小脸上满是愤懑之色。他最受不了有人欺负少爷。方辰，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方方冷笑道：之前靠着林思雨保护，现在又让一个小丫头替你出头，我要是你，早就找根绳子吊死算了，活着也是浪费粮食。你闭嘴！青衣眼中寒芒大盛，娇斥道：以前你缠着少爷的时候可不是这副嘴脸。臭丫头，你说什么？我撕烂你的嘴！方方闻言顿时如被踩到尾巴的野猫，尖叫一声就要冲来教训青衣。够了！好在这时主持家族大比的方家族老出声训斥道：有什么恩怨擂台上解决，闹哄哄的成何体统。他一开口，方方自然不敢造次，只是恶狠狠地瞪了青衣一眼。方辰若是不敢应战，那就离开吧。族老看了看方辰，暗自摇头叹息。方辰曾是方家寄予厚望的后辈，但一次意外却让他成为了废物，不知让多少人惋惜。但方家不是什么小门小户，想要在青州城立足，需要的不是同情，
而是强大的实力是不断涌现出的天才后辈。方辰已经成了过去式。谁说我不敢的？就在众人以为方辰会灰溜溜的离开时，他却朗声开口：方雄，我接受你的挑战。此言一出，众人尽皆哗然，他们疑惑震惊地看着方辰，以为自己的耳朵出现幻听了。方辰竟然接受了方雄的挑战。少爷，不可！其他人没说话，青衣却是急切地说道：方雄就是故意激您的，还是让我去吧，奴婢保证能赢。青衣的语气很自信，对战胜方雄有100%的把握。丫头，这是男人之间的战斗。方辰揉了揉青衣的脑袋，宠溺地说道：而且少爷说过，本少爷失去的东西会亲手拿回来。说罢，方辰迈步朝着擂台上走去。众人望着他的背影，却都不约而同地摇头。这个方辰还真是换了失心疯了，他真当自己还是3年前那个家族天才呢。擂台上的方雄见到方辰竟然真的接下了自己的挑战，嘴角的笑容越发狰狞。他视线一扫，恰好看到看台上的方圆对他使了个隐晦的眼神。方雄微不可察的点头，表示明白。方辰，你可要想清楚了。那民族老沉声道：家族大比虽然禁止伤人性命，但是拳脚无眼，若是落下点残疾也是允许的。很显然，这民族老是在善意的提醒方辰，希望他不要冲动。多谢三族老，晚辈明白。方辰点点头，说道：不过我既然选择上台，自然清楚后果。你……三族老叹息一声，无奈地说道：好吧，既然你心意已决，那一切小心。方雄扭动着脖子，神色阴森地看着方辰。方辰，我说过，我会让方你付出代价的。废话真多，可以开始了吗？方辰看向三族老，后者刚一点头，方辰顿时化作一道残影，出现在方雄面前，一拳轰了出去。好快的速度！方雄心中一惊，但并不慌乱，反而狞笑一声，一拳砸了出去。稀薄的气血在方雄拳头上浮现，沉重的力量竟然将空气都震出道道涟漪，可想而知，方雄这一拳的力量有多强。他是想彻底废了方辰。方辰，受死吧！方雄怒笑一声，一拳轰了出去。砰！两只拳头瞬间碰撞在一起，恐怖的力量竟然让众人耳膜刺痛。然后众人就震惊地看到，气势汹汹的方雄体若筛糠般的剧烈颤抖起来，随即像是被猛兽撞击一般，直接从台上砸落地面。但巨大的力量却让方雄滑出了数米远，最后才慢慢停下。方辰，你……哇！方雄猛地一口鲜血喷出，直接昏死了过去。众人大惊失色。方雄可是淬体境武者，一身怪力更是达到恐怖的2000斤，就这还被方辰一招击败了。不是说方辰丹田被毁，无法修行吗？这又是怎么回事？哥！方方脸上的笑容如冰雪般迅速融化，连忙冲向方雄。但方雄受伤太重，最夸张的是他的拳头血肉模糊，整条右臂更是如麻花般的扭曲在一起。方辰，你好狠的心！方方双眼血红，指着方辰厉喝道：不过是比试切磋而已，你为何下这么重的手？白痴女人！青衣冷笑道：刚才三族老都说了，拳脚无眼，留下些残疾也是允许的。此刻最高兴的莫过于青衣了，他满眼小星星，双手捧心，望着台上的方辰，只觉得心都快融化了。少爷好棒！他就知道他的少爷是最厉害的。小贱人，我杀了你！气急败坏的方方此时也顾不得许多，直接冲向青衣，蕴含凌厉的掌风直接拍向青衣。青衣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方辰身上，根本没看到方方的动作。但就在方方即将一掌拍中青衣的时候，只见青衣看都没看方方，直接反手一拍，啪！看似柔弱无力的玉手不仅直接破开了方方的攻势，更直接抽在了方方的脸上。巨大的力量直接将方方抽飞了出去，本就不多的牙齿这次全部掉光。这一幕发生的太过突然，等到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方方已经如方兄一般昏死过去了。霎时间全场寂静无声，变得落针可闻。青衣缓缓收回手掌，不满地嘀咕道：不知道你在狗叫什么，烦死了！让让！两名抬着担架的族人走来，还是之前那两位。两人熟练地将方雄抬上担架，刚要准备离开，这才发现旁边还躺着一个，是方方，多了一个。两人嘀咕一声，然后直接将方方丢在担架上，和方雄挤在一起，抬起担架就走。方雄体型本就壮硕，再加上方方，让担架发出不堪重负的打吱声，给人一种随时可能碎掉的样子。众人好像对这一切视若无睹，只是震惊地看向青衣。对于方辰这名小侍女，方家上下都是很清楚的。柔柔弱弱的，话不多，然而他竟然一巴掌就将方方抽晕了。
那芳芳虽然天赋一般，但好歹也是练气境7重的武者，又占据了偷袭的优势，所以这个小侍女其实也强得离谱。青衣可不管别人如何看她，她所有的注意力全都在自家少爷身上。擂台上的方辰扭头看向三族老，三族老，这应该算是我赢了吧？三族老猛地惊醒，诧异又惊喜地点头道：算，当然算。随即三族老当场宣布，此战方辰胜。有要上台挑战的吗？没人回答。毕竟方辰刚才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已经让众人意识到，曾经那位方家大少好像回来了。他们想起了曾经被方辰所支配的恐惧中，当然除了有害怕方辰的族人，也有人在观望。他们不相信方辰恢复了修为。三族老，既然没人上台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向别人发起挑战？见无人上台，方辰开口询问。家族大比的确有这个规定。三族老点头道，凡是胜利者都有一次向别人发起挑战的机会。方辰点点头，随即手臂抬起，指向看台的某处。那我就挑战他吧。顺着方辰的手指看去，众人发现方辰要挑战的人竟然是方圆。众人一阵哗然，方辰这家伙疯了吧？他敢挑战方圆？要是3年前方辰没有变成废物，确实有这个资格和实力。但他沉寂的3年中，方圆却展现出了极为强大的修炼天赋，破镜神速。短短3年时间，方圆已经超过了当初的方辰太多。如今的方圆早已晋升淬体境5重，还掌握了2门极为恐怖的武学，其实力在整个家族年轻一代中足以排进前5。方辰，你确定要挑战方圆？三族老皱眉，也觉得方辰过于冲动。虽然猜测到方辰的丹田已经恢复，但实力好像也不是很强，仅仅只是刚突破淬体境的样子。和方圆之间可是足足有着5重小境界的巨大差距啊！确定？方辰点点头，说道：方圆，上来吧，别让我瞧不起你。他是想要低调，不想过早暴露自己的实力，但有些事情无法躲避，需要方辰去面对。方圆多次针对自己，针对青衣，所以方辰不打算再忍了。方雄是第一个，但不会是最后一个。第二个就是方圆。方辰，你果然恢复丹田了。众目睽睽之下，方圆自然不可能会怯战。他缓缓起身，一步步朝着擂台上走来，冰冷目光却锁定在方辰身上。但那又如何？在擂台上站定，方圆言语不屑地笑道：即便你恢复了实力，但3年时间足以改变许多事情。3年前他还是方辰的追赶者，可谓视望尘莫及。那时候的方辰可谓是出尽了风头，压得家族同辈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但方辰一招变成废物，失去丹田，断绝武道。方圆趁此机会刻苦修炼，超越自己，超越方辰，同时也将同辈甩在了身后。方辰早已不被方圆放在眼中了。是啊，方辰自语道，3年的确改变了许多事情，也让我看清了许多事情。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就不该来挑战我。方圆摇头道，或许你是想急于证明自己，或许是想拿回属于自己的荣耀。但是话语一顿，方圆脸上露出了一抹讥讽之色，咧嘴笑道，既然你已经跌入泥潭，就应该在泥潭里老老实实趴着，而不是跳出来徒增笑柄。谁是笑柄？你说了不算。方辰轻笑道，倒是你，给了你3年时间，你还是如此的幼稚。方辰，方圆好不容易维持的沉稳形象，直接因为方辰的一句话而破功，显得恼羞成怒。虽然不知道你是如何恢复实力的，但今天我会用事实告诉所有人，你方辰只能被我踩在脚下。说罢，方圆不再废话，脚掌一跺地面，灵力炸裂，形成一股冲击力，让他快速窜至方辰面前，一掌轰了出去。气血在手掌上汇聚，隐隐形成一头血色雄狮的模样，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声。黄阶中品武学狂狮掌，有人认出这门掌法武学，顿时惊呼一声。只有将狂狮掌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境地，才能形成狂狮血影和狮啸声。可以说，光凭这门掌法，方圆就可以在同辈之中立于不败之地。狂狮掌确实是不错的武学。方辰点点头，随即抬起手臂，双指并拢，快若闪电般的点在方圆掌心处。噗！这一指好像戳中了方圆的弱点，让他掌峰上凝聚的狂狮直接应声而破。反震之力更是将方圆震得连连后退数步，脸色骇然地看着方辰。你竟然能看到我这门掌法的破绽？方圆有些不可置信，而台下则是再次掀起轩然大波。方圆的狂狮掌竟然被方辰一指破掉了，这也太夸张了吧！方辰目含怜悯地看着方圆，摇头道：方圆，说你幼稚都是轻的，我看你是蠢。你莫非忘记了，
这狂师掌还是当年我指点你修炼的。当方尘轻飘飘的声音在擂台上响起时，众人更是惊呼连连。原来方圆的狂师掌竟然是方尘指点他修炼的，难怪方尘能够看出其掌法破绽，并将其轻松破掉。方尘，方圆脸色扭曲，暴喝道：我有今天的成就，全是我个人努力，和你有什么关系？你给我去死！暴怒至极的方圆周身灵力狂涌，一股比方雄强大了无数倍的气息瞬间席卷开来，淬体境5重巅峰。当方圆的气息显露，众人脸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方圆不过是16岁而已，就修炼到如此境界，若是给他时间，他的武道之路必然不可限量。谋！方圆双眼血红，体内传出一道似牛似虎的怒吼，周身气血更是不断的溢散出来，隐隐在身后凝聚成一头血色蟒牛。看到这头血色蟒牛，三族老顿时面色大变，失声道：蛮牛劲！蛮牛劲，玄阶下品炼体功法，但要修炼这门功法，最低要求得达到炼体境。而一旦修炼了蛮牛劲，武者一身气血之力凝练如蛮牛，举手投足间都有千斤之力。但是就算是一些在淬体境经营多年的武者，也无法像方圆这般直接修炼出了蛮牛气象。方尘，快认输！三族老沉声道：你不是方圆的对手，蛮牛劲一旦施展就无法收回，方尘说不定会被方圆一拳打死。然而看着方圆身后的气血蛮牛，方尘却是缓缓点头：不错不错，总算有些样子了。方尘，你过于自负了。方圆狞笑一声，周身气血疯狂沸腾，如有一头蛮牛凝聚周身。蛮牛冲击！随着方圆一声暴喝，方圆周身的蛮牛虚影竟然离体而出，好似一座小山般朝着方尘撞了过去。方圆，好好看清楚何为狂师掌。面对蛮牛冲击，方尘大笑一声，手臂抬起，灵力沸腾间，体内的气血之力更是在手掌间飞速凝聚。吼！只见一头威风凛凛的血色狂狮直接在方尘头顶凝聚而出，宛若实质，霸道十足。血色狂狮一出现就一跃而出，朝着冲撞而来的血色蛮牛席卷而去。轰！两者刚一触碰，惊人的巨响顿时在擂台上响起，灵力碰撞，气血交融，蛮牛与狂狮彼此厮杀在一起，所爆发出来的气象惊人无比。台下众人早已看得呆住了，这还是淬体境武者之间的交锋吗？连一众方家族老此时也是骇然起身，目光眨也不眨地看着台上，看谁能坚持到最后。噗嗤！万众瞩目之下，狂狮先支撑不住，缓缓消散，而那血色蛮牛却还剩半个脑袋，尖锐的牛角狠狠刺向方尘。唉，众人心中暗自叹息一声，方尘终究还是败了。即便他丹田恢复，然而3年的时间让他错过了最佳的修炼时间。然而就在三族老也准备出手将方尘救下的时候，只见一道血色掌印从方尘手掌间迸射而出，狠狠拍在蛮牛脑袋之上。噗嗤！蛮牛脑袋直接爆开，但血色掌印却去势不减，径直朝着方圆拍去。这一幕实在过于突然，方圆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被血色掌印击中胸膛。哇！方圆一口鲜血喷出，双脚擦着地面，直接滑到擂台边缘，这才停住。而方圆一身强悍的气息此时也快速萎靡了下去，脸色煞白无比。不可能！方圆看着负掌力的方尘，失声道：你这根本就不是狂师掌，怎么方尘施展的狂师掌和他的完全不一样，威力不知提升了多少倍。众人也是下意识的点头，觉得方圆说的有道理。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修炼过狂师掌，但从来没见过狂师掌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威力，简直就是另外一种掌法武学。说你蠢你还不承认，修炼不到家，要学会在自身找原因，而不是质问别人。方尘手掌在身前挥舞，只见1头、2头、3头，足足3头血色狂狮虚影在头顶浮现。狂狮掌蕴含3重境界，需领悟狂狮之意，方能体现出这门掌法的真正威力。方尘淡淡的说道：当年你向我请教这门掌法，可惜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太着急了。曾经方尘为了修炼这门掌法，特地进入深山寻找狮类妖兽，观摩其生活习性，猎食捕杀技能，才勉强领悟出一丝狂狮之意，修炼到2重境界。而他觉醒纯阳圣体，获得逆天悟性后，曾经所修所学瞬间无师自通，真至圆满。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台下有族人惊呼道：我总是奇怪，我修炼这狂狮掌的时候，总觉得有层阻碍，原来是要观摩雄狮猎食战斗，领悟狂狮之意，我悟了。众人看着这个家伙又哭又笑的拔腿就跑，也是一头雾水。有这么夸张吗？怕不是那方尘胡说八道吧？说得好！三族老点评道：武学一道，博大精深，
学无止境。方辰，你能够知耻而后勇，老夫很是欣慰啊，这才是方家子弟该有的品质。沉寂3年，受尽羞辱，但方辰却未曾放弃半点，反而是以巨大的毅力再次站在这里，重新拿回属于他的荣耀。3年饮冰，热血未凉。呵呵，方辰，人你说的天花乱坠，也都掩饰不了你为人自私、心机深沉的可恶嘴脸。方圆脸色扭曲，咬牙切齿说道：“你既然早知道这狂师长有3重境界，为何不早点告诉我？你就是故意的。”众人闻言却是缓缓摇头。以前觉得方圆人还不错，今日才发现这方圆竟然是个心胸狭隘、忘恩负义之徒。曾经方辰指点他修行，他不知感激，反而在擂台上要置方辰于死地。若非方辰足够强大，即便不死，他也要彻底废掉。曾经可是有族人被蛮牛劲直接打碎了无数骨头，至今都只能躺在床上，彻底变成了个残废。心脏的人看什么都是脏的。方辰面无表情地说道：“方圆，你做过什么？你自己最清楚。”方圆脸色兀的一变，随即冷笑道：“空口白牙，随你怎么说。但你要是觉得我只有这么点手段，那就想多了。”话音落下，本来还无比虚弱的方圆体内竟然重新焕发出生机，爆发出一股更加强劲的力量。这是淬体境6重。有人惊呼一声，方圆竟然还隐藏了实力。天啊，他何时突破的？这股气息略显虚浮，明显突破没多久的样子，简直太可怕了。众人被方圆的变化震惊得无以复加，觉得不可思议。要知道，方圆如今也不过16岁啊，以他此刻展现出来的天赋，3年内必然能够突破通脉境。3族老眉头再次皱起，看向方辰，却发现后者神色平静，心中便是一动。难道这小家伙还有底牌不成？方辰，想要拿回属于你的东西，你配吗？方圆狞笑一声，今日我就要告诉所有人，我方圆才是方家第一天才，你方辰给我提鞋都不配。话音落下，方圆竟然化作一道残影，窜至方辰面前，蕴含凌厉气血的掌风直接拍向方辰脑袋，杀意凛冽，这是要取方辰性命。方辰目光一眯，双指并起，快若闪电般连点3下。噗噗噗，第一下，方圆掌心出现血洞，气血掌风破裂。第2下，方圆肩膀炸开血雾。第3下，方圆膝盖炸开血雾。咚！最后，方辰猛然一脚踹出，狠狠踢在方圆胸膛，巨大的力量直接将方圆踹落擂台，砰的一声砸在地上。霎时间，整个演武场瞬间变得鸦雀无声，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方圆竟然落败了！方辰，你敢伤我？方圆强撑着伤势站起，脸色狰狞的可怕。同台比斗，技不如人就该接受。方辰冷声道：“怎么，连这点道理都没人教你？”你……方圆被方辰一句话给反驳的，又喷出了一口鲜血，眼睛一翻，终究是支撑不住，重重倒在地上。方辰最后那3指将他伤得太重了，好个放肆狂悖的小辈！这时，一道怒哼声响起，狂暴的气息更是直接镇压全场。众人骇然之中，就见到一名老者大步而来，正是方家大长老方远山。他快速来到方圆身边，检查了一下方圆的伤势，脸色更是阴沉的可怕。怒视方辰，方远山森然道：“即便是同台竞技，又何必下此狠手？你这小畜生眼中可有同族情谊？”众人面色紧张地看着方辰，心中暗自感叹。大长老亲自问责，方辰怕是要大吃苦头了。大长老说的在理。面对方远山的指责，方辰却是神色不变，语气平静地说道：“不过家族大比本就有过规定，拳脚无眼，后果自负。只要不伤人性命，即便是修为被废，也要自行承担。敢问大长老，您是觉得自己比家族规矩更有权威？”方辰眼中金光闪烁，掷地有声地问道：“还是说，您仅仅只是因为方圆是您孙子，所以想要公报私仇，无视我方家族规？”一声质问，震得众人目瞪口呆，震惊地张大嘴巴。方辰竟然敢当众质问大长老，这是挑衅大长老的权威啊！即便他说的在理，但这可是大长老，如今家族地位实力第一人。好好好！方远山怒极而笑，连说3个好字，最后语气森然道：“你这小畜生还真是翅膀硬了，连本长老的话都敢不放在眼里，真是好大的胆子！”说罢，强劲的气息直接席卷而出，笼罩在方辰身上。大长老不可！台上的3族老脸色骤变，奈何实力弱于方远山太多，根本无法出手阻拦。如此目无尊长之辈，理当教训一番。方远山气息一波接一波强盛，语气也不含丝毫情感：“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方家最重规矩。”宛如潮汐般的气息蜂拥而出，尽数镇压在方辰身上。
哪知自始至终，方辰的神情平静如常，没有丝毫变化。大长老口口声声说方家最重规矩，但大长老又是如何做的呢？方辰猛然向前踏出一步，灵力骤然自体内席卷而出，与方远山的气息威压碰撞在一起。方辰虽然只是淬体境，但身怀纯阳圣体和纯阳剑体两大体质，而且除了武者之外，他还是一名剑修。即便现在不能暴露自己剑修的身份，但方辰也不是方远山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孙子技不如人，身为方家大长老，你现在却以势压人，如此双标行径，可曾有半点方家大长老的样子？这一番话有理有据，逻辑清晰，让所有人都暗自点头，觉得方远山确实有些过分了。而方远山的一张老脸更是在此时变得阴晴不定起来，如被架在火上炙烤一般，浑身难受，恨不得将方辰一巴掌拍死。但他不能这么做，否则的话，他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形象和威信会在瞬间崩塌，他的那些支持者也会因此与他离心离德，得不偿失。只是就这样放过方辰，方远山实在太不甘心。大长老，适可而止吧。就在方远山骑虎难下的时候，一道无奈的声音缓缓响起。众人扭头看去，却是看台上一直没有说话的二长老方文山。方文山呵呵笑道：不过是小辈之间的比试而已，有所失手也是在所难免，大长老何必动如此大的火气？方文山是方家除了族长、大长老之外的最强者，最重要的是方家一切赏罚权都在二长老手中，所拥有的话语权不弱于方远山。有了方文山开口，方远山也快速的冷静下来。他很清楚，有方文山在，自己是无法对方辰做什么了，因为这方文山是族长的人，和他不是一个派系。既然二长老都亲自开口了，今日这事就这么算了。方远山借坡下驴，冷哼道：不过现在大比还没结束，那就一切照旧吧。众人神情变化，奇异地看向方辰，为他捏了一把汗。只是从今往后，方辰怕是要被方远山一脉彻底记恨上了，比试继续，谁愿意上台？三族老也暗自松了口气，但心中却对方远山有些不满。身为大长老，方远山今日所作所为却是有些跌份了。但没办法，现在方远山在家族中支持者众多，在族长没有回来之前，他们只能低调行事。怎么，没人上台吗？见到无人应战，方远山脸色一沉，说道：我方家郎难道都失去血性了？但没人回应。方圆都败了，明知不敌方辰还要强行上台，这不是自取其辱吗？也罢，既然无人应战，方雪你去吧。方远山话音一落，整个现场瞬间掀起一阵哗然声。方显，方家那个刽子手。在众人略显惊恐的眼神中，一名脸色苍白的血袍少年缓缓走来。沿途所过，所有人慌忙散开，无人敢与之靠近。即便已经离得很远，但大家还是能够闻到一股浓郁的血腥味，就好像这少年好像刚从血池中爬出来一般，给人一种地狱修罗之感。方显年仅16，和方辰同岁，只小1个月而已。但和方辰不同，方显自幼就开始接受极为残酷的训练，和方辰一内一外，成为方家的里子。但总体来说，死在方血手中的人不知道比方辰多多少。这人就是为战而生，为杀而生。他与人交手，无论是同台竞技还是武者之间的比试，从不留活口。所以方雪从来没有在家族大比上出现过，而今日他竟然出现了，还要与方辰上台比试。大长老，这有些不合适吧？方文山双眼一眯，语气低沉。不只是因为方雪的实力是同代之中最强之一，还有方雪的身份确实不适合在这种场合下出手。毕竟每个家族都需要一些隐秘的强者，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而且方远山的目的太明显，就是为了针对方辰。有这个必要吗？无妨，既然家族大比规定，凡是年轻一辈都要参加，方雪上台未尝不可。方远山淡然一笑，说道：方雪，记住，只是同族之间的比试，点到为止即可。明眼人都知道，方远山所谓的点到为止，仅仅只是留方辰一命罢了。大概率方雪会彻底废掉方辰，让方辰再无翻身的机会。若是换作3年前，以方辰的天赋和实力，确实不需要忌惮方雪。但是现在，即便方辰已经恢复丹田，但沉寂了3年，耽搁了3年，浪费最佳的修炼时期，他早已被同辈赶超。无论是方雄、方圆还是方显，当初都不如方辰太多。现如今3人单从修为上看，就已经超越了方辰。方辰之所以能够击败方雄、方圆，也只是仗着曾经的积累，在武学上压过2人罢了。但方显不同，他自幼便接受了最为残酷的训练，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无论是战力、毅力，都比同级别的武者强大太多。3年前的方显就能与方辰并驾齐驱，
经过这3年磨砺，方雪的修为又会强到何等地步，无人知晓。但方雪的小屠夫之名是他硬生生打出来的。擦！方雪踏上擂台，面无表情地看着方辰。这应该是我俩第一次交手。方雪的声音很沙哑，很冷，如他这个人一般。确实，方辰倒是神情平静，即便面对方雪也没有太大的波澜。我不会留手，方雪很认真地说道。所以，你要是害怕，现在就可以认输。方辰笑了，笑容纯粹而灿烂。刚好，我也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看着面前的方辰，方雪眼中闪过一抹诧异。曾经的方辰，他再熟悉不过，执拗、狠辣、张扬、桀骜，做事不计后果，更是不择手段。那时候的方辰，压得铜带都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事事都要争第一。方雪也曾在方雪面前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但他没有就此放弃，反而是化压力为动力，勇往直前，行事比方辰更加激进，更加决绝。这也造就了他方雪小屠夫的称号。现在他发现方辰好像变了，锋芒不显，却更加危险，这让方雪心中顿时升腾起一抹炙热的战意。好，方雪咧嘴而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话音落下，方雪周身气血爆闪，却是诡异的消失在原地，根本无处寻找其踪迹。血影身法，方辰暗自点头，随即转身一拳砸向背后的虚空。原本空无一物的身后，一道身影缓缓浮现，用气血包裹的手掌接住了方辰的一拳。这一拳没有想象中强大，方雪有些失望。本以为方辰会给他一些惊喜，但现在看来是他对方辰的期望太高了。是吗？方辰笑了笑，兀地暴喝道：这只是刚开始呢。话音落下，方辰体内顿时涌现出一股精纯雄浑的气血之力，气血之力缠绕手臂，随之手臂猛地向前一送，一拳轰在方雪掌心。啪！一声炸响，就见方雪如遭重击，脚掌擦着地面，向后滑出半米远。不错不错，方雪甩了甩发麻的手臂，狞笑道：这才是我认识的方辰，你果然没有让人失望。下一瞬，方雪再次施展血影身法，化作道道残影，将方辰笼罩。砰砰砰，一道道闷响自擂台上响起，令人心神震动，面色骇然。他们根本看不到两人的交手过程，只能模糊看到两道身影不断交错碰撞，爆发出沉闷的巨响。那是拳拳到肉的交锋，那是险象环生的近身肉搏。他们震惊于方雪的身法飘忽诡异，捕捉不定，更震惊方辰竟然能够坚持这么久，却没有露出半点败绩。别说是他们，就连看台上的各位族老，此时也面带惊讶，目光死死盯着擂台。他们实力强大，眼力惊人，自然能够看清台上的两人此时已经手、肘、肩膀、膝盖等等化作最坚硬锋利的武器，强强碰撞，不死不休。这种最为激烈危险的战斗方式竟然出现在两个年轻小辈身上，简直不可思议。方雪身法灵活，杀伐凌厉，方辰不动如山，却是大力沉。这场战斗堪称精彩绝伦，惊艳无比。两大天才的交锋更是让台下众人发出如海潮般的欢呼。青衣目光盯着台上，一眨不眨，既有为自己少爷担忧的紧张忐忑，也有为方辰的精彩表现而激动不已。少爷真的不一样了，真好。他抹掉眼角的泪水，用力挥舞着手臂，拼尽力气呐喊：少爷加油！砰！咚！方辰一拳砸在方雪胸膛，而方雪则是一脚踹在方辰肩膀，狂暴的力量爆发，将两人双双震退出去。但在稳住身形的瞬间，又似彗星般冲向彼此。战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状态，自始至终，除了方雪施展了血影身法外，两人都没有动用其他武学，赤手空拳，纯粹的力量比拼。激烈战斗，尽情的释放狂热战意。砰砰！两人再次互换一掌，彼此退出数米站定，坚定而决绝的眼神看向彼此，那是不屈的战意，那是不败的意志。痛快！方雪咆哮道：方辰，这才是我想要的战斗，这才是我认识的那位方家大少，你也没让我失望。方辰朗笑，周身气血沸腾，欢畅无比。不过你要是再不拿出真本事的话，这场战斗你会败。言语嚣张，却又给人一种极大的幸福感。3年沉寂，3年跌入尘埃，饱受嗤笑和羞辱，不仅未曾磨掉他的棱角，反而让方辰变得更加内敛。水沙而不争，静无波澜，怒则翻天；锋锐而不显，韬光养晦，不平则鸣。这3年，他最大的收获，并非是丹田的重塑，也不是两大体质的觉醒，而是内心变得更为强大，意志变得更为坚韧。此时此刻，没人再质疑方辰的实力，再无轻视，只有对强者的敬重。不愧是你啊，方辰！
感受到方辰身上的明显变化，方雪神情变得比之前凝重了许多。我说过不会留手。战！方辰怒笑一声，第一次主动发起进攻。吼吼吼！3头血色狂狮在头顶凝聚而出，直奔方雪而去。血蛇战技！方雪一声咆哮，气血幻化成一头嗜血巨蟒，扑向方辰。轰隆隆！狂狮与巨蟒彼此纠缠，爆发出惊人的气息波动，让主持战斗的3族老震惊地张大嘴巴。这是2名淬体境武者的战斗，简直太疯狂了！咔嚓！狂狮撕碎了巨蟒的身躯，巨蟒扯烂了狂狮的身体。当双方彼此消失的瞬间，一道宛若鬼魅般的身影自擂台一边窜至对面，被气血包裹的拳头狠狠轰了出去。方雪，这场战斗我很满意，但终究有结束的时候。在方雪难以置信的神情中，方辰一拳落下，那爆裂的拳罡直接让方雪放弃了抵抗。他知道，在方辰施展出狂狮掌的时候，他就已经败了，但他败得不冤，败得心服口服。结束了，台下暗自叹息一声。无论是方辰还是方雪，双方表现都无比惊艳，堪称巅峰对决。这让他们大饱眼福的同时，心中也不由得去想，换做自己能够坚持多久？1招还是2招？或许不出3招，自己必然落败。3族老紧张地盯着方辰，只要方辰下杀手，他就会立刻阻止。而方雪深知方辰绝对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就算不能杀掉自己，方辰也会废了他。因为大长老之前就是如此暗示自己的。眼看方辰的一拳就要轰碎方雪的脑袋，但在关键时候，方辰却是化拳为掌，拍在了方雪的肩头。即便收敛了力量，但巨大的掌风还是将方雪拍出了擂台。勉强稳住身形后，不至于狼狈跌倒，方雪却没忍住喷出一口鲜血，顾不得抹去嘴角血迹，方雪有些诧异地看着台上的方辰。多谢。虽然不知最后方辰为何留手，但这份感激还是被方雪记在心中。同为方家人，本就不该生死相向。方辰负手而立，诚挚地说道：方雪，你无论是天赋还是毅力，都堪称同代中最强，但你太过着急，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所以容易走极端。若你能够修养身心，自省自身，未来武道成就不可限量。方辰并非是故意卖弄，也不是站在胜利者的角度去指点方雪，他仅仅只是将方雪当成了3年前的自己。而方雪也确实如他所说，天赋毅力都不弱。他不希望方雪成为谁手中的棋子，他该有属于自己的武道之路。闻言，方雪罕见的沉默了。良久之后，方雪深吸一口气，抹去嘴角血迹，对着方辰抱拳一拜：多谢堂哥指点，方雪铭记于心。这一拜他情真意切，方辰也坦然受之。好，说得好。3族老抚须一笑：胜者不骄，败者不馁，这才是方家立足根本，希望尔等也铭记于心，好生修炼。2长老方文山点头一笑，方辰这孩子还真是长大了。言语之中对方辰的所作所为颇为满意。他本就看好方辰，本以为方辰会一蹶不振，泯然于众人，谁曾想这小家伙蛰伏3年，却给了他一个天大的惊喜。若是族长得知，想必也会无比欣慰吧。他看了看身旁的方远山，见后者脸色铁青，握住扶手的手掌指节发白，显然心中已经暴怒至极。暗自叹息一声，2长老起身宣布道：今日家族大比就此落幕，夺魁者方辰。好！方辰威武。堂哥好样的！台下一众少年欢呼不已，脸上尽是激动兴奋，将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送给台上那位少年。少爷，您是最棒的！小丫头青衣兴奋的又蹦又跳，嗓子都喊哑了。方辰神色平静，和台下的丫头相视一笑。3年的沉寂让他性格变得沉稳了许多，已经不会再像曾经那般取得一点微不足道的成就而激动不已。哼！望着淡定从容的方辰，方远山眼中寒意更盛，冷哼一声，拂袖而去。方文山见状，眉头却是深深皱起。大长老啊，同族相残乃是大忌，希望你不会走到那一步吧。想到这里，方文山朗声道：弟子方辰为此借大比魁首，按族规可入武库任意挑选一门武学，除此之外，奖励一次进入祖地修炼的机会。方文山满脸慈祥地看着方辰，笑眯眯地说道：方辰可别误了时辰。众人闻言皆是羡慕不已，那可是方家祖地啊，祖地之中蕴藏着数不尽的机缘，若能得到1、2，未必不能一飞冲天。多谢2长老，晚辈谨记。方辰拱手一拜，心中却是有些期待了起来。他之所以要来参加此次大比，除了拿回自己的东西外，最重要的就是为了进入祖地修炼。不
不知道以我如今的悟性，能够在祖地中得到什么造化。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下，方辰带着青衣快速离去。但今天的事情将会如同狂风一般席卷整个方家。曾经的那位方家大少回来了，他靠着自己的实力将属于自己的荣耀拿了回来。少爷，您简直太厉害了！回去的路上，小丫头青衣叽叽喳喳的，如同雀跃的百灵鸟，似乎方辰今日夺魁，远比他自己成为剑修还要来得高兴。好啦，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方辰笑道，不过你可不能因此怠慢修行啊，少爷我还需要你来保护呢。少爷，您就放心吧。青衣用力拍着已经初具规模的胸脯，信誓旦旦地保证道，奴婢会更加刻苦修炼，争取早日超越少爷。方辰微微一笑，其实如今青衣的实力连他都看不透，毕竟这丫头修炼的可是玄冰女帝萧玉鸾给予的剑道功法，有些奇异能力在也在预料之中。当然若是方辰询问，青衣肯定会告诉他，但没必要，毕竟谁都有自己的秘密，就让这丫头自己修行吧。走，一起回家。回家。终于回来了。站在碧水院的门口，青衣抻了个懒腰，脸上尽是开心的笑容。这碧水院是他和少爷一起长大生活的地方，方家很大，但这里才是他们的家。见到小丫头脸上明媚的笑容，方辰也是会心一笑，跨步走了进去。自方辰在大比上夺魁当日，方雄兄妹就搬出了碧水院，所有的个人物品也全部带走，甚至还把属于方辰的东西全部原封不动地放回原位。至于一些毁坏了的，也是照样买了相同的来赔。如今方辰一鸣惊人，方雄兄妹俩自然不敢造次，而整个方家人见到他也不再会如当初那般言语羞辱嘲讽，反而变得比3年前更加尊敬。甚至一些曾经对方辰恶语相向过的族人，竟然亲自登门道歉，希望方辰不要往心里去。或许在3年前，方辰对这些人不会有半分好脸色，但如今他的心态已经不会让他做出如此幼稚的行为。当然方辰也不会表现得过于热情，就是平静应对，淡定从容，却又有一种说不清的疏离感。丫头，明日我就要去祖的修炼，时间为1个月。看着又忙碌起来的青衣，方辰说道，这段时间我不在，你照顾好自己。方圆败给自己，同时也让方远山大丢颜面，以这对爷孙俩的性情，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方辰倒是无所谓，就怕他们针对青衣。少爷，您就放心去吧。青衣回头一笑，奴婢能保护好自己的，少爷只需要好好修行就好。看到青衣脸上明媚灿烂的笑容，方辰也是心情大好。他将身体缩在躺椅上，闭上双眸，同时掩住其中的一缕寒芒。方家祖地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方辰，你不是第一次进入祖地，规矩都知道吧？翌日一大早，方辰如约来到方家广场。二长老方文山见到方辰的时候，就主动过来和方辰说话。知道的二长老。方辰点点头，眼神却看向不远处的大长老，只见他神情严肃地和方雪叮嘱着什么。方雪神情淡漠，也不知道听没听进去。大比之后，我们商量了一下，此次你和方雪表现不错，所以特许他与你进入祖地修炼。方文山轻声道，我知道大长老一直对你抱有很大的敌意，所以进入祖地之后自行小心。多谢二长老提醒，晚辈记住了。方辰点点头，他倒是不担心方雪，不过大长老这个人却不得不防。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出发吧。二长老说罢，当即带着方辰几人直奔方家祖地而去。方家祖地乃是方家极为重要的地方，被视为禁地般的存在，守卫森严。除了每年大祭或者3年一次的家族大比时才会短暂开放外，寻常时候是禁止族人进入的。当几人来到祖地门前时，如3年前一样，由方远山亲自和镇守祖地的2名太上长老交涉。方辰、方显，你们过来。不多时，方远山将方辰2人叫过去。规矩都告诉你们了，进入祖地后不得乱逛，更不能破坏祖地中的东西。方远山沉声道，至于能够获得何等机缘，就看你2人的造化了。方辰2人点点头，表示明白。进去吧。2人也不废话，直接上前一步，恭敬地站在2位灰袍老者面前。2名方家太上长老脸上满是皱纹，如同行将就木的普通老人，身上毫无丝毫灵力波动传出。但所有方家人都知道，这2位正是方家的定海神针，只要有他们在，方家就倒不了。方辰来过一次，自然熟门熟路，主动将手伸向面前的老者。麻烦前辈了。这名老者好似没有听到方辰的话，却是屈指一弹，一抹灵力射出，在方辰眉心种下一枚灵力印记。此印记不仅是为了验证你们的族人身份，还能保护你们不至于被祖地中的阴灵所伤害。灰袍老者说道，记住，
此印记一旦消失，就必须要尽快撤出祖地，否则会有大祸。方辰点头表示明白。另一边的方显同样也得到了一枚印记。开祖地，两名灰袍老者对视一眼，随即双手结印，强劲的灵力光芒在双掌间绽放而出。嗡！只见身后的大门竟然出现一个漩涡。进！一名灰袍老者大喝一声，方辰想都不想，直接冲进了漩涡，身形好似被漩涡吞噬，眨眼就消失不见。方雪见状也同样施展身法，紧随其后。至此，两名老者这才一挥手收回灵力，漩涡缓缓消失不见。1个月之后再来接人。左边的灰袍老者说完就闭上眼睛，不再搭理方远山两人。两人也不以为意，径直转身离去。我也没想到两位前辈会答应送进去两人。方文山笑道，果然还是大长老有本事啊，毕竟都是家族天才，能够进入祖的修炼也是提升我方家的实力。方远山神色平静，丝毫看不出他曾在家族大比时各种针对方辰的模样。大长老说的不错。方文山深以为然地点头道，我方家能够传承多年，立足于这青州城，就是后辈中不断涌现的天才，而护着这些孩子成长，则是我们这些做长辈的责任啊。若是人人都如二长老这般想，何愁我方家不兴？方远山笑容和煦，至于心中作何感想，就不得而知了。见状，方文山也是点到为止，不再与之交谈，只是真心希望方远山能够将他的话听进去吧。等两人离去后，左边的灰袍老者突然开口道，之前那个小家伙叫方辰是吧？左边的老者点点头，沉默不语。之前就是他帮方辰种下的灵力印记，我记得这小家伙丹田被毁，远浩那小子还来求过你，不过我刚才怎么发现他丹田不仅恢复了，似乎还很不一般的样子。左侧的灰袍老者面带一丝好奇，询问道，你刚才可曾看出些什么？右侧老者微微摇头，表示不知。连你都没看出问题？左侧的老者面露诧异，沉吟道，这就奇怪了，按理说除了一些宗门圣地外，不曾听说谁有重塑丹田的逆天之术啊。右边的老者没有说话，罢了，谁会没点秘密？左侧老者摇头一笑，终究是件好事，那小家伙底子不错，经过3年磨砺，性子也更加沉稳了许多，算是因祸得福了。这一次，右侧的老者认同的点点头，这就是祖地吗？第一次进入祖地的方显好奇地打量着四周，性子再冷漠，但终究只是个15、16岁的少年。只是这方家祖地，天地一片灰蒙蒙的，好像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雾气，导致视力受阻，看不到很远，和他想象中的祖地相差甚远。方辰笑道，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不过这都不重要，咱们进入祖地的目的是为修炼而来。也对。方雪点点头，突然说道，方辰，你就不好奇大长老之前和我说了什么吗？不重要。方辰一路向前，朝着未知的迷雾深处走去。他蓦地回头，对方雪露出一抹淡然微笑，因为我和你不一样。哪里不一样？方雪下意识问出口。方辰脚步一顿，看向雾蒙蒙的天空，几息之后这才继续开口道，我方辰的人生只能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话语平淡，却给予了方雪一种巨大的震撼，因为他从方辰身上看到一股凌厉如剑般的恐怖气息直冲天际，连那经久不散的雾气都在此时被搅动得翻滚不休。这股气息好强。方雪突然想到，或许在大比之时方辰还没有用尽全力，他还有所保留，那么如今的方辰到底有多强？方雪不想成为谁的棋子，想要主宰自己的人生，那就努力修炼吧。在方雪还陷入震撼的时候，方辰的声音传进他的耳中，这个世界很大也很精彩，我想去看看。方辰面色坚毅，眸光坚定，一定，世界很大很精彩，我想去看看，我的人生我来主宰。这些话就像是一颗种子，深深埋进了方雪的内心。或许有朝一日这颗种子会枯萎，也或许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长成一棵参天巨树。我真的也可以吗？方辰。方雪追上方辰，好似做了某个决定，你要小心，大长老可能会再组的对你动手。方辰脸上没有露出任何意外之色，反而深深看了一眼方雪。你为何要告诉我？因为方雪呼出一口气，罕见的笑了笑。你说的那个世界我也想去看看。有志气。方辰赞赏的点点头，鼓励道，加油，我会尽力。方雪说道，不过你的确要小心大长老，我虽然不知道他会用何种方法对付你，但我猜测可能和这里的阴灵有关，倒是个不错的主意。方辰笑道，但他小看我方辰了，那你自己小心，我得去寻找我的机缘了。为了怕方辰误会，
所以方邪选择了和方辰不同的方向，快速离开，眨眼间就消失在迷雾之中。看着方邪的背影，方辰也收起脸上的笑意，变得一片肃杀。方远山，你这老匹夫倒是够狠。方家祖地中隐藏着数之不尽的阴灵，这些阴灵其实就是武者陨落后残留的神念或者灵魂体，只不过这些灵魂体基本上没有神智，只会依靠本能行事，一旦碰到武者就会毫不犹豫开始攻击武者识海，似乎夺舍一般。第一次进入祖地的时候，方辰即便有所准备，也是吃了不少的苦头，甚至差点将命都丢在这里。所以方远山又打算让阴灵来对付我呢？对此方辰还是有些好奇的。这些事先不管，当务之急是要把那东西拿到手。方辰眼中罕见地露出一抹火热之色，分辨了一下方向，方辰迈动双腿，开始朝某个地方狂奔而去。爷爷，我一定要弄死方辰那个杂碎！方圆躺在床上，面色狰狞地咆哮着。虽然经过3天休养，但方圆的伤势太重，直到现在都还不能下床，甚至因为方辰将他的膝盖重创，即便能够治愈，说不定都会留下隐患，变成一个瘸子。这是方圆万万不能忍受的。圆儿，你放心，这个仇爷爷一定会替你报的。方远山检查完方圆的伤势后，脸上也是闪过一抹阴沉之色。我要让他这次进入祖地后，就再也无法活着出来。杀意在方远山脸上一闪而逝，显然对方辰的恨意已经达到顶点。爷爷，您难道有办法让方辰死在祖地中？方圆面色狂喜，因为激动牵扯到伤势，又让他疼得一阵龇牙咧嘴。别人或许不行，但他方辰却是必死。方远山森然一笑，可你知为何每次进入方家祖地都需要2位太上长老验明身份？不是说是为了防备有人混入祖地断我方家灵脉吗？方圆疑惑地问道。这是方家3岁小孩都知道的事情，爷爷为何要提起这个？是也不是。方远山冷笑一声说道，祖地之中并无灵脉，只有数之不尽的阴灵。什么？没有灵脉？方圆失声道。怎么可能？若是没有灵脉，进入后还如何修炼？糊涂！方远山冷哼一声训斥道，平时叫你多看点书，多了解一下武道常识，你却只知道叫苦叫累，我如何将方家交到你手里？爷爷，我知道错了。方圆连忙说道，我一定会改的，但您快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原因很简单。方远山一字一句的道，这些阴灵都是陨落在一场大战中的恐怖存在，即便过去无尽岁月毫无半点灵智，但总有那么一些体质极为特殊的存在，他们的灵魂体中还留下一点灵光，只要得到这些灵光，就有机会得到其曾经的修炼之法。方圆倒吸一口凉气，失声道，这就像是一种记忆传承，准确的说叫神魂传承。方远山纠正说道，我怀疑方辰那小畜生之所以能够重塑丹田，就是因为3年前在祖地中得到了某种机缘，只是他谁都没告诉他，隐忍3年就是在炼化那东西。难怪，真是该死啊！方圆满脸嫉妒，随即问道，可是这和方辰会死在祖地有什么关系？他反而会得到天大的机缘造化，这些原本应该是他的，却被方辰硬生生抢走。当然有关系了。方远山神秘一笑，因为这些阴灵可不只有血脉传承，还能够夺摄武者神魂，而灵印则是可以庇护方家族人不被阴灵夺摄，若不是方家血脉的话，那就只有死路一条。爷爷，您这是什么意思？方圆有些疑惑地问道，难道方辰不是我方家血脉吗？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方辰确实是方家之人。自然不是。方远山神情突然扭曲起来，沉声道，他就是一个从外面带回来的野种，怎配有我方家血脉？什么？方圆大惊失色，不可置信地颤声道，方辰是野种？不错。方远山强忍怒火，嘶声道，方远浩那个老王八蛋，随便从外面带来一个野种，还要将之培养成方家家主，我岂能让他如愿？在方远山的眼神中充斥着极致的愤怒和杀意，对方辰也对他口中的方远浩。所以圆儿，你要努力修炼。方远山拍着方圆的手臂说道，爷爷会想尽一切办法都让你坐上这家主之位。爷爷，方圆神色激动，感动的话都说不完整了。不过你要是自己不争气，这家主之位你就别想了。方远山冷哼一声，大不了到时候我将你大哥叫回来也一样。大哥。方圆刚要说话，却被方远山一个警告的眼神制止。方圆脖子一缩，连忙把嘴闭上了，似乎这个名字就像是一个禁忌，不能被随便提及。此时的方辰自然不知道方远山爷孙俩的对话。方辰现在很忙着跑路。不应该啊，我记得这地方明明没有阴灵存在的，
怎么如今这么多？看着身后漂浮在虚空中对他紧追不舍的虚幻灵魂体，方辰有些欲哭无泪。莫不是这组的出现什么问题了？方辰一边发足狂奔，一边思索，若是只遇到1、2个，以方辰的实力自然能够轻松对付，但身后可是足足上百道阴灵啊，相当于上百个淬体境的武者，这怎么打？还是跑路吧。就在方辰拼命摆脱阴灵的追击时，只见前面浓雾翻滚，10多道更加凝实一些的灵魂体自浓雾中飘了出来。这些灵魂体好像是被方辰所吸引，一出现就径直冲向了方辰，速度快到极致，霎时间就将方辰淹没其中。方辰心中咯噔一声，完了！呼呼呼！灵魂体状态的阴灵从4面8方呼啸而至，好似浪潮般将方辰淹没。面对如此多的阴灵，而且实力都要超过方辰许多，但方辰却没有就此束手待毙。他运转灵力，双掌齐齐拍出，3头血色狂狮顿时凝聚而出，朝着众多阴灵冲了出去。轰隆隆！面前的几道阴灵虽然都是相当于淬体境的武者，但其实他们却没有半分智慧，除了依靠本能冲杀向方辰外，也施展不出什么武学。随着3头狂狮齐齐一冲，拦在面前的几道阴灵顿时被冲散。借此机会，方辰连忙运转灵力，如同一头孤狼般暴冲出去。但阴灵的速度太快了，方辰刚冲出包围圈就被更多的阴灵追上。眼看又要被阴灵包围，方辰眼中寒芒闪烁，当即胸口处的9品剑弓在此时微微一颤，充斥其中的鸿蒙剑气随着方辰剑指挥出的瞬间宛若实质般的斩了出去。是，剑气所过之处，所有的阴灵竟然被轻松洞穿，化作烟雾消散。这一次是彻底的消失不见了。但阴灵的数量实在太多，足有上百道。方辰并指为剑，出剑不停，所施展的也正是72剑诀，招式凌厉迅猛，却又如梦如幻，缥缈灵动，难以捉摸。疾风骤雨，秋风落叶，横扫八方，剑气狂舞，18件事，或挑或刺，或斩或扫，一剑快过一剑，一剑强过一剑，没有任何一道阴灵能够接住方辰一剑。凡是挡在方辰面前的阴灵，在其一剑之下，要么碎成几片，要么当场爆开。剑修号称同境武者中杀伐战力第一，并非只是浮夸，反而比传言中更为夸张。要知道，现在的方辰还未曾孕育出本命飞剑，而方辰之所以能够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力量，除了其所修炼的先天养剑术，乃是上古时期1等1的养剑秘典，还有方辰一身特殊的体质，纯阳圣体，至刚至阳，邪祟不侵。纯阳剑体，刚猛霸道，杀伐逆天，9品剑弓，鸿蒙剑气，世所罕见。各种各样的因素加起来，顿时让方辰意识到，这些阴灵好像也就那么回事。他一路杀，一路前进，身边已经没有多少阴灵存在了。阴灵并非是悍不畏死，只会无脑冲杀。他们虽然毫无半点智慧，但毕竟也是武者陨落后的意志聚合物，拥有着趋吉避凶的本能。所以在见识到方辰不好招惹后，一些实力比较弱的阴灵不仅不敢继续围攻方辰，反而不断的拉开距离，然后将自己引入雾气之中。见状，方辰也稍微松了口气。毕竟如此高强度的施展72剑诀，对先天剑气的消耗实在太大了。不只是剑弓中的先天剑气，自身的灵力消耗也很巨大。照这种程度下去，最多只有半刻钟时间，方辰就会因为自身灵力消耗一空，而被这些阴灵夺舍，将自己的灵魂给撕碎。这是方辰所不允许的。只见方辰面色沉寂，剑指再次一挥而出，横扫八方，四周的阴灵顿时被拦腰斩断，化作乌有。然而还有9道阴灵还在快速的逼近。这9道阴灵身体相对其他阴灵要凝实许多，实力也更强，最起码相当于9名淬体境7重以上的武者。方辰神色逐渐凝重起来。阴灵的身体越凝实，实力也越强，但同时也会诞生出最基本的灵识，相当于正常人类的智慧。9名淬体境武者还真是强大的阵容啊！方辰没有立即退走，而是运转阴阳造化经，激发纯阳圣体，快速恢复体内灵力。与此同时，先天养剑术也一直没有停止运转，想尽一切办法地弥补着自身的消耗。他虽然体质惊人，相对同境武者手段也极多，但终究自身修为也仅仅只是淬体境罢了。面对9名7重境以上的淬体境阴灵，即便方辰能够将之全部斩杀，那么接下来呢？要是再遇到更多更强的阴灵，方辰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最让方辰眉头紧皱的是，好像四周的雾气越来越浓了，这证明有更强的阴灵正在不断靠近。很不对劲啊！方辰抹了抹眉心处的灵力印记，轻声自语道：按理说有灵力印记在，这些阴灵不应该攻击自己才是，为何他们偏偏像是被我吸引而来一般？
方辰不是没怀疑过，是方远山在他身上做了什么手脚，但方辰之前早就检查过，没有任何异常。至于问题出现在灵力印记本身，也不太可能，因为那灰袍老者真要杀自己，没必要这么麻烦，直接将他丢到阴灵聚集地，方辰基本上没有任何反抗之力，就会被阴灵撕碎。而且他3年前进入方家祖地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除此之外，就只有一个可能了。看到一道无限靠近的阴灵，方辰眼中寒芒绽放，剑指猛挥而出，灵力剑光在指尖绽放，朝阴灵斩去。这阴灵本已经提前进行闪避，但速度终究慢了一拍，被剑气消手，化作雾气消散。第2道、第3道、第4道，8道阴灵齐齐扑向方辰，动作又快又急，剑气狂舞，18剑势绽放，剑弓内的鸿蒙剑气更是不要钱般，毫无顾忌地席卷而出，将8道阴灵笼罩，随后切割成碎片。呼呼呼！拼尽全力将这9道阴灵斩灭后，方辰剑弓内的先天剑气彻底消耗一空，包括灵力也所剩无几。方辰喘着粗气，顾不得休息，方辰开始朝着某个方向继续快速跑去，身后还有不少阴灵远远跟着，但没有如之前般蜂拥而上。方辰扭头看了一眼，猛然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只见他双指抵在眉心，灵力运转间，竟然将灵力印记给生生撕开。灵力印记破开，周遭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那几道阴灵同样还远远跟在身后。果然如此，方辰眼中骤然迸射出一抹金光，嘴角也掀起了一抹淡淡的弧度。他总算知道这一次进入祖地和3年前为何不一样了，因为最大的变化就是方辰自身。吸引阴灵聚集的不是灵力印记，也不是谁在他身上动了什么手脚，而是天机塔。看了一眼脖子上的天机塔，方辰眼中金光闪烁。方辰如今的一切皆是因为天机塔而来，如纯阳圣体，如纯阳剑体。小塔本身似乎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能将方辰带到一个神奇的地方，与2位女帝进行神魂共契，性命修行。所以这些阴灵都是为了天机塔而来。上一次进入祖地没有出现被阴灵围攻的情况，是因为我还没有开启这天机塔。方辰快速朝着既定的路线前进，心中却在不断思索。听爷爷说过，这天机塔是他出生之时就携带在身上，只是一件普通物件。但事实真是如此吗？真要只是一件普通物件，能将他带进神秘空间，先后与2女女帝进行神魂共契，方辰也不止一次怀疑过，这东西真的是自己出生时候携带来的吗？答应绝对不是，要么这天机塔是后来之物，要么就是有人放在他身上的。再联想到明明自己是方家大少，大长老方远山自幼针对自己，但对自己疼爱有加的爷爷大多时候都视而不见，反而坐视他成为方家的一把刀子。这一切好像都指向了一个可怕的真相，这是一场布局吗？方辰扭头看向身后那虚无的空间，嘴角抿在一起，希望不是吧。收起杂念，方辰继续朝着之前记住的地方快速跑去，身后又开始聚集了大量的阴灵，但已经不再像之前急于扑上来，而是远远跟在身后。方辰眼中寒芒闪烁，心中再次浮现一个大胆的念头，他要确认一下事实是不是如自己猜测的那样。在没有阴灵阻拦的情况下，方辰的速度极快，在一炷香后总算是来到了一处寒潭旁边。面前的寒潭坐落在一座悬崖峭壁之下，潭口仅有水缸大小，勉强能够容纳一个人进入。潭水幽深，还冒着寒气，呈现出一种古怪的阴冷。在周围的崖壁地面上，甚至还能看到一层浅浅的结霜，闪烁幽光。就是这里了。看着眼前的寒潭，向来淡定的方辰脸上也不由得露出一抹激动来。此处是他3年前无意中发现的，但因为灵力印记即将消失的原因，所以方辰没有仔细查探。但他当时亲眼见到有一道浑身金灿灿的阴灵钻入了这寒潭之中，此次方辰就是为此而来。按照他的经验，强大的阴灵体内都蕴含着一道血脉传承，也就是大家口中的机缘。金色的阴灵在家族记载中都没有出现过，现在就先验证一下我的猜测吧。方辰取下脖子上的天机塔，满是期待的将之放在寒潭边，然后飞速后退，躲得远远的。拇指大小的天机塔看起来破破烂烂的，是由某种青铜铸造，塔身夹杂着绿色的铜锈。在方辰的注视下，天机塔静静地矗立在寒潭边，没有丝毫变化。但方辰却亲眼看到那些追击而来的阴灵好似没有看到方辰一般，注意力全都放在天机塔上，正在缓缓地靠近，给方辰一种紧张又激动的感觉。果然是被天机塔所吸引吗？方辰莫名松了口气。当初方圆安排2名护卫，打算将自己带到后山杀掉，但2名护卫被自己反杀后，天机塔爆发出恐怖的吞噬之力，将2人直接炼化成精血，融入小塔之中。
现在他就想看看天机塔会不会也能将这里的阴灵吞噬掉。要是能的话，这方家祖地对方辰来说就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宝库。在方辰期待激动的注视下，终于有一道阴灵缓缓靠近天机塔，然后嗖的一声就钻进了天机塔中了。方辰眸光一凛，主动钻进去了，这会不会引起一些不好的变化？就在方辰万分紧张的时候，第二道、第三道，数十上百道阴灵前仆后继地冲进了小塔中。不是冲进去，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吸扯进去的。小塔塔身散发出一层莹莹光芒，比第一次融入金屑时更加亮一些。成了！方辰眼睛顿时一亮，天机塔果然能够主动吞噬这些阴灵。振奋无比的方辰并没有急于现身，因为还有源源不断的阴灵受小塔所吸引，然后被扯入其中。除此之外，寒潭中还可能藏着一道金色的阴灵。方辰在等，等到那金色的阴灵被天机塔吞掉后，自己能不能得到对方留下的血脉传承？想到这里，方辰心中不由得升起一抹火热。不知道过了多久，似乎这方圆数里内的阴灵都被小塔吞噬一空，连经久不散的雾气都变得稀薄了许多，至少影响不到视线。远远看去，寒潭边的天机塔浑身像是笼罩在一层银光中，在这里方家祖地好似一盏明灯耀眼。而且方辰还能看到塔身上的绿色铜锈竟然也都消失不见了，虽然还破破烂烂的，但终究干净了许多。小塔好像变得不一样了，至于哪里不一样，只有等办完正事后才能慢慢检查了。方辰继续等待，只是数个时辰过去，寒潭中也没有什么金色阴灵出现，包括周围同样也没见到一道阴灵。天机塔周身的银光也逐渐消散，最后那脸消失，变得普通平凡起来。难道对方已经离开了？方辰这次过来本就是打算碰碰运气，现在既然没遇到金色阴灵，方辰也不想继续浪费时间，就要准备离开。不过就在这时，方辰看到好似一潭死水般万古不化的潭水竟然微微荡漾了一下。即便离得很远，但方辰却看得真真切切，绝对不是错觉。那东西果然还在里面。方辰眼睛一亮，然后深呼一口气，将自己更加完美的隐藏起来，同时运功恢复灵力。金色阴灵所诞生的智慧必然不低，他绝对察觉到了天机塔的不简单，所以没有贸然现身，而是藏在寒潭中继续观察。毕竟对阴灵来说，他们最不缺的就是时间。既然已经确定了那金色阴灵就在寒潭中，方辰也就不急了，放平心态，一边运动恢复灵力，一边继续修炼养剑术。剑修的好处让方辰已经尝到了甜头，只有不断的修炼养剑术，壮大先天剑气，方辰才能爆发出远超自己境界的实力。3日时间一晃而过，当方辰退出修炼状态，体内早已恢复到巅峰，甚至连带着修为都精进了些许。同样，剑宫中再次充斥着浓郁的鸿蒙剑气。果然，战斗就是最佳的修炼方式。唯一遗憾的是，寒潭中的金色阴灵并没有出现，甚至连之前出现异常的潭水也早已归于沉寂，倒是足够警惕的。方辰无奈一笑，他已经在这里浪费了4天时间，再继续待下去似乎有些得不偿失了。不过就在方辰打算收起小塔离开这里，前往别的寻找其他机缘的时候，原本死寂的潭水在此时剧烈地晃动了起来。哗啦，只见潭水猛然炸开，一道金色身影直接从潭水中爆射而出。然而让方辰意外的是，这金色身影并非直奔小塔而去，反而是直奔方辰而来，甚至他还能从这金色身影虚幻的五官上看到一抹讥讽冷笑。靠，中计了！嗖，金色阴灵速度快若闪电，顷刻间直接撞向了方辰，根本来不及反应闪躲，就见到这金色阴灵瞬间融入到方辰体内。方辰浑身一颤，整个人便好似被施展了定身法，愣在了原地。而此时此刻，方辰的识海中却多出一道金色身影。这金色身影刚一出现在方辰识海中，竟然如大德高僧般双手合十盘坐了下来，双手合十。紧接着一个个金色的梵文开始从金色阴灵口中飞出，眨眼间就将方辰的识海封印。一瞬间，方辰的心直接坠到谷底，同时生出无限的恐怖。自己这是要被这金色阴灵给夺舍掉吗？识海被封印，方辰什么都做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金色阴灵继续口念经文，化作金色的梵文，一层层将方辰的识海包裹。与此同时，方辰只觉得自己的意识逐渐变得模糊，记忆如流水般从身体中挤出，好像要离体而去。不能这样下去，必须要阻止他。方辰心中咆哮，他拼命运转气血灵力，然而气血灵力像是失去了控制一般，无法被方辰调动。就这么一点功夫，方辰的意识已经快要离开身体，他心中越发急切起来。滚出去！方辰意识发出无声的咆哮，
但那金色英灵却不为所动，反而念诵的语速越发快了起来，甚至形成一道道惊雷般的巨响，在方辰意识中炸响，好像要将他整个意识进水摧毁。你敢夺舍老子，老子也不让你好过！不能掌控身体又如何？不能操控气血灵力又怎样？他还有纯阳圣体，还有纯阳剑体，还有先天剑气，给我动起来！此时的方辰已经被逼到绝境，不顾一切催动自己2大体质。嗡嗡嗡，祖地中寒潭边，只见方辰僵硬在原地，但那张清秀稚嫩的面庞上却闪烁着狰狞可怖之色。随着2大体质的催动，方辰的体内顿时爆涌出一道道至刚至猛的炙热气息，似火热烈，亦如骄阳般耀眼。道道争鸣声在方辰周身释放，如剑凌厉，切割虚空。剑宫之中，墙壁上雕刻的各种神兽凶兽，此时更是发出愤怒的咆哮。与此同时，养剑池中鸿蒙剑气骤然迸发，如同火山一般汹涌喷发。霎时间，这恐怖剑气直接凝聚成一股璀璨至极的磅礴剑意，大有遮盖骄阳之势。方辰周身被炙热刚猛的气息笼罩，同时沉浸在森然凌厉剑潮之中。在他识海之中，那金色英灵好似察觉到什么，猛地抬头看去，只见头顶悬着一轮煌煌大日，散发出尊贵至极的气息，四面八方更有无穷剑气将他包围，密不透风。杀！识海空间中，一道冰冷森然的爆喝声响起，大日绽放无尽光辉，剑潮释放无双杀机。金色英灵刚要做出反应，但光辉和剑潮早已将他淹没。祖地的另外一个方向，正在盘腿呈现修炼状态的方血猛然间仰起头看向极远处，那里的虚空正在激烈的翻滚。即便相距极远，但方血却清晰感应到一股令他心生恐惧的气息，耀眼又炙热，凌厉又森然。此等异象，难道是方辰？方血瞳孔微微一缩，随即攥紧双手，脸上闪过一抹晦暗之色。难道我与你之间的差距真有这么大吗？不，好似气泡被戳破，某个界限被悄然打破。呼！方辰猛然睁开眼睛，只觉得身体一软，直接栽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喘气。耀眼炙热的气息早已消失不见，磅礴剑潮也尽数归于剑宫之中，连同时海中的金色英灵也一并化作虚无。刚才真是好险！方辰心有余悸，这是他第一次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那种绝望到毫无还手之力的感觉，让方辰只要回想起来都免不了有些后怕。好在一切都结束了，待恢复了一点力气，方辰这才走向寒潭边，将小塔一把捞起。你这废物，真是一点用都没有！方辰没好气地骂了一句，但还是将小塔悬挂在脖子上。刚才的异象可能会引起其他英灵的注意，还是先行离开再说。分辨了一下方向，方辰勉强拖着疲惫的身体朝着雾气最稀薄的方向跑去。和来时相比，速度可谓是慢到极致。好在周围的英灵都被小塔所吞噬一空，直到方辰来到一间破烂石屋中，他都没有遇到一道英灵，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砰！将石屋大门关上，方辰一屁股坐在地上，重重喘息着，脸庞也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惨白色。这是力量消耗太大的缘故，甚至已经造成体内气血开始暴走。要是不赶紧压制气血，将会陷入走火入魔。来不及多想，方辰连忙盘腿坐好，双手结印，运转阴阳造化经，快速地进入修炼状态。得益于纯阳圣体的觉醒，加上这部阴阳造化经乃是被小塔推演完善的功法，等级极高，汲取天地灵气的速度很快。不多时，方辰体内的气血就逐渐被控制住，变得平静温和起来。成了。方辰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脸色也重新恢复到健康之色。他也没想到，那金色英灵竟然如此可怕，最起码相当于通脉境以上的强者，被其侵入识海进行夺舍，这其中凶险，方辰实在不想再经历一次了。以后行事还是要更加谨慎一些。他这次实在有些拖大了，让自己陷入了如此险境。吃一堑长一智，也算是给了方辰一个教训。不过虽然凶险，貌似也得到了不少好处啊。待到危机解除，方辰嘿嘿一笑，脸上便浮现出一抹激动兴奋之色来。神识沉入剑宫，此时的剑宫与之前相比，可谓是模样大变，不仅重新变成了赤金色，墙壁上那些神兽凶兽也变得比之前更加鲜活灵动，就好像随时会从墙壁中钻出来显圣世间。其次是养剑池，原本只有碗口大小，但现在竟然变得如水桶般大小，有源源不断的鸿蒙剑气自其中冒出，还散发出丝丝寒气。无论怎么看，都让方辰有种直面之前那座寒潭的感觉。南宫卓说过，金色为7品，紫色为9品，但如今我的剑宫重新变成了金色，只是为何给我的感觉强了很多很多？方辰面露疑惑，难道这其中有什么差别不成？
这种赤金色貌似更加深邃，更加坚不可摧，绝对比9品更强。莫非是圣品建功不成？方辰不敢确认，只能等有机会再询问南宫卓了。迅速抛开这个念头，方辰神识进入识海中，看着眼前那飘散的无数金色梵文，认识方辰在心智沉稳，此时也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血脉传承，小爷总算是到手了。我上次得到的血脉传承只是一门玄阶下品的身法武学，即便如此，也让我在铜镜之中立于不败之地。方辰深吸口气，眼神火热地看着眼前这些金色梵文，也不知道这金色英灵会藏着何等级别的传承。对此，方辰满怀期待。对于如何接受这血脉传承，方辰自然是有经验的。他神识一动，只见识海中的金色梵文顿时按照一定的规律开始排列组合起来，密密麻麻的文字如蚊蝇一般，刹那间就组成一门功法口诀。不动金身。方辰先是一愣，随即惊喜道：竟然是一部炼体功法。由不得方辰不惊喜。他在家族大比中曾获得一次进入武库挑选武学的机会，但挑来挑去，方辰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他只是为青衣那丫头挑选了一门掌法武学，反正大比夺魁后挑选的武学是他本人的，只要不外传出去给自己的贴身小侍女，合情合理。而现在这门不动金身的炼体武学则是方辰目前所需的。武者晋升淬体境，就要加强对肉身的淬炼，继续壮大气血。一门炼体功法可以让淬体境武者的修炼事半功倍。不动金身地阶下品炼体功法乃是金山寺镇寺武学，此法修炼到极致，可凝聚不坏金身，不动如山，摧山裂石，易如反掌。看着这门炼体功法的修炼总纲，方辰心中更是兴奋不已。地阶功法，这可是了不得的好宝贝啊！若是放在外界，绝对会引发一场腥风血雨。这金山寺当真可怕，仅仅一门镇寺功法就是地阶级别。方辰目光一沉，不过以后施展这门功法可要小心一些，否则被人认出来，怕是会为自己引来大祸。虽然不知道金山寺是何等势力，但光从这门功法上来看，必然是一方巨擘，底蕴深不可测。武道涉及到之一字，向来是秘而不宣，不可轻易外泄，否则对自家传承而言，只会招来不可控的变数。道不轻传，说的就是如此。方辰暗叹一口气，确实是个好东西，但也是个烫手山芋啊。不过方辰可不会因为金山寺的强大而放弃修炼这门功法。身为武者，就该勇往直前，无畏无惧，如此方能武道登高，取得万人瞩目的成就。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杂念，方辰直接盘腿坐下，开始参悟起这门炼体功法来。以方辰的逆天悟性，再加上变态体质，修炼这门地阶功法，竟然也感到无比吃力。难怪爷爷曾说世间武道传承，剑道难觅，佛门艰深。方辰忍不住感叹，这是因为佛门经典向来极具鳌牙，极难入门。因为这些梵文光要将之认全，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更何况这乃是一门的阶功法。好在是在英灵神念之中得到的血脉传承，有些东西并不是需要武者一一去修炼，这就像是一种烙印在武者神魂中的印记，只要将之慢慢炼化，就能熟悉这门功法。更何况以方辰的体质和悟性，相信要不了多久就能将这门方法修炼到入门级别。虽然这祖地中可能还有其他的机缘造化，但对我来说，有这门炼体功法在，已经足够了。贪多嚼不烂的道理，方辰再明白不过。他打算利用接下来的时间，先将这不动金身修炼到入门再说。而且身处这石屋中，外面的阴灵都不会进来，也是祖地中为族人提供的庇护所。随着方辰沉入修炼状态，丝丝缕缕的灵气不断钻入方辰口鼻之中。而在方辰夜以继日的不断炼化下，他逐渐找到了不动金身的修炼窍门，身上也不时闪耀着金色光芒，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会发光的雕像般。砰！方血用力推开石门，飞快钻进去后，又反手将石门关上，也同时将无数阴灵挡在外面。哇！做完这一切，方雪直接一口鲜血喷出，身体也无力般的栽在地上。他双手死死扣紧地面，牙关紧咬，面色狰狞，双眼充血，似乎在拼命抗拒着什么。然而方雪的坚持似乎没有什么用，他眼前逐渐变黑，最后浑身一颤，直接昏死了过去。而在方雪彻底昏迷的时候，他的身上竟然开始爆发出层层叠叠的血光，这些血光无比浓郁，宛若实质，将方雪渲染得如同一尊血色修罗，恐怖无比。少爷进入祖地的第27天，想他碧水院小丫头青衣百无聊赖地躺在方辰平时休息的躺椅上，双眼无神地望着天空。原本立在院子中的那些练功石上面早已遍布秀气小巧的掌印，深入巨石3寸之深。
有些烦躁地嘟囔了几句，青衣换了个舒服的姿势，准备睡觉。反正只有3天时间，少爷就能从祖地中出来了，他再忍忍。咔嚓！就在此时，碧水院的大门被人粗暴地推开，只见芳芳一脸傲然地走了进来。哟，某人怕是都出不了祖地了，你这小贱人还这么悠闲呢！青衣疼的一声坐起，冰冷的眼神直接盯着芳芳。你皮又痒了。在方家，青衣最讨厌的就是芳芳，无他，只因为在3年前，芳芳总是围在少爷身边转。但自从少爷丹田被毁，芳芳就立马态度大变，对少爷如避蛇蝎，经常言语羞辱，还老是欺负他。为了少爷，青衣一直在忍，直到少爷被陷害，关进地牢，这芳芳又集合了一大群大人，狠狠教训了青衣一顿。最后还是少爷传授了自己几招剑法，凭借这几招剑法，青衣直接用扫帚将芳芳这些人狠狠教训了一顿，才过了几天安生日子。原本以为少爷重回巅峰，夺得家族大笔魁首，这芳芳会收敛许多，但现在看来是青衣想多了。有些人就是天生犯贱，明明已经被自己教训过那么多次，还敢来招惹自己，真是记吃不记打。小贱人，你要做什么？见到青衣朝自己走来，芳芳顿时被吓得连连后退，尖声道：我警告你，是大长老派我来通知你的，方辰已经死在祖地，要你立马赶去祠堂。正要出手教训芳芳的青衣，闻言如遭雷击，俏脸顿时褪去了所有血色。不可能，你骗人，少爷怎么可能会死？青衣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芳芳在骗自己。哼，骗你！芳芳强忍狂笑，厉声道：这可是2位太上长老亲口说的，不信的话，你自己去祠堂看看没？去就去。青衣死死地看着芳芳，一字一句道：若是你敢骗我，我保证我会杀了你。方家祖地，食物之中，浓烈的血气充斥整个食物之中，好似有地狱修罗即将孕育而出般，血腥之中加蕴含着令人心悸的力量。不知过了多久，血气开始轻轻抖动翻滚，一只手掌从中探了出来，对着空气一抓，所有血气受到牵引，顿时朝着手掌中疯狂汇聚，眨眼间，整座食物中的气血全部凝聚在这只手掌中。奇异的是，这些气血好似拥有生命一般，在手掌中慢慢蠕动着，顺着手掌不断朝着手臂上蔓延而去。呼啦！最后，这些气血竟然幻化成一件血色披风，出现在方血身上。而原本脸色煞白的方血，此时面色红润，气息比之前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这种感觉还真是不错。方雪原先赤红的双眸，好似潜藏着一丝赤金色，让她的气息变得越发妖异。那件血色披风在其身后无风自动，如同一片血色海洋，充斥着令人心悸的力量。是时候出去了。方雪喃喃开口，随即朝着大门走去。他手掌轻轻贴在石门上，披风微晃，血色力量缠绕在手臂上，轰的一声，直接将石门直接轰碎。外面等待多时的英灵见到方雪走出石屋，顿时疯狂地朝着方雪冲了过来，好似潮汐一般将方雪淹没。但仅仅刹那间，血色汪洋席卷开来，将所有英灵尽数笼罩其中。等到血色汪洋化作一件披风，重新回到方雪身上的时候，那数之不尽的英灵早已消失不见。见状，方雪嘴角便掀起一抹浅浅的弧度，随即他手指抵住眉心，将灵力注入眉心的灵力印记之中，激发其中的那道神念。嗡！灵力扩散，笼罩方雪全身，同时一股拉扯之力带着方雪渐渐消失在祖地之中。离开之前，方雪再次看了一眼祖地，脑海中莫名浮现一张年轻稚嫩却沉稳坚韧的脸庞。你说的那个世界，我会去看的。祖地门口，2名灰袍老者并未像往常一般如同雕像矗立在这里，反而罕见地露出一抹凝重之色，看着祖地方向。祖地一长，那2个小家伙看来是真的陨落在里面了。左边的灰袍老者长长的叹息一声，脸上满是可惜。无论方辰还是方显，都是如今方家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2人同时陨落在祖地，对方家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特别是方辰，本以为蛰伏3年，一朝崛起将会势不可当，但谁曾想却只是昙花一现，着实可惜。可惜祖的如今只能出不能进，否则的话必然要进去探查一番。即便是在平时，祖地也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这种事谁也无法预料。右边的灰袍老者说道：谁能想到将近100年都没有出现一场，如今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也算是那2个小家伙时运不济吧。祖地不是没有出现过异常，每次祖地异常，进入其中的人都会陨落其中，只不过时间早晚罢了。特别是那叫做方辰的小家伙，刚进入祖地中的才3天时间，他所留下的灵力印记就彻底消失。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方辰出现意外陨落，灵力印记就会消失，否则的话，只要对方激发印记，
自己就能在第一时间将对方带出祖地。看来只能先将其封印一段时间，再等10年了。左边的老者暗自摇头，准备着手对祖地进行封印，等到异常彻底平息，才能再次打开祖地。咦，就在老者正要出手的时候，却好似有所感应，大手猛地一抓，紧接着一个漩涡缓缓浮现，只见一道身影缓缓从其中走出，正是方显。好小子，竟然还活着！老者哈哈大笑说道：不错不错，最起码不至于全军覆没。刚离开祖地的方血闻言顿时面露疑惑，难道方辰在祖地中出事了？怎么，你不知道？老者神情一凝，沉吟道：你先说说祖地中发生了何事？不是很清楚。方雪回想了一下，便将祖地中的所见所闻讲述了一遍。当然他隐去了自己的一些秘密，只说自己曾看到过有耀眼炙热的气息席卷半个祖地，同时那股凌厉的森然剑气也让他曾心生恐惧。果然出现了异常，而且没猜错的话，方辰那小家伙时运实在不佳，恰巧被他碰到了。老者再次叹息一声，这种事情也曾发生过，并没有引起2名方家太上长老的怀疑。真的是巧合吗？方血目光闪烁，反正他不相信方辰会陨落在祖地之中的。2位前辈，我觉得方辰还活着。方血说道，虽然我们分开后就没见过，但我相信他还活着。我能理解你们的感受。左边的老者摇头道，但一旦祖的发生异常，莫说是你们这些小家伙，就算是老夫也不敢说100%的能活下来。好了，先去家族祠堂吧，方家的人现在都在那里。方家祠堂，方血目光再次闪烁，然后拜别2名太上长老，直奔祠堂而去。他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何事，但既然将族人全部聚集在祠堂，事情必然不小。而2名太上长老则是开始着手封印祖地，只是他们都不知道，与此同时，祖地之中，一道浑身散发出璀璨玉光的身影，竟然在追着一大群阴灵，大杀四方。每次拳掌挥出，都会爆发出雷鸣之声，将面前的阴灵彻底打爆。这些阴灵中，甚至不乏有超越了淬体境的阴灵，那是看不通脉境的强者，但在此人手中，却是连一个回合都挡不住，就被砸成飞灰。剩下的阴灵跑得更快，只当身后那人是一头洪荒猛兽，十分可怕。而这追杀着阴灵暴走的家伙，正是方辰。此刻的方辰，浑身肌肤好似白玉铸造一般，充满了坚硬强大的力量，刀枪不入，水火不侵，痛快！又一掌拍出，将无数阴灵轰碎。方辰兴奋地大笑起来，这不动金身的威力当真不凡。更让方辰惊喜的是，不动金身和他的纯阳圣体好似能够完美融合，不仅改变了原有的颜色，甚至威力更是提升了几倍之多，简直如虎添翼。所以再将不动金身修炼到登堂入室的境界后，方辰就开始在整个祖地中追杀阴灵，砥砺自身武道，效果极为显著。同时方辰也得到了几门武学或者功法，但都等级不高，方辰瞧不上。嗡嗡嗡！就在这时，整个祖的微微一颤，道道金色流光自天地各方冲霄而起。这些金色流光在半空中微微一顿，随即朝着方辰所在杀了过来。这些金色身影的气息绝对超过了通脉境，这是铜马蜂窝了吗？方辰头皮发麻，随即轻松道：还好时间差不多，也是时候离开了，否则青衣那丫头不得担心死。不配你们玩了，拜拜各位。朝着靠近的金色阴灵挥了挥手，方辰立马惊恐大道：玉帝大人，救命啊！砰！虚空中伸出一只玉足，狠狠踹在方辰的屁股上，将其直接一脚踢飞。我靠，又是这一招！方家祠堂，这是除了祖地外方家最重要的地方，若非族中发生大事，是不会将族人召集在此的。但今日方家祠堂大开，随着一名民族人走进祠堂，皆被其中的景象所震惊，连脚步声都不由得放轻了许多。祠堂两边站立着面色肃然的方家护卫，还都是精锐。数名德高望重的家族长老端坐在主位上，也是一副不苟言笑的神情，更平添了几分沉寂。众人下意识地屏住呼吸，大气都不敢喘。他们知道方家出大事了，而且还是了不得的大事。人都到齐了吗？原本正在闭目养神的大长老方远山，此时蓦地睁开双眼，深邃的眸光扫向下方，五行的威压慢慢散发出来，让众人顿时噤若寒蝉。旁边的二长老方文山微微点头，脸色有些难看，似乎心情并不是很好。那就开始吧。方远山语气漠然地开口道：召集大家来是为了商量2件事。2件事？看来家里真出大事了，但具体是什么，他们猜不出来。方家第367代子孙方辰方显于祖地中陨落，此乃我方家之伤。方远山语气低沉，带着一丝悲怆。我方家痛失2位天才，是我方家重大损失。
鉴于方辰、方显都曾为我方家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我与诸位长老商量过，准备将方辰、方雪二人的灵位安置于祠堂之中，希望他们在天之灵能够庇佑我方家千秋万代。此话一出，全场哗然。方辰和方显竟然陨落了，这怎么可能？1个月前，方辰在家族大比上一举夺魁，重新拿回了属于他的东西。这仅仅只是1个月而已，方辰竟然就陨落了，终究是昙花一现吗？不少人暗自叹息，脸上也露出了悲伤之色。毕竟同为方家人，虽然平时有些摩擦，但也只是言语上的一些矛盾罢了。真涉及到生死这种事情，他们还是不免心中凄然。而且那可是祖地，虽然蕴含着无数的机缘造化，但同样也伴随着无尽的危险。在以往，也不是没人在里面出事，甚至丢掉性命。只是想到那个蛰伏3年，一飞冲天大，最后又昙花一现的方家大少，他们还是有些无法接受。既然大家都没意见，现在我宣布。方远山站起身来，沉声道：“请灵位。”话音落下，就有2名方家族人各自捧着一块牌位走了进来。方辰之灵位，方血之灵位。2人穿过人群，众人无不躬身垂手，为方辰、方血2人默哀。大家脸上都露出哀伤之色，气氛沉重到极点。唯有寥寥几人垂下的脸上满是狰狞狂喜，嘴角是压制不住的笑意。方圆、方雄赫然就在其中。住手！少爷没死！就在这时，一道带着愤怒的清脆嗓音顿时从外面传了进来。正在默哀的众人心中一震，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在这种时候喧哗？不要命了！就在众人惊疑不定的时候，只见青衣大步走进祠堂，冲向其中一名族人，将对方怀中方辰的牌位抢了过来。他红着双眼，压制着愤怒说道：“谁说少爷死了的？你们亲眼看到了，凭什么给他安置灵位？”看到是青衣，不少人暗自摇头叹息。自家的少爷死了，可能最无法接受的就是这个丫头了吧？放肆！方远山暴喝一声，怒斥道：“方家祠堂种地，岂容你这个小丫头再次放肆？来人，速速将她拿下！若敢反抗，就地格杀！”这个小贱人平时就没将他这位大长老放在眼里，今日却撞在他的枪口上，真是自寻死路。还愣着做什么？连大长老的命令都不听了吗？见到没人行动，方圆顿时怒喝一声。对方辰身边这个小丫头，方圆也没有半点好印象。我来吧！就在这时，身材魁梧的方雄大步上前，他的一条手臂无力地垂下，显然是在大比之时被方尘废后还没恢复。他眼中带着一抹寒光，一步步走向青衣。虽然方辰死了，他没办法找方辰报仇，但这个小贱人既然是方辰的人，那就让他来替代方辰吧。自己的手不能白费，妹妹的伤也不能白受。拿来！方雄突然加快速度，冲向青衣，蒲扇般的大手抓向青衣抱着的牌位。既然这小贱人如此重视这牌位，那他就将其毁去，到时候只需要用一句不小心就可以搪塞过去。不要！此时正沉浸在悲痛之中的青衣，模糊间见到一只大手抓来，便下意识地转身将牌位护在怀中。他不相信少爷死了，更不能让人如此羞辱少爷。见到青衣竟然如此维护牌位，方雄脸上更是浮现一抹森然冷笑，便爪为掌，猛地拍在青衣的背上。方雄这一掌可没有丝毫留手，是奔着杀了青衣去的。一个家族下人而已，死就死了，又不触犯族规。噗嗤！果然，青衣直接一口鲜血喷出，娇躯一个踉跄之下，重重摔在地上。但他手中犹自死死抱着方辰的牌位。咦，竟然还没死！方雄面露诧异，扭动了一下脖子，继续走向青衣。不少人面露不忍之色，但见到方远山都没有说话，哪敢阻止？旁边的方文山正要开口，就见方文山上前一步，恰好挡住了方文山。二长老，如今方辰死了，我方家正是用人之际，方雄这孩子还不错。方文山面露愤怒，沉声道：“方远山，你如此所为，就不怕家主回来之后找你算账吗？左右不过一个丫鬟而已，死就死了。”方远山不以为然地说道：“难不成家主会因为一个小丫头弃大局于不顾？好，方远山，记住你今日说的话。”方文山强忍怒火，死死地看着方远山：“你莫要后悔，老夫做事从不后悔。”见到方远山态度如此坚决，方文山心中满是无奈，甚至还有一丝悲凉。方雄居高临下地看着青衣，嘴角一撇，抬脚猛然踹向青衣。住手！浓烈的血腥味猛然席卷而来，狂暴的力量直接将方雄震退出去。只见一道血袍少年拦在方雄面前，皱眉道：“谁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何事？”方显，你没死。见到是方显，方雄神情猛地一变：“怎么，你很希望我死了？”方血冷冷瞥了眼方雄，
骇人的气息让方雄心脏猛地一颤，连忙避开方雪的视线。方雪将视线看向上方的方远山，语气漠然地说道：“大长老，你如此所为，就不怕寒了族人们的心？”方雪，见到你还活着，我很欣慰。方远山意外地看着方雪，随即面无表情地说道：“但是这件事与你无关，希望你不要插手。”他没资格插手，我呢？就在方雪正要开口之际，一道蕴含着雷霆般的暴怒声赫然在祠堂上空炸响。方雄，你这个杂碎，连老子的人你都敢动，你他妈活腻了！少爷！听到这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声音，原本神色悲伤、眼神黯然的青衣，眸子猛然一亮，跌跌撞撞朝着祠堂外冲了出去。但他刚才受伤不轻，加上此时过于激动，身体一个踉跄，直接朝地上摔去。丫头！好在一道挺拔的身影以极快的速度冲来，一把将青衣搂在怀中。少爷，真的是您！待看青来人是方辰后，青衣止不住哇一声哭出声，死死将方辰抱住。他们都说您死了，但我不信。他们看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青衣，方辰笑着帮他拭掉嘴角的血迹，柔声道：“痛不痛？”青衣连连摇头：“不痛的，少爷。”明明痛得要命，但他不想让少爷担心。方辰哪里看不出这丫头是在故作坚强，便强忍心中那抹杀意，将青衣眼角的泪水擦掉，轻声道：“等少爷办点事，然后带你回家好不好？”好。方辰将青衣扶起，对他露出一个安心的笑容，这才转身看向方家每一个人，笑容早已消失得干干净净，取而代之的是一股令人心悸的平静，好似在平静之下蕴含着滔天般的雷霆之怒。凡是方辰视线扫过，所有人都下意识地移开视线，不敢与方辰对视。最后方辰将视线看向方雄，语气漠然地说道：“生死战，生死战。”这三个字一落下，众人心脏猛地一颤。方家族规定，同族弟子之间不可互相残杀，一经触犯，轻则逐出家族，重则废除修为。但若是双方有无法化解的矛盾，可以进行生死战，生死无论。早在方辰出现的时候，方雄心中就已经被恐惧所充斥。如今听到方辰向他提出生死战，方雄身体猛然一颤，下意识就要拒绝。刷！然而方雄刚刚说出一个字，一道宛若鬼魅般的身影已经窜至其身前，一拳砸在方雄的咽喉上。咔嚓！令人牙酸的清脆骨裂声物的响起，众人便骇然地看到体型魁梧的方雄正死死地捂住咽喉，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方辰。扑通！大口大口的鲜血从方雄口鼻中灌出，随即身体一颤，重重地栽倒在地上，脸上犹自带着迷惑、惊恐、绝望以及后悔。到死他都不敢相信方辰竟然敢杀自己，而且还是为了一个小丫头。旁边的方雪眸光猛地一亮，心中疼得生出一抹强烈的危机感。他刚才竟然没看到方辰是如何出手的，若是换做自己，能接住吗？这一刻，由祖地中获得属于自己造化方雪，对自己这个名义上的堂哥再次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我可没有让你拒绝。方辰缓缓收回带血的拳头，语气宛如千年寒冰，冷入骨髓，让人不寒而栗。轰！紧接着哗然声顿时响彻整个祠堂，所有人全都震惊地看着方辰，大脑一时间有些空白。方辰竟然杀了方雄，他怎么敢的？方辰，你放肆！高台上的方远山也是在此刻才反应过来，猛地暴喝一声，磅礴气息威压，如汪洋朝着方辰滚滚压去。方辰身姿挺拔，岿然不动，淡定从容地直面方远山。呵！然后方辰嘴角一咧，从鼻尖发出一声充满极度讽刺的冷笑。方远山，你太着急了。方辰一步步朝着方远山走去，竟然丝毫不受方远山的气息威压。这可是一名灵海境强者的气息威压啊！方辰他到底怎么做到的？众人脸色骇然地看着方辰，只觉得眼前的一幕好像是在做梦一般。你就这么急着杀了我？方辰突然站定脚步，再次咧嘴一笑，一抹狰狞爬上少年的脸庞，杀气腾腾的声音更是清晰地传进每一个方家族人的耳中。既然如此，那我就让你感受一下失去亲孙子的滋味。说罢，方辰身上猛地升腾起一股暴虐霸道的气息，竟然硬生生地冲开方远山的气息威压，然后一拳砸向不远处的方圆。方圆同样在方辰现身的时候气血翻滚，心中咆哮，这个小杂种怎么还不死？然而后面发生的一切实在有些出乎他的预料。从方辰出现到一拳暴杀方雄，再硬抗方远山的气息威压，再杀向自己，这一切说来很慢，实则前后不过是10多息的功夫。方圆本就有伤在身，此刻心绪大乱，加上方辰所爆发出来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在家族大比时的数倍之多，这一拳方圆看不清，更接不住，那宛若实质的杀意更是让方圆瞳孔缩成针芒。
方辰竟然要杀自己！小畜生，你找死！就在方辰正要一拳将方圆轰杀的时候，方远山猛地暴喝一声，狂暴的气息威压瞬间变得重如山岳，死死地压在方辰身上。咔嚓！方辰双膝猛地一弯，身躯向下一沉，双脚更是陷进了坚硬的地面中。但方辰却是面色狰狞地暴喝一声，体内顿时绽放出如玉白的璀璨光芒。不动金身！砰！两股力量猛然碰撞在一起，顿时爆发出如雷鸣般的爆响。而方辰则是借助这个间隙，手臂猛地往前一送，轰向方圆。爷爷，救我！此时方圆总算是醒过神来，尖叫一声，朝着方远山跑去。但刚跑出2步，就被方辰的拳头擦中肩膀，轰的一声，直接将其一条手臂砸爆。啊！方圆惨叫一声，整个身体好似麻袋般朝前飞去，重重摔在地上，抱着断臂哀嚎不已。静！整个方家祠堂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唯有方圆杀猪般的惨叫在祠堂中响彻不休，丝毫不顾是否会惊扰了方家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雨儿！方远山蓦地出现在方圆身边，看到方圆断掉的手臂和满地的鲜血，一张苍老面庞扭曲且狰狞。小杂种，老夫要活剐了你！暴怒至极的方远山怒声咆倾，澎湃的气息自体内倾泻而出，随即快若闪电般的一掌拍向方辰。方辰眼中寒光闪烁，杀意迸射，就要不顾一切与方远山这老杂毛拼个你死我活。但就在这时，一道身影挡在方辰面前。方远山，够了！方文山冷声道。堂堂方家大长老，却对一个小辈出手，也不怕传出去丢人。滚！但被愤怒占据理智的方远山哪里顾得上这些，一掌挥出，磅礴的气息直接将方文山席卷而去，将其掀飞出去，随即攻势不减分毫，径直轰向方辰。够了！与此同时，一股浩瀚汹涌的气息从天而降，直接将整座祠堂覆盖。紧接着是一道略带怒意的声音在众人耳边响起：祠堂种地，启蓉儿等放肆！轰隆！只见一道身影如彗星般直接落在祠堂之中，赫然是镇守祖地的其中一名太上长老。此时，这名太上长老脸色微沉，极为不满地看了一眼方远山，挥手间磅礴浩瀚的气息宣泄而出，将其给震飞了出去。身为方家大长老，你就是如此行事的？太上长老训斥道，还当着列位祖宗的面对一个小辈出手，我方家的脸都被丢尽了。这番话语堪称毫不客气，直接让方远山脸色变得铁青无比，沉声道：太上长老，这一切都是方辰这个不孝子孙引起，在祠堂种地，残害同族，按族规当废除修为，是吗？太上长老冷哼道。方远山，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在公报私仇，属实是非，大家心知肚明。太上长老，您这是要维护方辰这个逆子不成？方远山脸色青红交替，强忍怒火道：我一切都是按照族规行事，何错之有？族规？太上长老冷笑一声，你开口族规，闭口族规，但我方家哪一条族规规定，在未查民族人陨落之前，就为其安置灵位？你当老夫老糊涂了不成？这一声质问，直接让方远山脸色一变，嘴唇蠕动，却说不出话来。还有你！太上长老看向方辰，冷哼道：杀人也不选个合适的地方，这可是祠堂种地，是你能撒野的地方。晚辈知错，请前辈责罚。方辰从善如流，躬身抱拳，别说有多乖巧了，哪还有半点之前的那凶狠戾气？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太上长老微微点头，说道：既然如此，就罚你禁足1月，以儆效尤。此事就此作罢，谁都不得再追究，否则休怪老夫不客气。太上长老警告地看了一眼方远山，算是对这件事做出了决断。众人愣愣地看着太上长老，全都惊得合不拢嘴，满头问号。方辰在祠堂杀了方雄，废了方圆一条手臂，就只是禁足1个月，这板子是不是有些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嫌疑？但既然是太上长老的决定，他们也不敢多说什么，只是看向方辰的眼神却是多出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但太上长老哪里会理会这些人怎么想，他比谁都清楚，方辰能在祖地已经封印的情况下强行破开封印出来，这意味着什么？而且这小子看起来人畜无害的，但动起手来却杀伐果断，毫不拖泥带水，有几分他年轻时候的样子，加上其蛰伏3年突然展现出来的恐怖天赋，只要给予方辰一些时间，必成大器。这样的好苗子，自己不维护，那才是脑袋坏掉了。至于方雄，死了就死了，更何况只是个外系族人，哪能比得上方辰这种家族天骄来的宝贝？不行。然而就在这时，方远山却再次开口：怎么？你是在质疑老夫的决定？太上长老正一脸和善地看着方辰，心中正美滋滋呢，
突然被方远山打断，脸色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晚辈自然不敢质疑太上长老的决定。方远山躬身行礼，随即指着方辰说道：“如果真是我方家血脉，太上长老既然罚过了，此事倒也可以就此结果。但是……”方远山突然拔高声调，一字一句道：“但方辰此子压根就不是我方家血脉。”轰！方远山的话好似一道惊雷在众人耳边炸响，让他们面色狂变。方辰不是方家血脉，这怎么可能？方远山，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最先开口的不是太上长老，而是方文山。他气急败坏地说道：“方远山，我看你真是魔怔了！为了报复方辰，竟然不惜质疑我方家血脉。”太上长老脸色第一次阴沉下来，那浩瀚危险的气息直接席卷四周。方远山，此事老夫需要一个解释。闻言，方远山却是笑了，只是笑得有些森然。请太上长老放心，晚辈自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解释。方远山朗声道：“辨别家族血脉其实很简单，只需要一个方法，那就是这个。”只见方远山拿出一个血色圆球，对着众人示意一番。血脉金球。看着方远山手中的血色圆球，众人皆是一愣。这血脉金球并不是什么特别珍贵的宝物，满大街都是一块灵石一个。血脉金球也只有一个功能，那就是检测血脉。想必大家都对这血脉金球不陌生。方远山说道：“只要将两人的血脉同时注入其中，若是同一血脉，血脉金球自然会有所反应，反之，血脉金球将会爆裂。既然太上长老在此，那就劳烦太上长老来亲自检测吧。”方远山自信十足地说道：“太上长老乃是我方家定海神针，无论结果如何，想必不会有人质疑吧？”他很清楚，方辰就是方远浩从外面带来的野种，根本不可能是方家血脉。而且方辰也从未进行过血脉检测，所以他敢保证，只要方辰进行血脉检测，自然就会真相大白。届时，即便是太上长老也不会去维护一个外人，而弃方家族归于不顾了。方辰，你可愿接受血脉检测？太上长老看向方辰，脸上看不出半点情绪。然而明眼人都能听得出来，只要方辰拒绝，太上长老就不会坚持，因为连太上长老都有些犹豫。因为他和另外一名太上长老私底下讨论过，似乎方辰2次进入祖地，似乎都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这让太上长老也不由得开始迟疑起来。只是因为方辰所展现出来的天赋实在太强，所以即便方辰不是方家血脉，太上长老也会力保方辰。对于他来说，真要执意保住方辰，谁敢说半个不字？有何不敢？方辰毫不犹豫地咬破手指，甩出一滴精血注入到血脉金球中。见状，太上长老也微微一点头，同样取出一滴精血投入血脉金球中。在无数道或忐忑、或紧张、或期待的目光下，血脉金球好似一潭死水般，并无半点异常。众人神情尽皆发生变化，不约而同地看向方辰。方辰竟然真的不是方家血脉。至于太上长老，谁敢质疑他的血脉？他本就是方家辈分最高之人。而此时，太上长老也下意识地看向方辰，眼神之中第一次流露出了疑惑和犹豫。好了，现在大家都看到结果了吧？对此，方远山却是毫不意外，面露微笑道：“方辰一介外人，想尽我方家一切资源，不仅不思回报，反而残害我方家血脉，按我方氏族规，当诛。”嗡！就在方远山最后一个字落下的时候，只见那原本寂静不动的血脉金球猛然爆发出一股冲天血光。这股血光出现的突然，消失的极快，眨眼即至。随即，众人缓缓地将视线转移到方远山。只见方远山脸上的血色尽退，一片煞白。怎么可能呢？这绝对不可能！方远山似乎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厉声道：“方辰，一定是你动了什么手脚，对不对？”放肆！再也忍不住的太上长老周身气息席卷，大袖一挥，直接将方远山震飞出去，吐血倒地。方远山，你当真是得寸进尺！太上长老勃然大怒，冷声道：“你是怀疑老夫的实力，还是当所有人都是瞎子？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针对我方家天骄，是何居心？”见到太上长老暴怒，众人更是被吓得噤若寒蝉，大气都不敢喘。方文山更是叹息一声，说道：“方远山，给自己留一分体面吧，别太过了。”这话让不少人都暗自点头，算是说到他们的心坎上了。先是说方辰陨落，为其立牌位，再对方辰出手，被阻止后竟然还质疑方辰的血脉。明明事实就摆在眼前，方远山还不相信，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太上长老，我所说句句属实。方远山强撑起身体，咬牙道：“方辰确实是方远浩从外面带回来的野种，绝对不是我方家血脉，这一点我敢保证。”
你保证个屁！太上长老直接破口大骂道：“老夫亲自检测的血脉，难道还会出错？你到底是在怀疑方辰，还是在怀疑老夫？难道你方远山认为老夫也不是方家血脉不成？”这话太重，让所有人直接面色狂变。毕竟太上长老乃是方家硕果仅存的2大强者之一，论辈分还是方远山的爷爷辈。他敢质疑太上长老的血脉，这不是找死吗？晚辈不敢。方远山也慌了，连忙低头道：“我只是觉得……你给我闭嘴！”太上长老呵斥一声，冷声道：“方辰就是我方家血脉，这一点毋庸置疑，谁敢乱嚼口舌，休怪老夫不念血脉亲情。”一句话震慑住众人后，太上长老当即宣布道：“从现在开始，方辰为我方家下一任家主继承人，大长老方远山德行有亏，不再适合担任家族大长老，即刻卸任。谁敢知会，老夫可以和他讲讲道理。”这话看似说的客气，实则蕴含着浓烈的杀意。方家能传承到现在，靠的可不是与人为善，而是方家历代先祖一刀一剑杀出来的。太上长老年轻时候同样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狠角色，莫说外人，即便是家族之中死在他手中的人也不在少数。怎么，方远山，你好像不服气啊？见到方远山神情阴晴不定，太上长老眼睛一眯，寒芒迸射。不敢。方远山连忙将头低下去。不敢，看来你确实不服气。太上长老冷笑一声，就算不服气也给老夫憋着，老夫没有追究你针对我方家麒麟，已经算是我宽宏大量，休要得寸进尺。方家下一任家主继承人，方家麒麟，方辰，凭什么？早已醒来的方圆脸色直接扭曲在一起，看起来好不狰狞。但连爷爷都闭嘴了，他要是胆敢造次，绝对会被太上长老一巴掌拍死。好了，今日之事就此作罢。见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太上长老挥手道：“但老夫在此提醒一下，我方家最重规矩，谁要是胆敢在私底下做什么小动作，若是被老夫发现，杀无赦。”杀气腾腾的话再次让众人浑身一颤，连说不敢。即便方远山今日丢尽颜面，还被撤掉了大长老一职，同样屁都不敢放一个。散了吧。太上长老一挥手，遣散众人。等一下。就在这时，一道平静的声音蓦地响起，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是方辰。孩子，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太上长老看着方辰的眼神，好似看着一块稀世珍宝，眼中的偏爱都快要溢出眼眶了。你要是对老祖的处置不满意，或者有什么其他要求，尽管提，老祖都满足你。以太上长老的身份自称一声老祖，确实不过分。而对方辰，他当真是越看越喜欢，越看越稀罕。天赋高，实力强，出手杀伐决断，遇事又波澜不惊。这样的人不是家族麒麟是什么家族？只有交到这样的年轻一代手中，才能发扬光大，走向更高的巅峰。前辈处置自无不妥，晚辈没有不满。方辰摇摇头，语气一如既往的平静。闻言，太上长老眉头微皱，这开口前辈，闭口晚辈的，明显是没有将他当成一家人啊。想到这里，太上长老展颜一笑，说道：“那是为何？难道是对方远山的处置太轻了？无妨，老祖这就给你做主，直接将他囚禁地牢3年，你看如何？3年时间应该足够这小家伙成长起来了。而且方远山即便不满，也无法对方辰做什么，两全其美。”太上长老默默为自己点了个赞。方远山闻言，脸色都白了。囚禁3年，这不是直接让他去死吗？3年时间足以发生许多事情了。方圆更是双腿一软，直接栽倒在地，又昏死了过去。大可不必如此麻烦。方辰摇头道：“其实晚辈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哦。太上长老眼睛一眯，笑呵呵地看向方辰：“这家伙这么狠吗？是打算直接让自己杀了方远山，以绝后患？他要是提出这个要求，杀还是不杀？一个德行有亏，只会蝇营狗苟的家族大长老，和一个拥有无限未来的家族麒麟儿，小孩子都知道怎么选吧？”太上长老已经决定，只要方辰敢开这个口，他就直接一巴掌拍死方远山。死了一个林海境的强者，方家还不至于倒了。甚至于，要是方辰真这样做了，太上长老心中更为欣慰。武者无敌，当杀伐决断，该铁血的时候就必须铁血。小畜生，你休要得寸进尺！感受到太上长老身上的杀意，方远山面色彻底大变，尖叫道：“你已经是下一任家主，老夫也被撤去了大长老一职，囚禁地牢3年，你还想怎样？”太上长老的手段他再清楚不过，血脉亲情或许很重要，但他更看重的是家族延续。只要方辰不中途夭折，他日必能一鸣惊人。所以杀了自己，俘获方辰的心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方远山第一次害怕了。早知今日，还不如早点杀了方辰，也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大长老何必如此紧张？我不过是如你所愿罢了。方辰微微一笑，目光一一在方家族人的脸上扫过，最后对着太上长老一躬身，沉声道：晚辈自认品德不高，能力不强，无法担此重任，可能要辜负前辈的一番好意了。众人一愣，方辰这是什么意思？不想做方家下一任家主吗？就在众人惊疑不定的时候，就听到少年掷地有声却铿锵有力的声音再次响起：自即客气，我方辰自逐于方家，永不回族。自逐方家，永不回族。当少年的话音刚落，整个祠堂顿时响起一片哗然声，所有人看向方辰的眼神充满了震惊，甚至是质疑。要么方辰是个傻子，要么方辰是在以退为进，想要提出更加过分的要求，否则的话，谁会拒绝成为家族下一任家主，甚至会自请逐出家族，永不回族。莫说青州，即便是整个东荒九州，也不曾出现过这样的事情。方雪、方远山等人同样是难以置信地看着方辰，这家伙疯了吧？只有青衣眼眸明亮地看着自己少爷，不管少爷做何选择，他都会无条件的支持。方辰，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方文山怒声道：自逐方家，永不回族，这种话是能随便说的吗？敢问二长老有何不可？方辰神情平静，镇定自若，语气淡漠地说道：我自请逐出家族，也是为了不让大家为难罢了。难道这个小小的要求，你们也要阻止吗？我不同意。太上长老怒视着方辰，说道：我方家没有这个先例，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自请逐出家族，这事要传出去，方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而且方辰可是方家的麒麟啊，这样的天骄弟子怎能让他离开？或许是意识到自己的语气有些严厉，太上长老温声说道：孩子啊，莫要意气用事，老祖知道你受委屈了，但这种话以后还是莫要说了，伤感情。我并非意气用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方辰摇摇头说道：前辈口口声声说方家最重规矩，但在我看来，那些所谓的规矩不过是一纸空文，笑话罢了。太上长老脸色一沉，执掌家族执法堂的方文山更是目露怒意。方辰，这是当着所有人在抽他们的耳光啊！前辈说句大逆不道的话。方辰脸色平静地看着太上长老说道：您口口声声说家族规矩，难道同族相残，长辈是非不分，以大欺小，这也是家族规矩？难道就因为觉得我方辰丹田被毁，就该受尽羞辱嘲笑？就因为我方辰无人庇护，要给某些人让路，就该死？就因为我的丫鬟替我说了两句公道话，就该死？少年的声音掷地有声，铿锵有力。方辰双眸明亮，音调更是骤然拔高。方雄欺我辱我，再认为我方辰死了，所以就对我的侍女痛下杀手，方家可曾有人阻止？可曾有人说半句公道话？那时候的方家规矩又在哪里？方圆仗着方远山是家族大长老，平时里耀武扬威，欺压同族，甚至多次想要置我于死地。那时候方家的族规又在哪里？你们！少年抬起手臂，一一指向方家所有人，包括方文山，包括方远山，甚至包括太上长老。你们有一个算一个，总是拿着家族规矩来说事，怎么轮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屁都不敢放一个？我方辰虽受家族大恩，但也为家族流过血，自问问心无愧，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方辰突然凄惨一笑，双眸赤红，铿锵有力的声音如惊雷般炸响：你们可以欺我辱我，但是千不该万不该欺负我的青衣。青衣是方辰的侍女不假，但更是方辰的家人，是他至亲至爱的人。龙有逆鳞，触之必死，青衣就是他方辰的逆鳞，所以方雄死了。沉默，除了沉默就是沉默。从始至终没人敢说话，更不敢直视方辰的眼睛。方谢也好，方文山也罢，都下意识地移开视线。方远山失魂落魄，面容憔悴。太上长老嘴唇翕动，欲言又止，但他能说什么呢？敢说什么呢？以身份压制方辰，还是以实力镇压方辰？唯有青衣捂住嘴唇，泪流满面。少爷少爷竟然是为了他要自逐方家，和家族决裂。她明明只是个小侍女啊，就算被打死了也无所谓的。孩子，让你受委屈了。太上长老再次开口，只是言语有些苍白。虽然这些话有些晚了，但老祖还是可以向你保证，从今往后无人再敢动你分毫，无人庇护你。我来，我看谁敢让我方家麒麟儿再受半点委屈。不必了。扑通一声，方辰直接跪在太上长老面前，同时也是面向祠堂中供奉的无数方家列祖列宗的牌位。方氏不孝子孙方辰，今日自逐出方家，永不回族，永世不改。说罢，方辰连磕3个头。
青衣连忙跑过来，学着方辰的样子跪在地上，连磕3个响头。他是少爷的人，少爷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方辰，太上长老浑身颤抖，语气哆嗦着说道：“你当真要和家族决裂不成？”老祖，方辰再次对着太上长老磕了3个头，沉声道：“这是我第一次叫您老祖，也是最后一次，希望您老能理解晚辈的一番苦心。”蛰伏3年，方辰没有向家族表达过自己的不满，甚至他从始至今一切行事都在家族规矩之内。不是方辰不愿，也不是他没有那个能力，而是他顾念血脉亲情，一直在忍让。直到现在，直到今日，他们竟然敢对青衣出手，这才触及了方辰的逆鳞。请老祖高抬贵手，放过我家少爷吧。青衣砰的一声磕在地上，额头浸出血迹，但他好似毫无察觉，只是声音凄婉地说道：“我家少爷这些年太苦了，青衣求您了老祖。”这哀婉凄厉的嗓音让不少人动容，场中不少女性族人更是双眸发红，暗自垂泪。方文山一言不发，只是死死攥紧双手。方远山胸膛起伏，气血于体内暴走。太上长老如遭雷击，身体颤抖。罢了。最终太上长老长叹一声，说道：“既然你去意已决，老祖也不留你。”但是太上长老弯腰将方辰和青衣一并扶起，沉声道：“你一日是方家的人，永生永世都有方家的人，这里永远是你的家。要是在外面受委屈了，就回来告诉老祖，老祖帮你出气。”多谢老祖。方辰向太上长老再次行了一礼，然后握住青衣的柔仪，温声道：“丫头，我们走吧。”被那只温和的大手握着，青衣露出一抹明媚的笑容。从小到大，他从没有哪一刻像这般幸福过。人群自动让开，不敢也不愿意挡住这对主仆的路，目送着他们离开。只有无数叹息在祠堂中回荡。跨出祠堂门槛之时，恰巧看到面色惨白、毫无血色的芳芳。他看着方辰，眼中闪过一抹畏惧。芳刚好开口，一抹剑气瞬间将其嘴巴洞穿。青衣收回手指，有些怯怯地看着方辰，轻声道：“少爷，我……”握着青衣的手微微用力。方辰笑道：“少爷知道的，你是在为少爷出气对不对？少爷高兴还来不及呢。”随即主仆2人竟直跨过芳死不瞑目的尸体，大步离去。方家无一人阻拦。老祖，我们……直到方辰离去，方文山这才忐忑地开口，只是话没说完就被太上长老打断：“看你们做的好事。”太上长老冷哼一声，周身凝结的森然气息暴露了他内心的极度不满。方家众人低垂着头，没人敢说话。方远山还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方文山，今天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太上长老自嘲道：“按照族规，我只是个老头子，家族内部事务无权干涉，该如何处罚你们，那是家主的事情。”太上长老突然幸灾乐祸一笑：“至于方远浩什么性格，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所以你们最好在方远浩回来之前，好好想清楚如何迎接他的怒火吧。”说罢，太上长老身形化作一道流光，拔地而起，消失不见。即便太上长老离开，整个祠堂中的气氛也并未因此而消散，好似冬季凝结的寒霜一般，让人从心底感到压抑和冰冷。好一个自竹家族啊！方文山惨笑一声，满是讥讽地瞥了一眼方远山，说道：“这下倒是如你所愿了。文山，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方远山开口解释，声音沙哑，但话没说完，他自己就重重地叹了口气，模样要多憔悴有多憔悴。我怎么想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想。方文山摇摇头，仰天长叹，悲忧道：“呵呵，还真是可笑可悲可怜啊。”说罢，方文山摇晃着身体走了，脚步虚浮，满脸落寞。众人小心翼翼地看了眼方远山，不知道是谁带头，也是悄无声息地退出了祠堂。方远山愣在原地，良久之后，身体猛地一晃，一口鲜血直接喷了出来。只见他双目失神，身体摇摇欲坠，好像刹那间苍老了几十岁，要多狼狈有多狼狈。大长老，还请保重身体。一双手将方远山扶住，竟然是方血。哦，是方血啊！方远山嗓音沙哑地说道：“你怎么还不走？”方血没有立刻说话，只是沉吟了一会儿，说道：“大长老，我可能过2天就要外出去历练一段时间。这次准备去多久？”外出历练一事向来是极受家族重视的，雏鹰只有离开羽翼的庇护，才能尽快的成长起来。不知道，方血说道，可能1年2年，也可能是会很久。那的确是很久了。方远山没有像以往那样质问方雪为何要去那么久，只是点点头道：“去吧，方家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方雪欲言又止，
随即对着方远山深深一拜，沉声道：“大长老保重，方穴告退。”等到方穴离开祠堂，方远山嘴角扯出一抹难看的笑容：“走吧，走了好啊。”方远山颤巍巍地走向方圆，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方圆抱起。或许是我真的错了。看着断了一臂、昏死不醒的孙子方圆，方远山第一次陷入自我怀疑。不，我没错。方远山眼中猛地闪过一抹寒光，语气森然。他的确是方远浩从外面带回来的野种，虽然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原因通过了血脉检测，但他绝对不是我方家血脉。对于这一点，方远山可以100%的肯定。16年前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方远山如今想起还历历在目，绝对不会出错的。我方家血脉不能有染。方远山像是在为自己打气，自语道：“即便错，也由我一人承担。”嘎吱，破旧的房门被轻轻推开，方辰用手扇开眼前的灰尘，扭头道：“我们先在这里安顿下来，等过几天，少爷再带你去买宅子。”都听少爷的。青衣满脸开心笑容，只要能和少爷在一起，就算睡大街，他都是愿意的。方辰笑笑，牵着青衣走进这间不大的小院子。这是方辰曾经买下来的，有时候在外面执行任务，不方便回方家的话，就当做一个据点。院子不大，比方家下人住的地方还不如，但胜在比较干净，东西也一应俱全，只需要稍微打扫一下就能入住。少爷，您先去休息吧，我来收拾。青衣熟练地提起墙边的水桶，就要去打水打扫卫生，却被方辰拦住。这个不急。牵着青衣走进房间，方辰说道：“坐在床上，脱掉衣服。”啊！青衣一张小脸顿时涨得通红，不由得低下头去，绞着手指，声音细若蚊蝇道：“少爷，这么急吗？要不我们先洗澡吧。”说到最后，青衣的声音已经低不可闻，俏脸羞红的像是要滴出水来。“你这丫头胡思乱想什么呢？”方辰又不是什么都不懂的菜鸟，看到青衣模样，哪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哭笑不得的给了这丫头一个脑瓜崩。“少爷，痛！”青衣捂着额头，眼中都有雾水汇聚了。“少废话，坐好。”方辰的语气有些霸道，强行将青衣按在床上坐下。“把衣服脱掉，少爷检查一下。”青衣咬着嘴唇，娇躯微微有些颤抖，最后还是深吸一口气，慢慢将衣服退掉。既然少爷要看，就给他看好了，反正他生是少爷的人，死也是少爷的鬼。莫名的，青衣心中却有些小确喜。行了，只需脱上衣。见到这丫头脱完上衣竟然开始脱裤子，方辰脸色一变，连忙制止了青衣。“少爷，我……”青衣扭过头来，俏脸嫣红，双眸满是盈盈亮光，好似要将方辰吞掉。“坐好，别乱动。”方辰倒是没有多想，而是从怀中拿出一瓶上好的药膏，取出一点，开始在手中揉搓起来。见到方辰的举动，青衣顿时明白了，少爷，他竟然是要给自己处理伤势，而不是阴摁。知道自己误会的青衣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连忙将脸扭回去。等到手中的药膏揉搓的差不多了，方辰说道：“丫头，忍着点，可能有点痛。”此时的小丫头脑海中满是羞死了，尴尬的扣紧脚趾，哪里还能听到方辰在说什么。方辰只当青衣准备好了，便小心翼翼地将手中润开的药膏轻轻地敷在青衣背上，那里是一道清晰的掌印，红中透着青色，有些触目惊心。化血掌，黄阶下品掌法武学，炼制大成，甚至能够将人的一身气血给尽数融化。好在方雄还没将这门掌法练到家，再加上青衣如今实力也远超方雄，所以只是看起来严重罢了。但即便如此，也需要精心调养几日才行。随着方辰催动灵力，化开药力，帮青衣去血化瘀，钻心的剧痛让青衣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却死死忍住。再忍耐一下，马上就好了。青衣点点头，不再发出声音。以往都是他帮少爷处理伤口，现在竟然换成少爷，这让小丫头心中感动不已。少爷真是天下第一好的少爷。好了，方辰收回手，叮嘱道：“这2天好好休息一下，再服2次就差不多可以痊愈了。”青衣轻轻嗯了一声，然后默不作声将衣服穿上。“那个少爷。”在方辰正要起身离开的时候，青衣突然转过身来，欲言又止地看着方辰。“怎么了？”见到这丫头2条浅浅的眉毛皱在一起，一副纠结的样子，方辰就忍不住有些想笑，但眼神却如水般温柔。“奴婢是不是让您为难了？”青衣低着头，绞着手指说道：“毕竟您是方家大少爷，是要继承家族的。但是……”方辰闻言上前2步，轻轻揉了揉青衣的脑袋，温声道：“那又如何？在少爷眼中，整个方家所有人加起来都不如你重要。没人比方辰清楚他在方家过的是什么日子。堂堂方家大少，看似风光，实则却只是方家的一把刀子。那些年，他替方家做的大多数事情阴暗且血腥，而享受荣光的
却是方家其他人。若是方远山不这么迫切地针对他，针对青衣，或许方辰为了爷爷考虑，会继续忍耐下来。但他们太得寸进尺了。少爷，听到方辰那直白的话语，青衣感动的眼泪哗啦啦的，恨不得将自己揉进方辰的身体里。好了，别哭了。松开青衣，替他擦掉眼角的泪水，方辰说道：答应少爷，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一定要以保护自己为第一要务。即便闯了天大的祸，也有少爷替你担着。明明以小丫头如今的实力，别说方雄，就算是方圆，也绝对不是他的对手。但青衣一来当时心绪大乱，二来是顾忌身份，所以没有还手，这才导致被方雄偷袭受伤。但若是自己去晚了一些呢？若是再发生这种事情呢？方辰不敢想，所以这件事他必须要跟青衣说清楚。少爷，我记住了。见到方辰神情严肃，青衣也认真的点头答应下来。好了，早点休息吧。再次揉了揉青衣的脑袋，方辰这才退出房间，将门轻轻关上。屋内，青衣看着晃动的蜡烛，眼眸流转，随即嘴角掀起一抹明媚灿烂的弧度。少爷啊，以后就让青衣来保护你嘛。不大的房间中，除了一桌一椅一张床外，就没其他摆设了。此时，方辰盘坐在床榻上，正在打量着手中的青铜小塔。如之前相比，此时的天机塔上面绿色铜锈已经彻底消失，露出原有的质地。这青铜小塔入手冰凉，略微有些沉重，破破烂烂的样子还是没有半点改变。或许要进入其中才能知道。方辰微微皱眉，不过这几日都不是满月，方辰也无法随意的进入其中找两位女帝大人叙旧。说实话，方辰还是无比怀念和两位女帝神魂共气的。当然，共不共气的不重要，方辰主要是享受那个修炼的过程。因为每一次与两位女帝修炼后，他的实力都会得到质的飞跃，这才是方辰敢直接离开方家的底气。没了方家这个束缚，方辰才能肆无忌惮地提升修为，而不用担心暴露自己的秘密。只能等下次进去的时候再问问了。将小塔挂在脖子上，方辰开始双手结印，神识沉入体内。最显著的当属中丹田的剑功，金灿灿的剑功中却充斥着浓郁的鸿蒙剑气。原本只有碗口大小的养剑池，更是变成了水缸大小，粘稠的剑气正是从其中溢散出来。看来我的剑功的确已经进化到了圣品了。一开始的时候，方辰还不敢确认，直到发现剑宫墙壁上那些雕刻的各种神兽凶兽竟然在悄然地吞噬着鸿蒙剑气后，方辰就确定他的9品剑功的确进化了，应该这才是我本来的剑功。方辰沉吟，他本就是纯阳圣体，再加上纯阳剑体，若只是铸造出9品剑功，反而不符合常理。而我第一次之所以只铸造出9品剑功，应该是和小塔有关。方辰想到天机塔吞噬大量阴灵的场景，瞬间意识到是否随着天机塔的修复，他的体质会不断提升。这一点的确值得怀疑，但方辰也不知道天机塔的修为都需要些什么东西。至少方家祖地他是进不去了，这些以后再去印证。我当前的任务是要尽快孕育出本命飞剑，只有孕育出本命飞剑，方辰才算得上一名真正的剑修，届时他的战力也将会提升无数倍之多。莫说同境无敌，即便是越境杀人，逆伐比他修为更强的武者，也不是什么难事。神识退出体内，方辰眸光好似能够透过窗户看向遥远的夜空。除了我自身的问题外，方家那边，嘴角掀起一抹冰冷弧度，方辰轻声自语道：方远山，此次颜面尽失，你应该不会担心吧？莫说方远山，即便是方圆那睚眦必报的性情，就算方辰离开了方家，他不会放过方辰，甚至会因此而更加肆无忌惮。我很期待。收起杂念，方辰开始进入修炼状态。经过祖地1个月的历练，方辰的修为已经更进一步，达到了淬体境1重巅峰。再加上修炼了不动金身这门炼体功法，所以方辰此刻的修为已经处于一个饱和状态。那今日就一鼓作气，直接破境吧。静气凝神，功法运转，血脉激荡，方辰体表开始有气血逐渐溢散出来。淬体境武者的特征，气血外显。随着体表的气血越发浓郁，达到某个顶点后，方辰猛然催动阴阳造化经，滚滚灵气开始在小院上空凝聚，最后好似玩百川归海般尽数冲入房间之中。咔咔咔，寂静的夜色中，隐隐有些骨骼脆响的声音传出，好似某个瓶颈被轻松冲开。黑暗退却，朝阳出生，房门嘎吱轻响，一道颀长的身影推门而出，抻了个懒腰，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少爷，您……正在打扫院子的青衣听到声响，回头看去，发现自己少爷恰好沐浴在初阳下，柔和的朝阳为他蒙上一层圣洁的外衣，更显出尘。风神俊朗，不外如是。哪家的少年郎竟然如此英俊不凡？
我家的。青衣目不转睛地看着方辰，脸上露出傻乎乎的花痴笑容。咚咚咚，就在青衣正欣赏自家少爷俊美容颜时，却有人在粗暴地敲动小院的房门。方辰看向门口，嘴角的和煦笑容逐渐变得森然。还真是迫不及待啊！丫头，开门迎客。砰！没等青衣去开门，院门就被粗暴地推开，一道骂骂咧咧的声音就响了起来。这么久不开门，是不是不将你家坤爷放在眼里呢？只见一名顶着大肚腩的光头男人一步三摇地跨进了院子中，浑身酒气，显然没少喝。在光头男人身后还跟着几名小厮，趾高气扬地走进来，顺势将擦洗干净的桌椅踢翻。你们干什么的？青衣双手叉腰，一脸怒容。哟，好标致漂亮的丫头。光头男子见到青衣，眼睛顿时亮了，凑上前来，伸手去摸青衣的下巴，却被青衣一巴掌拍飞。还是个小辣椒。好。光头男子一点头，更兴奋了，说道：你坤爷就好吃辣，够劲。说着，光头男子不知从哪里掏出根竹签，一边剔着牙，一边说道：还愣着做什么？给我把那碍眼的小子丢出去，别扰了坤爷的好事。好嘞，坤爷。几名小厮上前走向方辰。青衣，把这几个垃圾丢出去。方辰拎了条凳子，大马金刀地坐在台阶上，面无表情地说道：死活不论，奴婢遵命。青衣脆生生地应了声，身形顿时化作一道穿花蝴蝶，随着几声惨叫，那几名小厮直接飞了出去，摔在地上大声地惨叫着。他们是没死，但丹田破碎，下体被踢烂，比死了还难受。这一幕只发生在瞬息间，等那光头男子反应过来的时候，酒都吓醒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光头男子面露凝重之色，似乎青衣展现出来的实力有些出乎他的预料。看来派你来的人没告诉你我的身份。方辰似笑非笑地看着光头男子，说道：是想将你当枪使，还是说为了试探我？看来阁下知道的倒是不少。光头男子突然咧嘴一笑：不过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要怨就怨你们得罪错了人吧。话音落下，这光头男子脚掌猛然一跺地面，好似一头饿狼般扑向了青衣，速度竟然不慢。青衣娇斥一声，周身灵力运转，一掌拍了出去。看似绵弱无力的掌风，却隐隐带着破风之声。但那光头男子实力却是不可小觑，不仅速度快，而且在力量上更胜一筹。砰！拳掌相接，青衣身形一个踉跄下，接连后退好几步，眼看就要跌倒，恰好一只手掌搭在香肩上，将那股力量给卸掉。嘿嘿，你坤爷这开山拳还能入眼吧？光头男子傲然一笑：既然坤爷都亲自来了，乖乖受死不好吗？还非要反抗？气息显露，赫然是名淬体境3重的武者，加上其肉身似乎也不弱，难怪青衣不敌。当然，这也是因为青衣有伤在身的缘故，气血灵力运转不畅。真要全胜之下，这光头男人不是对手。少爷，我被光头男子击败，青衣也是面色羞愧。这不怪你，是少爷我小瞧他了。将青衣拉到身后，方辰上前一步打量着光头男子。外加横练的路子，虽然只是淬体境3重，但却有4、5千斤之力，确实不弱。听到方辰的话，光头男子面色骤然一凛，看向方辰的眼神罕见的忌惮起来。这少年年纪不大，却一眼看出了他的底细，当真是好毒辣的眼力。可惜看出来又如何，也得手上有真本事才行。光头男子森然一笑，露出满口的大黄牙。莫说你这小子细皮嫩肉的，比我强出1重修为的对手，你坤爷也不是没杀过。最后一个字落下，光头男子猛然冲向方辰，还是和之前一样的路子，但力量却又强上了几分。方辰站在原地，背负双手并未动弹，看起来就好像是被吓傻了一般。真是个不知死活的小子啊！光头男子眼中杀意浓烈，出拳速度更快。眼看拳头即将击中方辰，方辰猛然抬脚，一脚踹出去。噗！这一脚是大力沉，直接将光头男子踹飞出几米远，摔在台阶上，口中不断咳血。他骇然地看着方辰，满脸难以置信，好似见鬼一般。你！光头男子话没说完，鲜血顿时从口中冒出，一副进气多出气少的模样，显然离死不远了。坤爷！眼见光头男子如此凄惨，几名小厮顿时被吓得面色惨白，强忍剧痛跪在地上向方辰磕头。爷，我们错了，放了我们吧。任由这几人磕头求饶，方辰都没有看他们一眼，只是视线看向院外。那里不知何时多了一位白衣公子。白衣公子手持折扇，卖相倒是不错，就是脸色有些苍白，一副纵欲过度的模样。两人隔着院门对视，脸上皆是露出一抹微笑，只是这笑容中到底有几分真诚，或许只有彼此知道了。方辰，你果然已经恢复了。
白衣公子并未跨过院门，只是嗓音阴柔地说道：“不过这样也好，这样才更有趣，你说是吗？这么说，你柳真是来向我宣战的了。”方辰淡然一笑，直接点破了对方的目的。柳真，柳家3代中较为出色的天才之一，但柳真本人喜欢流连于烟花场所，所以认识光头男也很正常。柳家的整体实力比方家强上一线，但并不多，而柳真正是公认的林思雨的追求者，也是之一。柳真也没想到方辰会如此直白，正然之后，柳真语气低沉地说道：“方辰，你配不上思雨，配不配得上，你说了不算。”方辰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再说了，思雨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也是你能叫的。方辰，你找死！”柳真闻言，脸色顿时变得极度扭曲，双眼好似要喷火般的盯着方辰。整个青州城，谁不知道柳真爱慕林思雨爱得发狂？方辰这话无疑就是杀人诛心。方辰就是故意的，虽说和林思雨的成亲典礼办得很低调，但瞒不过这些大家族的眼睛。当林思雨走后，方辰就知道他的这些情敌是不会放过报复他的机会的。但可惜，方辰已经不是曾经那个废物了。如今的他已经有足够的实力与这些所谓的天才一比高下，甚至连号称第一天骄的林思雨，方辰都有信心在最短的时间内追上对方。所以当听到柳真的话后，方辰眼中顿时迸射出一抹寒意。我看着死的是你！方辰上前2步，直接一脚踩在光头男子的胸口上，脚掌缓缓用力，将光头男子的胸骨直接碾碎，扎进其胸膛。方辰挑衅般的看着柳真，嘴角掀起一抹略显狰狞的弧度。柳真，以后这种货色就别拿出来的丢人现眼了，有种亲自来。即便你柳真有什么手段，我方辰一并接了。好，有志气。柳真啪一下的收起扇子，阴笑道：“那刚好，今天晚上本公子在听风楼设宴，你方辰有胆就来。”柳真从怀中摸出一张请柬，宛如暗器一般甩向方辰。嗖，薄薄的请柬在灵力的加持下，好似一道寒芒直射方辰面门。眼看请柬就要击穿方辰的脑袋，就见方辰抬起手臂，如探囊取物般轻描淡写的将请柬接住。柳公子竟然盛情相邀，若是再下不去的话，岂不是不给你柳真面子？方辰的语气无比平静，好似完全没意识到柳真所谓的设宴不过是一场针对他的鸿门宴。那本公子就在听风楼恭候大驾了。两人相视一笑，如同一对挚友，实则眼中的寒意已经毫不掩饰了。麻烦柳公子走的时候，记得把带来的垃圾带走。方辰露齿一笑，慢走不送。看着方辰脸上的笑容，柳真恨不得将方辰大卸8块，但还是强忍怒气，对那几名小厮怒声道：“还不赶紧走！一群丢人现眼的东西！”几名小厮这才连滚带爬的抬起光头男子的尸体，逃命般的离开小院。砰！看着紧闭的院门，柳真深吸一口，咬牙切齿的道：“方辰去，且让你得意一会儿，晚上有你好看。少爷，晚上您真要去赴宴啊？”青衣有些担心的说道。那柳真一看就没安好心，他肯定是找个借口，想在晚宴上刁难您。无妨，方辰说道。整个青州城像柳真这样的苍蝇只会多不会少，躲是躲不过的，只有用些极端的手段才能减少许多麻烦。是因为林小姐吗？青衣看着方辰。或许吧，毕竟青州城第一美女的影响力还是不小的。方辰笑了笑说道，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方辰和方家决裂的消息肯定是瞒不住的，至少柳真这次登门试探就绝对是听到了些消息，至于是谁透露的并不重要，而且方辰也没打算隐瞒，否则就不会把这里当成落脚点了。恰好我也趁着这个机会看看这些家伙的水准。方辰面带笑容，但眼中却带着一抹期待之色。夜幕降临，青州城中开始变得灯火通明，远比白天还要更加热闹，人流涌至，魔种擦肩。听风楼在青州城算不上最大的酒楼，但绝对算得上是最贵最豪华的地方，因为这是城主许巍然的产业，装饰金碧辉煌，铸造工艺堪称精美，也因此这里成为了无数大人物的聚集地。青州城中的许多世家豪门的公子哥都喜欢在这里聚会，豪掷千金。当然在这里吃一顿饭，消费是无数寻常人家数年的积累，而对柳真来说这只是一笔小钱。甚至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从气场上碾压方辰，柳真直接包下了听风楼的天字号包间。即便以柳真的身份，这么大一笔消费他自然也感到肉疼，但只要一想到今晚可以好好羞辱方辰，他就觉得这笔钱花得值。柳兄，你确定那方辰会来？此时听风楼3楼的一个包间内正有7、8名少年齐聚一桌，面对满桌的美味佳肴，众人都没多看一眼。
他们今天不是来吃饭喝酒的，而是为了看戏。被众星拱月簇拥在中间的柳真冷冷一笑，他方辰要是赶不来，今夜之后他也就没资格留在青州城了。从柳真这个位置可以清晰看到整个1楼的场景，只要方辰出现，他就能第一时间发现。倒也是，那名少年轻轻点头，笑道：好歹也是方家大少，虽然已经沦为了废物，但多少也算是半个人物。之所以说只能算半个，完全是因为方辰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竟然真和林家天骄、林思雨成亲了。这是卡在青州城无数青年才俊心头的一根刺，恨不得取而代之。哈哈，曾兄消息有些落后了。柳真左手边的一个小胖子闻言，顿时笑道：我可是听说，那废物方辰已经在昨晚被赶出方家，和方家断绝关系了。哦，还有这回事？曾松面露诧异，随即冷笑道：这么说来，他方辰如今不过是一条丧家之犬了。可不是。胖子森然一笑，他方辰区区一个废物，无论是天赋还是身份，给我等提携都不配，还敢觊觎私语，简直是找死。3年前的方辰，无论是修炼天赋还是身份地位，都比不上包房中这些人。只是因为方辰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竟然和林思雨定下婚约，还在1个多月前成亲，结成道侣，这本来就让许多人心中不忿。但碍于林家的实力，他们也是敢怒不敢言。再加上方辰这3年来都躲在方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他们也就没找到机会。而如今林思雨已经前往阴阳宗，方辰又被赶出家族，明眼人一猜都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开始蠢蠢欲动起来。胖子，先说好，关于林思雨，咱们大家公平竞争。曾松冷冷瞥了眼胖子，说道：但是今晚咱们一致对外，将方辰这个麻烦彻底解决。好说好说。胖子嘿嘿一笑，举起杯子和曾松隔空对饮。其他几名少年也是纷纷开口，表示自己会用什么方法狠狠羞辱方辰，让他颜面尽失。对此，柳真面带微笑，实则心中冷笑不已。他没有告诉大家白天的事情，一来是他柳真丢不起这个脸，二是他身边这些人算起来都是他的情敌。先让他们对方辰试探一番，赢了另说，输了的话他在最后出手，将方辰彻底踩在脚下，也断绝了这些家伙打林思雨的想法。一石二鸟，完美。时间流逝，桌上的菜已经换了几轮，酒水也喝了不少，但是方辰还没有出现。啪！胖子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酒水四溅。胖子怒声道：方辰这个小杂碎，莫不是诓我们不成？竟然还不来，难道是怕了？曾松皱眉道：想想也正常，他如今只是个废物，来赴约岂不是自取其辱？简直是岂有此理！胖子疼得站起身，肥胖的身体有些摇晃，显然没少喝。敢耍老子，我定和他没完！怒气冲冲的胖子打算亲自去找方辰麻烦。就在此时，一名小厮走了进来，在柳真耳边低语几句。柳真点点头，朗声道：诸位，咱们的客人来了，大家可要好好招待啊！柳少放心，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就是。早已迫不及待的胖子嘿嘿一笑，对着身后的一名护卫点了点头。那名护卫立马会意，大步走了出去。胖子玩这么大？曾松啧了一声，看向护卫的背影，神情有些凝重。别看这死胖子平时笑眯眯的，其实论狠的话，在场诸位之中，他足以排进前3。而那之前走出的护卫，正是胖子最得力的手下，手段堪称残忍。有他出手，那方辰即便不死，怕是也要丢掉半条命了。既然要玩，那自然是要尽兴一些才行，否则的话，岂不是辜负了柳少的盛情款待？胖子看向柳真，笑呵呵地说道：柳少，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哈哈，大家都兄弟，说这个做什么？柳真打了个哈哈，决定不背这个锅。他还在打算留一手，不把话说死，到时候方辰被玩死了，也怪不到他头上来。他就是请朋友喝喝酒，聊聊天，谁知道方辰非要凑上来，死了也白死。少爷，这些人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真不害臊。此时1楼大厅，10多名身穿薄纱的女子正在慢歌妙舞，长袖飘飘，舞姿大胆奔放，惹得无数人目不转睛，面露兴奋，这让未经人事的青衣看得面红耳赤，清脆一声，很是鄙夷。特别是酒楼中那些男男女女，竟然还随着这些舞女的动作，不时发出鬼哭狼嚎，让青衣更是心中犯呕。好在自家少爷虽然也在看，但目光平静，毫无丝毫阴影之色，一副镇定自若的模样。和那些下流坯子一比，青衣只觉得自己少爷的形象简直伟光正。而在方辰眼中，这酒楼中的舞女美则美矣，但身上的风尘气太浓。不说和玄冰女帝萧玉鸾、赤焰女帝南宫卓这2位人间绝色相比，即便是自家的小侍女都比不上的。方辰目不斜视，大步朝着2楼走去。留步！就在方辰正要登上2楼的台阶时，却被一名体型魁梧的汉子给拦住了去路。
正是胖子的护卫。2楼已经被包下，要是想要饮酒，就在大厅待着吧。汉子的语气很冷，显得很不近人情。我们就是来。青衣正要说话，却被方辰拦住。方辰看着对方，是柳真的意思，还是你自己的意思？有区别吗？汉子双手抱胸，居高临下的看着方辰，眼神中满是轻蔑。区一个废物大少，如今又被赶出家族，在这以武为尊的东荒九州，自然不会被当成人看。如果是柳真自己的意思，那很显然，他柳真的手段也太低劣了些。方辰语气平静地说道：如果是你的意思，我自然不会和一条狗计较。虽然听风楼中的气氛很热闹，但还是有人注意到这边的动静，特别是方辰的话，更是让一些人面露诧异之色。那少年谁啊？口气竟然这么大，难道他不知道那汉子是朱家少爷的护卫吗？一身横练功法，已经真至化境，号称刀枪不入，很是厉害。而且此人出手极度狠辣，轻则断人手脚，重则直接取人性命。虽说对方是朱家少爷的护卫不假，但也没人敢说他是一条狗吧。嘿，楼上包房将这一幕全部收入眼中的胖子突然笑了笑，笑得有些狰狞。找死！汉子眼中寒芒迸射，一把朝着方辰肩膀抓去，其五指如钩，手背青筋隆起，蕴藏着爆炸般的力量。这一击足以将这口不择言的小子付出惨重的代价。砰！五指如汉子所想，狠狠扣住了方辰的肩膀。就在汉子正要发力将方辰的肩膀卸掉之时，他只见到一道迅如风雷般的劲风呼啸而来。下一瞬，汉子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好似被凶兽撞击，高高飞起，一路撞碎栏杆，直接撞进一间包房中。咔嚓，桌子粉碎，酒水洒落一地。汉子艰难地睁开双眼，看着自己少爷那张满是肥肉的脸，嘴唇翕动，想要说点什么，但最终还是昏死了过去。嘶！霎时间，无数道吸凉气的声音响彻整个听风楼。这少年疯了吧？竟然敢在听风楼动手！要知道，听风楼中禁止私斗，已经发现将会遭到严惩。管你是哪家的公子少爷，轻则暴打一顿，丢出听风楼；重则就是废除修为，要家里亲自来领人。因为这听风楼可是城主大人许巍然的产业，更何况这家伙打的还是朱家少爷的护卫，打狗还要看主人呢。这小子是完全不将朱家放在眼里啊！琴声笑声并未停止，而是按照原有的节奏继续响起。舞女们在伴奏之下尽情卖弄自己曼妙的舞姿，显然都是见惯大场面的，完全没有因为这么一点小小的冲突就显得惊慌失措。不愧是城主府的产业，就连舞女琴师都显得极为专业。大脚掌踩在楼梯上的独特声不断响起。只见那名白衣少年带着青衣侍女一步步登上2楼，看了看那被撞得摇摇欲坠的房门，突然笑了一声。是，这道笑声在包房中人听来却是无比的刺耳，好似在嘲讽他们一般。这就是柳少的待客之道。方辰看向柳真，脸上笑容浓郁。此时的后者脸色铁青，目光冰冷地看着方辰。他同样没想到方辰竟然会悍然出手，一点亏都不吃。少爷，坐。青衣搬来一张椅子置于方辰身后。落座之后，方辰好似才发现地上那个汉子般，直接一只脚踩在其胸膛之上，缓缓用力。清脆的骨裂声让汉子嗷的一声猛然转醒，一张脸早已变得煞白，冷汗直流。他无比震惊地看着方辰，眼中满是骇然之色。他在淬体境打磨了数年，一身横练功法更是真至化境，即便面对超出自己1-2个小境界的强者，他也有信心将对方击败。然而直到现在，汉子都没想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飞到这里的，除非眼前这个白衣少爷的修为、力量、速度都超出自己数倍才行。你他妈给本少把脚放开！眼见汉子被方辰踩在脚下，胖子就像是被人当众抽了耳光一般，指着方辰厉声咆哮。哦，原来是你家的狗啊！方辰微微一笑，然后一脚踹在汉子的腰部，将其踢向胖子，语气冷漠地说道：以后带出门记得要系好绳子，否则闯了祸被人打死可就不好了。噗嗤，这一次汉子的丹田直接被方辰废掉，彻底沦为了废人。少爷，救！汉子伸出手，话没说完，剧痛再次让他昏死过去。这一次包房中的人尽数哗然。方辰，你好大的胆子！胖子怒不可遏地看着方辰，冷声道：本少的人你都敢动，不想活了？怎么你也要和我动手？方辰目光看向胖子，看似平静，实则蕴含着一抹令人心悸的寒芒。胖子没来由的心中一颤，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竟然扭过脑袋，不敢和方辰对视。他最大的依仗就是身边这个护卫，如今对方被方辰废掉，他根本不是方辰的对手。啧啧，
早就传闻方家大少丹田被毁，沦为废人，如今看来传言不实啊。这时曾松缓缓开口，看向方辰的眼神如寒冰一般冰冷，你又是哪位？方辰目光微抬，看向曾松。曾家，曾松。曾松看着方辰，直言不讳道：你配不上思雨。曾家如朱家一般，也是青州城一流家族，实力犹在朱家之上。这曾松同样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天才，修为极其不俗，所以你是在嫉妒我？方辰眼睛一眯，笑道：可惜没用。你……曾松被一句话呛得说不出话来，眼中的愤怒越发浓郁。方辰，你我比试一场。曾松咬牙道：你要是输了，就自己离开林思雨，滚出青州城。你要是输了呢？方林笑眯眯地看着曾松，脸上看不出半点畏惧的模样。我不会输。曾松冷一脸自信。那可不一定。方辰摇头道：既然是比试，就会有输赢，我输了就要付出代价，但你要是一点赌注都不拿出来，这比试我看不比也罢。你……曾松顿时被逼到墙角，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不过当他看到胖子一脸的幸灾乐祸，还有柳真等人眼中的鄙视时，曾松立马说道：我要是输了，任你处置。当真？方辰眼睛一亮，还有这种好事？本少一言九鼎，就怕你不敢。曾松突然冷笑一声：但是比什么？我说了算。可以。方辰朗声道：既然如此，那今日就请大家做个见证，我与曾少比试一场，谁输了就听从对方处置，可好？方辰的声音可不小，不仅是2楼包房，包括1楼看戏的众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这么热闹的场面，平日里在听风楼可看不到，顿时大声叫好。从刚才的对话中，他们已经知道了方辰的身份，一个当了3年废物的方家大少，而且还是青州城第一美女，第一天教林思雨的未婚夫，道侣，种种光环的加持下，不知道被多少嫉妒羡慕。今日方辰和曾松对赌，输了就任由对方处置，这算得上是青州城的一件大事，他们自然不会错过。方辰啊方辰，你真是赶着找死啊！曾松突然狞笑道：你连比什么都不问，就不怕一会儿输了，像狗一样从这里爬出去？我家少爷才不会输。青衣脆生生的开口，永远相信自家的少爷。会不会输？你这个小丫头说了可不算。曾松眼中满是奸计得逞的兴奋和激动，然后走出包房，指着悬在听风楼中央的一盏悬灯。这盏悬灯悬浮虚空，其上雕刻着山川河流、飞禽走兽，只是悬灯之中漆黑一片，好像熄灭已久，并未点蜡。我俩就比这个，点玄天灯。此话一出，全场哗然。点玄天灯？听风楼之所以是青州城中最豪华尊贵的酒楼，除了其主人是城主许巍然外，最重要的就是这玄天灯。传言玄天灯中暗藏机缘，谁能将其参悟出，就能够获得其中造化，这也是点玄天灯的由来。上一个玄天灯悬挂在这听风楼中已经超过10年，无数自诩天才的人物信心十足地踏进这听风楼，最后却是狼狈退场。最后还是被年仅10岁的林思雨成功将其参悟出来，获得一门高阶武学。从此之后，林思雨就被誉为青州城第一天骄。而眼前这盏玄天灯已经悬挂了5年之久。5年来，无数人趋之若鹜，试图参悟这玄天灯，却无一例外都失败了。今日曾松既然提出和方辰比试参悟玄天灯，这才导致众人感到震惊。平时也就算了，参悟失败也没人笑话，但既然和方辰对赌，可是要承担失败的后果的。难道曾松已经有了把握，可以参悟出这玄天灯？哦，玄天灯吗？方辰看向那悬在半空的玄天灯，双眼微微一眯。怎么？怕了？见到方辰好似在迟疑，曾松嗤笑道：你要是怕了，那就认输吧，也免得丢人现眼。确实如众人所想，曾松经过多次参悟，已经逐渐有把握将玄天灯中的秘密参悟出来，否则的话，他怎么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赌约？他就是在这听风楼中当做所有人的面将方辰踩在脚下，用事实告诉方辰，只有他曾松才能配得上林思雨。怕？方辰摇摇头说道：我方辰的人生信条里还没有怕这个字。只不过……方辰语调一顿，继续道：要是都失败了呢？算谁输谁赢。呵呵，方辰，你果然是怕了。听到方辰这样说，曾松确定方辰根本无法参悟这玄天灯。小友无需担心。曾松正要说话，一道苍老的声音缓缓响起。只见3楼之上，一名体态圆润、身着紫袍的老者笑眯眯地站在那里，一眼望去就如一个普通富家翁般平平无奇。然而看到这圆润老者的时候，所有人包括柳真在内全都面色大变。听风楼楼主沈百万也是城主许巍然麾下的钱袋子，听说这玄天灯的创意就是其想出来，
招揽生意的，但效果出奇的好。也是因此，沈百万深得城主的信任，和常在被视为许巍然的左膀右臂。没想到，一场小小的比试，竟然会将此人引了出来。沈百万呵呵一笑，向方辰解释道：“这玄天灯乃是老朽所创，谁若能参悟得深，玄天灯自然会有所反应，输赢也就一目了然了。多谢前辈解惑。”方辰躬身行了一礼，表示感谢。沈百万微微点头，说道：“两位既然要比试参悟这玄天灯，不如让老朽来做个见证，能得楼主坐镇，晚辈感激不尽。”曾松心中狂喜，他还怕方辰会耍赖，到时候不好办。再怎么说，如今的方辰也算是林思雨的道侣，不看僧面看佛面，到时候林家真要插手，曾松也无可奈何。但是现在嘛，既然赌约已定，又有听风楼楼主沈百万当这个见证人，他就可以彻底弄死方辰了，那就有劳前辈了。对此，方辰当然也乐见其成，没有理由会拒绝。既然如此，那就开始吧。沈百万笑眯眯地说道：“老朽也很期待，你们今日谁能获得这其中的机缘？”方辰，等着吧。曾松冷冷看向方辰，阴笑道：“我会将你踩在脚下，让你明白你我之间的差距。你根本配不上思雨，是吗？”方辰淡然一笑：“话不要说得太满，否则一会儿被打脸的话，那就不好看了。你也就只能在嘴上占占便宜罢了。”曾松哈哈一笑，语气森然地说道：“点玄天灯，那是需要拿出真本事来的。”说罢，曾松也不再搭理方辰，闭上双眼，释放出一缕神魂，附带在酒楼中央的玄天灯上，开始认真参悟起来。而方辰则是背着双手，眼都不闭，释放神魂，朝着玄天灯冲去。嘿，某人要吃大苦头了！虽然大家看不到神魂，但却能感受到。所以，当看到方辰竟然直接以神魂冲向玄天灯的时候，不少人都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神情。这小子一看就是个菜鸟，不知道参悟玄天灯是不能这么蛮干的，需要慢慢以神魂之力探入玄天灯中。胖子嗤笑道。而蛮干的后果就是会引起玄天灯的反噬，导致神魂受伤，参悟失败。那不是正好？旁边一名少年冷笑道：“他越丢脸，咱们就越高兴。”不错，胖子认同的点头道：“这种丢人现眼的东西，连给思雨提鞋都不配，就该一辈子都待在尘埃里。”你们胡说！青衣气呼呼地说道：“少爷肯定会成功的，是不是胡说？用事实来证明就好。”胖子冷笑道：“嘴硬，是不会让方辰那个废物成功参悟玄天灯的。少爷，加油！”青衣没有继续和他们争论，害怕影响到方辰，所以捏着拳头小声给方辰打气。三楼的沈百万看着方辰竟然直接将神魂刺入玄天灯，也是不由得微微摇头。这方家小子还是太冲动了，玄天灯可不是这么好参悟的，否则的话，这么多年来为何只有林家那小丫头参悟成功？看来今日这场比试不用看已经知道结果了。作为当事人的方辰并不知道众人心中所想，或许寻常时候他应该循序渐进，先摸索出这玄天灯的玄机，但那样一来，除了浪费时间外，没有任何好处。以他如今的悟性，参悟这区区玄天灯完全是手到擒来。就在方辰将神魂刺入玄天灯的时候，方辰脑海中只觉得嗡的一声，神魂激荡，好像受到某种阻碍，这是玄天灯在抗拒方辰的神魂，甚至想要将方辰的神魂赶出去。不愧是难住了无数天才的玄天灯，确实有点诡异。方辰心中轻笑一声，但并未收回神魂，反而不断将神魂注入玄天灯中。这源源不断的神魂之力，顿时让三楼的沈百万猛然一惊。此子好生可怕的神魂之力！沈百万心中暗自估算，方辰如今的神魂之力绝对远超寻常淬体境武者，堪比灵脉境。难怪他敢用如此简单粗暴的方法，原来是对自己的神魂之力有十足的信心啊！但可惜，想要参悟出玄天灯的玄机，光靠神魂力的强大可是不行的，还需要有异于常人的天赋。那曾家的小子来过许多次，已经摸索出一些门道，此次确实有些不小的把握。三楼某个包房中，正有3名青年同坐一桌，三人皆是气质不俗，气息沉稳，完全不像柳真、曾松这些人的稚嫩轻浮。看来要提前恭喜曾兄了。其中一人灰衣青年笑道：“有如此天赋卓绝的弟弟，想必曾兄也是脸上有光啊。”对面一名黑衣青年面容冷峻，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闻言，黑衣青年神情没有丝毫变化，只是淡淡的说道：“小孩子间的玩闹罢了，算不得什么。”只见他端起面前的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说道：“反倒是柳真已经有了柳兄的几分火候，这手坐山观虎斗玩得不错。”哈哈，曾兄过誉了。灰衣青年轻笑一声，突然看向一直沉默不语的第三人，说道：“林兄，你觉得此次比试谁的赢面一些？”“哼，管他谁输谁赢，都配不上思雨。”
这名面容英俊却不修边幅的青年冷冷瞥了两人一眼，说道：“包括你们两个。”你这家伙！灰袍青年无奈地摇摇头，透过窗户看向2楼的那名少年，突然轻笑道：“不过我倒是听说思雨已经和那小子成婚了，谣言罢了。”青年嗤笑道：“想要做我林家的女婿，他还不够格，你就嘴硬吧。”灰袍青年玩味一笑，说道：“不过林爷，说真的，你真不考虑一下我和柳兄？虽说我们和思雨那丫头相差几岁，但这也不是。”曾奇，林爷眼睛突然一眯，语气漠然地说道：“其他人也就算了，我可以只当是小孩子之间的打打闹闹，但你和柳轩要是敢打我妹妹的主意，以后就别坐同桌喝酒了。”得，我不提了。曾奇举起双手表示投降，话头一转，说道：“当然，我偶尔出手，帮帮我那不争气的弟弟，林兄应该也不会有意见吧？”随便。对此，林也一副无所谓的模样。他当然巴不得曾奇出手教训一下方辰，敢拐走自己妹妹，简直岂有此理！若非他前段时间刚好没在青州城，又岂能任由思雨任性，竟然选择嫁给一个废物？老爷子也真是的，也不知道拦着点。他这次就是听说柳真等人设局，要在这里教训一下方辰，所以他才来此检验一下那方辰的成色。如今看来，果然是一无是处，冲动莽撞。此时的方辰神魂已经出现在一片奇异的世界，脚下是一望无垠的海水，波澜不惊，甚至看不到海水在流动，宛如一片死海。头顶上是一片暗沉天空，给人一种诡异的压抑感。没想到这玄天灯中竟然自成空间，当真玄奇。方辰为听风楼的手段所惊讶，但也没有多震惊。他脖子上的天机塔还能将他带到一个玄奇的空间，和2名女帝神魂共气呢，那才是逆天之宝。不过这地方真蕴藏有机缘。方辰四处打量了一下，眉头微皱，任谁来看，这都是一个毫无生机的独立空间罢了。轰隆隆，就在这个念头刚刚升起的时候，一道震耳欲聋的巨响自头顶炸响。方辰猛然抬头，只见暗沉苍穹之中竟然有一只手指正在缓缓浮现，随即携带着滔天之势朝着方辰按来，好似要将他直接碾死。听风楼众人只见到正在参悟玄天灯的曾松，脸上蓦地露出一抹淡淡微笑。就见曾松睁开双眼，得意地看了看方辰，随即双手结印，嗡！霎时间，那玄天灯竟然爆发出一股绚烂光芒，然后缓缓朝着上空升起。这是酒楼中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所吸引，齐齐站起身来，满脸震惊。天啊，曾松竟然参悟成功了！有人惊呼道：“他竟然成功了，还真是不可思议！看样子，曾松马上就能获得玄天灯中的机缘了。”所有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上升的玄天灯，都好奇曾松会得到什么好东西。咻！就在这时，一道灵光自玄天灯中激射而出，直接钻入到曾松的眉心之中，哗然声四起，夹杂着不少激动欢呼声。时隔多年，总算有人将这玄天灯参悟成功了。沈百万止不住的点头，这曾家小子天赋当真不错，虽然他曾经尝试过无数次，但说到底还是成功获得那门强大武学了。恭喜曾兄，贺喜曾兄！胖子哈哈一笑，同样激动不已，好像是他本人参悟出玄天灯一般。哈哈，侥幸而已。曾松脸上是止不住的得意，然后看向方辰，只见对方双目紧闭，眉头紧锁，甚至身体还在轻微摇晃着，好像在承受着某种巨大压力一般。嘿嘿，神魂反噬的滋味可不好受啊！见到方辰如此模样，曾松哪里不知道原因，是因为方辰刚才强行以神魂之力刺激到了玄天灯。活该！胖子满脸幸灾乐祸。他方辰就算不死，神魂也要遭受重创了。想要退出这个状态，方辰只有一个选择，那就主动切断神魂联系，如壁虎断尾求生一般。只是这样一来，方辰神魂都会遭到重创，轻则实力大降，重则变成白痴。无论是哪种，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少爷，青衣攥紧粉拳，小脸上满是急切，却不敢打断方辰。前辈，我看没必要继续比试下去了吧？曾松看向沈百万，说道：“方辰神魂遭受反噬，而我已经成功得到其中的机缘，胜负已分。”沈百万微微点头，觉得曾松说的有道理。就在沈百万正要出手将方辰的神魂从玄天灯拉出来，保他神魂不至于受创太重之时，那玄天灯中竟然再次爆发出一股璀璨至极的光芒。这光芒之强烈，竟然让不少人下意识地闭上眼睛，泪流满面。沈百万更是悚然一惊，骇然地看着玄天灯。只见玄天灯剧烈摇晃起来，然后砰的一声直接爆了。轰隆，沉闷的力量在半空中激荡而来，一股狂暴的力量更是在此时宣泄开来，好似要将整座听风楼摧毁。众人惊呼一声，
不少人更是拔腿就跑。眼见听风楼中乱作一团，沈百万轻哼一声，磅礴的灵力波动席卷向四周。就见到沈百万大袖一挥，澎湃的灵力如潮汐般席卷而出，瞬间将那股狂暴的力量尽数压制。收！沈百万轻喝一声，大袖一卷，所有力量余波竟然如燕归巢般全部被沈百万收入袖袍之中。只是半空之中已经再无玄天灯了。正在抱头鼠窜的人也缓缓停下了脚步，来不及尴尬，纷纷看向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方辰。此时的方辰犹自闭上双眼，只是眉心处好似有一道印记正在缓缓融入其眉心之中。嘶！一片道吸凉气的声音响起，所有人瞪大眼珠，难以置信地看着方辰。难道这家伙也成功参悟出了玄天灯？这怎么可能？这家伙也太变态了吧！有人不由得嚎叫道，在神魂遭受反噬的前提下竟然参悟成功了。哼，真是个好运的家伙。有人满脸嫉妒，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不可能！最接受不了的是曾松，他面容扭曲。方辰，你根本不可能成功的，绝对是你动了什么手脚，对不对？方辰缓缓睁开双眼，眼中犹自带着一抹惊叹和心悸，好似在玄天灯空间中遭遇了极为可怕的事情。怎么，就只许你能成功？方辰神色恢复如常，淡淡瞥了一眼曾松，说道：还是说你没把沈老前辈这位见证人放在眼里？我才没有，你少血口喷人！曾松脸色一变，沈百万可是听风楼的管事，又是城主虚伪人身边的大红人，无论是身份地位还是实力都在增加之上。他区区一个家族3代子弟，哪敢冒犯沈百万这方辰，当真是卑鄙无耻，竟敢给沈百万上眼药。前辈晚辈绝对没有冒犯的意思。曾松连忙朝着沈百万抱拳一拜，说道：只是大家刚才也都看到了，玄天灯被方辰所毁，他怎么可能参悟成功？绝对是他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卑鄙手段。说话的时候，曾松还恨恨地瞪了方辰一眼。小子，想赢我弄死你！面对曾松挑衅的眼神，方辰却是淡然一笑，完全没有放在心上。是非公断，老夫自有定夺。沈百万也懒得计较方辰两人的小心机，只是呵呵笑道：这玄天灯虽然是因为方辰所毁，但按规定他确实是成功了。这……曾松面色一变，随即咬牙道：就算如此，那总有个输赢吧。这话顿时让沈百万神色一滞，他确实没想到方辰竟然会成功。要是按照之前的规定，两人算是平手，但很明显这曾家小子有些不服气啊，还打算将难题抛给自己，让自己做出评断来。确实有些小聪明，不过沈百万可不是吃素的，岂能被曾松难住？那不知在曾公子看来当如何决断？沈百万微微一笑，又将问题抛回给曾松。简单。曾松突然咧嘴一笑，既然我和方辰都参悟成功了，那就用我们参悟所得再比一场，这也不算违规。哦，确实是个不错的办法。沈百万看向方辰，说道：小家伙，你认为呢？方辰点点头，说道：我当然是没意见的，只是晚辈刚才参悟出来的东西还没彻底掌握，怕收不住，要是不小心打死了曾公子，算谁的？众人闻言，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这家伙口气也太狂了吧！沈百万看着神情镇定自若的方辰，眼角也是微微一挑。这小子比老子年轻时候还能装。方辰休要口出狂言。沈百万还没说话，曾松就迫不及待地怒吼道：谁死还不一定，你就当真以为吃定我了？不错，我确实是这么想的。方辰理所当然地点头，差点将曾松的鼻子都气歪了。行了，不必争论，关键时候还是沈百万开口了。既然你们双方都愿意再比一场，就以刚才参悟所得比试吧。沈百万看了一眼方辰，意有所指地说道：不过仅限于切磋，点到为止。还真有好戏看了。有人轻笑道：参悟玄天灯确实是一种本事，但真正的武道天才却能够学以致用。不错。有人附和道：按理说这玄天灯中的机缘就算成功参悟，但想要立马施展出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两人以得到的机缘进行比试，确实是分出胜负的最佳方法。那你们说这次比试谁能赢？这还用说吗？有人笑道：比试是曾少提出来的，他肯定有很大的把握击败方辰，否则岂不是打自己的脸了？有道理，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看着方辰、曾松两人走到大厅中央站定，所有人脸上都露出了期待无比的神情。倒是3楼包房中，林野却是微微摇头。那方辰还真是够愚蠢的，被人随便激将几句就找不着北了。以他的眼力，岂能看不出来？但从修为上比，方辰差曾松太多。即便方辰参悟出了玄天灯中的机缘，但在双方修为不平等的情况下，修为弱的一方可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
任何武学和功法的催动，靠的都是灵力来支撑。淬体境3重的曾松，比方辰足足高出3重小境界，谁胜谁负，一目了然。年轻人嘛，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曾琦旋转着手中的茶杯，轻笑道：“有些人不吃点亏，是永远摆不正自己的地位的。2个小家伙，既然老朽担任这见证人，那丑话可是要说在前头的。”沈百万说道：“每盏玄天灯中只有一种武学或者功法，所以你们2个在接下来的比试中，只能以从玄天灯中得到的机缘进行比试，谁也不准作弊，暗中施展其他手段，否则老朽发现的话，以后这听风楼可就没他的立足之地了。”前辈放心。曾松信心十足地笑道：“对付这么个废物，还不需要动用其他手段。”他一副吃定了方辰的表情，丝毫没有将方辰放在眼中。既然如此，那就开始吧。沈百万不再多言，当即宣布了开始。方辰，来吧。曾松大笑道：“让我看看你究竟凭什么能够得到林思雨的青睐。”说罢，就见到曾松身上逐渐散发出一股莫名气息。下一瞬，曾松抬起手臂，朝着方辰隔空一点，嗡，虚空震荡，只见一道漆黑的指尖赫然从虚空中挤压而出，随着一节手指不断显露出身形，一股庞大的气息威压顿时从这指节上散发出来，席卷整个听风楼。这股气息，难道是玄阶武学？而且最起码是玄阶高品。有人骇然失色，神情震惊地看着半空中那节指节，这还是半截手指罢了，若是完整的指节，岂不是达到了地阶层次？不少人惊呼，满脸难以置信。那可是地阶啊，整个青州连玄阶武学都极为稀少，没想到这玄天灯中竟然藏着一门有可能达到地阶层次的强大武学，难怪这么多年来也就只有林思雨成功过一次。听风楼当真是好大的手笔，不过这只是这门武学的层次达到玄阶高品罢了，以曾松的实力可发挥不出其全部的威力来。有人神色凝重，目不转睛地看着半空中那截手指。即便如此，单凭这门武学，曾松在铜镜之中就足以立于不败之地了。那可是玄阶高品武学，不是什么大白菜。他们在场的人大部分都只修炼了几门黄阶武学，玄阶武学最多就掌握一门罢了。虽然只是玄阶下品，但还是被他们当作杀手锏一般的存在。方辰还不出手吗？正在蓄势的曾松见到方辰一动不动，顿时嗤笑道：“莫非你并没有参悟出这门武学吧？若是如此的话，那你赶紧磕头求饶吧，本少心情好，或许还能放你一条生路。”曾松，你未免高兴得太早了。方辰微微摇头，随后抬起手臂往虚空中轻轻一点，嗡，体内灵力好似不要钱般的倾泻而出，下一刻就在头顶凝聚出半截手指来。只是看着这截手指，听风楼中都陷入了短暂的寂静，随即一阵哄笑声顿时爆起。这方辰凝聚出来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笑死我了！哈哈，纤纤玉指吗？这一看就没有半点杀伤力啊！看来废物就是废物，和曾少完全没有可比性。只见方辰头顶悬浮着一截白皙的指节，纤细瘦弱，像是女子的手指般，和曾其所凝聚出来的漆黑直接相比，简直一个天一个地，高下立判。然而看着这节指节，沈百万却是陷入了深思之中。哈哈，方辰，你这是自认比不过我，所以打算笑死我，然后赢得比试吗？曾松也是放声大笑。你这个想法很别致，可惜这种花里胡哨的手段可改变不了你落败的事实。话音落下，曾松体内灵力运转，暴喝道：“去！”轰轰轰，那漆黑色的指节顿时带着狂暴的力量，朝着方辰呼啸而去，气势无比惊人。无数人眼见黑色指节呼啸而至，纷纷后退，生怕遭受波及。他们自认为根本接不下曾松这一击，而面对曾松这来势汹汹的一击，方辰神色一如既往的平静，只是轻声的喃道：“灵犀一指，去！”下一瞬，头顶那纤细白皙的指节以一种云淡风轻的姿势悄然划过虚空，两者速度看似不快，但在顷刻间就碰撞在一起，狂暴的爆炸声顿时在众人耳边炸响，下意识地捂着耳朵后退。而在他们后退的时候，并没有发现那纤细白皙的指节好似显露出了完整的模样，那是一只完整的手指，好似女子的手指般白皙纤细，如同玉质一般完美。领悟！唯有沈百万双目放光地看着那一闪而逝的纤纤玉指，心中满是骇然之色。旁人不清楚，但沈百万比谁都清楚，那玄天灯中的机缘乃是一门残缺的地阶武学灵犀一指，而这门武学正是一名女子强者所创，所以显化而出的意象自然是纤细白皙，而不是像曾松那般漆黑如墨，
阴气森森的，但想要在参悟之后将其完整的施展出来，唯有完美的领悟到这门武学的真意，才有可能做到。这方家小子的悟性当真可怕！噗！只见白皙玉指划空而过，轻松将漆黑指节击碎。怎么可能？眼看漆黑直接被击碎，曾松顿时面色狂变，目眦欲裂地看向方辰。你话没说完，佩能墨玉的力量直接宣泄在曾松身上，令其一口鲜血喷出，当场抛飞了出去。噗！只见白皙玉指划空而过，轻松将漆黑指节击碎。怎么可能？眼看漆黑直接被击碎，曾松顿时面色狂变，目眦欲裂地看向方辰。你话没说完，佩能墨玉的力量直接宣泄在曾松身上，令其一口鲜血喷出，当场抛飞了出去。曾松败了！看着跌落在地上的曾松，所有人都还没从之前的震惊中醒过神来。他们怎么都想不到，方辰不仅参悟出了玄天灯中的武学，还将之熟练运用，击败了曾松。这也太变态了！一时间，整个听风楼中鸦雀无声。此时此刻，没人再敢小觑方辰，也不会认为他是运气好。单是参悟出玄天灯，这份悟性就不是他们可比的。前辈，想必现在胜负已经一目了然了吧？击败曾松，方辰脸上没有半点得意之色，就像是做了件小事般。不错。沈百万看着方辰，眼中满是欣赏之色，抚须笑道：“老夫宣布，这次比试乃是方辰。”不等沈百万说完，就见到曾松双眼赤红，体内灵力暴涌，如同一头怒狼般朝着方辰狂冲而来。而他五指微曲如钩，闪烁着凌厉阴森之气，显然是一门极为歹毒的武学。暴怒之下的曾松速度竟然快到极致，眨眼间就出现在方辰身后，如钩五指猛然拍了下去。放肆！眼见曾松竟然出手偷袭方辰，沈百万顿时勃然大怒，雄浑的灵力自体内席卷而出，隔空一掌朝着曾松镇压而去。前辈手下留情！就在这时，一道焦急的声音自3楼响起，只见一道身影破开窗户，身形几个闪烁间就诡异般的出现在沈百万面前，磅礴灵力爆发，竟然与沈百万对轰了一掌。轰隆！沉闷声响起，那道身影踉跄后退，撞碎了栏杆，狼狈地落在地上。虽说不敌沈百万，但也成功阻止了沈百万对曾松出手。此人正是曾奇，曾松的大哥。而无人阻拦的曾松面色狰狞之下，狠狠一爪拍向方辰背心。砰！令人耳膜震动的闷响传出，所有人都见到方辰的身影猛然一颤。小杂种，你给我去死吧！曾松脸上的狰狞之色则是越发浓郁。少爷！少女凄厉惊呼声响彻整个听风楼，与此同时，背对着曾松的方辰嘴角却勾起一抹略带残忍的弧度。就在曾松一击得手，准备撤退的时候，只见方辰豁然转身，一道雄浑霸道的掌风瞬间轰击在曾松的胸膛之上。这突如其来的一掌让全场所有人都有些措手不及，曾松更是瞳孔一缩，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的方辰。你……曾松刚要开口说话，就觉得一股令他惊恐的雄浑灵力如同洪水一般从方辰手掌上宣泄而出，尽数轰在他的胸膛上。哇！凄厉惨叫夹着骨裂声响起，曾松猛地一口鲜血喷出，身体再次重重抛飞了出去。这一幕说来很慢，实则从方辰击败曾松到曾松偷袭，曾奇出手，曾松被方辰反杀，不过发生在几个呼吸的时间。众人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见到曾松重伤喷血，如断线风筝般飞了出去。而不等曾松落地，方辰眼中寒光闪烁，好似鬼魅般出现在曾松下方，再次一拳狠狠轰向其脑袋。小子，你敢！眼见方辰就要一拳轰碎曾松的脑袋，曾奇面色狂变，身形一晃之下就要再次出手。哼！就在这时，一股令人骇然色变的恐怖气息顿时席卷整个听风楼，让所有人连呼吸都感到了困难。无论是方辰还是曾奇，在此时都好似陷入了泥潭之中，身体无法动弹。这是一股远超他们认知的力量。砰！直到身体与地面接触的沉闷声音响起，这股令人压抑的心悸感才逐渐消失。你们把老夫这听风楼当什么地方了？只见沈百万脸色阴沉的像是要滴出水来，一股骇然的气息正在缓缓收回他的体内。沈百万眼神冰冷地看着曾奇，那是一抹毫不掩饰的杀意。前辈，我只是……曾奇话没说完，一股更加磅礴的力量直接落在他的身上，将他镇压的单膝跪地，直接起不了身。你只是什么？沈百万语气冰冷如霜，厉声道：真以为你是曾家的人，老夫就不敢杀你？还是说你曾家不将我城主府放在眼里？曾奇身上好似背上了一座大山，冷汗不断滴落。他艰难开口：前辈恕罪，此事是我等有错在先，关于今日的一切损失，我曾家一定会照价赔偿。此时的曾奇
心中已然后悔不已。但曾松毕竟是自己的弟弟，眼看对方有危险，他下意识的出手，完全没去想后果。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只能尽量平息沈百万的怒火。赔？你拿什么来赔？沈百万好似即将爆发的火山，怒不可遏。我听风楼什么规矩，旁人不清楚，你会不清楚？曾琦咬着牙，却是半个字都说不出来。他能感受到沈百万确实是动了杀心。这位听风楼楼主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否则也成不了城主大人的钱袋子。所有人都被沈百万的气势所震慑，大气都不敢喘至于曾松本人，更是体弱筛糠，都快吓尿了。楼主大人息怒，这气坏了身体可就不好了。就在这时，一道声音突兀响起，众人循着声音望去，只见一名面容刚毅的黑袍青年，长发披肩，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野性，缓缓从3楼走下。他一副吊儿郎当的姿态，嬉皮笑脸道：既然人家愿意赔，楼主大人不如听听再说。正是林家林野。而看到林野的时候，无数人脸上都露出了更加惊恐和畏惧之色，就像是看到一头恶魔。战疯子林野。整个青州城中铜镜之中，无论男女老少，都被这家伙挑战一遍，而且毫无败绩，十足十的一位战斗狂人。而且此人还是青州城第一美女林思雨的亲哥哥。哼，林小子，你难道不知道老夫这听风楼的规矩？见到是林野，沈百万冷哼一声，但终究是压制了怒火。嘿呀，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林野搓了搓手指，笑嘻嘻地说道：只有这东西最实在。沈百万一听，顿时指了指林野，笑骂道：我就说你这小子最对老夫胃口。行，既然如此，那就听你的。看向曾琦，沈百万脸色一沉，冷声道：曾家小子，看在林小子的面子上，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你打算怎么赔？沈百万人老成精，没说赔什么，而是问曾琦怎么赔。如何赔偿，那就是曾琦的事情了。而且满不满意，还不是沈百万一句话的事情。最关键的是，沈百万短短一句话，还能让曾家欠林野一个人情，可谓是一举多得。这个，曾琦闻言顿时犹豫了起来。他很清楚，自己要是不给出一个满意的交代，莫说自己和曾松，就算是曾家，也会因此得罪了沈百万。得罪沈百万，那就是得罪城主府。想到这里，曾琦就有些后悔刚才出手，更是恨不得一巴掌拍死曾松这个废物。被人当枪使不算，还把自己给搭进去。想到这里，曾琦深吸一口气，说道：回前辈，晚辈愿意给1000灵石当做听风楼的赔偿。听到1000灵石，整个听风楼中顿时响起一片哗然声。那可是1000灵石，不是1000金币啊！而灵石之中蕴含着极为精纯的灵力，可以让武者轻易吸收，不用怎么炼化，就可以直接用来提升修为。即便他们这些自诩身为不凡的贵族公子哥，每个月家里发放下来的灵石也不过区10块罢了。这一口气拿出1000块灵石来，即便是曾琦这种一流家族的大少，也要肉疼。旁边的曾松闻言直接就傻眼了，但他自知闯祸，连大气都不敢喘息，否则大哥绝对会打死自己的。1000灵石倒也说得过去。沈百万点点头，说道：那曾松出手偷袭方辰一事，又该怎么算？还要怎么算？曾松顿时不服气道：我都伤成这个样子了，应该是他。闭嘴！曾琦大怒，一巴掌抽在曾松脸上，怒声道：事到如今，你竟然还不知悔改，你想找死不成？见到大哥发怒，曾松脖子一缩，当即不敢再说话了。此事是曾松有错在先，我自然会让方辰满意。曾琦犹豫着从怀中掏出一个药瓶，捧在手中，说道：这里面是一枚淬体丹，不知方小兄弟可满意？淬体丹。听到曾琦的话，所有人齐齐倒吸一口凉气。淬体丹可以让淬体境武者轻而易举地突破一重修为，而且还不会留下丝毫隐患，是所有淬体境武者都极为渴望拥有的灵丹。没想到曾琦竟然将其给拿出来了，连林野都不得不多看了一眼曾琦，心想这家伙这次还真是出大血了。大哥，不！曾松脸色大变，刚要开口，又被曾琦一个狠厉的眼神给瞪了回去。哦，淬体丹吗？沈百万面露诧异，一把将曾琦手中的药瓶射入手中，打开药瓶检查了一下，点头道：确实是淬体丹不假，而且品质还不错。他看向方辰，说道：方小子，你觉得如何？方辰躬身道：但凭前辈做主。沈百万亲自开口询问，这个面子方辰自然不得不给。那好。沈百万当即将药瓶扔给方辰，说道：既然如此，那今日这件事就算了，双方不得追究，否则的话休怪老夫不客气。这番话说的杀意森然，显然不是在开玩笑。多谢前辈，
也多谢方小兄弟。曾琦感谢一声，看向方辰，笑道：“方小兄弟，今日之事是我弟弟孟浪了，还请方小兄弟不要见怪。”哪里哪里，方辰同样笑道：“能够拿到一枚淬体丹，我感激还不来及呢。”曾琦嘴角抽搐，曾松则是怨毒的看向方辰。明明那颗淬体丹是大哥为自己准备的，没想到最后却便宜了方辰，真是该死。好了，既然事情已经解决，晚辈就先告辞了。曾琦先向沈百万抱拳行礼，随即又对林野说道：“多谢林兄今日替我解围，改日再下定会亲自登门拜访。”曾兄说这话就太见外了，你我毕竟是朋友嘛。林野毫不在意的摆摆手，心中却是暗爽。不过随便说了2句好话罢了，就让这层齐白白欠他一个人情，划算。等到曾琦带着脸色阴沉的曾松离开后，沈百万才说道：“好了，大家都散了吧。”众人自然不敢反驳，当即各自离去。柳真在路过方辰身边的时候，阴恻恻地说道：“方辰，你别得意，今日这事没完。”方辰眯眼笑道：“柳真，今天侥幸让你逃过一劫，但下次 M 可就没这么好运了。”沈百万已经亲自发话，他确实不好对柳真出手，但以后有机会，他确实不介意给这柳真点颜色瞧瞧。那咱们走着瞧。柳真皮笑肉不笑的冷哼一声，带着众人离去。那胖子在离开之前同样威胁道：“小子，今天的事情本少爷记住了，他日定要让你100倍偿还。”对此方辰却是微微一笑，丝毫不放在心上。“少爷，您没事吧？”青衣拉住方辰，上下打量着，小脸上满是后怕之色。“少爷没事。”方辰摇摇头，他能有什么事？有不动金身护体，那曾松的偷袭，方辰就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倒是曾松真以为自己那一击会那样简单，至少接下来的10天半月内，曾松每日都要承受气血暴走之痛，生不如死。“方辰，我有话和你说，随我来。”等到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林野这才看向方辰，脸上面无表情。见是林野，方辰一时间也是有些头皮发麻，毕竟是林思雨的大哥，自己名义上的大舅哥，而且这位林家大少可是出了名的武疯子、战斗狂人。更恐怖的是，林野还是出了名的护妹狂魔，无论是谁对林思雨出言诋毁，都会被他打得鼻青脸肿，甚至断手断脚。“少爷！”青衣有些紧张地抓住方辰的衣角，小脸上满是担忧。“没事的，丫头，你先等等我，少爷马上回来。”方辰安慰青衣，躲是躲不过的，还不如勇敢面对。跟着林野走到无人处，就见林野转过身来，静静地盯着方辰。“表现不错。”林野一开口，方辰就是一愣，怎么回事？林野不是应该让自己离开林思雨吗？这家伙脑袋没事吧？不过就算你击败了曾松，展现出了不错的修炼天赋，但我还是不赞成你和我妹妹在一起。林野的第2句话顿时让方辰松了口气，这才符合林野的人设嘛。“方辰，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如何重新恢复丹田的，但对你来说都是好事。”林野说道。“但我妹妹是什么人，你应该清楚，她的路不在青州，甚至不在东荒九州，所以我不希望你耽搁我妹妹的未来。”闻言，方辰蓦地笑了，他直视着林野的双眼，说道：“这是提醒还是警告？你可以当成善意的提醒，同样也可以当作是警告，或者是威胁。”林野闻言却是咧嘴一笑，一股狂野之气顿时自身上席卷而出，朝着方辰笼罩而去。虽然比不上沈百万，但也如同一座山岳般压在方辰身上。方辰面不改色，甚至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只是静静地看着林野。“啧啧，骨头这么硬啊！”见到方辰身形纹丝不动，林野笑了笑，气息微压更重3分。方辰只是眉头微皱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正常。同时林野的几番试探也让方辰心中生出了一抹桀骜之气。就在方辰正准备出手反击回去的时候，林野身上的气息猛然一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神色平静地看着方辰，语气漠然道：“我知道你不服气，但这就是现实。我妹妹乃是天之娇女，人中龙凤，未来注定要翱翔9天的。你虽然天赋不错，但成就有限，你们根本不合适。合不合适，你说了不算。”方辰突然笑了，脸上那狂傲不羁的笑容让他多出一抹罕见的骄傲和自信。“还有林野，你不要太高估自己，更不要高估你林家。”方辰毫不畏惧地看着林野说道：“无论你承不承认，林思雨都是我方辰的道侣，这同样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他没说和林思雨的结合只是一场交易，因为这只会让林野瞧不起他，敢做不敢当，而独属于男人的骄傲也不会让方辰做出将责任推到女人身上的事情。即便林思雨与他的婚约一开始就是抱着目的来的。“小子，口气挺狂啊！”林野眯眼而笑，眼中好似有寒芒闪烁。“你可知道，上一个这么和我说话的人
是什么下场？我不想知道，也没兴趣知道。方辰淡淡的说道。要是大舅哥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这一声大舅哥差点让林野破防，他嘴角抽搐，额头青筋跳动，握紧双拳，咬牙切齿的说道：好得很，方辰，我记住你了。说罢，林野直接拂袖离去。再聊下去，他都恨不得要暴揍方辰一顿了。再提醒你一句，那曾琦就是个笑面虎，今日他吃了这么大的亏，虽然不敢找听风楼的麻烦，但可不会放过你，你自己好自为之。也不知道思雨那丫头到底看上这混小子什么，竟然敢这么和自己说话。不过一想到方辰竟然能够承受住自己的气息威压，林野心中也是有些惊叹。难道真是我看走眼了？不可能，方辰绝对配不上妹妹林思雨。而方辰听到林野的话，却是微微一笑。这林野看似护妹，最起码够坦率。至于曾琦吗？他要是不来招惹自己也就罢了，若是敢来，方辰也不介意人再让他出次血。回到小院后，叮嘱青衣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扰他，方辰径直钻进了房间，盘腿坐在床上。淬体丹，2品丹药，价值不菲，犹在1010以上。看着手中的龙眼大小的丹药，方辰也是微微一笑。这颗淬体丹的品质不低，用来突破修为的话，再适合不过。虽说沈百万已经检查过了丹药没问题，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方辰又仔细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问题后，方辰将丹药塞入口中，丹药入口即化，化作一股热流，开始冲击方辰的四肢百骸。方辰连忙运转阴阳造化经，炼化体内的药力，将其转化为最为精纯的力量。轰轰轰！随着炼化，方辰体内竟然传出道道轰鸣声，好似江河奔流，掀起惊涛骇浪之势。而方辰身上则是散发出一层浅浅的血色雾气，这是气血之力外显的征兆。随着这些气血之力越来越浓郁，方辰身上的气息也不断攀升，直到达到某个顶点，方辰手中印诀变换，所有气血顿时收回体内。不，随着一道奇异的声响传出，方辰身上的气息骤然一变，瞬间从淬体境1重提升到淬体境2重。因为是纯阳圣体和纯阳健体的原因，方辰体内并无任何杂质，肉身无漏无缺，堪称完美。所以此次突破之后，方辰除了气息变强了许多，皮肤白皙了许多，好像也没有其他明显的变化。不过看似变化不大，但我能明显感觉到，如今的我一拳足有5000斤之力，淬体境5者皆负有1000斤之力，每提升1重境界就能增加1000斤巨力。而方辰不过淬体境2重，一拳之力就负有5000斤，堪比寻常淬体境5重强者了。若是他再动用不动金身，一拳下去，怕是一头牛都能轻松打爆。而他今天的收获可不止于此，还有一门堪比地阶的指法武学灵犀一指。这灵犀一指威力极为强大，修炼到大成境界，一指下去可以解海断江，摧山毁石，不在话下。只可惜这门指法武学似乎没有创造完全，否则的话绝对达到地阶层次。或许连沈百万都不知道，这门藏在玄天灯中的指法武学其实只有玄阶高品罢了，距离地阶层次终究还是差了那么一线。不过即便如此，对现在的方辰来说也已经足够用了。还真是多亏了那柳镇，要是不去听风楼，我还遇不到这种好事呢。方辰微微一笑，一门玄阶高品指法武学，一枚淬体丹让他提升了1重境界。不得不说，柳真还是个大好人啊。但就算如此，也不会轻易放过这小子。方辰眼中闪烁一抹寒芒。在听风楼中，柳真一直没有出手，而是稳坐钓鱼台，将其他人当成棋子。只是当时有沈百万亲自出手，否则的话，今日方辰可不会让他们好过。看了看外面的天色，方辰嘴角勾起一抹冰冷弧度。那层松现在应该不好过吧？此时此刻的曾家，方辰，你给我等着，我一定要杀了你！被狠狠训斥了一顿的曾松神情扭曲，脸上全是狰狞杀意。回来之后，他不仅被大哥和父亲狠狠训斥，甚至那1000灵石和淬体丹的赔偿也都算在了他的头上，还要被禁足1个月不能出门，如何让他不恨？曾松刚回到自己的房间，只觉得五脏六腑一阵剧烈抽搐，浑身经脉好似要被一只无形大手扯断一般，痛得他当场栽倒在地上，捂着胸口打滚，嘴里发出凄厉的惨叫。最夸张的是，曾松体内的气血正在不断的溢散出来，好似失控一般。等听到动静的曾家人破门而入，看到模样凄惨的曾松，当即面色狂变，气血紊乱，这是走火入魔。方辰走下床，活动了一下身体，抬头看向窗外，月悬苍穹，宛如玉盘。今夜是个难得的满月。满月！方辰一愣，随即脖子处的天机塔顿时闪烁出一道莹莹白光，笼罩方辰全身。人影一闪，方辰顿时就消失在了房间中。等到视线恢复正常，
方辰已经出现在了一个充满淬骨寒气的闺房之中，蜡烛红帐，珠帘摇曳。隐隐间，方辰看到一道绰约的身影躺在玉床之上，发出痛苦的呻吟。冰冷入骨的寒气正以此人为中心，朝着四周扩散，在地面上凝结了一层浅浅的寒霜。女帝大人，方辰连忙走了过去，发现玄冰女帝萧玉鸾正双眸紧闭，俏脸煞白的蜷缩在床上，鼻息中是压抑的痛呼声。最为夸张的是，此时的萧玉鸾身上正有一道道惊人的幽冥寒气正疯狂地溢散出来，原本黝黑的长发又再次转化为银白之色，看起来无比妖异。好恐怖的幽冥寒气！方辰微微一惊，萧玉鸾乃是幽冥玄阴体，体内蕴含着极为精纯的幽冥寒气。这种体质虽然可以让萧玉鸾在武道之上精进神速，但因为他曾被种下天道诅咒，所以每到月圆之日，寒体就会发作，让萧玉鸾承受寒气刺骨之痛。若是不能及时压制，萧玉鸾绝对会寒气暴走，气血紊乱，走火入魔，爆体而亡。而唯一压制寒体的方法，就是与至阳至刚之体进行神魂共气，性命修行。来不及多想，方辰硬抗着这恐怖寒气，大步走向萧玉鸾。女帝大人，忍着点。方辰神色凝重，将萧玉鸾扶坐起，激发纯阳圣体，开始吸收萧玉鸾体内的幽冥寒气。阴阳造化经也疯狂运转起来，将这些寒气尽数炼化，转化为最为精纯的灵力。阴阳造化，神魂共气，性命修行，调和太极。随着萧玉鸾身上的幽冥寒气逐渐减少，方辰身上的也开始散发出一层隐隐白光，这是不动金身的意象显化。方辰竟然并未利用幽冥寒气来提升修为，反而是将之用来淬炼肉身。毕竟他修为刚突破，修为提升自然不必急于一时，反而在淬体境本就是一个淬炼肉身的过程。既然重修一次，方辰要将每个小境界的基础都打得无比牢固坚实，如此才能走得更高更远。而方辰也发现，利用幽冥寒气来修炼不动金身，淬炼肉身，效果竟然出奇的好，这让方辰心中更为惊喜，也开始极大力度激发纯阳圣体，吸收萧玉鸾体内的幽冥寒气。不知过了多久，方辰身上的隐隐白光逐渐消失，他的肉身力量和之前相比，竟然提升了足足1倍之多。那可是万金之力同境之中，好像没人能够承受他纯粹的一拳之力了。只是没等方辰仔细感受这股力量，一道粗暴的力量就将方辰扑倒。女帝大人，看着那双冰蓝色的美眸，方辰喉咙不由得滚动了一下。别说话。萧玉鸾一挥手，床帘垂落，也掩住了2道纠缠在一起的身影。修炼无岁月，3天3夜之后，心满意足的萧玉鸾已经沉沉睡去，俏脸之上犹自残留着幸福之色，整个人也恢复了正常。而一旁的方辰在则是逐渐从修炼状态中清醒过来，眼中金光闪烁。没想到境界竟然已经巩固下来，而且肉身之力确实提升了1倍有余。方辰看了一眼熟睡的萧玉鸾，心中了然，果然还是和女帝大人一起修炼效果更佳啊。虽然每次都折腾的不行，但堂堂一位女帝，其体内元婴却是世间最滋补的灵药。但也就是方辰身怀纯阳圣体，换作常人敢如此激烈修炼，怕是早就变成人干了吧。悄然下床，方辰刚打算退出这处空间，一只玉手顿时从虚空中探出，抓住方辰的衣领，就将他扯进了虚空。眼前是炙热的赤红火焰铺天盖地，那火焰中心则是一名身穿火焰纱衣的英武女子。她或许没有玄冰女帝萧玉鸾气质高冷，但如战神般的霸气时却是更为令人深刻。赤焰女帝南宫卓，见过女帝大人。见到南宫卓正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方辰不由得有些头皮发麻，就好像做错了事的男人被妻子当场抓住一般，有些心虚。看来萧玉鸾那件人还真是会伺候人，竟然让你如此乐不思蜀。南宫卓一开口，方辰就连忙说道：女帝大人误会了，我和玄冥女帝只是正常修行而已。是吗？南宫卓一勾手指，方辰就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扯到南宫卓面前。此时方辰才发现，南宫卓身上的火焰纱衣就真的只是薄薄的一层，除了将几处位置挡住外，其余的地方全都暴露无遗。这反而让平时只穿赤焰战甲的南宫卓给人一种颠覆性的反差感。方辰好不容易压制下去的纯阳之气顿时在体内乱窜，好似察觉到这一点，南宫卓手指在方辰胸膛轻轻划过，冷笑道：男人果然都是一个样。女帝大人，我……方辰刚要开口，就被南宫卓蛮横地压在身下。小子，要是不让本帝满意，本帝现在就杀你了。感受到南宫卓身上突然生出的一股杀意，方辰心中一凛。别看平时南宫卓一副很好说话的样子，其实方辰很清楚，无论是萧玉鸾还是南宫卓，都只是将他当成一座炉鼎，一个工具人。若是他们不满，只需要一个念头就能轻易碾死自己。
比踩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应付这2名女帝也太难了吧？方辰一副慷慨赴死的模样，沉声道：“请女帝大人放心，在下纵然身死，也定不会让女帝大人失望。”这一次足足过了4天时间，南宫卓才用低喃的声音说了求饶2字。方辰心中也松了口气，既然如此，那在下就先告辞了。方辰脸色略显苍白，身体都有些发颤，连忙闪身退出了这处空间。哎呦，我的腰！重回房间的方辰扶着腰倒吸凉气。萧玉鸾和南宫卓，一个清冷，一个火热，这种极致的体验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吃得消的。即便是方辰，也差点要了他半条命。糟了，忘记问南宫卓，我的剑功是何品级了？猛然一拍脑袋，方辰暗自懊恼，果然，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少爷，您怎么了？是不是昨天受伤了？翌日，正在清扫院子的青衣见到方辰扶着腰一瘸一拐地走出房间，小脸一变，连忙迎了上去。没事没事，就是不小心扭到腰了。方辰轻咳一声，赶紧转移话题。那个丫头，我之前传你的那套剑诀修炼的怎么样了？已经修炼的差不多了。青衣想了一下，说道：不过少爷，那套剑诀我总觉得差了什么东西，是不是我修炼的不对？不对就对了。方辰笑道：那部剑诀本来就不是完整的，我今天教你后续的剑招。说罢，方辰挑了根木棍，掂了掂，刚好合适。丫头，看好了。方辰随手挽了个剑花，说道：这是72剑诀的后面9式剑招，比前9式会更艰深一些，你可要好好记住。说罢，方辰以棍为剑，开始为青衣演示后续9式剑法，身形灵动，剑招飘逸，却暗含凌厉杀意。青衣目光一眨不眨地看着方辰，眸光中倒映着方辰的身影，嘴角也不由得露出浅浅的笑意。都记住了。演练完的方辰又给青衣讲解了一遍，这才将木棍递给青衣，来，演示一遍。青衣接过木棍，回忆了一下，开始演练起这9式剑招来。少爷，怎么样？当最后1式剑招练完后，青衣一脸期待地看着方辰。不错不错。方辰由衷地赞叹道：丫头，你剑道天赋不错，可要好好修炼啊。何止是不错，简直算得上是万中无一的天才了，否则也不会察觉到72剑诀的不完整。而且短短时间内，青衣身上就已经凝聚出了淡淡的剑意，看似不够强烈，但已经很了不起了。奴婢知道的。青衣乖巧点头，犹豫了一下，方辰说道：对了，丫头，你可有开辟出剑功？剑功？青衣摇摇头，说道：还没有呢。您之前给我那门功法中有过记载，我需要凝聚剑功，可能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行。这样啊。方辰说道：那咱们不着急，慢慢来。放心吧，少爷，奴婢一定会努力的。青衣握紧粉拳，说道：奴婢一定会变得很厉害，到时候好保护少爷。好，少爷等着那一天。方辰揉了揉青衣的脑袋，说道：行了，下去好好练习吧，等改天少爷再传你一门武学。灵犀一指乃是一名女武者所创，自然最适合女子修炼。方辰打算将其修炼到大成后再传授给青衣。谢谢少爷。心满意足的青衣蹦蹦跳跳地走了。方辰微微一笑，随即回到房间继续参悟灵犀一指。这门玄阶高品，甚至堪比地阶的指法武学，越是参悟，方辰越能感受到其博大精深。而且方辰总觉得这门武学好像和72剑诀之间隐隐有着某种渊源。就在方辰离开方家的第10天，方辰总算是将灵犀一指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再次增强了自身的实力。同时见到青衣将后面9式剑法修炼的差不多，方辰也就同时将灵犀一指传授给了青衣。这天，方辰躺在藤椅上，享受着青衣这丫头的投喂。院门突然被轻轻叩响，青衣将包好的葡萄塞进方辰口中，起身道：少爷，我去开门。等到院门打开，只见门外站着一名长衫男子，竟然是城主府的管事常在。请问您找谁？青衣没有见过面前的男子，但对方身上那股文质彬彬的气质还是让青衣生出一些好感来，言语也变得客气。我是来找方辰的，他在家吗？常在看着眼前的青衣少女，眼底却是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疑惑。他总觉得这个青衣少女身上似乎蕴藏着一股令他悸动的气息，然而仔细感应后却又没半点异常，就像是错觉一般。原来是常先生，快请进。方辰已经听出是常在的声音，连忙起身相迎。对于这位城主府的管事，方辰还是很有好感的。先生，您快请坐，我去给你们沏茶。听到自己少爷的称呼，青衣连忙懂事的邀请常在落座，自己去烧水泡茶了。麻烦了。常在微微点头，打量了一眼方辰，眼中不由得露出赞赏之色。还以为你离开方家后会自暴自弃，没想到却气血内敛，
精元充足，以达淬体而重景，当真不错。多谢先生夸赞，晚辈也只是侥幸而已。方辰谦虚一笑，开门见山道：不知道先生光临寒舍，可是有何吩咐？常在看着方辰，莞尔一笑：怎么，没事就不能来看看你了？方辰笑而不语。他对常在虽有好感，但还没数到那个份上。对方乃是城主府身边的大红人，和自己这种小人物可没有太大的瓜葛。常在此来，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你这小子！见到方辰一副不信的样子，常在也是无奈摇头，说道：曾家那小子是你做的手脚。方辰眼睛一眨，说道：晚辈听不懂先生在说什么。得了吧，在我面前还打马虎眼呢，真把所有人当傻子了。常在没好气的翻了个白眼。那又如何？方辰淡淡道：难道他们想要报仇？曾家都是群小心眼，吃了这么大的亏，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常在说道：我此来，一是为了提醒你要小心曾家，二是给你送请柬的。说着，常在将一张请柬放在方辰面前。城主大人宴请宾客，这有我什么事？方辰看完请柬，眉头顿时皱起。你就别装糊涂了。常在点了点方辰，说道：听风楼中的事情，城主已经知晓，他此次设宴也是为了见见青州城的年轻一代，以不明则以一鸣惊人，自然会受到某些人的关注。方辰听出了常在言语的暗示，说道：所以不只是曾家，城主以及某些人想要在宴会上对我出手。他可没忘记，在城主许巍然大婚之日，方辰曾做了件荒唐事，换做任何男人心里都不会好受。你小子想什么呢？城主大人何等人物，会与你一个小辈计较？即便修养再好，常在也差点破防。他气哼哼地说道：反正曾家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至于其他的，你应该能猜得到。我可以拒绝吗？方辰看着常在，一脸天真。常在森然一笑：你猜？常先生慢走，小子必定准时赴宴。送走常在，方辰也是无奈一叹，还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今晚显然又是场鸿门宴。但城主大人相邀，又不得不去，否则真要把许巍然得罪死了。好在从常在口中可以得知，这位城主大人并未将当初那件事放在心上，也不至于为了这件事追究我的责任。方辰念头飞速旋转，但可不确保有些人会借此对我发难，所以今晚注定不会太平。好在他如今实力已经提升1倍之多，只要对手不是强的离谱，方辰倒也不怕。而要是对方太过分，许巍然也不是吃素的。当然也要小心那些家伙使用下作手段，防人之心不可无。方辰觉得还是谨慎一些为好。少爷，常先生走了。青衣端着茶水出来，见到自家少爷躺在藤椅上，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而常在已经离去。走了。方辰闭上眼睛假寐，推算着今晚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见到方辰在想事情，青衣懂事的也不打扰，把桌子收拾干净，就悄悄离开了。傍晚时分，一身白衣的方辰站在门口和青衣告别。丫头，自己一个人在家小心些。方辰叮嘱道：记住，除了少爷，谁来都别开门，要是有人强闯怎么办？青衣突发奇想，无论是谁，杀无赦。方辰眼中露出一抹杀意，随即又说道：当然，无论发生何事，都要以保命为主。之所以不带上青衣一起赴宴，是因为方辰觉得今晚不会很太平，带上青衣，遇到事情反而不好脱身。少爷，您就放心吧，奴婢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青衣贴心地帮方辰整理衣领，柔声道：少爷，您也要照顾好自己，要是谁敢欺负您，告诉奴婢，奴婢帮您教训他。方辰笑着揉揉青衣的脑袋，说道：好，我家丫头最厉害了。嘻嘻。看着眼前巍峨的城主府，方辰也是心生感慨。上次来的时候没仔细看就被方圆给打伤了，这次一看，这城主府果然非凡。而此时整座城主府张灯结彩，好似过节一般，端着各类果盘佳肴的下人穿梭在城主府之中，还有城主府的精锐正分成几支四处巡逻，守卫堪称森严，更别提还有城主许巍然这位青州城最强者坐镇，料想也没谁不开眼敢强闯城主府。哟，这不是被赶出方家的废物吗？怎么，这城主府也是你能来的地方？就在方辰准备进入城主府的时候，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在旁边响起。方辰一扭头，双眉微微一挑，还真是冤家路窄，来人正是朱家朱荣，在听风楼中指使护卫对方辰出手的那个胖子。今夜朱荣又重新换了个护卫，却是个面容英质的老者，看不出修为深浅，但不用猜肯定在上一名护卫之上。原来是朱大长啊，朱大少。方辰淡然一笑，说道：怎么，之前那条狗不争气，这是又换了一条？你……朱荣脸色一变，厉声道：方辰，你休得张狂，
否则的话，定有你好看。怎么？朱大少氏想在城主府动手？方辰嗤笑一声，说道：借你10个胆子，你敢吗？朱荣差点被方辰气得吐血。在方辰面前，他连连吃瘪，总是被对方压一头，这让他心中无比憋屈。在城主府动手，除非他朱荣不想在青州城混了。小辈，难道祸从口出的道理，你家长辈没有教过你吗？眼看自己少爷吃亏，那气息阴鸷的老者上前一步，眼神冰冷地看着方辰，一股极具压迫感的气息朝着方辰席卷而来。淬体境8重。方辰心中不动，脸上却面不改色，镇定自若地说道：主子都没叫唤，你这老狗倒是叫得挺欢，果真是一条好狗。小辈，你找死！老者面色一变，语气森然道：看来今日老夫得替你家长辈好好教训教训你，让你知道何为尊卑。话音落下，老者身上的气息越发强烈起来，好似一座山岳强行压在方辰身上。只是气息碾压而已，即便城主府知道，看在朱家的面子上，也不会过于责怪他。老者对此很有把握，老狗，给你脸了。方辰眼中寒芒一闪，剑宫中的先天剑气就要催动，给这老者一点颜色瞧瞧。就在这时，一道平淡温和的声音传来：怎么？朱家这是不将我城主府放在眼里，敢在此动手？声音看似平和，实则蕴含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强势和霸道。而那老者好似泰山压顶一般，膝盖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只见一名长衫男子缓步而来，脸上带着云淡风轻之色，但老者见状却是面色狂变，眼底甚至闪过一抹恐惧之色。常先生，在下不敢。老者声音发颤，体若筛糠。常先生，此事是方辰挑衅在先，我们不过是自卫反击罢了。朱荣同样脸色微白，连忙开口解释：是吗？常在面无表情地说道：你们真当我眼瞎不成？朱荣刚要解释，却被老者轻轻拉了一下衣角，对他微微摇头：抱歉常先生，在下知错。朱荣恍然惊醒，连忙躬身致歉，随即又说道：不过常先生，今日城主府宴请宾客，来者皆身份非凡，他方辰不过是方家一弃子，何能可以踏入此地？怎么？朱大少是觉得我没资格参加城主府的晚宴？方辰看向朱荣，自始至终脸上都挂着淡淡的笑容。自然。朱荣挺直胸膛说道：今日城主府的晚宴，只有受到邀请之人才能参加。说着，朱荣拿出一张请柬，炫耀般的对着方辰晃了晃，说道：看到没？这是邀请函，你拿得出来吗你？哦，原来是这个啊。方辰从怀中缓缓掏出一张邀请函，说道：抱歉，好像让你失望了。你怎么可能收到城主府的邀请函？这不可能。朱荣尖声叫道：假的，你这邀请函是假的。放肆！常在冷喝一声。方辰的邀请函乃是城主亲笔书写，在下亲手送达的，你是在质疑在下，还是在质疑城主大人？话音一落，朱荣顿时吓得双腿发软，肥胖的身体直接跌坐在地。城主亲笔，常先生亲送，这怎么可能？方辰，他何能啊？常先生还请息怒，此事是我等有错，我在此替我家公子向方公子道歉。老者能屈能伸，连忙道歉。毕竟常在不可能会为了这种事情说谎。更让他震惊的是，方辰到底和城主有什么关系，竟然让城主亲笔给他写下请柬。即便是自己公子所收到的请柬，也是由常在代劳的。这种区别对待让老者心中也是充满了惶恐。方辰，你怎么说？常在看向方辰，将这件事交给他处理。既然只是一场误会，说清楚就好了。方辰淡淡一笑，说道：朱荣，你就跟我道个歉，保证不再找我麻烦就行。我向你道歉。朱荣下意识的就要反驳，但却看到常在有些冰冷的眼神，顿时打了个冷战。方辰他可以不放在眼中，但常在的身份他不得不掂量一下。对不起。朱荣不情不愿的跟方辰道歉。什么？方辰掏了掏耳朵，说道：看你长这么胖，应该不至于没力气吧？大声点，我没听见。朱荣的脸色顿时涨成猪肝色。方辰这话就是在赤果果的羞辱他。对不起。朱荣深吸一口气，大声道：以后如果我再找你麻烦，那就任你处置。滚吧。方辰挥挥手，对着朱荣没半点好脸色。朱荣双眼赤红，狠狠瞪了一眼方辰之后，这才带着老者离开。多谢常先生替我解围。等到朱荣离开后，方辰顿时向常在抱拳行礼。虽然他没有将朱荣这对主仆放在眼中，但要是此事闹大，无论是对城主府还是对方辰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我只是维护城主府的颜面罢了。常在无所谓的摆摆手，说道：不过方辰，你要记住，冤家宜解不宜结，
今日那朱家小子被你如此羞辱，他怕是会对你怀恨在心啊。对于朱荣的提醒，方辰微微一笑，辱人者，人恒辱之，人家都欺负到我头上来了，要是不进行反击，只会更加令人看不起。你这小子，常在摇摇头，说道：行了，快进去吧，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随即招来一名侍女，将方辰带进城主府中。看着方辰的背影，常在嘴角却是掀起一抹浅浅的弧度。这小子看似睚眦必报，实则爱憎分明，半点亏都吃不得。只是这样的性子，难免会遭到排挤啊。不过这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今日这场宴会本来就是城主为了检验青州城各家年轻一代的水准，无论用何种方法，只要能够脱颖而出，必然会受到城主的重视。至少目前为止，常在对方辰还是比较看好的。这小子看起来不显山不露水的，实则藏得深着呢。突然想到什么，常在神情顿时变得玩味起来。今夜倒是有场好戏看了。城主府宴客厅已经有不少人分别在两边落座，因为此地的主人还没到来，相熟的人自然坐在一起小声交谈着。毕竟这里是城主府，各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些。方辰在侍女的带领下来到一张位置坐下，面前是一张案几，上面摆放着各类水果点心，还有美酒清茶，可以任意挑选享用。方辰落座之后，也是毫不客气地抓起案几上的水果吃起来。别说这城主府的水果不仅美味多汁，竟然蕴含着淡淡的灵气，显然是精心培育的灵果，寻常时候可吃不到。方辰食欲大动，接连吃了几颗灵果。至于点心，口感甜腻，方辰反而不喜欢。倒是桌上的美酒清茶，如灵果一般，都蕴含着淡淡的灵气，让方辰大饱口福。不过片刻，案几上的灵果、灵酒、灵茶都全部落入了方辰腹中。他有些意犹未尽地看着陪侍在身后的侍女，小声道：请问这些东西还能给我再来一份吧？和两位女帝家进行修炼，方辰需要时刻保存体力才行。可以的，公子。少女俏脸微红，实在无法将清秀俊朗的方辰和大吃特吃的吃货联系起来。那麻烦姑娘再给我拿一份吧。方辰没有半点不好意思，既然是城主府设宴邀请，他吃点东西怎么了？还能把城主府吃穷了不成？很快，侍女又端来一份灵果灵酒，依次摆放在案几之上，躬声道：请公子慢用。方辰就当没听到侍女话语中的暗示，这可是灵果爱，吃一颗就能让他省去一天苦修，怎么可能慢用？得快用才行，多多益善。四周那些投来的鄙夷视线直接被方辰无视，一群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蠢货，白白浪费了这小机缘。嗝儿，在侍女先后送来3份灵果之后，方辰才心满意足地打了个饱嗝，将脚搭在案几上，用竹签剔着牙。柳真，这人谁啊？难道是饿死鬼投胎吗？终于有人忍不住开口，言语嘲讽，直指方辰。那是一名少女，年仅28，相貌平平，但一身珠光宝气，显然身份不俗。紧挨在少女身边的是柳家的柳真。闻言，他顿时笑道：沈姑娘有所不知，此人名叫方辰，乃是方家大少，不对，是方家弃少，他已经被方家逐出家族了。方辰，沈姓少女皱眉道：不是说方家大少丹田被毁，沦为废物，他怎么还会出现在这里？言语之中满是对方辰的厌恶和鄙夷。两人并未刻意压制声音，所以不少人都扭过头来看向方辰，眼中或多或少露出鄙夷或者厌恶之色。这我就不得而知了。柳真摇摇头说道：不过等方家人来了，沈姑娘可以问问。恰在此时，方圆大步走来，曾经被折断的手臂至今还未恢复，毕竟能让短肢重生的灵药世间罕有。他一眼就看到了鹤立鸡群的方辰，实在是方辰此时的样子太过碍眼，毫无半点世家公子的修养。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方圆眼中闪过一抹厉色，直接朝着方辰走去。众人见状，脸上顿时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关于方辰被逐出方家的事情，他们已经有所耳闻，而方圆的那条断臂就是方辰所为。这下确实有好戏看了。方辰，你怎么会在这里？方圆居高临下的看着方辰，眼中是藏不住的怨毒之色。关你屁事！方辰翻了个白眼，说道：有事说事，没事滚蛋，别在这里碍眼。你！方圆怒不可遏，厉声道：方辰，你如此粗鲁不堪，我方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方辰像是听到什么好笑的笑话，嗤笑一声，说道：脑子不好就去找郎中，别出来丢人现眼了，徒增笑柄。方辰，你什么意思啊？方圆双目好似喷火，恨不得将方辰大卸8块。字面意思，方辰淡淡的说道：首先，我早已和方家断绝关系，即便丢人也是丢我一人的脸，关你方家屁事。其次，你在我面前大呼小叫的是想讨根骨头吃，
可惜我这里只有吃剩的果核，你真想要就跪下求我，我还可以赏你一些，而不是在此狂吠。对这方圆，方辰半点好感都欠缺，当初没将对方弄死，已经算方辰仁慈了，还敢在自己面前狗叫，真当他方辰脾气好。方辰，你太放肆了！方辰的话顿时让方圆面色狰狞，恨不得扑上去将方辰生吞活剥。放肆！方辰一脸疑惑地说道：到底是在谁放肆？你又是代表谁和我说话？方家还是城主府？我……方圆顿时被呛得说不出话来，比口舌之力，10个他都不是方辰的对手，特别是周围那些幸灾乐祸的眼神，更是让方圆直接下不来台。两人的对话更是让不少人倒吸一口凉气。这方辰还真是半点面子都不给方圆啊！至此，他们也确认了方辰的确与方家断绝了关系。方兄息怒。这时，柳真走了过来，笑呵呵地说道：和这种人不必一般见识，沈小姐那边找你有事。沈小姐？那位沈小姐？方圆正在气头上，对待柳真的态度算不上多好。沈初白沈小姐。柳真不以为意，只是面带微笑，甚至还瞥了一眼方辰。沈初白小姐。方圆却是大惊，看向那名珠光宝气的少女，后者对他点头示意，露出一抹浅浅的笑容。而方圆则是双目一亮，急忙走了过去。抱歉沈小姐，刚才没认出您来，还请见谅。和对方辰的态度不同，方圆在沈初白面前可谓是姿态卑微。方辰嘴角一撇，舔狗。柳真看向方辰，笑道：方兄，听风楼一别，你还是风采依旧啊。倒是你柳真，还是一如既往的虚伪。方辰露齿一笑，言语堪称毫不客气。看来方兄对我成见颇深，看来咱们需要找个时间好好聊聊，化解一下误会。柳真面不改色，但眼中一闪而逝的怒意却是被方辰敏锐地捕捉到。行了，咱们之间好像也没什么好聊的。方辰不耐烦地摆摆手说道：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咱们是不是还有一笔账没算完？什么账？柳真脸上闪过一抹警惕，说道：我为何不曾记得？耍赖是吧？方辰嘴角一咧说道：没关系，我这人专治老赖。就在方辰打算和这柳真好好掰扯掰扯的时候，只见一袭纹衫的常在缓缓走来，在其身后还跟着2名年纪不大的少年少女。少年皮肤黝黑，双目却炯炯有神，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宛若山岳般雄浑。而那少女相貌清秀，眉目如画，嘴角总是挂着一抹调皮之色，一双黑溜溜的眼珠四处乱转。见过常先生。柳真无比鸡贼，连忙向常在问好，其余人也是感激起身，一并向常在行礼。诸位都免礼吧。常在呵呵笑道：你们都是我青州城的青年才俊，常某不过城主府一介管事，岂能当此重礼？常在连忙拱手还礼，态度谦虚，丝毫不像是城主府管事，反而像是一名书生。好了，大家都不必拘谨，快快请坐。常在笑道：城主大人还有些事务要处理，无法出席宴会，但也交代过常某要好好招待各位。柳真趁机坐回位置，小声和沈初白说着什么。那沈初白扭头看了一眼方辰，鼻息中发出一声冷哼，看向方辰的眼神越发厌恶与不满。常在作为城主府的管事，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言行举止，都让人挑不出毛病来。3言2语间就让整个宴会的气氛变得热烈起来。酒过3巡，菜过5味，常在放下酒杯，目光平视前方。众人预感到城主府设宴的目的即将揭晓，便也放下酒杯，纷纷看向常在。其实今夜邀请大家前来，除了彼此认识一下之外，自然还有一个目的。常在语气不急不缓，却又能让在场所有人都能听清。你等都是我青州城的青年才俊，武道大才，修为皆是不俗。停顿了一下，常在继续说道：而我东荒九州向来是以武为尊，不如我们今夜以武会友，切磋武学，传出去也算是一大佳话，大家觉得如何？以武会友，切磋武学，这才是城主府设宴的真正目的。众人目光闪烁，脸上没有丝毫意外之色，甚至有些人露出雀跃欲试，很是期待。什么城主大人要处理事务，不过是托辞罢了。说不定现在城主大人就在某处看着他们，如果他们今夜表现优异，展现出自身的天赋和实力，势必会受到城主大人的赏识。当然，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场这些人都是心高气傲之辈，若能在武道修为上压过其他人一头，传出去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只是谁都没有率先开口，赢了还好，要是输了那就丢人丢大了。见到没人开口，常在说道：当然，既然是以武会友，自然要有点彩头。只见常在随手取出一个匣子，放在面前的案几之上，说道：此匣中是我早年意外得到的一枚剑符，虽然品质不高，
但能够承受灵脉境强者的全力一击。常在微微一笑，说道：“今日谁若能连胜3场，此剑符就归其所有。”此话一出，全场皆惊。能够承受灵脉境强者全力一击的剑符，这可是好宝贝啊！若是能够得到，无异于多出了一个保命手段。一时间，不少人眼中皆是露出了火热之色，都想要得到那枚剑符。常在将手按在匣子上，微笑道：“不知哪2位少年英才，先行一试，连赢3场。”众人相互打量一眼，皆从彼此脸上看到一抹凝重之色。毕竟能够受邀来到此地的人，无疑不是青州城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即便算不上顶尖，但也相去不远。想要连赢3场，这难度不是一般的大。不过想想也是，能够抗住灵脉境强者全力一击的剑符，已经不是凡物。若是那么好拿到，也就算不得珍贵了。毕竟他们这些人谁身上没点好东西？怎么，没人敢上前一试吗？常在语气略有遗憾地说道：“看来常某这剑符将是送不出去了。敢问常先生？”这时突然有一人站起来说道：“是不是只要连赢3场，这剑符就归谁？”众人闻声看去，竟然是朱荣。不错，常在微微一笑说道：“剑符只有1枚，谁先连赢3场，剑符就归谁。可以任意挑选对手吗？”朱荣再问。当然可以。常在点头道：“但被选中的人不可以拒绝。”此话顿时让不少人眼睛一亮，纷纷在心中挑选对手。那好，朱荣咧嘴一笑说道：“那晚辈可以一试。”只见朱荣走到场中，目光环视一圈，凡是被他看到的人或紧张或期待。紧张的是因为这朱荣本身实力不俗，担心被他选中败在朱荣手中；期待的是自诩实力强于朱荣，希望第一场就将朱荣击败。众目睽睽之下，朱荣的视线先是在方辰身上停顿了一下，眼中的怨毒之色毫不掩饰。这死胖子还真会挑选对手。那方辰不过一个废物，第一个选他必胜无疑。然而朱荣的目光却是飞速移开，最终落在了方圆身上。我选方圆。正将所有心思全部扑在沈初白身上的方圆，突然察觉到无数目光聚集在自己身上，面色微变。他眼中闪过一抹恼怒之色。这死胖子明知自己只有一只手，实力大受影响，他偏偏选中自己，这不是欺负人吗？朱荣，我……方圆嘴唇嗫嚅，显得无比迟疑。怎么，方圆兄难道想怯战？朱荣笑道：“当然，如果你要认输，那也是可以的，就当我先赢一场。”听到这话，不少人都暗自懊恼。早知如此，他们就先出场了，最起码方圆算是在常人中最好击败的对手。方圆公子，你不会真要认输吧？沈初白目光灼灼地看着方圆，质疑之中却又带着一丝殷切。怎么会？方圆猛地起身说道：“我方家人从不会认输。”方圆公子威武。沈初白握紧拳头，脆声道：“方圆公子加油，初白很看好你。”说话的时候，沈初白脸上还恰到好处地露出一抹娇羞，看得方圆都快找不着北了。初白姑娘，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方圆深吸一口气，大步走向朱荣。朱兄，请赐教。方圆故作潇洒，一副镇定自若的模样。好。朱荣咧嘴一笑，突然脚掌一跺地面，瞬间出现在方圆面前，仅仅只是一掌就将方圆击飞了出去。谁都没有想到，如此肥胖的朱荣竟然会爆发出恐怖的速度。方圆更没有半点防备。哇！方圆重重落地，口中喷出鲜血，脸色煞白，一副无法置信的模样。看到他如此狼狈模样，不少人低低嗤笑一声，满脸鄙夷。而沈初白同样厌恶地将脑袋扭向一边，看都不看方圆一眼。这种无视让方圆直接尴尬的想要挖个地缝钻进去。白痴！方辰嗑着瓜子，面带微笑。一招击败方圆，朱荣周身灵力涌动，看向场中，准备挑选第2名对手。朱兄好手段，在下陪你玩玩如何？就在这时，一名少年起身，大步走向场中。竟然是柳真！柳兄，你……朱荣看向柳真，一时间有些犹豫。朱兄莫要误会，咱们也只是以武会友，至于什么剑符的，不重要。柳真一脸真挚笑容。虚伪！众人心中暗自鄙夷，这柳真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朱荣面庞抽搐，深深看了一眼柳真，以只有柳真能够听到的声音说道：“柳兄，无论你我谁胜，下一场都选方辰如何？”柳真飞速地瞥了一眼方辰，嘴角掀起一抹狰狞弧度。正有此意。好。朱荣摆开架势说道：“柳兄，出招吧。”话音落下，就见到朱荣身上浮现出一层土黄色的灵力，将自身笼罩。这层灵力护罩如同最坚硬的墙壁一般，刀枪不入。
而柳真则是微微一笑，体内灵力席卷，瞬间化作道道残影，围绕在朱荣周身，刚劲掌风不断拍在朱荣的护罩之上。砰砰砰，沉闷声不绝于耳，前后不过是10数息功夫，就见柳真轻喝一声，双掌如捣黄龙，狠狠拍出。咔嚓，只见朱荣周身护罩骤然炸开，强大的力量直接将朱荣震飞出去。朱兄，承让！柳真对着朱荣一抱拳，尽显潇洒气度。在下甘拜下风。朱荣捂着胸口起身，看着柳真，提醒他不要忘记两人的约定。柳真轻轻点头，表示明白。而见到朱荣落败，不少人都发出惊叹之声。这柳真的实力还真是恐怖。那朱荣可是淬体境4重的武者，竟然就被他轻松击败，还显得如此气定神闲，不愧是青州城有名的天才。而击败朱荣的柳真却是将视线投向方辰，说道：方辰，你之前不是说要与在下清算旧账吗？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个机会。正在嗑瓜子看戏的方辰闻言也是一脸愕然。你要挑战我？方辰像是在确认。怎么，你莫不是怕了？柳真微微一笑，说道：如果害怕丢人，可以认输。这是朱荣对方圆的话。被激将的方圆出手，就被朱荣一招击败。这种低劣的激将法对我没用。方辰缓缓摇头，语气缓慢地说道：不过刚才常先生也说了，被选中的人不能拒绝，我就勉为其难的教你如何做人吧。说罢，方辰将瓜子丢进盘中，拍了拍手，缓缓起身走向柳真。两人四目相对，皆有一丝寒意闪烁。方辰，上次没能与你交手，实乃遗憾。柳真默然道：今日我不会留手。彼此。方辰双手叉腰，一副吊儿郎当的表情，说道：上次让你逃过一劫，这次就一并清算吧。这才几天没见，你还真是越来越嚣张了啊。柳真嘴角抽搐。同为年轻一代中的天才，柳真自诩不弱于曾松等人，甚至比之还要强上不少。但在听风楼中，方辰展现出强大的悟性和实力，轻松击败曾松。后来更是听说曾松回去之后差点走火入魔，若非曾家老祖亲自出手，这才保住了其性命，但也因此修为停滞不前，还在闭关之中。今日城主府设宴，曾松甚至都没有受到邀请，没少被人取笑。他柳真同样如此，当初在听风楼中，因为曾松出手偷袭方辰，导致他没能亲自出手，最后悄然离场，但却被其他人认为是柳真怕了方辰，所以这才偷偷溜走。所以为了洗涮耻辱，这几天柳真刻苦修炼，实力更进一步，就是想要堂堂正正的将方辰击败。没想到机会这么快就来了。今日见到方辰出席宴会，柳真就打定主意，一定要将方辰击败，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柳真才是真正的天才，而方辰不过是一介废物。待会儿我会让你跪在地上向我求饶。眼中厉色一闪而逝，柳真身形一晃间就化作道道残影，朝着方辰袭去。这是柳真修炼的身法武学，名为疾风步伐，乃是黄阶上品武学，修炼到大成境界可追逐风云。之前朱荣就是被他以这门武学缠住，找到机会一举击败。现在对付方辰，柳真更是拿出了12分的本事，力求将方辰完美击败。但是柳真身法极快，当真是快若疾风，但方辰却是站在原地，在柳真每次要出手之时，都能轻松将他的攻击拦住，没让柳真占到半点便宜。哼，我看你能坚持多久。柳真神情阴沉，体内灵力源源不断运转，体表已经有气血显现，凝聚于双手之上。朱荣就是被这门撼山掌破开防御，彻底落败。撼山掌掌风刚猛，有撼动大山之威，方辰再强又能强到哪里去？方辰，结束了。柳真低喝一声，修为尽数绽放，双手之上的气血之力更是好似星光绽放，明亮刺眼。淬体境6重，柳真所展现出的修为让不少人暗自惊呼。这个修为在众人之中，即便不是顶尖，但也是中上层次。再加上其所施展的撼山掌，这一击之力绝对堪比淬体境7重境的武者，一掌之力可达7000斤巨力。而那方辰虽然没有展现出具体的修为，但他们猜测最多淬体境3重修为罢了。所以面对柳真这一击，方辰必然落败。砰！柳真目露寒芒，双手宛若狂风般轰了出去，拍向方辰胸口。而方辰却是在此刻迅速抬起手臂，一拳轰出。这一拳竟然带着一阵阴笑之声。不等众人反应过来，只听到一声凄厉的惨叫，就见到一道身影重重的倒飞出去。咚！身影狠狠砸在地上，那沉闷声响让众人心脏不由得一跳。是柳真。众人目光骤缩，因为他们看到柳真的一双手臂正扭曲成一个夸张的弧度。嘶！众人齐齐倒吸一口冷气，看向方辰的眼神
已经带着凝重，甚至是恐惧，一招就彻底击败了柳真。这等实力，当真恐怖？这怎么可能？朱荣面色阴沉如水，死死盯着方辰。柳真比自己还要高出一重境界，连他都不是柳真的对手，本以为也能彻底将方辰踩在脚下，谁知道柳真竟然败得如此干净利落。柳真这个废物，不会是故意放水的吧？朱荣脑海中不由得生出这个念头，而那沈初白则是捂住红唇，眼眸中满是震撼之色。随即他又笑盈盈地看着方辰，就像是看到了一件极为感兴趣的玩具。而场中最为震撼的莫过于方圆，他怎么都没想到，才短短10多天时间没见，方辰就变得如此强大。那柳真在青州城年轻一代中也算是富有威名，远比他方圆强大太多太多。谁曾想方辰竟然击败了柳真，这简直颠覆了方圆的认知。倒是首座上的常在看向方辰的眼神带着一丝隐晦的笑意，这小狐狸竟然隐藏得如此之深，别人看不出来，但他哪里看不到。在方辰对战柳真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动用半分灵力，只是纯粹的肉身力量。除了在最后一刻，方辰拳头之上有一抹微弱的银白光芒一闪而逝外，可以说方辰是用最为纯粹的力量将淬体境6重的柳真一举击败。啪啪啪，常在轻轻拍掌，开口道：“不错不错，方辰，你还真是给了大家一个惊喜啊！”侥幸罢了。方辰耸耸肩膀，说道：“或许柳公子是瞧不上我，所以故意让我的。”噗嗤，方辰这杀人诛心的话，直接将柳真刺激地喷出一口鲜血，当场昏迷了过去。常在微微招手，自有2名护卫将柳真带下去照顾。好了，现在还有哪一位天才上台挑战？常在看向众人，但是一开口就让全场气氛沉默了。若是之前他们还觉得方辰狂妄，但在见识到方辰一举将柳真击败后，心中已然将方辰当成了劲敌。在没有绝对的把握之前，他们是不会出手的。怎么？常在笑道：“都没人愿意出手吗？若是这样的话，这枚剑符可就归方辰所有了。”说话的同时，常在还用手掌轻轻抚摸面前的匣子。方辰撇撇嘴：“好你个常先生，激将法是吧？”当他看到常在似笑非笑的神情时，方辰顿时乐了。嗨嗨，方辰轻咳一声说道：“刚才常先生可是说了，必须要连赢3场才能得到这枚剑符，现在给我，就怕有人不服啊。”只见方辰目光环视一圈，语气漠然地说道：“而且按照规定，胜者可以选择对手挑战，不准拒绝。那么我想，我是有资格挑选对手的吧？”不错，常在点头道：“那你想挑选谁？”只见方辰随手指指，说道：“你，还有你们几个一起上吧。”足足5人，凡是被方辰挑中的人，面色都不由得一变，特别是沈初白，更是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说道：“你要挑战本小姐？少废话！”方辰一脸不耐烦的神情：“赶紧上来，我赶时间。”方辰，你别太过分了。这时方圆又跳了出来，指着方辰训斥道：“你不知道初白小姐是女孩子吗？你还有没有点绅士风度了？你个死舔狗，给我闭嘴！”方辰一脸不屑地说道：“就你这样的垃圾，连做我对手的资格都没有，还敢唧唧歪歪的！”你……方圆差点被气得吐血。至于方辰，却是一脸不以为然的模样。管你男的女的，在他方辰面前用些上不得台面的小手段，就别怪他辣手摧花了。咋地？常先生的话不管用了？见到沈初白并不动身，方辰说道：“刚才常先生可是说了，只要今天赴宴之人都可以任意挑选，谁也不能拒绝。你就这么看不起常先生？常在这个老狐狸还想给小爷挖坑，自己也得挖回去。至于沈初白这个绿茶，刚才对自己就是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真当他方辰脾气好呢？”你……沈初白鼻子都气歪了，指着方辰训斥道：“方辰，你以为你是谁啊？还敢挑战本小姐？你配吗？方辰，你确实有些过分了。有少年不忿开口，想要替沈初白出头，是被方辰选中的对手之一。你少给我唧唧歪歪的！”方辰直接嗤笑一声：“你也给我上来挨打！好你个方辰！”那人怒然起身，面色阴沉道：“我陈然倒是要看看你方辰有什么底气，敢让你如此狂妄。不错，如此嚣张的家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又有人起身说道：“初白小姐，你不必亲自动手，我会将这小子狠狠踩在脚下，给你出气。”接着又有2人起身，都是被方辰挑中的对手，实力都不在朱荣之下。谢谢大家了。沈初白红着双眼，抽泣着说道：“不过大家也别冲动，毕竟我觉得方辰也不是故意的。初白小姐，你不必为这家伙解释，你就是太善良了，
所以有些卑鄙无耻的家伙就想要欺负你。陈然扭着手腕说道：放心，这口气我陈然帮你出了。那大家下手轻些，别伤了和气。沈初白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反而让几人看向方辰的眼神越发嫉恨。初白小姐，那方辰就是个垃圾。方圆凑到沈初白身边，小声说道：他如此当众羞辱你，被打死都是活该。滚！沈初白看都没看方圆一眼，更是毫不掩饰脸上的厌恶之色。方圆，方辰，我承认你的确有几分本事。陈然四人将方辰围在中间，面无表情地说道：但你千不该万不该同时挑战我们几人，其余3人也就罢了，都是和朱荣差不多的实力，反而是陈然，他的修为可是在柳真之上，乃是名副其实的天才。有些人自认为有点本事，就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不将其他人放在眼里。一名少年嗤笑一声，面露阴狠，妄想踩着他人上位的人，最后都只会沦为笑柄。能够击败柳真，确实有些手段。第3人冷笑道：但想要同时击败我们4人，除非你方辰是灵海劲武者，还差不多。诸位，别和这种家伙废话，浪费口舌。最后一人森然笑道：一起上，让他知道狂妄是要付出代价的。说罢，此人顿时运转灵力，朝着方辰冲了出去。其余2人互望一眼，也纷纷出手。反而是陈然并未立刻出手，只是站在一旁观战。在他看来，方辰面对3名实力不俗的对手，能够坚持一招就不错了，他没必要出手。那3人真要是不敌，陈然再出手也不迟，反而能起到一战定乾坤的效果，彻底打响天才之名，名利双收。3名对手同时出手，分别从3个方向冲向方辰，施展各自最为擅长的武学，灵力爆发间直接将方辰锁定。啪啪啪，眼看3人的攻击就要落在身上，方辰眼中金芒绽放，双膝微沉，体内气血如江河奔流，骤然爆发。吼吼吼！只见方辰一拳轰出，3头血色狂狮在身后浮现，同时朝着3人扑了过去。狂狮携带着霸道暴虐的气息，如猛兽下山，锋利的爪子直接撕碎3人攻击，庞大的身躯撞在3人身上。噗嗤，3人惨叫一声，身形顿时如断线风筝飞了出去，鲜血在空中挥洒。这一幕直接震惊的众人话都说不出来。连陈然都被镇住了，他面色凝重地看着方辰，心中竟然生出一抹强烈的危机感。能够一招击败3人，连他陈然都做不到，而方辰却显得无比轻松，一副没有用尽全力的模样。方辰，我的确小瞧你了。陈然深吸口气说道，但是你终究不是。装你大爷呢！哪知陈然的话还没说完，就见到一道身影出现在自己面前，一巴掌狠狠拍了下来。陈然下意识地抬手阻挡，但只觉得一股恐怖的力量将他手臂拍开，随即重重抽在他的脸上。啪！清脆的巴掌声响起，只见陈然的身影像是风车在空中旋转几圈，最后重重砸在一张案几之上。咔嚓，案几粉碎，陈然哇的一声口吐鲜血，看向方辰的眼神满是惊骇，甚至是畏惧。方辰那一巴掌直接打碎了他的骄傲。整个宴会厅此时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看向方辰的眼神好似见到鬼一般。这个白衣少年狂妄却强大，强势又狠辣，出手毫不留情。因为陈然4人正是之前小声议论方辰并出言讥讽的人，谁知道竟然被方辰记在心上，并直接出手教训。好个睚眦必报的性子，天才！就这，连败4人，方辰拍了拍手，面露不屑。然而这一次不再有人敢小觑方辰，觉得他狂妄。即便他们再天才，也不敢如方辰这般同时挑战4人还能轻松击败，甚至到现在方辰都没有认真的出手过。无论是柳真还是陈然4人，方辰都只用了一招，所以他到底有多强？特别是沈初白早已面色煞白，看向方辰的眼神充满了畏惧和惊恐。他真的怕方辰对他出手，但方辰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径直走到常在面前，嬉皮笑脸的说道：常先生，你也真是的，想要送我东西直说就是，还非要找几个废物陪着演戏，累不累啊？一句话差点让在场众人破防，这混小子真是狂到没边了。常在更是嘴角抽搐，没好气的说道：你小子别得了便宜还卖乖，这混小子也太小心眼了吧，竟然这么记仇。晚辈也只是实话实说罢了。方辰嘿嘿一笑说道：常先生，这件服可以给我了吧？给你。常在没好气的将匣子丢给方辰，突然有些后悔，早知道就不该故意刺激这小子的。很明显，方辰从一开始就看出了自己的目的，但方辰却是将计就计，反而将柳真陈然之流狠狠教训了一顿，
成为这场宴会上风头最盛的一位。多谢常先生。方辰接住匣子，对常在说道：常先生，要是没事的话，小子就先告辞了。反正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也是时候离开了。去吧去吧，看到你这小子就心烦。常在摆摆手，好似送瘟神般的将方辰打发走。整个过程没人敢阻拦方辰。方辰刚才已经用绝对的实力告诉所有人，他方辰不是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有实力有手段，睚眦必报，杀伐果断，做事毫不拖泥带水。这样的人即便不能做朋友，也千万不要去招惹。当然这只是部分人的心声，对于柳真、陈然等人那就未必了。他们本以为能够在今夜一鸣惊人，从此进入城主大人的法眼，却偏偏出了个方辰，将所有的光芒全部盖住，甚至将他们踩在了脚下。都是心高气傲的少年天才，他们岂能甘心？好了诸位，今日宴会就到此结束吧。常在目光扫视众人，开口道：希望大家回去后潜心修炼，争取再接再厉。众人面露羞愧，也没好意思多待，各自散场离去。离开宴会厅后，方辰慢悠悠地朝着大门外走去，并不显得着急。而在穿过一座花园的时候，方辰就见到花园亭子中正有一人独坐饮茶。即便看不清模样，但从那人的举止来看，想必就是那位城主大人了。眸光微转，方辰便改变了方向，朝着对方走去。晚辈方辰见过城主大人。在亭子外站定，方辰对着亭子中那人抱拳一拜，目光微垂，却用余光打量着对方。身材修长挺拔，看不出具体年龄，但绝对不会超过40，面白无须，相貌堂堂，乃是极为少见的美男子青州城城主许巍然，也是青州城第一强者，其修为深不可测。面对这样一位至强者，方辰却没有半点紧张，好歹也是和2位女帝修炼过的人，还不至于被一位洞天境强者吓得语无伦次。过来坐吧。许巍然看向方辰，目光平和，毫无半点城主的架子，只是邀请方辰落座。方辰犹豫了一下，便径直走进亭子，大方地在许巍然面前坐了下来。许巍然点点头，亲自给方辰倒了杯茶，说道：尝尝，这可是许某人亲自炒制的茶叶。谢过城主大人。方辰致谢一声，抓起茶杯一饮而尽。好茶。茶汤入口即化，那浓郁的灵气顿时让方辰眼睛一亮，将茶杯递给许巍然。城主大人，不介意再赏晚辈一杯吧？呵呵，你这小子确实有趣。许巍然摇头失笑，说道：自己倒吧，真要喜欢，一会儿带点回去喝，对你体内灵力有着不错的淬炼效果。这怎么好意思啊？方辰脸部红心不跳地说道：那就多谢城主大人厚爱了，在我面前就收起你这些小把戏吧。许巍然说道：知道我为何在此等你吗？言语看似平静，但却让正在倒茶自饮的方辰瞬间停下了动作。他知道许巍然这是要开始兴师问罪了。轻轻吸了口气，方辰站起身来，对着许巍然抱拳一拜：城主大人，之前确实是晚辈有错在先，还请城主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晚辈莽撞之举。无论是不是被冤枉的，但方辰确确实实在许巍然大婚之日突然出现在婚房之中。即便这件事知道的人并不多，但换做任何一个男人都接受不了吧。哦，这么爽快就承认了，不解释解释。许巍然看向方辰，嘴角带着一抹浅浅的弧度，实则暗藏杀机。一股凛然之气自方辰脚板心直贯天灵穴，纯阳圣体和纯阳剑体正要自动运转，却被方辰死死压制。因为许巍然真要杀他的话，不必如此大费周章，只需要心念一动，就能将方辰像蚂蚁一般碾死在地上。想通此节，方辰直言不讳地说道：城主大人明察秋毫，深明大义，晚辈解释太多又有什么用呢？呵呵，你倒是滑头。许巍然淡然一笑，说道：不过你也不必给我戴高帽，虽然你一个废物确实无法潜入我城主府，但你如今的修为又该如何解释呢？这一次方辰真切感受到一股强大凛然的气息将他镇压，这股气息远比沈百万带给方辰的感觉更加强烈。但是和萧玉鸾和南宫卓一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方辰站姿没有丝毫变化，甚至还挺了挺背脊，朗声道：正是因为那件事后，晚辈被关押在地牢中，意外得到一些机缘，侥幸恢复了丹田。关于他丹田重塑一事，方辰早就知道，肯定会有人怀疑，但天机塔和2位女帝的存在是方辰最大的秘密，特别是他的2大体质同样不能暴露，否则的话，单以方辰的纯阳圣体，要是被一些有心人知晓，绝对会被抓去当作炉鼎。什么样的机缘？可以说说吗？许巍然眼中有金光闪烁，端起茶杯饮了一口。恕晚辈不能告知。方辰语气肃然地说道：不过晚辈可以说的一点是，我确实在地牢中
得到一门剑诀。方辰有些遗憾地说道：“可惜这72剑诀只有前9式剑招，而且晚辈也不是剑修，所以直到现在还没参悟透彻。”方辰刚一说完，他看到许巍然握着茶杯的手臂微微一晃，果然是72剑诀。许巍然突然轻叹一声，看向方辰，说道：“你小子还真是因祸得福，竟然得到了这门剑诀，虽然只有前9式，但已经足以让不少人羡慕了。”方辰心中一动，城主大人，难道这门剑诀来历非凡？关于这门剑诀，你有机会可以问问常在，他最清楚。许巍然转移话题说道：“现在来说说你的事情吧。”我的事情。方辰神情一苦说道：“那个城主大人，那件事晚辈真的是被冤枉的。我说的不是这个。”许巍然说道：“我说的是你与思雨那丫头结为道侣一事。”方辰心中一动，许巍然堂堂一城之主，竟然会关心这种事。方辰试探性的说道：“难道城主大人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你胡说八道什么呢？”许巍然没好气的说道：“你们在不在一起和我没有关系，但因为思雨那丫头身份敏感，你与她结成道侣会惹来很多麻烦，而且是很大的麻烦。”大麻烦？方辰微微皱眉说道：“城主大人说的是阴阳宗，你也不算太笨。”许巍然点头道：“若是正常情况，无论思雨选择谁，其实阴阳宗都不至于过多干涉，但思雨那丫头的天赋很强，拜入阴阳宗后势必会受到极大的重视和悉心培养。随着思雨的修为越强，你们之间的差距就越大，势必会引起某些人的不满，而那些人可不是你和柳真之流的小打小闹，一个不好，那就是数不尽的麻烦。”许巍然看着方辰说道：“你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方辰岂能不明白？如林思雨这样的天之娇女，即便在这小小青州城中，追求者也是数之不尽，更别说那天才聚集的阴阳宗了。无论是相貌还是天赋，林思雨都极为出类拔萃，绝对能够在阴阳宗占据一席之地。而这样一来，林思雨与方辰之间的关系就无法隐瞒，更何况从一开始，林思雨就告诉过方辰，这是他们之间的一场交易。林思雨需要方辰这个工具人，让他减少这方面的麻烦，所以很多仇恨就会被转移到方辰身上来。柳真等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城主大人的意思，晚辈自然明白。方辰笑道：“但思雨已经与我结成道侣，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轻易放弃。虽然对那个女人没有什么感情，但既然答应了对方，方辰也该说到做到。倒是有些担当，也算是思雨那丫头没看错人。”许巍然语气淡淡的说道：“不过你要执意如此，以后的处境会越来越难。毕竟就连这小小的青州城，你就有无数的情敌。”不知为何，方辰竟然从许巍然脸上看到一丝幸灾乐祸。方辰无奈一笑：“晚辈虽然不喜欢惹事，但也不怕事。只要是光明正大来争来抢，我方辰都接了。这不是自大。以方辰现在的实力，同境之中还真的没怕过谁。有志气是好事，但也莫要过于小觑天下人。”许巍然提醒道：“或许这青州城算不了什么，但阴阳宗可是传承1000年之久的大宗，超然世外，底蕴深厚，门下高手如云，天才弟子更是层出不穷。以思雨那丫头的魅力，必然不会缺少追求者。城主大人说的在理，不过这些事情离我太远，晚辈不想也懒得去考虑。”方辰说道：“不过还是那句话，只要是公平竞争，我就不带怕的。反正你心里有数就好。”许巍然点点头，突然说道：“你真确定和方家决裂了？就不怕你爷爷难做？等爷爷回来，我自会向他解释。”方辰不愿意多提这件事，起身道：“今日多谢城主大人提醒，时间也不早了，晚辈该告辞了。”“去吧。”许巍然说道：“以后要是有解决不了的麻烦，可以来城主府寻我。”“多谢许叔叔。”方辰再次抱拳一拜，脸上的笑意都真诚了几分。许巍然乃是一城之主，动天境的强者，这样的大腿能抱自然要抱上。你这小子倒是会顺着杆子往上爬。许巍然哑然失笑说道：“不过以我和你父母的关系，你称我一声叔叔也不过分。那侄儿就先告辞了，改日再登门拜访，看望许叔。”方辰脸不红心不跳，大大方方地离开城主府。直到方辰离开，许巍然这才轻轻挥手，只见一道身影蓦地出现在亭子外，单膝跪在地上：“从今日开始，你就跟着方辰。”许巍然的语气漠然，不带丝毫情感：“记住，无论发生何事，都不得出手，也不要让他发现。”“是。”此人答应一声，身形竟然如同影子般融入了地下，诡异的消失不见。今日许巍然的态度有些奇怪。走出城主府，方辰的眼中闪过一丝疑惑。按道理，以许巍然的身份和地位，应该不至于这么主动提及他和林思雨的事情。
特别是从一开始许巍然露出的杀意，到最后的善意，这转变过于突然。许巍然真的是只是为了试探自己，还是说许巍然其实就是单纯的看在父母的面子上？方辰总觉得事情应该没那么简单，许巍然目的不纯。不过许巍然的话却是提醒了方辰，以后行事一定要更加小心才是。今日柳真等人吃了那么大的亏，短时间内应该能消停了吧？这样想着，方辰便马不停蹄地往家赶。出来这么久，那一头应该担心坏了。方辰住的地方并不是什么繁华路段，甚至有些偏僻，特别是一到夜里，路上更是看不到什么行人，只有常年蜷缩在巷子中的流浪汉乞丐发出梦一声和打鼾声。当方辰走到离家还有2条巷子的时候，他脚步却不由得放慢了速度。半轮弯月悬挂苍穹，撒下清冷的光辉，地面上好似铺上一层浅浅的银纱，反而将某些阴暗地方衬托得更加深邃黑暗。当脚掌和地面接触的瞬间，方辰突然侧身，一掌朝着黑暗的巷子中拍去。噗嗤，凛冽的掌风骤然爆发，将一名蓬头垢面的流浪汉胸口拍烂。你！这流浪汉难以置信地看着方辰，眼中生机逐渐熄灭，身体摔在地上。将这流浪汉击杀，方辰并未过多犹豫，身形好似残影般的瞬间消失原地。极影步法是方辰3年前进入祖地之中得到的一门身法武学，玄阶下品，修炼到至高境界，可以做到无声无息的瞬移到10米开外。就在方辰刚消失在原地的时候，2道劲风呼啸而至，深深地插在方辰原先站立之处。那竟然是2根钢铁剑矢，入地3分，剑羽还疯狂地颤动着，显然速度和力量都不弱，是奔着直取方辰性命来的。溜的倒是挺快。巷子中一道身影缓缓走出，赫然是一名乞丐打扮的人。他面戴恶鬼面具，手中的握着一把劲弩，周身散发出阴森嗜杀的气息。谁说我要跑了？就在这时，一道戏谑声蓦地在此人身后响起。什么？此人大惊之色，身形灵活至极的扭转，同时手中的劲弩对着身后黑暗射出2道箭矢。哼！冷哼声响起，随即一根箭矢以比来时更快数倍的速度，直接击中此人的肩膀，将其死死钉在了城墙之上。此人痛呼不已，疯狂挣扎。方辰从巷子中缓缓走出，面无表情走向那名乞丐。然而就在距离这名乞丐还有3步之遥的时候，只见旁边的墙壁上竟然弹射出一条影子，寒光闪闪的匕首宛如一条毒蛇般狠狠刺向方辰咽喉。事发突然，杀机迸射，对方出手快若闪电，加上时机更是恰到好处，寻常武者根本反应不过来。但方辰眼中寒芒闪烁，手臂好似穿花蝴蝶般一点而出。72剑诀。噗嗤，指尖上有凌厉剑芒绽放，以比匕首刺来更快的速度，瞬间戳穿对方的眉心。对方愕然地看着方辰，随即身体顿时绵软软地瘫倒在地，抽搐几下，瞬间气绝身亡。这时方辰才发现，这名杀手个头不高，像是个7、8岁大小的孩子，但却顶着一张中年男人的脸，赫然是个侏儒。解决了这名侏儒杀手，方辰这才看向被钉在墙上那位乞丐。说说吧，谁派你们来的？方辰神色平静，但冰冷淡漠的语气却是让乞丐浑身颤抖了一下。你是怎么识破我们身份的？乞丐被死死钉在墙上，根本无法挣脱开，只能一双宛若毒蛇般的眼睛死死盯着方辰。是我在问你的话。方辰距离对方3步之遥站定，语气平静地说道。方圆、曾松还是柳真，你过来我就告诉你。乞丐脸色扭曲，好似在承受着某种痛苦。好啊。方辰微微一笑，缓步朝对方走去。然而就在方辰正要靠近对方的时候，这名乞丐眼中寒芒闪烁，张口吐出一枚毒针，朝着方辰面门刺去。事发突然，但方辰却好似早有准备般的提前移动身形，避开这枚毒针的同时，直接一拳将其左臂给扯断。手臂被生生撕扯下来，钻心的剧痛让这名乞丐杀手疼得脸色扭曲，发出凄厉的惨叫。方辰缓缓从断臂手掌中取出第2枚毒针，在乞丐杀手惊骇欲绝的神情中，直接刺在其胸口处。和我玩这种低劣的手段？方辰搅动着毒针，冷声道：知不知道这些小把戏都是我玩剩下的？毒针之上的剧毒不断侵入杀手体内，让其脸色变得铁青，身体也逐渐的僵硬下来。但是方辰却没有立刻杀了对方，反而是输入一些灵力，稳住对方的生机。只是这番举动却让乞丐杀手生不如死，看向方辰的眼神充满了浓郁的恐惧之色。这还是个少年吗？怎么手段如此狠辣，简直比他们还要残忍。不说是吧？眼见对方不开口，方辰不以为意地说道：没关系，只要知道
你们是七星海棠的人就行。听到七星海棠这4个字，乞丐杀手瞳孔蓦地一缩，难以置信地看着方辰。很意外我会知道你们的身份。方辰淡淡一笑，真不知道你们这些废物是怎么想的，总喜欢在身上留下这么明显的特征，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是吗？当然，识破这几人杀手的身份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对方的伪装实在太粗浅了。哪有流浪汉和乞丐，不仅身上一点异味都没有，还气血雄浑，呼吸有力，还在自己回家的必经之路上，这不是有鬼是什么？说着，方辰一把撕碎对方的衣衫，露出其胸口处的一朵海棠花，正是闻名整个东荒九州、令人闻风丧胆的杀手组织七星海棠的独特标志。你！乞丐杀手面露惊恐绝望，但随着胸口处的毒针用力刺进心脏，这名杀手的气息也逐渐虚弱，直到消失。方辰握住胸口处的天机塔，心念一动，光芒绽放，将3具杀手的尸体笼罩，瞬间就将其炼化成纯粹的精血，被天机塔所吸收。不错不错。见到现场没有留下半点痕迹，方辰满意的点点头。虽说3颗精血珠子被天机塔所吸收，没有分给自己，但天机塔越强，自己貌似也能得到不少的好处，这笔买卖还是很划算的。不过能够同时请动3名2星杀手，这背后之人还真是下了血本啊。7星海棠的2星杀手对应的是淬体劲武者，费用不菲，而悬赏之人明显是没想给自己活路，所以一口气就找了3名杀手，这必然是付出了大价钱的。细数方辰的仇人中最有可能的就是方家、曾家和柳家，当然也不排除是其他人想要浑水摸鱼。这件事不急，慢慢调查就是。至于去找7星海棠质问，以方辰现在的实力，无疑是自寻死路。7星海棠作为东荒九州最大的杀手组织，门下强者如云，银牌金牌杀手更是不计其数。听说在每个地方7星海棠都有一个分部，由1名银牌杀手坐镇，实力极为恐怖。而且这个组织向来最重信誉，从不透露雇主的信息，想要调查难如登天。当然对方此次刺杀计划失败，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必定还会继续出手。那么方辰只需要耐心等待就是了。一味的等待也不是个办法，毕竟7星海棠的杀手刺杀手段向来层出不穷，防不胜防，还是得找个机会一劳永逸。方辰眼中寒光闪烁，杀意迸射，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自己在明，对方在暗，这件事还是要趁早解决才行。左右看了一眼，没再发现异常，方辰这才慢悠悠地回到小院。少爷，您回来了。刚踏进小院，青衣就睡眼朦胧地迎了上来，显然是等了一夜。你这丫头，都说了不用等我。方辰无奈道。行了，快去睡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哦。青衣应了一声，打着哈欠回到自己的屋子。方辰回到房间，盘坐在床上，看着脖子上的天机塔，吸收了3滴精血珠子，天机塔并没有丝毫变化，死气沉沉的，就像是个普通的吊坠。方辰也清楚，这天机塔在方家祖地中吞噬了太多的英灵后，寻常精血对他作用不大，连淬体劲武者的精血都没效果，难道得灵脉劲才行？方辰被自己这个念头吓了一跳。灵脉劲武者已经逐渐打通体内经脉，无论是修为还是战力，都超出淬体劲太多，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不过以我现在的修为，全力爆发之下，即便杀不了灵脉劲武者，想要全身而退，应该不难吧？带着这个念头，方辰缓缓从储物戒中取出一个黑色匣子。方辰将匣子打开，只见一枚巴掌大小的剑符静静躺在其中，平平无奇的模样，看不出半点厉害的样子。这就是能抗住灵脉劲强者全力一击的宝贝吗？方辰淡然一笑，那我倒是要好好看看。说罢，方辰将剑符取出，体内注入一丝灵力。嗡！霎时间，剑符光芒绽放，直接化作一柄巴掌大小的袖珍小剑，围绕着方辰快速飞舞起来。咦？见到在空中飞舞的袖珍小剑，方辰脸上顿时露出一抹惊讶之色。他没想到这枚剑符的等级竟然会如此之高，还真是个意外之喜。剑符的炼制方法向来是剑修的不传之秘，自从剑修传承断绝之后，更是无人能够炼制剑符。但世间总有一些剑符流传下来，被后人所得。比如常在就说过，这枚剑符就是他意外所得，却在一场宴会上将其拿出来当作彩头，还真是大手笔。不过这枚剑符现在是自己的了。摊开手掌，朝着旋转飞舞的剑符轻轻一抓，但这枚剑符却灵活地避开方辰的抓取，倒是有些意思。方辰淡然一笑，看来想要发挥出这枚剑符的威力，还得先将其炼化才行。或许这才是剑修的特殊之处吧。方辰心念一动，胸口内的剑弓微微一动，先天剑气顿时朝着手掌上覆盖而去。见状，
方辰却飞速探手一抓。这一次，方辰的速度更快，也更准。那枚剑符也不出意外的被方辰抓在手中，却在用力的颤抖着，试图挣脱方辰的掌控。但方辰却是淡然一笑，剑弓中的先天剑气顿时涌入剑符之中。随着先天剑气的涌入，剑符上的璀璨剑气也在此时尽数收敛，竟然开始平和温顺，静静躺在方辰手中。一眼望去，这只是枚剑形符箓，但只要一注入灵力，就能抗下灵脉境强者的一击。若是注入先天剑气，必然可以轻松击杀一名灵脉境武者。方辰对此有足够的信心。他现在若是孕育出本命飞剑，跃进逆法远超自己境界的武者，也不是什么难事。这剑符就像是一次性的本命飞剑，可以让方辰发挥出远超自身修为的恐怖力量。就在方辰正要将剑符装回匣子的时候，没想到这枚剑符却嗖的一下直接钻进了方辰的剑弓之中。方辰有些愕然，神识探入剑弓，方辰顿时发现那枚剑符竟然悬浮在养剑池上空，疯狂地吸收着鸿蒙剑气，而随着鸿蒙剑气的吸入，这枚平平无奇的剑符竟然释放出一股令人心悸的力量。这剑符竟然在进化！方辰大吃一惊。符箓共分9品，这枚剑符最多也不过是2品高等罢了，然而现在竟然在朝着3品等级进化。嗡！就在方辰震惊之时，只见剑符之上骤然爆发出一股璀璨剑气，充斥整个剑弓之中，甚至连方辰的神识都差点被这股森然剑气直接斩碎。直到剑气散去，重归平静的剑符正悬浮在养剑池上空，缓缓温养着。真的进化到3品了，即便以方辰的心性，也不由得有些激动。2品剑符可以让他力抗灵脉境强者的全力一击，3品剑符岂不是可以让方辰无惧任何灵脉境强者？不错不错，还真是意外之喜啊！方辰心中欣喜，任由剑符自行温养，神识退出了剑弓。这枚3品剑符可谓是我目前最大的杀手锏。方辰沉吟道。不过即便有此底牌，还是不够保险，必须要尽快将本命飞剑的孕育出来。本命飞剑的孕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很多时候都需要一定的巧合和运气才行。但先天剑气的浓郁和剑弓的强弱，却能够提升孕育本命飞剑的概率。以方辰的纯阳剑体、鸿蒙先天剑气，还有圣品剑弓，想要孕育出本命飞剑的概率很大。闭上双眸，方辰开始运转先天养剑术，继续壮大自身先天剑气。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方辰要么待在房间中修炼，要么继续磨练几门武学。武道好似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即便方辰已经将这些武学修炼到完美境界，但每一次修炼都能让方辰对这些武学的领悟更进一步。包括青衣也在方辰的指点下，将72剑诀和灵犀一指修炼到登堂入室的境界。只可惜不动金身不适合女子修炼，否则方辰都想要将这门功法传给青衣。这门功法极为强大，修炼到极致，能够刀枪不入，水火不侵。而且不动金身这门功法唯一的弊端也被阴阳造化经所遮掩，每次激发功法浑身透着一层荧光，在外人眼中没人能将这门功法和金山寺的镇寺功法联系起来。吃，小院之中2道身影不时交错而过，剑气不时闪烁，看似凌厉无匹，实则没有半点杀伤力，明显只是正常切磋。叮！当剑尖点在青衣手中剑身之上时，陡然爆发的力量直接将青衣震退出几步。丫头，你输了。方辰剑指青衣，脸上带着淡淡笑意。少爷简直太厉害了，奴婢自愧不如。虽然输了，但青衣却一脸骄傲之色，就像是自己取胜一般。你啊，少拍本少爷马屁。方辰说道。这段时间虽说你提升极快，但跟鸡略显虚浮，所以还需要继续打磨，将道基夯实才行。少爷，奴婢明白了。青衣乖巧点头，取来毛巾给方辰擦汗洗手。少爷，您快休息一下，我去给您做饭。方辰摇头道。算了，咱们今天出去吃吧。这大半个月一直在修炼，方辰自己还好，但青衣这丫头早就感到无比枯燥了，今天就当带她去散散心。真的吗，少爷？青衣眼眸一亮，雀跃道。那奴婢去换衣服，马上就好。当看到青衣又是一身青衣的时候，方辰也是有些无奈。这丫头好似独爱青色啊。走吧，少爷。青衣就像是出笼的百灵鸟，跟在方辰身边叽叽喳喳的，无比的快乐。方辰也是嘴角带笑，眼中满是柔和之色，特别是配上他那修长挺拔的身姿和剑眉星目的俊朗面庞，让方辰有种贵公子般的独特气质。小丫头看着自己少爷，美眸亮晶晶。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说的不就是自家少爷吗？两人来到一家酒楼，正要跨步进去的时候，一道身影突然匆匆而来，撞在青衣身上。若非方辰眼疾手快，一把扶住青衣，
势必会被撞倒。但小丫头也被这一撞，发出痛呼声，显然被撞得不轻。没等方辰开口，对方却反咬一口：“小贱人，你瞎啊，走路不长眼。”“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青衣被吓得俏脸煞白，连忙向对方道歉：“对不起就算了。”对面的少女珠光宝气，模样普通，正一脸厌恶地看着青衣，指头甚至都快戳到青衣脸上了。“你知道本小姐这身多贵吗？把你卖了都赔不起。”少女指着地上，一副趾高气扬的语气说道：“现在跪下，给本小姐磕头认错。”“小贱人，给你脸了是不是？叫你给我跪下！”见到青衣没有动弹，少女更为愤怒，扬手一巴掌抽向青衣。啪！没等少女的手落在青衣脸上，其手腕就被一只修长手掌抓住，冰冷的声音如死神低语般传进少女耳中：“你敢动她一下试试？”少女下意识尖叫一声：“你敢阻止本小姐？找死！”说着就要将手抽回去，方辰顺势松开手腕，对方一个踉跄，向后退了几步，差点跌倒在地上。“你敢打我！”沈初白怒不可遏，猛然仰头，却突然看到一张阴沉至极的俊秀面庞，正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你，怎么是你？”沈初白认出了方辰，原本愤怒的脸上顿时闪过一抹慌乱之色。虽然已经过了将近大半个月，但在程竹府晚宴之上，沈初白可是亲眼见到方辰连续战胜了柳真、陈然等人的。当时对方甚至连自己也一起挑战，只是被陈然等人挡下，本以为两人之间不再会有交集，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哼，方辰，就算你再厉害又怎么样？”沈初白指着方辰冷声道：“这小贱人是你的丫鬟，她刚才撞到了本小姐，马上给我道歉，否则本小姐和你们没完。”“少爷，我没有。”青衣双眼微红，委屈地看着方辰：“丫头不怕，这不是你的错。”温柔地拍了拍青衣的小手，示意她没事，然后方辰转身一巴掌直接抽在了沈初白的脸上。“我看瞎了眼的是你！”这一巴掌方辰用力极大，直接将沈初白抽倒在地上。“啊，方辰，你这个小畜生竟然敢打本小姐！”半晌，沈初白才反应过来，尖叫一声，指着方辰怒骂道：“你知不知道本小姐是什么人？我告诉你，你今天打了我，我一定要你付出代价，是吗？”方辰居高临下地看着沈初白，语气淡漠：“我倒是要看看你如何让我付出代价。”“你……”看到方辰那冰冷无情的眼神，沈初白莫名想起程竹府晚宴上方辰大展神威的场景，不由得害怕起来。“好，你给我等着，本小姐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沈初白不甘心地瞪了一眼方辰，自身就要走。“站住！”然而方辰却是冷冷开口：“撞了人就想走，我允许了吗？”“方辰，你别太过分了。”沈初白厉声道：“我可是沈家的人。”“沈家又如何？”方辰目露寒光，一字一句的道：“今天你要是不道歉，就让你沈家来领人。”沈家并非青州城本土家族，是在3年前搬来青州城的，财大气粗，实力非同小可。但即便如此，敢欺负到青衣的头上，方辰也不能就这么算了。“你……”看到方辰态度如此坚决，沈初白知道今天要是不道歉，怕是真的走不了了。“好，本小姐道歉。”沈初白不情不愿的道了歉，离开之前还怨毒的看着方辰，咬牙切齿的说道：“方辰，你给本小姐等着，啧，得罪了沈家人，有人要倒霉了。”“那可不，沈家虽然来青州城时间不长，但实力极为雄厚，不在曾刘两家之下。我还听说那沈初白是沈家家主最疼爱的女儿，如今被人这样欺负，怎么可能忍得了？”旁人的交谈声传进青衣耳中，让他更加的紧张和害怕起来。青衣拉着方辰的衣袖，小心翼翼地说道：“少爷，奴婢是不是给你惹祸了？”虽然最近青衣的修为突飞猛进，但骨子里还是那个柔弱自卑的小丫头。“这不是你的错，少爷怎么会怪你？”方辰笑道：“放心吧，没事的。”说着，方辰牵着青衣走进客栈，两人点了几个小菜，开始吃起来。酒足饭饱，两人正要离开客栈之时，只见一大群人哗啦啦地走了过来，将方辰两人围住，嘿，有好戏看了。我就说那位沈家大小姐不会就这么算了的，那小子也真是个愣头青，竟然敢动沈家的人，这下麻烦了。旁人一脸幸灾乐祸，对着方辰指指点点：“方辰，我说过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逐渐沈初白跃众而出，满脸怨毒地看着方辰：“你不是挺厉害的吗？现在怎么不说话了？”方辰没有说话，只是视线落在沈初白身后的其中一人身上。那人面容普通，和沈初白有几分相似，应该是有些血缘关系。“小妹，就是他打的你。”此人缓缓上前，站在沈初白身边，眼神漠然地看着方辰。“不错，二哥，就是他。”沈初白抱着臂膀冷笑道：“
他叫方辰，本来是方家的人，不过现在被赶出来了。原来只是个家族弃子，还真是好大的狗胆。沈慕白面无表情地看着方辰，淡淡的说道：小子，马上跪下向我小妹道歉。若我拒绝呢？方辰毫不畏惧地对沈慕白对视。拒绝。沈慕白突然笑了，只是笑得有些阴沉。那我就只能说声抱歉了，因为我会打断你的双手双脚，再把你撞在坛子里，让你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生不如死。没人知道，站在方辰身后的青衣，此刻眼中却是闪过一抹极致寒意，看向沈慕白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死人。对了，沈慕白看向方辰身边的青衣，说道：还有这个小贱人，我也一样不会放过。二哥，你不是修炼遇到瓶颈吗？沈初白突然说道：这小贱人长得还不错，看样子也还是个处子之身，不如将他抓起来当成炉鼎，供你突破瓶颈。沈慕白闻言，顿时上下打量了一下青衣，眼睛顿时一亮。好主意。沈慕白森然一笑，凝声道：听到了吗？小子，乖乖把你身边这个小丫头送过来，这件事还有的谈，否则的话……沈慕白的话虽然没说完，但意思已经不言而喻。闻言，方辰双眼微微一眯，寒声道：你在找死？找死？我看找死的是你。沈慕白哈哈一笑，厉声道：小子，你敢动我妹妹，今天你是别想完整的离开这里了。谁说我要离开了？方辰语气漠然，神情平静地看着沈慕白。倒是你，堂堂一个二流家族，却连最基本的教养都没有，传出去未免让人嗤笑。小杂种，你敢说我没教养？沈初白指着方辰怒骂道：你信不信我让我二哥撕烂你的嘴？二哥，你看到了吗？沈初白抱着沈慕白的手，委屈巴巴地说道：这个小杂种当着你的面都还敢骂我，快帮我教训他。小妹别担心，看二哥帮你出气。安抚住了沈初白，沈慕白扭动了一下脖子，目光阴森地看着方辰。小子，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真的不知道死字怎么写了。完了，那小子竟然激怒了沈慕白，这下死定了。不错，我曾听闻沈慕白在3个多月前就同时击败了朱家朱荣、曾家曾松，还有陈家陈然，其实力极为恐怖。何止是恐怖，简直就是妖孽了。如今3个月过去，谁知道沈慕白的修为又提升到何等地步？听着众人的议论，沈初白顿时如骄傲的孔雀，看向方辰的眼神越发不屑。虽然你将陈然他们击败了，但在我二哥面前却连提鞋都不配。沈初白傲气十足地说道：姓方的小杂种，你要是识相的话，就赶紧跪在地上向我道歉，只要本小姐满意，说不定还留你一个全尸。方辰看都不看沈初白，只是盯着沈慕白，面无表情地说道：既然沈二公子有这个兴趣，那就生死战吧。生死战这3个字一出，全场寂静。这方辰是不是疯了？竟然敢和沈慕白生死战，找死也不是这么个找法吧？生死战。沈慕白死死地盯着方辰，寒声道：你确定？你不敢？方辰嗤笑一声，转身就走。沈慕白，我在斗武场等你，谁不来？谁是孙子？少年的声音掷地有声，无比清晰地传进众人耳中，一时间掀起惊涛骇浪。方辰，他这是玩真的啊！而沈慕白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真是卑劣的激将法。要是自己不答应，自己不仅要丢脸，而且对方还会趁此机会走掉。既然你想要找死，那我就成全你。青州城斗武场，场中一名白衣少年好似正在闭目养神，周围已经围拢了不少人，看着场中少年议论纷纷。本以为这小子不过是找借口跑路，没想到还真的来了。生死战，他到底怎么敢的啊？哼，还是过于年轻了，一点口角之争罢了，就要发展到生死战，真是冲动。沈慕白来了，人群骚动，只见沈慕白和沈初白正联袂而来，两人的脸色都一如既往的阴沉似水。方辰，我劝你还是跪下认错算了。沈初白说道，不然等我二哥出手，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沈慕白，你要是想当孙子的话，现在就可以滚了。方辰睁开双目，看向场外的沈慕白，否则的话就滚上来领死。这方林还真是不怕死啊，敢这样激怒沈慕白。嘿，都要死的人了，就让他嚣张一会儿吧。不错，听说这方辰3年前就变成了废物，看来是自暴自弃，想要在死前装一把。沈慕白双目一眯，说道：方辰，你就这么确定吃定我了？少废话。方辰冷声道，过来领死。好，今日就让你知道狂妄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话音落下，沈慕白脚尖一点地面，身体瞬间弹射而出，落在斗武场中与方辰对峙。二哥加油，打死他！沈初白举起手臂为沈慕白加油。沈慕白活动手腕，
随即体内灵力席卷，爆发出一股极为强悍的气息。这是淬体八重境。当感受到沈慕白身上的气息时，场外众人顿时惊呼一声：淬体八重境，这已经远超同代中人太多了。小子，嚣张是需要有足够的实力作为资本的。沈慕白冷笑道：你哪来的资格与我一战？话音落，沈慕白瞬间出现在方辰面前，五指如钩，直接抓向方辰咽喉。这一击狠辣无比，快若闪电，意在一招取方辰性命。结束了。所有人都知道，面对沈慕白无比迅疾的一击，根本无人能挡。然而方辰的神情却是一如既往的平静。就在沈慕白指尖即将划破方辰咽喉的时候，见到方辰抬起手臂，快若惊雷般的朝着沈慕白爪心区指一点，灵犀一指，噗嗤，这一指更是蕴含了不动金身的力量，瞬间将沈慕白掌心戳破，鲜血流淌，沈慕白吃痛后退。怎么可能？沈慕白竟然败了！见到沈慕白受伤，众人顿时惊呼不已。沈初白更是尖声道：不可能，二哥怎么可能会败？但事实就在眼前，沈慕白掌心流淌的鲜血无法作假。一招重创沈慕白，方辰的攻击却并未停止，反而是接踵而至，一掌拍向沈慕白的胸膛。狂狮掌，掌风霸道，辣手无情，生死战就是你死我活的战斗。沈慕白被方辰刚才那一击重创，正处于震惊之中，此刻又见到方辰迅速拍出一掌，一时间竟然没有反应过来。方辰，你敢？沈慕白瞳孔一缩，脸上竟然浮现出一抹恐惧之色。生死一战，你死我活，你看我敢不敢？方辰稚嫩的面庞上布满了狰狞杀意，掌风更快数倍。住手！就在此时，一道狂暴的气息席卷而至，瞬间笼罩整个斗武场。方辰的手掌在距离沈慕白胸口还有3寸之时骤然停顿，无法再进分毫。但仅仅只是一瞬，方辰就挣脱了这股束缚，掌风往前一送，就要印在沈慕白胸口之上。放肆！一声暴喝，就见到一道身影快若闪电般的出现在沈慕白身后，将其拉扯后退的同时，更是一掌拍向方辰。这道雄浑掌风绝对在灵脉境之上，远不是此刻的方辰所能抗衡的。沈天心，你好大的威风！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淡淡的声音突兀的在虚空中响起，随即一股令人无法理解的超然伟力瞬间笼罩整个斗武场。等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斗武场中已经多了一位文山男子，正是城主府管事常在。沈天心，你莫非是忘记了生死战的规矩不成？常在看着沈慕白身后的那名大汉，面无表情地说道：他人插手生死战，乃是死罪，你想死？别看常在平时待人彬彬有礼，但真正发起火来却令人噤若寒蝉。那大汉明显也是个武道强者，修为以达灵海境修为，但在常在面前却也显得有些拘谨。常先生恕罪，沈某自然没有忘记规矩。沈天心说道：既然是生死战，向来是要签订生死战书的，两位小辈之间好像并未签订生死战书，也就算不上是生死战了。哦，是吗？常在扭头看向方辰，后者挠挠脑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刚才有些着急了，忘记签订生死战书。我知道了。常在点点头，看向沈天心说道：即便没有签订生死战书，但你堂堂灵海境武者，却无端插手小辈之间的战斗，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怎么说也要给个交代吧。常先生放心，此事既然是沈某有错在先，自然会给方小友一个交代。沈天心也痛快，直接取出一个储物袋说道：这里面是3000灵石，再加一颗极品淬体丹，不知道小友可还满意？小子，这沈家不简单，见好就收吧。方辰耳边传来常在的传音，暗示方辰就此作罢。看在常先生的面子上，这件事就这么算了。方辰看了眼沈慕白兄妹俩一眼，说道：但若是还有下次，可就不是这个价了。多谢小友手下留情，沈某感激不尽。沈天心呵呵一笑，说道：以后若是有空，欢迎方小友来我天星楼做客。常先生，方小友，沈某先行告辞。再次对着常在抱拳，沈天心带着沈慕白兄妹当场离去。父亲，难道咱们就这么算了吗？沈初白有些不忿地说道：那姓方的如此嚣张，不仅打了我，还伤了二哥，我不甘心。住口！沈天心训斥道：要不是刚才我出手，你二哥已经是个死人了。哼，就他！沈初白冷哼道：二哥可是淬体8重境的修为，他方辰不过是靠着耍手段偷袭才伤了二哥的。闭嘴！沈天心怒声道：技不如人也就罢了，输了还不敢承认，我沈家怎么出了你这样的蠢货？见到沈天心发怒，沈初白脖子一缩，顿时不敢言语了。慕白，你也不要气馁。沈天心说道：一时的输赢算不了什么，只有能一直笑到最后的人
才是真正的强者。父亲教训的是，孩儿明白。沈慕白点点头，但眼中的怨毒之色却是宛若实质。很明显，输给方辰让沈慕白很不甘心。你这小子还真是挺能惹事的。茶楼中，常在幸灾乐祸地看着方辰。先是方家，再是曾家、朱家、柳家，现在又多了一个沈家。这小子是要把整个青州城的家族势力全都得罪一遍吗？无奈之举罢了。方辰亲自给常在倒了杯茶，说道：刚才多谢常先生出手了，否则晚辈此次恐怕要大难临头了。呵呵，少拍马屁。常在说道：想必即便我不出手，那沈天星也奈何不了你吧。坐在自己面前这个少年，常在是越来越看不懂了。看似刚突破淬体2重境，但身上好似蒙上一层薄雾般，充满了一种深邃的神秘感，完全看不透。常先生真是太抬举晚辈了。方辰苦笑道：这点自知之明，晚辈还是有的。他确实有把握在沈天星手下杀了沈慕白，但到时候说不定就要面临沈家的追杀了。当然，你的选择也是对的。常在说道：这沈家虽然不是青州城本土势力，但他们背景深厚，天星楼又是整个青州城最大的拍卖场所，人脉极广，能不得罪还是不要得罪的好。方辰饮了一口热茶，没有说话。不过你以后还是要小心一些那个沈慕白。常在提醒道：此人心胸狭隘，报复心极强，他今天看似忍让，说不定早已对你怀恨在心。多谢常先生提醒，晚辈铭记于心。方辰点点头，说道：对了，晚辈还有个问题想要请教。说说看。方辰沉吟了一下，还是说道：常先生可知道72剑诀？是城主让你问我的吧？常在轻笑一声，说道：这门剑诀我确实知道一些，不过也只是在某些孤本上见过只言片语罢了，还请常先生赐教。方辰又为常在添了一杯茶水。相传这72剑诀乃是一位名为72散人的铸剑师所创，名为剑法，实则是一门铸剑之法。常在说道：只不过因为如今剑道断绝，铸剑师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地位，这72剑诀也因此遗失流散，完整之法早已不见。这72剑诀还有一大作用，那就是可以帮助武者重铸丹田。常在看向方辰，说道：想来你之所以能够重塑丹田，应该就是与这门铸剑功法有关吧？不敢瞒常先生，晚辈确实有些机缘得到这门剑诀传承，只可惜只有前面几世。方辰说道：常先生可知如何能够得到这门剑诀的后续之法？后续之法吗？常在沉吟了一下，说道：虽说剑道已经失去传承多年，但后来武者用剑者却是如过江之鲫，无非就是没有先天剑气罢了。所以这门剑诀也算得上是一门极为强大的武学，人人都想收入囊中，后续之法也早就失传。就在方辰失望之际，只听常在说道：不过我倒是听说一个传闻，在衍生山脉深处有一处古洞府，其中可能有关于这门剑诀的线索。衍生山脉？方辰眼中光芒闪烁，难道要去衍生山脉走一趟不成？只是传闻而已，你也别当真。常在说道：那衍生山脉乃是青州地界最大的山脉，其中生活着无数强大妖兽，其危险程度不用说你也知道，一旦深入其中，可就是九死一生的下场。方辰点点头，表示记住了。离开茶楼，方辰扭头看向青衣，说道：丫头，今天让你受委屈了。少爷，奴婢不委屈。青衣摇摇头，说道：奴婢只是不想让人欺负少爷。傻丫头，只有少爷欺负别人的份，哪有人欺负少爷？方辰摸摸青衣的脑袋，笑着安慰。然而方辰并未看到自家丫头眼中突然闪过的那抹青色寒芒。月光清凉如水，惹人好梦。房间中，方辰将曾琦和沈天星赔偿的灵石布置成一座小型聚灵阵，吸收其中的灵力进行修炼。同时方辰一心二用，运转先天养剑术，继续培养剑功。原本的先天剑气因为纯阳剑体的原因，能够自行转化为鸿蒙剑气，让方辰的先天剑气远超寻常剑修。只是还没培育出本命飞剑，这些鸿蒙剑气只能被剑宫墙壁上的各类异兽吸收。在方辰沉入修炼状态的时候，隔壁的房门被轻轻推开，一道娇小影子宛若幽灵一般悄然翻过院墙，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沈家，二哥，难道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吗？沈初白为沈慕白将手掌包扎好，恨声道：从小到大我还没受过这种气呢。小妹放心，这次是我大意了，所以才遭了那小子的道。沈慕白眼中寒芒闪烁，但是下一次他就不会有那个好运了。作为沈家二少，沈慕白同样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那小子仗着身法诡异，竟然偷袭了自己，这笔债他一定要清算。对，下次直接弄死他。沈初白冷哼道。
还有他身边那个小贱人，我也要让他生不如死。小妹你放心，这口气二哥一定会为你报的。沈慕白舔舐了一下嘴唇，目光宛若毒蛇般阴冷。等我把那小贱人的原因练了之后，就交给你处置。不过父亲那边怎么办？对自己这个父亲，沈初白还是有些畏惧的。二哥自有办法。沈慕白面露森然，说道：好了，小妹你快去休息吧，再过几日，我定要那小杂种付出代价。等沈初白离开房间后，沈慕白便盘在床榻上，只是看着自己被包起来的手掌，内心就一阵烦躁，无法进入修炼状态。都怪那个小杂种！沈慕白一拳砸在床上，恨声道：我一定要弄死，将他四肢打断，变成人质。就在沈慕白收敛情绪准备修炼的时候，耳中突然传来一阵异动。小妹，是你吗？沈慕白看向门口，难道是小妹落下了什么东西？沈慕白没有多想，更不会想到有人会潜入守卫森严的沈家，所以直接起身去开门。然而在房门打开的瞬间，一抹强烈不安从沈慕白内心升起，然后迅速后退。是，然而一道凌厉剑气直接从外面激射而至，顷刻间就贯穿了沈慕白的眉心。而当沈慕白看清门口那道身影的时候，更是惊骇的瞳孔一缩，随即眼中的生机飞速消散。沈慕白刚要开口说话，大量的鲜血顿时涌出，身体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一般，直接栽倒在地上，双眸瞪大，死不瞑目。让你欺负少爷！门口那道身影呢喃一声，再次化作幽灵飘然而去。翌日天刚蒙蒙亮，一声尖叫瞬间惊醒了沈家所有人。半个时辰后，沈家所有人全部聚集，人人面带震惊和愤怒，因为沈家二少沈慕白竟然被人杀死在了房中。查，就算是掘地3尺，也要给我把凶手找出来！怒火中烧的沈天星面色扭曲，语气森然道：敢杀我儿，我要灭他全族！沈家虽然是外来势力，但也堪比二流家族。他沈天星的儿子竟然不声不响地被人杀死在房中，这不仅是打沈家的脸，更是挑衅沈家。作为沈家家主，沈天星的愤怒可想而知。还有，昨晚负责执勤巡逻的人是谁？马上来见我！看着沈天星一副要吃人的恐怖模样，所有人在恐惧之余同样是怒不可遏。刺杀沈家弟子简直就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必须要将凶手找出来，严惩不贷。家主，昨晚巡逻并未发现任何异常。巡逻队长噤若寒蝉，大气都不敢喘。作为沈家负责安保一事的他，却出现了主子被杀的事情，他负有主要责任。没有发现异常。沈天星怒吼道：所以我儿子是被鬼杀的吗？家主，巡逻队长正要说话，沈天星已经一掌拍出，直接将对方轰成碎渣。其余人见状也是被吓了一跳，一群废物，连主子都保护不好，要你何用？发泄完心中的怒火，沈天星逐渐冷静下来，冷冷道：这件事不能传出去半点风声，一定要暗中调查。毕竟这种事情并不光彩，要是传出去，沈家绝对会遭受万人嘲笑，他沈天星更是会沦为青州城的笑柄。家主，这件事太大，怕是压制不了多久。一名沈家长老小心翼翼地开口：能压多久压多久。沈天星冷哼道：至少在找出凶手之前，不能曝光出去。明白。这名长老当即出去吩咐，对所有知情人全部下了死命令。谁要是泄露半个字，杀无赦大长老，调查凶手一事由你亲自负责。沈天星看向一名老者，说道：3天时间，我要见到凶手的脑袋。是，家主。3天时间看似仓促，但大长老看起来一点都不担心，似乎有着十足的把握能够在3天内找到凶手。等到众人散去之后，沈天星重重地叹了口气，显得有些疲惫。父亲。这时沈初白小心翼翼地走上前，轻声道：您说会不会是方辰做的？你说什么？方辰？沈天星眼中蓦地射出一道寒光，随即摇头道：不可能，那小子虽然有些门道，能够击败你二哥，但绝对不可能悄无声息地潜入我沈家，在不惊动其他人的前提下杀了你二哥。方辰他昨日才见过能够以淬体2重境击败淬体7重境的沈慕白，算得上是极为惊艳，但要说能够轻松潜入守卫森严的沈家，根本不现实，更别说现场连半点交手的痕迹都没有。这证明对方无论是修为还是身法，都远在沈慕白之上，至少也是灵脉境以上的武者。除了他，还有谁和二哥有仇？沈初白说道：昨天他才和二哥交过手，今天二哥就死了，这件事绝对与他脱不了关系。你说的也有道理。沈天星闻言也是露出沉吟之色，说道：那方辰废物3年，却突然展现出极为惊人的修炼天赋来，要说没点秘密是不可能的。父亲，我这就带人去把那小杂种抓起来。
沈初白恨声道：“只要用点手段，不信他不说。”先别冲动。沈天星语气森然道：“此事先暗中调查，如果确定是他所为，我会让他生不如死。”少爷，您起了。当方辰走出房门，小丫头青衣就甜甜地说道：“少爷，想吃什么？奴婢这就去给您做。面条吧，重麻重辣，再握个鸡蛋。”方辰在院子里打着一套拳架，舒展身体。经过昨晚夜修炼，他的修为又增长了一丝，但身上的灵石已经全部消耗光。好不容易富裕几天的方辰，又再次变成了个穷光蛋。无论是生活还是想要继续修炼，方辰都得想办法挣钱才是。一套拳架打完，青衣端着一大碗面条走出来，里面还趴着3个煎得金黄的鸡蛋。方辰脸色一沉，说道：“咋地，不过了？”青衣嘻嘻一笑，说道：“少爷，您还在长身体呢，得多吃点才行。下不为例啊。”方辰心满意足地打了个饱嗝，用竹签剔着牙，心里盘算着如何赚取灵石。或者是因为纯阳圣体和纯阳剑体的原因，方辰每次突破都需要消耗大量的灵力，几千块灵石，那甚至是一些三流家族1年的总收入了。但方辰将其吸收后，却只是提升了一点点修为。所以对于方辰来说，大量的修炼资源必不可少，灵石、丹药等等都不可或缺。该用什么方法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赚取更多灵石呢？方辰暗自思索，却发现小丫头今天心情十分不错，干活的时候都在哼着小调。咚咚咚，院门被轻轻叩响，青衣连忙放下手中的活计，跑去开门。方辰在吗？来人说话的同时，已经抬脚迈进了院子，竟然是林野。大舅哥，你咋来了？见到是林野，方辰也是有些意外。林野嘴角一抽，没好气地说道：“谁是你大舅哥？别乱叫。嘿嘿，我和思雨可是成了亲的，不喊你大舅哥喊什么？”方辰呵呵笑道：“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林野没有理会方辰，而是打量着小院。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整洁，这让林野也暗自点了点头。丫头，你泡壶茶来。见到青衣警惕地看着林野，方辰便给他使了个眼色，招呼林野坐下后，方辰说道：“这丫头被我惯坏了，大舅哥别介意哈。”少跟我套近乎。林野没好气地说道：“听说你昨天和沈家沈慕白发生了争执。”方辰不以为然地说道：“一点小摩擦而已，都解决了，都已经生死战了，还算是小摩擦。”林野一拍桌子，沉声道：“方辰，你简直太胡闹了。”方辰微微皱眉，说道：“到底出什么事了？你不知道？”林野直视着方辰的眼睛，好似要将方辰看穿。知道什么？方辰更疑惑了，说道：“难道那沈慕白还要来找我麻烦？”沈慕白死了。林野在说话的时候，视线没有离开过方辰的眼睛。虽然沈慕白之死被沈家隐藏得很好，但却瞒不过他们一流家族的眼睛，所以得知此事的林野第一时间就找到了方辰。什么？沈慕白死了？方辰眉头一挑，看向林野，说道：“所以你怀疑是我杀的？”你……林野嗤笑道：“我承认你能击败沈慕白，的确很出乎我的意料，但要说你能悄无声息地杀了沈慕白，我不相信。那不就结了？”方辰翻了个白眼，说道：“你搞得这么严肃，我还以为你是来兴师问罪的。方辰，你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林野语气加重，沉声道：“昨日你才和沈慕白发生了争执，他今天一早就死了，即便不是你做的，但难免有人会将这件事与你联系在一起。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知道啊。”方辰冷笑道：“要是沈家迟迟找不到凶手，也要找个背锅的，我是最佳人选。你既然都知道，还这么淡定。”林野疑惑地说道：“你脑子被驴踢坏了？我看脑子坏掉的是你。”方辰说道：“我不淡定还能做什么？有人真要将脏水泼在我身上，我能有什么办法？”林野闻言，语气也是一致。这话好有道理，林野一时间还真不知道怎么反驳。现在的方辰刚和方家断绝关系，又得罪了不少人，说是过街老鼠都不为过。如今沈慕白被杀，沈家若是因此向方辰发难，方辰还真没处说理去。这件事你怎么看？林野平复心绪，看向方辰：“坐着看呗，还能怎么看？”方辰摊开手说道：“谁知道那沈慕白得罪了谁？”林野叹息一声：“能够在沈家悄无声息地杀了沈慕白，此人不管是修为还是潜伏能力，必然都是灵脉境以上的武者，寻常之人可做不到。这听起来怎么有些熟悉？”方辰略一沉吟，说道：“难道是七星海棠的杀手做的？你竟然知道七星海棠？”林野有些诧异地看着方辰。方辰说道：“说来也巧，上次刚参加完成主府的晚宴回来，我就曾遭到七星海棠的人刺杀3名2星杀手。
3名2星杀手。林野凝声道：“谁这么大的手笔，竟然一次性聘请3名2星杀手针对你？谁知道呢？”这件事方辰也没想通，不过不外乎那几个与他结怨的人。你还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啊！林野叹息一声，竟然能在3名2星杀手的刺杀下全身而退，确实有2把是刷子。七星海棠，东荒九州最大的杀手组织，他们只认钱不认人，只要出得起价，即便是一宗之主都敢刺杀，而且鲜有失手。没想到方辰一个才淬体境2重修为的小菜鸟，能够避开3名2星杀手的刺杀，让林野也感到有些吃惊。你的猜测确实有些道理，林野说道。能悄无声息不惊动任何人的前提下杀了沈慕白，确实很像七星海棠的风格。那就不关我的事了，方辰说道。只要别来找我麻烦，爱死不死。你想的太简单了，林野意味深长地说道。就怕有人想要祸水东瀛，嫁祸于你。毕竟你现在的仇家可不少，能让人聘请七星海棠的人进行刺杀，这可不是一般恩怨了。那他们可就打错算盘了。方辰冷笑一声，想玩阴谋诡计，那就看谁玩死谁。方辰，别大意。林野提醒道，你所得罪的全都是这青州程属得上号的家族势力，现在又被七星海棠盯上，处境更是岌岌可危。但凡一个不慎，下场如何，你应该清楚。有时候林野都不得不佩服方辰惹祸的能力。方家、曾家、柳家，现在又加上一个沈家，即便连林野都感到有些头疼。方辰虽然不愿意承认，但你毕竟是私语的道侣。林野说道，小妹曾传信来说，让林家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量帮你一把。多谢了。方辰摇头道，不过暂时不需要。你不用如此客气。林野劝说道，说到底，你被针对也有私语部分原因，只要你开口，我林家都不会拒绝。大舅哥，你就别操心了。方辰笑道，我真需要的时候，绝对不会和你们客气。方辰并不是假装客气，现在的局势，方辰还能应付，人情用一点就少一点，至少方辰还不想欠林家什么，大不了直接找城主许巍然就是。反正他答应过方辰，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可以去找他，随你吧。林野无奈地说道，这几日你哪都别去，而且我担心有人会借机找你麻烦。对此方辰却不置可否，人又不是他杀的，真要有人不长眼来找他麻烦，方辰自然也不会客气。好了，那我就先走了，有什么事直接去林家找我。送走林野，方辰靠在躺椅上一脸沉思，没想到沈慕白那个短命鬼竟然死了。虽说给方辰也带来一些小麻烦，但方辰也乐见其成，活该。方辰撇撇嘴，丫头那么可爱善良，那短命鬼竟然敢打他的主意，死不足惜。某人无论如何都想不到，那位沈家二公子正是被他口中善良可爱的小丫头所杀。就在林野走后的当天，小院就迎来了几波鬼祟的身影，好似在观察什么。但方辰该吃吃，该睡睡，甚至还和青衣在院子里架起炉火，吃了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舒坦。吃饱喝足的方辰靠在躺椅上摇头晃脑地哼着小调，不要太快活。夜幕降临，繁星点缀，方辰正在躺椅上闭目养神，暗自参悟，灵犀一指。这门残缺的地阶武学，经过方辰这几日不间断的修炼，已经即将圆满，让方辰的实力再上一层楼。咔！夜幕之中，院外有一响传来，好像是有人正在翻墙。大！一道灵活如蛇的身影直接翻过院墙，就要跳进小院。嗖！就在此时，一道劲风呼啸而至，那人蓦地抬头，瞳孔骤然一缩，只见一截修长玉指破空而来，在其惊骇欲绝的神情中，瞬间击穿此人脑袋，脑浆鲜血洒满院墙，一具毫无生机的尸体摔出了院墙外，发出一声沉闷声响。越此强者，尽皆杀之。夜色中，一道冰冷肃杀的声音响起，引得院外惊呼连连。然而，即便方辰出手击杀了这名潜入进来的家伙，但还是有不怕死的试图踏入小院，但是无一例外，全被方辰击杀。3名淬体2重境，2名淬体4重境，1名淬体6重境。当那名淬体6重境的武者脑袋被玉指轰碎，死的不能再死后，就再也没有人敢潜入进小院。当然，那些暗中监视的视线并未因此减少，反而增多了许多。家主，目前可以确定不是那人所为。沈家一间院落中，一名头发灰白的老者向沈天星汇报这2天的调查进度。他虽然有能够斩杀淬体6重境的实力，但动静很大，不符合凶手的特征。老者说道，至于他身边的那个小侍女，只是个普通人而已，已经可以排除嫌疑了。就算如此，也要继续监视。沈天冷声道，此事已经暴露，
现在所有人都在看我沈家的笑话，就算找不到真正的凶手，也要给所有人一个交代。现在，儿子是不是方辰杀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沈家丢不起这个脸。只有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所有人一个交代，才能将影响力降到最低。至于真凶，慢慢查就是了。可是家主，这方辰虽说已经和方家断绝关系，但还是林家的姑爷。灰发老者有些为难，说道：“要是对他动手，林家那边无妨。”沈天星面无表情地说道：“再找个替死鬼就是了，反正那小畜生得罪的人多，死也就死了。即便林家那边追究，我来应对。”沈天星摸着手中的玉佩，那是沈慕白生前最喜欢的灵玉。慕白，你放心，就算不是那方辰所为，爹也会为你出来了这口气。灰发闻言，心中微微叹息一声，嘴上却是说道：“家主放心，老夫一定会处理得干干净净。这沈家是真盯上我了啊！”房间中，方辰眼中寒芒闪烁，想要将我当成替死鬼，那你们还真是惹错人了。沈家再强又如何？只要敢来，方辰就叫他们有来无回。闭上双眼，方辰再次沉入修炼之中。而隔壁房间，一道倩影立于窗边，把玩着一缕发梢，好像给少爷惹了麻烦呢。青衣撅着嘴唇，有些委屈，要不要把他们全给杀了？青衣眼中闪过一抹青芒，显得妖异而森冷。就在此时，青衣两条淡淡的眉毛突然一扬，透过窗户看向某处黑暗，那里刚才竟然出现一抹极为隐晦的气息。这已经是他第3次感应到了，第一次还是少爷从城主府回来反杀3名杀手的时候，第2次是少爷将那些翻墙者击杀的时候，现在是第3次。这人潜伏在暗中这么久，也是冲着少爷来的吗？但青衣从这道气息上没有感应到半点恶意和杀意。先看看再说吧，不能再给少爷惹麻烦了。敛去眼眸中的青芒，少女自语道：“大不了到时候带着少爷离开，重新换个地方生活，就差一点。”方辰从修炼中睁开眼睛，脸上露出一抹无奈之色。原本他打算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将修为突破到淬体境3重，谁知道即便炼化了身上仅有的一颗淬体丹，距离突破也还差1线。可惜这几天都不是满月，否则只需要与2位女帝随便修行一下，都能轻松破境。叹息一声，方辰走出房间，察觉到更多的视线，眼中寒芒更成这些家伙还真是得寸进尺。本以为杀鸡儆猴后，沈家会消停几日，或者将他的嫌疑排除，但他想多了。沈家这是铁了心要将他当成凶手，给所有人一个交代了。你们想玩，那就陪你们好好玩玩吧。敛去眼中的杀意，方辰找到青衣：“少爷，这个时候还要出去吗？”听到方辰说要带他出去，青衣显得很是意外。难道少爷不知道外面很危险？那沈慕白又不是我杀的，他们还能来找我麻烦不成？方辰笑道：“而且少爷有些事情要处理，所以先带你去个地方。”听到方辰这样说，小丫头有些心虚。沈慕白虽然不是少爷杀的，但却死在他的手中，只是这件事小丫头不敢说，怕少爷责怪她。离开小院，方辰直接带着青衣直奔城主府。少爷，这不是城主府吗？我们来这里做什么？看着眼前偌大的城主府，青衣有些好奇。丫头，少爷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所以你就暂时留在这里，乖乖等少爷回来。方辰揉了揉青衣的脑袋，柔声道：“但你放心，最多1个月时间，少爷就回来了。此次离开也是无奈之举。除了需要突破修为之外，方辰还需要尽快将本命飞剑孕育出来，彻底成为一名剑修。留在青州城受到各方监视，很多事情方辰都不方便做，还不如先离开一段时间。可是少爷，奴婢不想离开您。”青衣委屈巴巴地说道：“少爷，带着奴婢一起走吧，奴婢一定不会给您拖后腿的。”知道这小丫头误会了，方辰连忙说道：“丫头，少爷不是你觉得你麻烦，只是少爷确实有些事情要处理，等少爷回来，无论少爷做什么都会带上你，好不好？”方辰说的认真，青衣便撅着嘴说道：“好吧，少爷您可一定要说话算话，否则奴婢就再也不理你了。”“好了，少爷发誓。”方辰一脸认真的说道：“以后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不会和我家丫头分开。”在方辰的安慰下，小丫头的情绪才勉强好转。这时常在也走了过来，说道：“想好了？”“想好了。”方辰说道：“这段时间就要麻烦常先生帮晚辈照顾一下这个丫头了。放心，有我在，没人能伤害到这丫头。”常在点头道：“其实我并不赞同你如此冒险，城主大人说过，只要你愿意，他可以和沈家那边打个招呼，这种小事就不用麻烦城主大人了。不过还请常先生替我谢过城主大人。”方辰拒绝了常在的好意。“好吧，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我不再劝了。”常在说道：“你一切小心，
在青州城内，他们还不敢拿你怎么样，但出了青州城，即便是城主大人，也是束手无策了。多谢常先生提醒，晚辈谨记。方辰拍了拍青衣的脑袋，笑道：丫头，乖乖等少爷回来。少爷，我……青衣本来打算和方辰交代一切，但看到方辰已经转身，就将话全部咽了回去。少爷，您早点回来，奴婢等您。方辰头也不回地挥挥手，大步向前走去。望着方辰的背影，常在眼中闪过一抹异色。明知危险，还执意要去，难道这小子真有把握活着回来？大长老，方辰已经离开青州城，我们是否可以动手了？某间密室中，黑衣人跪在灰发老者面前，轻声开口。还真艺高人胆大，竟然选择这个时候离开。灰发老者沉吟道：如此说来，当真不是他所为了，但也可能是故意为之，就是为了摆脱自己的嫌疑。过了一会儿，灰发老者说道：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先让人跟着，找机会再试探一下。属下明白。黑衣人离去，灰发老者叹息一声。若非城主府那边刚才派人来传话，临海境以上强者不能出手，又岂能让那小子活到现在？曾家，那小杂种真离开青州城了。曾松脸色扭曲，厉声道：还真是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既然这样，那就永远别回来了。可是公子，家主交代过，这件事我们不要插手。心腹小声说道：要是被家里知道了，公子怕是免不了遭受责罚啊。哼，怕什么？曾松恨声道：那小杂种当初让我吃了那么大亏，我岂能忍下这口气？只有他死了，我才能消了心中这口恶气。你马上给我安排几个人，一定要信得过的，一旦有机会就给我。曾松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说道：明白吗？属下明白了。心腹低声道：属下定会做得漂漂亮亮，绝对不会留下半点把柄。只要自己公子别作妖亲自去就行，随便找几个死士还是不难的。去吧，本公子等着你的好消息。曾松凝然一笑：方辰啊方辰，不管沈慕白是不是你杀的，这次你都死定了。柳家，哦，方辰竟然离开了青州城。柳真有些意外，他难道不知道这种敏感时候他的离开意味着什么吗？听着下人的汇报，柳真嘴角掀起一抹玩味的弧度。方辰啊方辰，虽然你聪明一世，却是糊涂一世，不知道留在青州城反而才是最安全的吗？现在离开，岂不是给别人创造了机会？真是够愚蠢的。既然你有心求死，那就成全你吧。柳真犹豫了一下，还是找来心腹，叮嘱了几句之后，这才往椅子上一靠。人死债消，方辰，我们两不相欠了。爷爷，好消息啊！方元兴匆匆地推门而入，激动道：方辰那小杂种竟然在这个时候离开青州城，咱们的机会来了。方远山持笔点头，说道：元儿，你来看看爷爷这字如何？方圆凑过去一看，见宣纸上只是4个普普通通的大字，并无奇特之处。好字。方圆敷衍了一句，说道：爷爷，方辰他……元儿。方远山打断道：爷爷不止一次教过你，做大事者当如这4个字，平心静气，切勿急躁。方圆眉头一皱，说道：爷爷，我不是很明白。现在不明白没事。方远山温和一笑：以后你就会明白了。还真是狗皮膏药，甩都甩不掉。青州城外，方辰如同一头猎豹，在山林间狂奔，速度极快。离开青州城的时候，方辰还选择了一匹烈马，离开官道后就骑马不用，而是钻入小道上，目的就是为了甩开身后的人。虽说此次离开有引蛇出洞的目的，但方辰可不想更早地暴露自己的行踪。谁曾想身后还是有好几道灵活身影远远掉在后面，全都是淬体5重境以上的好手，而且是精挑细选的精锐，无论是追踪还是身法速度都不是一般人可比。方辰冷笑一声，体内灵力运转，速度激增，仅仅只是眨眼间，方辰就消失在茂密山林中。该死的，竟然跟丢了！数息之后，3道身影呼啸而至，其中一人脸上满是恼怒。这小子还真是古怪，不过小小淬体2重境，竟然有如此速度。另外一人有些气急败坏，说道：现在怎么办？跟丢了目标，咱们可不好向上面交代啊。无妨。最后一人说道：咱们这次出动的人手不少，那小子就算有再大的能耐，此次也插翅难逃。说得对，继续追。此次离开青州城，不只是为了提升修为，还是为了验证一件事。看着眼前的衍生山脉，方辰眼中闪过一抹金光。选择进入衍生山脉，并不是方辰冲动，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一来，最近几日他的修为似乎出现了瓶颈，迟迟无法突破；二来，也是为了确认天机塔的一些能力。至于沈家的针对，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原因。衍生山脉乃是青州地界最大的一座山脉，
横跨3洲之地，地域辽阔，其中生活着无数强大的妖兽。山脉中心更是号称武者禁地，连动天境强者都不敢轻易踏足。这衍生山脉，方辰来过好几次，算得上是熟门熟路。随便挑了个方向，方辰一头扎入山脉之中。嗖嗖嗖，刚一踏足山脉地界，好几头正在觅食的小兽就被惊吓得四处逃窜。方辰也不介意，只是继续深入，好像早已有了目标。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距离此地1300米外有处沼泽地，那里长有一株猪灵果，也不知道没有被人取走。方辰打算先去碰碰运气。极影身法施展，方辰就好似一道幽冥，在茂密的山林之中快速穿梭，直奔猪灵果的生长地而去。半个时辰后，方辰小心翼翼地潜伏在一处密林中，望着不远处的沼泽地。猪灵果果然还在。望着沼泽中那株1人高的小树，上面挂着3颗婴儿拳头大小的赤红色果子，方辰眼睛顿时一亮。猪灵果乃是炼制淬体丹的主要材之一，具有淬炼体魄、洗精伐髓的效果。只是猪灵果药效极为刚猛，不能直接服用，需要搭配其他药材炼制成丹，才能供武者服用吸收。眼前这3颗猪灵果绝对已经有了数百年的药龄，其内蕴含的能量极为恐怖。3颗猪灵果若是将其炼化，绝对能够让我轻松突破。方辰舔了舔嘴唇，眼中满是期待。不过这沼泽中藏着一个大家伙，想要得到猪灵果，还需要将其解决掉才行。左右看了一眼，方辰并未立即行动，而是小心翼翼地将身形藏好。沼泽凶恶2阶高级妖兽，成熟期的沼泽凶恶堪比淬体境巅峰武者，再加上其一身鳞片坚硬如铁，即便是灵脉境强者也无法轻易破开其防御。而且沼泽凶恶的习性，除了进食的时候才会短暂离开沼泽，所以方辰需要等待时机。大概过了将近2个时辰，就在方辰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的时候，沼泽中终于出现了一丝变化。只见黑色的沼泽有水泡冒起，随即一头庞大如牛犊的黑色鳄鱼从沼泽中钻出。沼泽凶恶爬上岸，将身上的淤泥甩掉，回头看了眼树上的3颗猪灵果，眼中闪过一抹拟人化的贪婪之色。只要再等一段时间，他达到成熟期，这将猪灵果吃掉就能突破到3阶。这是独属他的机缘。沼泽凶恶凸出来的死鱼眼警惕地看向四周，没有发现异常，便化作一道闪电钻进密林之中。任谁也想不到，这看似庞大笨拙的沼泽凶恶竟然能够爆发出如此恐怖的速度。就是现在，等待多时的方辰积蓄已久的灵力骤然爆发，化作一头猎豹朝着那猪灵果冲去。不等方辰靠近沼泽，一道凄厉的咆哮声就从密林中传来，让方辰面色一变。回头一看，只见沼泽凶恶已经拖拽着一头和自己体型相差不多的麋鹿，正快速往回赶。沼泽凶恶一眼就看到了方辰，一愣之下勃然大怒，丢弃掉麋鹿，愤怒地朝着方辰冲来。这么快？方辰一咬牙，极影步法施展到极致，身形跃起，直接跨过数米距离，从那猪果树旁掠过的瞬间，顺手将一颗猪灵果摘下。砰！身形在半空中一个翻转，灵巧至极的落在地上，头也不回地冲进密林之中。听着身后传来的怒吼声，方辰淡然一笑，就要离开之际，面色却是豁然一变，顺势在地上一滚。躲！只见3根钢铁剑矢快速闪电般的呼啸而至，深深插入地面，剑尾颤动，令人心悸。反应倒是挺快。阴鸷的冷笑声传来，只见3名体型壮硕的大汉从密林中缓缓走出，身上散发出浓烈的铁血煞气。而且3人打扮极为怪异，皆是手持剑弩，背负阔刀长剑，腰上还悬挂着一张宛如渔网般的东西。赏金猎人。看着眼前这3个装扮怪异的大汉，方辰眼睛微微一眯。赏金猎人又称之为猎妖者，平时就是进山猎杀妖兽，寻找灵草灵药换取修炼资源。每个赏金猎人都是心狠手辣、手段歹毒之辈，他们不仅猎妖，还会杀人夺宝。眼前这3名赏金猎人，2名淬体4重境，1名淬体6重境，但是3人联手，即便是面对淬体8重境都不会落入下风。小子，把身上的东西交出来吧。为首那名大汉左手剑弩，右手板斧，满脸狰狞凶意。当然还有那颗猪灵果，也要乖乖的给爷我拿出来。大意了。方辰闻言也是无奈摇头，明明他已经足够小心，但还是被这几名猎妖者给盯上了。小子，还愣着做什么？见到方辰无动于衷，一名猎妖者不耐烦地说道：不想死的话，马上把东西放下滚蛋。抱歉，到了小爷手中的东西，岂有交出去的道理？方辰举起手中的猪灵果，轻笑道：有本事就自己来取。哟，小子，口气还挺狂啊。那名猎妖者狞笑一声，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是不知道
死字怎么写啊？老三，和他废什么话，直接宰了就是。另一名猎妖者满脸凶意，东西拿走，尸体就扔在这里，不出半日就被妖兽啃食的连渣都不剩。显然杀人越货这种事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做了。也是，老三深以为然的点点头，身形一晃，如同猛兽捕食般朝着方辰扑了过去，手中一柄钢刀更是毫不犹豫地劈向方辰的脑袋，出手狠辣，毫不留情，这是打算一击毙命。方辰眼中寒芒一闪，在钢刀尚未落在身上之时，手臂抬起一指点出，剑气凝聚指尖，迸射而出。噗嗤，凌厉剑气穿透此人眉心，没等尸体倒地就已经气绝身亡。老三，你愣着做什么？还不……见到老三还保持着出刀的动作，为首大汉冷喝一声，但是话还没说完，只见一道宛若鬼魅般的身影瞬间出现在自己面前。赤，令人心生绝望的凌厉剑气在瞳孔中急速放大，瞬间就淹没了大汉的意识，直到大汉的尸体倒在地上，他手中的板斧都还没举起来。大哥，瞬息之间连杀两人，这一幕直接将第三人吓破了胆。老三是淬体4重境，大哥可是淬体6重境啊，这少年怎么如此恐怖？饶命，这是个误会，别杀我。此人知道今天兄弟三人踢到了铁板，强忍发软的双腿，转身就跑。噗嗤，方辰手臂一甩，鸿蒙剑气激射而出，从此人后脑穿过，轻松将其斩杀。剑修果然战力无双，铜镜无敌啊，以剑气杀人就是利索。看着地上的3具尸体，方辰满意的点点头，没有丝毫怜悯。若非他觉醒纯阳圣体，成为剑修，今天死的就是自己了。吼！身后有兽吼咆哮声传来，方辰脸色一变，那沼泽凶恶竟然追过来了。感应到熟悉的气息，方辰来不及多想，连忙施展极影步法，快速离开此地。咔嚓嚓！方辰刚一离开，一头体型壮硕、身披坚硬鳞片的凶恶顿时撞碎树枝扑了过来。好在方辰已经提前离开，沼泽凶恶扑了个空。但是地上的3具尸体却遭了殃，被沼泽凶恶当成是盗取猪灵果的凶手，当场撕碎，全部吞进了腹中。这也算是为方辰打扫战场了。可惜没来得及将3具尸体炼化。另一边，方辰还在遗憾呢。那沼泽凶恶来得很快，他都没时间用天机塔将那3兄弟的尸体炼化成精血供天机塔吸收。天马上就要黑了，到时候这衍生山脉将会变得更加危险，还是先找个地方休息一晚。天黑后的衍生山脉，各类妖兽都会跑出来觅食，号称百兽夜行，万分凶险。半个时辰后，找到一处洞穴的方辰用巨石和杂草将洞口堵住，这才松了口气。这处隐秘洞穴还是他3年前发现的，幸运的直到现在竟然还没被其他妖兽占据。盘坐在地上，方辰取出刚到手不久的猪灵果。这猪灵果能量刚猛霸道，也不知道以纯阳圣体直接吸收会不会承受得住。略一犹豫，方辰就做出决定。此时他的修为卡在淬体2重境巅峰，只差临门一脚就能突破。这猪灵果中的能量应该足够了。就在方辰正要将猪灵果吞入口中的时候，脖子处的天机塔竟然散发出一股柔和光芒，将猪灵果包裹。这是……不等方辰反应过来，他就惊讶地发现手中的猪灵果竟然化作一滴拇指大小的精纯液体，一股极为浓郁的药香从其中散发出来。这天机塔竟然能够提炼猪灵果，其能量纯度最起码提升了好几个层次。看着手中精纯的液体，毫无半点杂质，甚至有种美轮美奂的视觉感，让方辰大受震撼。先试试效果。液体入口即化，瞬间就钻入到方辰的4肢百骸，甚至都不需要方辰如何炼化，就转化为一股浓郁的灵力，瞬间冲开方辰体内桎梏。轰！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方辰身上升起，方辰也终于成功突破到淬体3重境。这么轻松就突破了，卡了多日的桎梏被一举冲破，方辰都还有些无法相信。这天机塔不仅能让我与2位女帝一起修炼，阴阳互补，还能提升灵果的纯度，当真不凡。看着手中的天机塔，方辰再次惊叹。不过想想也是，天机塔连武者的精血都能提炼，更何况是区灵果。既然灵果能够提炼，想必灵药也行。方辰眼睛一亮，瞬间发现了一条生财之路。若是我用天机塔提纯灵药灵果，再拿去出售，方辰灵光一闪，这样一来就可以换取更多的灵药，赚取差价获取资源进行修炼。他的纯阳圣体的确能够同时吸收天地间的阴阳2气修炼，但每次突破所需灵力实在太多，光靠打坐修行远远是不够的。而且他也不能随时和2名女帝修行，所以就需要自己想办法获取修炼资源了。这衍生山脉之中，无论是妖兽还是灵药灵果都不计其数，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宝山。看向洞外，方辰舔了舔嘴唇，
满脸火热。再次进入修炼状态，方晨开始巩固修为，等待天亮。轰轰！翌日天刚一亮，方晨就睁开了眼睛，起身活动了一下身体。方晨微微一笑，今日就好好搜刮一番吧。悄然离开洞穴，方晨化作一道残影，直接扎入到茫茫山脉之中。大半天时间后，方晨依靠天机塔提纯找到的灵药灵果，总算将修为稳定在淬体3重境。同时他还斩杀了2头妖兽，以天机塔将其炼化成精血后，自竟然反哺自身，提升了方晨的气血。至此，方晨大致弄清了天机塔的使用方法。提炼灵药灵果可以提升灵力修为，炼化妖兽精血则能够提升自身气血，强化肉身。有这2大能力，方晨的修为完全可以做到1日千里。轰隆隆，雷霆炸响，乌云滚滚，一场倾盆暴雨即将来临。先找个地方炼化一下体内能量。轰隆隆，哗啦啦，雷霆炸响，暴雨倾盆，黑云覆压在整个衍生山脉上空，宛若世界末日。万兽奔走，逃回巢穴。洞穴之中，方晨盘腿而坐，旁边躺着一头体型远超方晨数倍的妖兽尸体，明显刚死没多久。在暴雨来临之前，方晨找到这座妖兽巢穴，斩杀妖兽，鸠占鹊巢。此刻方晨正在运转阴阳造化经，炼化体内储存的能量。虽然以天机塔提炼的灵药和炼化的妖兽精血已经无比精纯，但因为能量过于庞大，还需要方晨2次炼化，将其变成自己的力量。随着功法运转，方晨身上的纯阳之力也越发浓郁，体内的磅礴能量正在被他飞速炼化。呼！等到方晨再次睁开眼睛，整个人的气息也为之一变。修为并未突破，但整体实力却提升了不少。特别是提炼的妖兽精血，让方晨的肉身得到了极大的淬炼，气血壮大了许多。有着天机塔在，只要不断提炼妖兽精血，再以不动精身将其炼化，肉身就能不断提升。感受着体内奔腾的力量，方晨满意的点点头。如今的他，即便是依靠肉身力量，在铜镜之中也基本上找不到对手。不动精身带给方晨的是高达8000斤的力量，这一拳下去，淬体8重境都不一定挡得住啊！刚好雨快停了，也是时候继续深入了。方晨眼中闪过一抹金光，他此行还有第2个目的，那就是前往衍生山脉深处，看能不能找到常在所说的古洞府，找到72剑诀的后续功法。常在说过，这72剑诀乃是72散人所创，本质上的一门铸剑之法。当时方晨就隐隐有种感觉，只要自己得到完整的72剑诀，就能孕育出本命飞剑。但衍生山脉深处极为危险，其中生存着堪比动天境级别的妖兽，以方晨现在的实力，若是遇到这种等级的妖兽，必死无疑。不过只要小心谨慎一些，未必没有机会。富贵险中求，想要破解他如今所面临的局面，就需要尽快的孕育出本命飞剑，这是方晨如今唯一的机会。就在方晨刚走出洞穴的时候，他的身形却是猛然朝后退去。赤，一抹寒光擦着方晨的咽喉，一划而过，一击不中，对方再次如同毒蛇般弹射而出，手中匕首狠狠刺向方晨的胸口。这一次方晨不闪不躲，手掌快若闪电般的探出，一把扣住对方手腕。咔嚓，手掌用力，对方的手臂瞬间弯曲成一个诡异的弧度。不等对方惨叫，方晨就顺势一脚踹出，将对方踢飞出去。噗嗤，这一脚是大力沉，足有数千斤力量，直接将对方内脏都踢得粉碎，摔在地上，直接没了气息。而方晨则是看向前方，只见密林之中道道破风声呼啸而至，最后落在地上，将方晨毒死在洞口。12名武者皆是淬体境修为，12名淬体境还真是看得起在下啊。不用想，方晨都知道这些人是为自己而来的，而且他们服饰各异，明显不是同一个势力。想要我死的人还真不少。方晨眼中寒芒闪烁，体内气血不断激发，隐隐有银白光芒在体表闪烁。杀！其中2人互望一眼，颇为默契的同时朝着方晨杀了过去。这2人赤手空拳，皆是淬体境2重修为，无论是武学还是身法，似乎都如出一辙，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2人速度极快，瞬间出现在方晨面前，2对蕴含暴力的拳头飞速地轰向方晨。方晨森然一笑，猛然探手抓住2人拳头。这2名武者没想到方晨的反应竟然如此之快，刚要变招挣脱方晨的束缚，就感到一股无法抗拒的恐怖力量从方晨的手臂上传来。砰砰，下一瞬，方晨将2人往身前一带，整个人却主动贴了上去，肩膀狠狠地撞击在2人胸口之上。噗嗤，2人当场喷出一口鲜血，身体抛飞出去的同时，方晨已经先一步冲了出去，主动杀向剩下10名武者。主动出击，这小子似乎有些古怪，一起上。
眼见2名淬体境武者不过交手一招就当场惨死，其余人也是大吃一惊。但方辰速度极快，根本不给这些人反应过来的机会。双拳之上，气血流转，身体四周银光环绕，将近8000斤的肉身之力和不动金身的防御之能，让方辰好似狼入羊群，大杀四方。即便这些人都是淬体境武者，联手之下足以让一名淬体境巅峰强者头疼，但在方辰面前，无人能挡住方辰一招，被方辰一拳一个轻松击杀。这怎么可能？剩下一人是12人中最强者，淬体境7重修为。他眼睁睁看着方辰大杀四方，血腥屠戮，11名淬体境武者毫无还手之力，尽数惨死。而这仅仅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所为，甚至对方都没有动用半点灵力，而是凭借纯粹的肉身力量，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轮到你了。甩去拳头上的血水，方辰看向这名淬体7重境的武者，脸上并未半点畏惧，反而带着一丝期待。那11名淬体境武者带给方辰的压力并不大，但此人修为不俗，自始至终都没有出手，明显是个心机深沉之辈。瞥了一眼地上的残尸断臂，此人眼角跳动，显然内心并没有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平静。虽然你很强，但我……此人话没说完，就见到一道残影出现在眼前，一只硕大的拳头更是在瞳孔中不断放大。此人反应倒也不慢，连忙架起双臂阻挡。砰！但是在双臂和拳头接触的瞬间，此人就后悔了，因为方辰拳头上的力量简直恐怖到极点，好似江河决堤一般，势不可挡。咔嚓！此人被震退数米，将一棵碗口粗的树木撞断。手臂上传来的剧痛感让此人脸色扭曲，双目赤红。然而方辰可不会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再次一拳轰来。拳风呼啸，刚猛霸道，得寸进尺的小子。此人瞳孔一缩，眼见避无可避，此人怒吼一声，调动灵力，直接一掌拍向方辰。好歹也是淬体7重境的武者，又岂会被一个小子吓破胆？灵力暴涌，狠狠轰向方辰。而方辰眼中闪过一抹厉色，同样没有任何收手的打算，体内气血运转，拳头狠狠轰了出去。砰！噗！沉闷声响传出，那淬体7重境的武者好似断线风筝一般，直接倒飞出去，重重摔在地上。你……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方辰，随即又是一口鲜血喷出，彻底气绝身亡。啪啪啪！就在方辰将此人击杀的瞬间，身后传来一阵鼓掌声。不错不错，连杀13名淬体境武者，你这位方家大少还真是深藏不露啊！树枝之上站立着一名黑袍男子，男子气息内敛，但风雨不沾身，好似与这片山脉完美融合在一体。方辰内心瞬间警铃大作，此人最起码是一名淬体境巅峰的强者。你是谁？方家的人，还是柳家，或者是沈家？能够随便派出如此实力的强者，只能是这些大家族。我是谁不重要。黑袍男子淡然一笑，你只需要知道，我是来取你性命的，是吗？方辰微微一笑，说道：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说罢，方辰脚掌猛然一跺地面，身形化作一串残影，冲向黑袍男子。还真是幼稚啊！见状，黑袍男子目露讥讽之色，随即一掌拍了出去，掌风横空，却与一只手掌瞬间碰撞在一起。砰！两道手掌在半空中相撞，爆发出的澎湃能量震碎树枝和树叶。方辰只觉得一股强大的力量从手掌上传来，好似要将他的五脏六腑尽数摧毁。不过方辰运转阴阳造化经，瞬间就将这股力量卸掉。与此同时，方辰左手间灵力绽放，3头血色狂狮顿时扑向对面的黑衣男子。本想继续出手的黑衣男子见状面色微变，反应倒是不慢。黑衣男子狞笑一声，体内灵力尽数绽放，磅礴气息朝着方辰笼罩而去。砰！3头血色狂狮当场爆碎，方辰也被这股巨力震飞出去，落地之后还滑行出数米远，这才勉强稳住身形。果然是淬体境巅峰修为。方辰抬头看向飘落在地的黑袍男子，眼中却是闪过一抹狂热的战意。淬体境巅峰确实很强，但现在的方辰同样不弱，只要修为没有超过灵脉境，同境之中方辰堪称无敌。竟然能够连续接下我2招，你果然有点实力。黑袍男子面无表情地看着方辰，语气更为冷漠。但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你这些手段都只是个笑话。言罢，黑袍男子身形一闪，竟然瞬间出现在方辰面前，一掌劈向方辰。很明显，此人也同样掌握了一门极为诡异的身法武学。对方速度极快，掌风比之前更为凌厉。然而这一次方辰并没有闪躲，甚至连防御都没有。他调动体内气血，将肉身力量催动到极致，全部凝聚在拳头之上。
去！方辰暴喝一声，奋力一拳轰出。这一拳是方辰肉身的全力爆发，将近万斤之力。咔嚓！拳头精准无误地砸在黑袍男子的拳头上，双拳相击，骨裂声骤然袭来。黑袍男子顿时发出一声痛呼，右臂无力地垂了下去。怎么可能？碎裂的右臂让黑袍男子脸色扭曲，眼中尽是震惊之色。但方辰并未废话，而是施展极影步法，鬼魅般的出现在黑袍男子面前，双指瞬间点出。既然已经选择出手，方辰就不会给对方丝毫活命的机会。灵犀一指破，灵力在指尖绽放，化作一截玉指，瞬间洞穿黑袍男子的眉心。黑袍男子震撼而绝望地看着方辰，眼中的生机不断暗淡，最终熄灭。扑通！随着黑袍男子倒地，前后一共14名淬体境强者，总算是被方辰尽数斩杀。而且全程他并未动用纯阳圣体和先天剑气的力量，而是纯粹的肉身力量。将近万斤的肉身之力，再加上方辰所掌握的几门武学，让他在这场战斗中占尽上风，立于不败之地，此地不可多留，必须先离开再说。深深看了一眼地上的尸体，方辰施展极影步法，如同一头恶狼钻进了山脉之中，眨眼之间就彻底消失不见。仅仅半盏茶时间后，几道身影顿时赶至此处。为首一名灰袍老者，神情阴鸷，气息森冷。还真是废物，这么多人都对付不了一个淬体境的毛头小子。灰袍老者冷哼一声说道，检查一下尸体，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细节。几名下属连忙上前，开始一一检查起尸体来。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被一拳击杀，还真是个有趣的小子。听完下属的汇报，灰袍老者冷冷一笑，看来此人修为虽然不高，但对肉身的淬炼已经达到一个恐怖的地步，连淬体巅峰境都不是其对手。有些不放心的灰袍老者自己也亲自检查了一下，特别是那黑袍男子的尸体，更是反复检查了3遍，确确实实是被简单粗暴的力量给轰杀的。除此之外，没有半点异常。如此说来，此人擅长的是一力降十会，灵力武学倒是还在其次。灰袍老者暗自沉吟，大人，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有下属小声询问。地上那些残尸烂肉让他们很是不适应。继续追下去，灰袍老者说道。此次要是带不回那小子的首级，你们都别回去了。是。几名下属噤若寒蝉，连忙答应下来。放心，只要好好办事，家族自然不会亏待你们。灰袍老者安抚道。那小畜生毕竟只是个淬体境的废物，再有实力，只需老夫亲自出手，就可瞬间抹杀。听到这话，众人脸色这才缓和许多。出发！不管是柳家还是沈家，甚至是方家，他们都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方辰一边小心翼翼地前行，一边暗自思索，这些人绝对还有其他后手，安排了更多的强者，所以我绝对不能留下任何可疑的线索。剑修的身份还不能暴露，所以方辰在刚才的战斗中并未动用半点鸿蒙剑气，甚至连72剑诀都没有使用，而是依靠纯粹的肉身之力将10几名武者斩杀。最后离开的时候连尸体都没有炼化，目的就是为了给后面的人制造一种假象。他方辰只是个喜欢一力降十会的莽夫，但如果谁要因此而轻视方辰的话，那可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的。按照估计，我现在已经接近山脉中心了。方辰警惕地观察四周，虽然山脉中心妖兽数量稀少，但随随便便都能碰到3阶以上的妖兽，那可是堪比灵脉境的武者。甚至一路而来，方辰已经不下5次地碰到过4阶妖兽，若非他足够小心，没有暴露自身气息，都有可能被对方盯上。希望常在没有骗我，那上古洞府确实在这里。方辰舔了一下干燥的嘴唇，身形一动就要钻出去。然而下一刻，方辰面色骤然一变，身体猛然弹射出去。砰！咔嚓！方辰刚一离开原地，一只锋利的爪子重重拍在地上。看着那距离他只有数米之远的庞大妖兽，半蹲在地上的方辰也是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2阶巅峰妖兽，不是一头即将跨入3阶的大妖——癸水妖狼。癸水妖狼性情残暴，成长至大成体的癸水妖狼能够抵达4阶，堪比灵海境的武道强者。眼前这头癸水妖狼实力已经处于2阶到3阶之间，比之前那名巅峰境的黑袍男子强上了1线。但最让方辰担忧的是，癸水妖狼乃是群居妖兽，绝对不会单独行动，所以这附近绝对还有其他癸水妖狼的存在，不能与之纠缠，必须要尽快摆脱对方。来不及思索，方辰体内灵力爆发，将极影步法施展到极致，身形化作一道残影，飞速钻进密林之中。吼！眼见到嘴的美味逃走，癸水妖狼怒笑一声，四肢用力，身形猛然跃起，朝着方辰追了过去。吼吼吼！与此同时，
密林中足足20多头二阶癸水妖狼如同闪电钻出，前仆后继地追向方辰。快，再快一点！方辰不敢有丝毫停留，将全身的力量全部调动起来，全速逃跑。一头半只脚跨进3阶的癸水妖狼，20多头2阶妖兽，这样的阵容，即便方辰底牌进出，也没有半点机会。癸水妖狼可不像武者那般，只要杀破他们的胆魄，就会不败而溃。癸水妖狼只会越战越狂野，血腥的刺激只会让他们更加血腥残暴。更何况这是衍生山脉，是妖兽的主场，还真是倒霉，竟然会被这些东西盯上。方辰脑海中不断思索破局之法，但速度并未减慢半点。但癸水妖狼的速度实在太快了，而且他们嗅觉灵敏，很轻易就能发现方辰留下的气息。时间拖得越长，对方辰就越不利，看来只能兵行险招了。方辰眼中闪过一抹金芒，便别了一下方向，调转身形冲向山脉更深处。咔嚓！而在方辰调转身形的同时，一只锋利的爪子刚好擦过方辰的衣角，将数根树木直接折断。嗷吼！癸水妖狼仰天咆哮，召唤其余同伴。速速速！无数道黑色闪电开始散开，竟然形成一个半包围，继续追击方辰。这一次速度似乎更快几倍。砰！方辰将身法激发到极致，同时纯阳圣体也在此时全力运转，汲取天地灵力，帮助自己恢复消耗的力量。吼！一头癸水妖狼突然从密林中冲了出来，张开血盆大口咬向方辰，腥风起来。巨大的狼口足以将方辰半截身体吞进去，危机近在咫尺，方辰根本来不及闪避。他眼中寒光闪烁，双指并起，灵力爆发。72剑诀，疾风骤雨。噗嗤！剑芒在指尖绽放，轻而易举洞穿了这头2阶癸水妖狼的脑袋。扑通！脑袋破烂的癸水妖狼尸体摔在地上，而方辰已经化作一道残影消失不见。吼吼吼！更多的癸水妖狼冲出密林，血腥让他们更加暴躁愤怒，拼尽全力追向方辰。方辰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紧追不舍的狼妖，嘴角闪过一抹狞笑。来吧，让我看看谁能笑到最后。噗嗤！收回剑指，方辰看都不看地上的妖狼尸体一眼，再次冲进密林中。这已经是他击杀的第3头癸水妖狼了，但方辰的神情却更加的凝重起来，因为四周已经有更多的癸水妖狼正在缓缓靠近。这些癸水妖狼的灵智不低，如同人类一般，分头围剿，将自己堵在中间。眼看四周癸水妖狼在快速逼近，方辰嘴角缓缓浮现一抹冰冷的弧度。好在他的计划已经成功。吼！一头2阶癸水妖狼双目猩红，一跃而起，锋利爪子撕向方辰。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一头体型似狮似虎的凶残妖兽猛然从密林中扑了出来，一巴掌拍在癸水妖狼的身上。噗嗤！狮虎猎妖力大无穷，乃是真正的3阶妖兽，瞬间就将这癸水妖狼直接拍成肉饼。其余的癸水妖狼见状，血脉的威压让他们下意识地后退一步。哦！但是那头即将跨入3阶的癸水妖狼却在此时现身，一声长啸，顿时镇住了所有妖狼。吼吼吼！10几头癸水妖狼一拥而上，纷纷冲向狮虎猎妖。双方战斗激烈，令人震惊。狮虎猎妖虽然更强，但是癸水妖狼数量更多，再加上一头即将跨入3阶的妖狼助阵，双方竟然斗得旗鼓相当，不分胜负。好机会！不远处观战的方辰不着痕迹的后退，趁着双方无法分神的时候掉头逃走。驱虎吞狼，这正是方辰的计划。妖兽极为注重领地意识，癸水妖狼进入狮虎猎妖的领地，后者肯定不会答应。但若计划失败，方辰将再无半点活命的机会。虽然危险，但效果十分显著，最起码成功摆脱了癸水妖狼的围剿之势。然而方辰没有高兴多久，整个人就直接愣在了原地。不会这么倒霉吧？在眼前的密林之中，一头癸水妖狼正在死死地盯着自己。这头癸水妖狼只有一只眼睛，但其身上的气息却是货真价实的3阶妖兽，这才是真正狼王。癸水狼妖王双眸之中绿色幽光闪烁，直起身体，缓缓走向方辰，气息也已经锁定方辰。方辰舔了舔干涩的嘴唇，知道自己已经逃无可逃了，必须速战速决。方辰眼中寒芒闪烁，体内灵力运转，竟然主动朝着这头独眼癸水狼妖王冲去。吼！癸水狼妖王喉头发出低沉的咆哮，并无像普通狼妖那般愤怒暴躁，四肢轻踩地面，但却快若闪电，瞬间出现在方辰面前，一爪子拍了下来。呼！劲风呼啸，锋利的爪子好似冰刃一般，可以轻松撕碎钢铁。方辰双目宛若利剑，剑弓之内那悬在养剑池上空的剑符微微一晃，下一瞬，一道璀璨剑气
好似火山一般爆发而出，从狼妖王那完好的独眼中刺穿进去。噗嗤，坚硬的榔头在此时好似脆弱的豆腐一般，瞬间被剑气剿灭的稀巴烂，将这狼妖王成功斩杀。方辰脸色微微有些苍白，小子，终于找到你了。就在此时，一道阴鸷冷笑声从身后传来。方辰一转身就见到一名灰袍老者正一脸狞笑地看着自己。灵脉境强者，刚逃出升天又陷入死局，你们还真是不杀了我不罢休啊！这名灰袍老者的出现让方辰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若只有对方一人，方辰还不至于束手无策，但经历了先前的一战，方辰哪能还不明白，此次追杀他的人可不只是来自哪一家哪一族，而是好几个家族势力一起出手，还算不笨。灰袍老者一挥手，数道黑影顿时从密林中弹射而出，将方辰围住。这些人修为最弱的都是淬体境7重，还有2名淬体境9重境，再加上1名灵脉境强者坐镇，这等阵容，莫说是淬体境5者，即便是灵脉境强者，也根本没有任何机会逃出升天。此地妖兽众多，速战速决。灰袍老者显然也是个狠辣果决的人，并未和方辰有任何废话，直接就对方臣下达了必杀令。见状，4名淬体境7重武者直接从4个方向同时杀向方辰，不能被他们缠住。若只是这几个家伙，方辰当然可以轻松解决，但那名灵脉境强者，方辰不得不防。眼看到4名武者杀向自己，方辰没有半点迟疑，直接选择了其中一人，急引步法催动，一拳轰了出去。这一拳是大力沉，气血灵力同时爆发，砰的一声，直接将那名武者轰飞出去。噗嗤，恐怖的力量席卷而来，这名武者当场喷出一口鲜血，身体被震飞出去。而方辰则是抓住这个机会，速度激增，如同一道鬼魅窜了出去。在与这名武者擦身而过的时候，方辰顺势一掌印在其胸膛之上，噗，体内灵力暴涌，化作一股恐怖劲力，直接让其喷出一口夹杂着内脏的鲜血，生机尽毁。瞬杀一人，方辰冷笑一声，头也不回地钻进密林之中。剩下几人都被这一幕所震惊，一时间竟然忘记了追击。还真是个硬茬子。看着死去的下属，灰袍老者不为所动，面无表情地说道：继续追，无论如何都要将斩下他的项上人头。是。这批人和之前那10几名武者不同，整体实力更强，且来自同一势力。方辰身形如同一头猎豹，在密林中急速穿行。因为担心被对方追上，所以方辰将速度提升到极致，根本不敢做任何停留。身后的武者穷追不舍，而且因为都是精心挑选的强者，实力和速度都非比寻常。随着追逐，双方之间的速度正在飞速拉近。最让方辰心中一沉的是，连番战斗之下，他体内的灵力消耗极大，现在甚至不足1/3，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方辰目光沉凝，但并未失去分寸。越是这种时候，越要保持冷静，才能博得一线生机。以我现在灵力，若是被缠住，绝对没有任何机会。想要破局，必须另辟蹊径。方辰心念急转，他很清楚，即便自己全力爆发，底牌尽出，也无法将所有追兵全部击杀。而一旦给了对方机会，他将会万劫不复。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这衍生山脉中的断岩峡谷。方辰眼中金光一闪，断岩峡谷是一条纵横山脉上百里的巨大峡谷，峡谷宽达数百米，深不见底，里面甚至可能有某种极为恐怖的妖兽存在，是整个衍生山脉最危险的地方之一。方辰想要活命，就只能置之死地而后生，现在只能拼一把了。方辰一咬牙，拼命调动体内灵力，不顾一切地朝着断岩峡谷狂奔而去。小子，玩也玩够了，你可以去死了。就在此时，一道狂暴劲风呼啸而至，方辰面色豁然一变，转身双臂架在面前，砰，霸道掌风席卷而至，直接让方辰喷出一口鲜血，身形更是被震飞了出去。命还挺硬。见没能一掌击杀方辰，灰袍老者也有些意外，狞笑一声，再次一掌轰了出去。灵脉境的修为尽数爆发，直取方辰性命。避无可避，方辰咬牙之下不动金身，激发身上散发出一层白玉光芒，咚，宛若金铁般的掌风直接轰击在方辰身上，将其震得头晕眼花，内脏移位，又是一口鲜血喷出。这一次，方辰的身形直接抛飞出数米远，直接落进一条巨大的峡谷之中。不好，是断岩峡谷。灰袍老者见状，脸色骤然一变，站在峡谷边缘，眼睁睁看着那名少年不断坠落。老杂毛，小爷若是不死，定要你付出100倍代价。方辰目眦欲裂，饱含极致杀意的声音如同魔音一般在峡谷上空响彻。看着那双极度森然的双眼，灰袍老者不由得打了个寒战，竟然有些心慌。
怎么会？自己堂堂灵脉境强者，竟然会被一个毛头小子的眼神所吓到？该死的小畜生，还敢威胁老夫！灰袍老者厉声道：“给我进去找，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可是大人，这里可是……一名下属刚一开口，灰袍老者就面色阴沉的怒吼道：“你敢违抗命令？”属下不敢。感受到灰袍老者身上的恐怖气息，这名下属脖子一缩，只能战战兢兢地走向峡谷。但那充满迷雾、深不见底的深渊峡谷，却让他双腿打颤，浑身发软。全部都给我下去找！灰袍老者语气森然道：“一定要确保对方彻底死了，此次行动才算完成。”是。断岩峡谷之中，迷雾翻滚，罡风大作，隐约能看到一些鬼魅身影在迷雾中穿行，让此地显得诡异而危险。而在悬崖之上，一道身影拽着藤蔓，在狂风中摇曳，正是方辰。此刻的方辰脸色苍白，浑身全是擦伤，体内传来阵阵虚弱感。最让他绝望的是，那条距离他仅有数米之遥的赤红蝰蛇。蝰蛇足有大腿粗，一双树瞳正死死盯着眼前的猎物，腥臭的咸水顺着嘴角流下。赤练蝰蛇3阶巅峰妖兽，浑身充满了剧毒，淬体境武者沾之即死。方辰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但很明显根本无用。嘶嘶嘶，赤练蝰蛇吐着信子，头颅高高扬起，最后好似一条赤红闪电般窜向方辰。生死关头之际，方辰也顾不得许多，剑弓内的鸿蒙剑气微动，就要斩向赤练蝰蛇。砰！然而一条粗壮的尾巴却率先一步，直接抽在了方辰身上。这一击直接让方辰眼前一黑，意识直接陷入了黑暗之中。而赤练蝰蛇则是一口咬住方辰，在悬崖之上游走如风，瞬间钻进裂缝之中，消失不见。嘶！钻心的剧痛让方辰瞬间清醒过来，睁开双眼，眼前是一片暗淡景色，腥臭之气弥漫鼻腔。默默运转功法，待到视线适应黑暗，方辰这才发现自己此刻身处一处洞穴之中。还好大难不死，方辰心中松了一口气，只是疑惑那赤练蝰蛇为何没有杀自己。然而这个念头刚刚升起，他顿时头皮发麻的看到自己身边竟然还趴着一条赤练蝰蛇。方辰还发现这条赤练蝰蛇体型比之前那条小了好几圈，而且实力也不过是在2阶中期水准，相当于淬体5重境的武者。这是条幼年体赤练蝰蛇。方辰心中暗呼庆幸，或者之前那头3阶赤练蝰蛇将他带到这个洞穴，是给自己的孩子当成食物。现在对方不在，应该是去猎食去了。好机会！默默感应了一下体内的灵力，所剩无多，甚至都不足以让他发挥出致命一击。好在方辰发现这条2阶赤练蝰蛇正陷入沉睡之中，但等到对方苏醒，绝对会第一时间吃掉自己。方辰拼命运转功法，同时激发纯阳圣体，让自己尽快恢复灵气。他需要在那头3阶赤练蝰蛇赶回来之前，解决掉眼前这头赤练蝰蛇。阴阳造化经加上纯阳圣体，让方辰的伤势得到快速平复，体内灵力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就在方辰体内灵力已经恢复了1/4的时候，沉睡中的赤练蝰蛇身体微微动了一下。下一刻，一双宛如针芒般的冰冷树瞳猛然间盯着方辰，眼中那贪婪的欲望宛若实质。这一刻，空气都为之凝固。嘶嘶！赤练蝰蛇吐着信子，嘴巴慢慢张大，露出满口锋利毒牙，朝着方辰咬来。就是现在！方辰眼中寒芒爆闪，张口一吐，剑弓内鸿蒙剑气骤然暴动，化作一抹璀璨剑光迸射而出，灌进赤练蝰蛇的大口之中。噗嗤！赤练蝰蛇的脑袋瞬间爆开，直立而起的身躯软软地瘫在地上。虽然斩杀了这头赤练蝰蛇，但方辰也因此牵动伤势，咳出一口鲜血。来不及思考，方辰握住天机塔，灵力催动之下，光芒闪烁，将赤练蝰蛇的尸体笼罩，炼化成一滴精血。精血悬在方辰面前，在其呼吸之间化作精纯的能量，被方辰吸收入体，体内枯竭的气息得到弥补，伤势也快速痊愈。呼！几个呼吸间，方辰的伤势竟然就恢复了1半之多。速！但就在方辰撑着身体打算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耳边却传来轻微异响，一道暴虐血腥的气息正在飞速接近，是那头3阶赤练蝰蛇。现在逃走已经来不及了，但留下来也是死路一条。怎么办？突然，方辰眼中金光一闪，搏一把。方辰一咬牙，也不躲藏，直接靠在墙上，眯眼盯着声音传来处。几个呼吸之后，就见到一头硕大的赤练蝰蛇叼着一头双尾灵犀滑进洞穴之中，刺鼻的血腥味钻进鼻中，让方辰大气也不敢喘一下。他尽量收敛气息，余光注意到赤练蝰蛇
在放下双尾灵犀后，森冷眸子打量着洞穴。下一刻，赤练蝰蛇嘶嘶鸣叫起来，显得极为暴躁，因为他发现他的孩子不见了，而空气中残留的味道让他意识到自己的孩子出事了。赤练蝰蛇猛然间将视线看向方辰，几声嘶鸣后，宛若闪电般的冲向方辰。糟了！方辰面色狂变，意识到这赤练蝰蛇的智慧比他想象中还要高，竟然瞬间就发现他的孩子是方辰所杀。不管了，方辰不再伪装，蓦地睁开双眼。剑宫内，仰剑池上空，那枚已经略显残破的剑符在此时爆发出璀璨剑光，瞬间化作一道凌厉剑气，朝着近在咫尺的赤练蝰蛇斩了下去。噗嗤，剑气如虹，转瞬即至，凛冽剑气瞬间在赤练蝰蛇身上留下一道狰狞的伤口。毒血飞溅，但这赤练蝰蛇竟然没有彻底死去，反而在剧痛的刺激下彻底发狂，周身妖气暴涌。该死的，这畜生生命力竟然如此强悍！生死危机关头，方辰剑宫内的墙壁上，一条体型壮硕的青龙在此时蓦地睁开双眼。赤，一道宛若发丝般的凌厉剑气从青龙双眸之中迸射而出，从方辰唇齿间破空而去，瞬间洞穿了赤练蝰蛇的脑袋。扑通！这一击直接斩灭了赤练蝰蛇的生机，让其庞大的身躯坠落，砸在方辰身上。嗨嗨！用力推开赤练蝰蛇的尸体，方辰躺在地上重重喘气，脸上满是劫后余生的心悸之色。刚才简直太危险了，可谓是生死一线。没想到这三阶赤练蝰蛇竟然能够挡住剑符的一击，当真恐怖。从常在那里得到的剑符，经过养剑池的温养，让他可以使用2次。第一次斩杀狮虎猎妖，第2次重创赤练蝰蛇。最关键的是，剑宫墙壁上的那些妖兽雕刻，竟然能够将鸿蒙剑气的威力发挥到极致，这是方辰没有想到的。神识沉入剑宫，方辰发现一条赤练蝰蛇身影竟然缓缓融入青龙雕刻之中。这是青龙雕刻竟然能够吞噬妖兽的魂魄。方辰倒吸一口凉气，这就是圣品剑宫的恐怖之处吗？还是说只有我的剑宫才有此能力？方辰心中满是疑惑。而且在青龙雕刻融合了赤练蝰蛇的魂魄之后，竟然变得更加生动灵活起来，好像随时可能从墙壁中钻出来。不知道当这些雕刻吸收了足够的妖兽魂魄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方辰隐隐有些期待。至于养剑池上空的那枚剑符，在使用了2次之后已经消失不见，这让方辰失去了最为强大的底牌。不管了，先恢复伤势再说。神识退出剑宫，方辰看着地上的2具妖兽尸体，心中也是一喜。一头2阶巅峰双尾灵犀，一头3阶赤练蝰蛇，将其炼化吸收，伤势已经恢复90%了吧。天机塔再次散发光芒，笼罩2头妖兽，2团浓郁的妖兽精血化作丝丝缕缕的能量钻入方辰体内，纯阳圣体激发，快速将其炼化吸收。方辰体内的伤势顿时快速的恢复，不过斩查时间，方辰身上的伤势就恢复了个七七八八。而且得益于纯阳圣体，方辰似乎百毒不侵，连赤练蝰蛇的剧毒都没能给方辰造成丝毫影响。一口略带猩红的气息从方辰口中缓缓吐出，让他脸色逐渐恢复红润。还不错。感受着体内的灵力，方辰微微一笑。他抬眼打量这处妖兽巢穴，眼神蓦地一凝，这是武者开凿的痕迹。心中一动，方辰惊讶道：这里难道是那处上古洞府？吃啦！方辰将崖壁上的杂草藤蔓扯掉，果然看到崖壁上的人工开凿痕迹更加明显，是剑痕。方辰用手掌抚摸着这些痕迹，眼神发亮，而且这股剑意和72剑诀如出一辙。不再犹豫，方辰开始将缠满洞穴崖壁的杂草藤蔓都清理干净，露出墙上一幅幅刻图。这些刻图一共36幅，每一幅都是一道持剑身影，正在演练着一门极为高深的剑法。果然是72剑诀前36剑招，而且还是最为完整的观想图，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方辰难掩心中惊喜。世间武学传承方法各种各样，书籍玉符、神魂传承、文字刻图，林林总总，而观想图也是其中一种，而且是最为古老的一种记载方式。现在开始参悟这些观想图吧。此地最是隐秘，无论是妖兽和沈家强者，短时间内都不会发现，最是适合方辰用来参悟这些观想图。方辰盘腿坐下，凝望着第一幅观想图，他收敛杂念，静心凝神，激发逆天悟性。而得益于曾经修炼过72剑诀，又有纯阳剑体的加持，方辰的参悟可谓是水到渠成，轻松至极。不过斩查功夫，方辰就将第一幅观想图完美参悟出来，对72剑诀第一式的领悟更是达到一个精深的地步。
接下来是第2幅、第3幅，短短半天时间，方辰就将前面18幅观想图全部参悟，同时将其推演到完美层次。呼，方辰睁开双眼，轻轻吐出一口浊气。长时间参悟对方辰的心神消耗也极大，他盘坐调息，过了一会儿才恢复过来，继续将视线看向第19幅观想图，方辰继续参悟。轰！然而当方辰将第19幅观想图刻印在脑海中的时候，识海瞬间为之一震，差点让方辰走火入魔。同时方辰还骇然地发现，识海之中竟然多出了一柄锤子，正在对着他的神魂之力疯狂地捶打着。本就不算浓郁的神魂之力在重锤暴击之下飞速减弱，而数量看似减弱，但质量却曾几何倍数提升。这是神魂淬炼。方辰大吃一惊，脸上满是震撼。这后面的观想图竟然能够锤炼神魂，提升神魂之力的精纯度。方辰浑身颤抖，是因为激动兴奋。常先生说过，这72剑诀其实是一门铸剑之术，而铸剑师对于神魂的要求本来就无比严格。方辰推测道，所以这72剑诀其实是那位72散人创造出来提升神魂之力的独特秘术。能够淬炼神魂之力的功法确实算是秘术，若是我能将这门铸剑之术全部学会，让神魂得到不间断的淬炼。方辰眼中爆发出璀璨光芒，兴奋不已。神魂对于一个武者来说作用实在太大了，神魂越强，对武者自身的增幅就越大。特别是对于剑修来说，神魂之力的强弱决定了剑修对于本命飞剑的操控。铸剑，方辰开始有些明悟，为何这72剑诀被称之为铸剑之术了？因为这本身就是为剑修量身打造的修炼功法。强压下心中的激动，方辰心神恢复平静，继续参悟起来。19幅、20幅、27幅、36幅，不知过了多久，方辰豁然睁开双眼，一抹剑芒自双眸之中迸射而出，在半米之外的崖壁上射出一个剑孔来，剑气外现。方辰微微一笑，连续参悟了36幅观想图，方辰无论是剑宫内的鸿蒙剑气，还是神魂之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特别是第36幅观想图被方辰参悟成功之后，方辰脑海中就自动浮现出无数关于先天剑气的运用之法。现在的我，即便没有剑符帮助，但是灵脉境强者。方辰摊开手掌，五指之间剑气萦绕，他轻轻抓向身旁的一块岩石，剑气绽放，瞬间将岩石斩成齑粉。36幅观想图让我在剑道上的造诣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方辰微微一笑，时间也差不多了，是时候出去了。他站起身来，轻轻一抖，身上被震出一圈飞尘。这些观想图还是毁去的好，若是这72剑诀的观想图被人发现，很容易就怀疑到方辰的身上，到时候将会给他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就在方辰正要将这些观想图毁去的时候，就见到36幅刻图竟然自行从崖壁上玻璃脱落，这倒是省事。方辰微微一笑，随即面色肃然，对着墙壁一拜：晚辈方辰得前辈传承，万分感激，晚辈定会勤加修炼，不负此剑道。言罢，方辰不做停留，大步离去。这都第4天了，怎么还是一点发现都没有？眼生山脉，灰袍老者声音沙哑的道：你们到底有没有仔细搜索？回大人，能搜的地方我们已经搜过了，确实没有发现。一名淬体9重净色声道：属下认为那小子早就被妖兽吃的连骨头都不剩了。这4天时间，他们先后进入断岩峡谷中搜索了好几遍，不仅毫无收获，甚至因此折损了2名下属。现在加上灰袍老者，也只剩下了5人。灰袍老者闻言却显得极为犹豫，他虽然也相信方辰已经死在断岩峡谷，但没看到尸体，终究有些不甘心。大人，您想想。下属说道：那小子本就有伤在身，断岩峡谷不仅深不见底，而且还有一些强大妖兽生存，那家伙要么早已粉身碎骨，要么就是葬身妖兽之口，咱们继续搜索只是浪费时间罢了。你说的有道理。灰袍老者点头道：既然如此，那就撤吧。此次行动耽搁的时间已经够久了，而且损失也堪称惨重，他得想想回去如何交差了。撤！听到撤退，几名下属都是面露喜色，只是其中一人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断岩峡谷，眸子却在此时蓦地一缩，他竟然看到一只手掌缓缓从悬崖之下伸了出来，用力撑在地面上，随即一张熟悉的面孔顿时映入眼睑之中。大人，他还活着。这名武者的声音如公鸭嗓般尖利刺耳，惹得众人猛然回头看去，皆是面色狂变。小杂种，你果然还没死。灰袍老者瞳孔微微一凛，随即狞笑道：但这一次你逃不掉了。方辰单手撑在地上，
闻言也是咧嘴一笑：“老杂毛，小爷没死，死的就是你了，杀了他！”灰袍老者语气满是肃杀，宛如寒风一般冰冷。这几天为了搜索方辰的下落，他们可谓是吃尽了苦头。本以为方辰已经死在断岩峡谷，没想到对方竟然还活着。这一次绝对不能再让方辰跑了。4名下属也是杀意浓郁，不约而同地杀向方辰。谁杀谁还不一定呢。方辰舔了一下嘴唇，在第1名武者冲向自己的同时，身形就化作一道残影飙射而出。砰！这名武者好似被猛兽撞击，整个人直接飞了出去，不等落地就被方辰一拳砸碎了胸膛。瞬杀一人，方辰神情越发冷漠，一掌拍向第2人。狂狮掌！吼！一头血色狂狮齐齐现身而出，朝着第2人扑了过去。扑哧！这名淬体7重境强者瞬间被血色狂狮撕成碎渣，死得不能再死。小子，死吧！与此同时，2名淬体9重境已经从左右两边袭击而来，速度同样迅捷无比。2人身上灵力暴涌，化作拳掌之力拍向方辰的脑袋。方辰眼中寒芒闪烁，体表有银白光芒绽放，不动金身激发，将防御提升到极致。同时气血运转，澎湃的力量在体内流转，霸道刚猛的拳罡同时轰向2人。咔嚓，2道骨裂声同时响起，2名淬体境9重武者脸上顿时浮现出一抹异样潮红。下一刻，哇的一声喷出鲜血，身形倒飞而出。小杂种，到此为止了。就在方辰重创2名武者的时候，灰袍老者已经宛如一头怒兽，窜至方辰面前，蕴含恐怖凌厉的掌风狠狠印在方辰的胸口。哼！方辰浑身一震，一抹腥甜自咽喉浮现，被他强行咽了回去。与此同时，方林双指并起，剑弓内鸿蒙剑气微动，流自手臂，自指尖绽放。72剑诀，剑气动。方辰目光冰冷，嘴唇翕动，赤森然剑气在指尖绽放，瞬间刺向灰袍老者。这是剑气！灰袍老者瞳孔猛然一缩，身形暴退，同时气血在身上凝聚成一件血色纱衣。气血纱衣，灵脉境强者的独特标志，也是其最强防御手段。然而方辰眼中却是闪过一抹讥讽之色。破！剑气快如闪电，瞬间刺穿灰袍老者身上的气血纱衣，同时将其胸膛洞穿。扑哧！灰袍老者惨叫一声，鲜血喷出，整个人直接从半空中跌落在地，难以置信地看着方辰。怎么可能？感受着体内的生命气息飞速流逝，灰袍老者脸上浮现出一抹疑惑。对方不是淬体境修为吗？他是怎么做到将自己重创的？嗨嗨！方辰抹去嘴角血迹，走向灰袍老者。我说过，我若不死，定会让你百倍奉还。方辰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意。你敢杀我？灰袍老者失声道。你难道不知老夫的身份吗？你若杀了我，沈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要真是沈家的人也就罢了。方辰讥讽道。可惜你不是。你……灰袍老者瞳孔微微一缩，有些震惊地看着方辰。很奇怪，我是怎么知道的？方辰微微一笑，森然道。可惜你永远不会知道了。说罢，方辰直接一脚踹出，踢在灰袍老者的胸膛之上。咔嚓！灰袍老者眼珠一突，整个人高高抛起，坠向深不见底的断岩峡谷。你……灰袍老者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远的方辰，眼底逐渐浮现出一抹后悔和绝望。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堂堂灵脉境强者，竟然会死在一名淬体境蝼蚁手中。方辰看都不看对方一眼，刚才那一脚已经彻底断绝了对方的生机，等待对方的结果不言而喻。这时，方辰走向2名淬体境9重武者，一手一人将其经脉震断，同时丢向断岩峡谷中。做完这一切，方辰这才松了口气。刚才的战斗看似简单，被方辰在顷刻间就解决，但其中却蕴含着极大的凶险。一个不慎，方辰就是身死道消的下场。4名淬体境武者，1名灵脉境强者，这样的阵容，就算是灵脉境1、2重的强者，也能被轻松耗死。但终究是方辰笑到最后，成功逆伐1名灵脉境强者。吼！震耳欲聋的兽吼声传来，大地震动，骇人的气息正在飞速接近。方辰面色微变，施展身法，朝着山脉外狂奔而去。咔嚓咔嚓！不多时，只见一头体型宛如小山般的巨猿从密林中钻出，巨猿每一步跨出都足有数米之远，水缸粗的巨树在其面前也都显得脆弱不堪，被其轻松撞碎。那是斑山巨猿。远远的，方辰回头看了一眼，脸上顿时露出一抹惶恐之色，速度更是提升数倍。斑山巨猿，5阶妖兽。大成体的斑山巨猿看
堪比动天境的武道强者。眼前这头斑山巨猿，即便没有达到动天境，最起码也是妖王级别的大妖。妖王境对应武者的灵海境，这等霸主级别的妖王强者，一个指头就能轻松摁死方辰。斑山巨猿在空气中嗅了嗅，随即扒开杂草，将2具尸体拎起，张开大口直接塞了进去，用力了咀嚼了起来，脸上竟然露出了享受之色，将2名淬体境7重武者的尸体咽了下去后，斑山巨猿擦去嘴角血迹，一双宛若铜铃般的眼睛扫向四周，最后投向断岩峡谷。不过斑山巨猿眼中却露出了迟疑之色，似乎那断岩峡谷之中藏着某种令他恐惧的存在一般。最终斑山巨猿转身朝着来路走去，很快就消失在密林之中，走进茫茫山脉深处。这一幕让方辰亡魂皆冒，随即头也不回地逃向山脉之外。足足狂奔了2个时辰，方辰这才因为力竭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太险了！方辰胸膛如同在拉风箱，气都快上不来了，满脸后怕。刚才他反应若是慢了一些，绝对会被那斑山巨猿发现，那时候他想跑都没有机会。好在危机已经解除，方辰的心神也为之一松。然而令方辰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心神松懈的瞬间，一抹寒光却是从前方的草丛中激射而来，刺向方辰的胸口。这道袭杀完全出乎了方辰的意料，毫无准备，生死一线。七星海棠的杀手，方辰心中悚然一惊，下意识催动不动金身，银白色光芒全部集中在胸口位置，形成一道巴掌大小的护罩。噗嗤！然而这名杀手的速度实在太快，加之力量过于强大，匆忙之间形成的护罩竟然没能彻底挡住对方的攻击。仅仅只是一息时间，匕首就穿破护罩，刺进血肉之中。与此同时，方辰运足气血，猛然一掌拍向杀手，雄浑掌风蕴含千斤巨力，将杀手震飞出去。对方身形灵活，宛若鬼魅，化作一道残影钻进草丛之中。噗！方辰体内气血逆流，闷哼一声，喷出一口鲜血。他目光冰冷，扫视四周，那名杀手并未离去，而是潜伏在暗中，伺机寻找机会。这群阴暗里的老鼠还真是阴魂不散。方辰也没想到七星海棠的杀手竟然会追杀到这里来，若非他肉身异于常人，不动金身，从来不敢停歇，就凭刚才那一击，绝对会杀了方辰。暗中运转功法，压制住伤势，同时让自己冷静下来。识海之中，神魂之力悄然散开，警惕地扫视着四周。得益于36幅观想图，让方辰的神魂之力得到巨大的提升，辐射范围扩大。很快，方辰感应到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道阴冷诡异的气息正在盘桓不散。方辰心中微动，脸上却不动声色。这名杀手的实力绝对在2星巅峰，加上其刺杀之能相当于灵脉境的强者。如今的方辰最多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否则的话被这样的杀手盯上，自己也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死。捂住胸口，方辰摇晃着起身，略显狼狈地朝着山脉外围跌跌撞撞地跑去，任谁看来都有种落荒而逃的味道。方辰并未刻意掩饰自己的意图，也确确实实是打算离开这里。他现在状态虚弱，无论那名杀手选择正面攻击还是暗中刺杀，他取胜的机会都不大，还不如将计就计。对方不出手还好，他能借着这个机会摆脱对方。对方要是继续出手，方辰绝对会给对方一个大惊喜。虽然有伤在身，但并未影响方辰的速度。眼看着方辰就要离开衍生山脉，左前方一堆落叶之中，一道等待多时的暗影猛然自其中爆起，化作一道残影冲向方辰。这道袭击比之前更快更突兀，可以说即便是灵脉境强者也根本无法挡住这道袭杀。但方辰眼中寒芒绽放，森然道：臭老鼠，等你多时了。话音落下，方辰猛然张口，剑弓内早已积蓄已久的鸿蒙剑气好似光芒绽放，自方辰口齿之间激射而出，比杀手的攻击更快，快到这名杀手连半点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噗嗤，剑气如虹，瞬间从这名杀手的面门贯穿过去。锋利的匕首距离方辰仅有1寸距离，却无力地垂了下去。扑通，随着杀手的尸体重重摔落在地上，方辰顿时重重地喘息起来。神识感应中再无任何危机，方辰总算是彻底松了口气。七星海棠的杀手不是大白菜，即便有人想要针对自己，也不可能无限制地聘请杀手。激发天机塔将杀手炼化成精血，吸收之后，伤势总算是得到彻底的遏制。七星海棠、方家、曾家、柳家还有沈家，你们都是好样的。方辰眼中寒芒闪烁，胸中杀意暴涌。此次衍生山脉之行，除了寻找那处上古洞府，得到72剑诀，得后续功法外，还有方辰故意为之引蛇出洞。第一批武者是几大家族派遣的死士，第二批以那灰袍老者为首的
明面上是沈家的人，但真实身份却是柳家安插在沈家的死间，故意借这次机会杀了自己，祸水东引，栽赃沈家。至于这名杀手是谁聘请的，并不重要，方辰只需要确认出手的是这4大家族就行了。4大家族，4方势力，很好。方辰俊秀的脸上露出一抹森然杀意，这次没能杀了小爷，接下来可就轮到我了。不说其他3家，单单是沈家，在没有证据证明沈慕白是他所杀的前提下，还要派人来杀自己，这件事就没完。在方辰重返青州城的时候，他的伤势已经彻底恢复，灵力饱满，气血充足。看着眼前的城门，方辰嘴角掀起一抹森冷弧度。青州城，我方辰回来了。方圆堂哥，你看起来心情不错啊，是有什么好事吗？聚贤楼2楼，方圆与一众方家子弟畅饮，脸上的笑意无论如何都掩饰不住，哈哈，人逢喜事精神爽。方圆嘴角一翘，说道：今日大家放开玩，全算我的。这段时间方圆被方辰3番5次羞辱，让他堂堂方家少爷沦为笑柄，过得很是压抑。不过一想到方辰如今已经变成一具尸体，方圆就压制不住心中的狂喜，颇有种手的云开见月明的轻松感。堂哥大气。方龙举起酒杯恭维道，和方圆堂哥一比，那个方辰简直就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废物。不错，那方辰仗着自己有点天赋，完全不将我们方家放在眼里，真是岂有此理。还好他已经滚出方家，否则这样的人迟早给家族带来祸端。能坐在这里的人都算是方圆的心腹，自然会向着方圆。行了，这种无关紧要的人还是少提的好。方圆淡淡道，一个弃子罢了，是生是死已经和我方家再无关系。方圆堂哥说的没错，来，大家敬方圆堂哥一杯。众人举杯畅饮，气氛逐渐变得热切。就在这时，一道淡淡的声音从楼梯口传来，怎么，听你这意思是知道我会死了？人影走上2楼，面带戏谑的看着方圆等人。方辰。方龙面色一变，厉声道，你怎么来了？相当于方龙等人的愤怒，方圆眼中却是闪过一抹震惊和骇然。方辰，他竟然没死？怎么，这聚贤楼你们能来，我就不能来？方辰目光锐利，盯着方圆。方圆，方少爷，你觉得呢？方辰，你什么意思啊？方龙拍桌而起，指着方辰怒声道，你现在已经被逐出方家，哪来的资格在这里大呼小叫？谁给你的？方龙话没说完，就被方辰一巴掌抽飞了出去。哪来的狗在这里大呼小叫的？方辰收回手掌，目光却停留在方圆身上，面无表情地说道，方圆，没想到我会活着回来吧？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方圆避开方辰的视线，端着酒杯转移注意力，但手臂颤抖，杯中酒都洒了出来。听不懂没关系。方辰拍打着方圆的脸颊，回去告诉方远山，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想玩，我就陪你们好好玩，只要你们能承受得起这个代价。受此羞辱，方圆却敢怒不敢言，因为他真的很怕方辰会直接杀了他。方辰，你不要得意。强忍心中的杀意，方圆厉声道，就算你回来了又如何？你身边那个小贱人，他马上就要死了。轰！此言一出，整个聚贤楼2楼顿时被一股凌厉的杀意所笼罩。你再说一遍。方辰目光如剑，锐利地盯着方圆。你或许不知道吧？感受到方辰的愤怒，方圆只觉得心中一阵畅快，冷笑道，你身边那个小丫头已经被沈初白带走，或许现在已经他在找死。手中劲气喷薄而出，将方圆直接震飞出去。充满杀意的声音清晰传入众人耳中，让人不寒而栗。小贱人，我还以为你会一直躲在城主府不出来呢。沈初白怨毒地看着青衣，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意。现在给本小姐跪下。自从二哥沈慕白死后，沈初白就怀疑是方辰所为。如今方辰已死，但方辰身边的青衣，沈初白同样不会放过。只是这几天青衣都在城主府，他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谁曾想今天青衣竟然主动离开城主府，被等待多日的沈初白直接带到这处郊区别院。这是沈初白自己的产业，很是隐秘，极少有人知道。见到青衣站着不动，沈初白怒声道，本小姐叫你跪下，你没听到吗？青衣面无表情地看着沈初白，眼底掠过一抹杀意，还敢瞪本小姐，你好大的狗胆。沈初白突然笑道，小贱人，你不是仗着有点姿色勾引我二哥吗？那我就让你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生不如死。从现在开始他属于你们了。沈初白一挥手，几名大汉就走向青衣，脸上是掩饰不住的贪婪和淫邪。青衣眼底寒芒越发浓郁，就在他准备将这些人全部宰了的时候，却好似有所感应一般，脸上露出一抹柔弱害怕之色。小姐放心，
我们一定会好好招待这小贱人的。一名大汉搓着手淫笑道：等完事后，我保证会将他四肢斩断，给小姐出了这口恶气。很好。沈初白满意的点点头，挥手道：带进去吧，别脏了本小姐的眼睛。好嘞。几名大汉狞笑一声，大手直接抓向青衣。我看谁敢。就在这时，紧闭的院门被人暴力踢开，2名护卫更是重重砸在地上，身体一抽，直接变成了尸体。沈初白猛地一惊，扭头看去，瞳孔就是一缩，竟然是你这个小杂种，你没死。沈初白心中无比震撼，难以置信地看着方辰。少爷。青衣少女双眸泛起水雾，渲然欲泣的模样，惹人怜爱。丫头别怕，少爷来了。向青衣投以一个安慰的眼神，方辰身上杀意席卷。今日你们一个都别想走，就凭你。沈初白声音尖利，怨毒道：给本小姐杀了他。是，小姐。几名壮汉冷喝一声，纷纷运转灵力冲向方辰，都是淬体境的武者，实力极为不弱。方辰眼中闪过一抹不屑，身形一动，化作道道残影。转瞬之间，几名大汉顿时倒飞而出，纷纷吐血倒地而亡。怎么可能？沈初白脸上露出一抹慌乱之色，尖声道：你怎么可能变得如此厉害？这4名护卫都是他从族中精心挑选的强者，每个都是淬体境8重修为，但是眨眼间就被方辰全部击杀。这等实力也就只有灵脉境强者才能做到了。你难道突破到灵脉境了？这绝对不可能。之前的方辰实力虽然很强，但也不过是淬体境2重修为，和灵脉境有着10万8千里的距离。短短几日，他怎么突破到灵脉境？是与不是，你今日都要死。对于沈初白的行径，方辰已经起了杀心。今日他若是晚来一些，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后果。青衣是他的侍女，更是他的家人。龙之逆鳞，触之必死。今日这沈初白必须死。你想杀我？你敢杀我？沈初白瞳孔一缩，尖声道：我可是沈家的人，你要是杀了我，我父亲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从你沈家对我出手的那一刻，我们之间就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局面。方辰目露寒芒，而你千不该万不敢要对青衣下手，这是你的取死之道。话音落下，方辰爆射而出，一掌轰向沈初白面门。这个蛇蝎心肠的贱人将主意打到青衣身上那一刻，就注定了他必须死。穆婆婆救我！眼见到方辰竟然来真的，恐惧之下的沈初白放声尖叫起来：小辈，休得放肆！随着沈初白声音落下，一道雄浑灵力顿时从天而降，将方辰笼罩。灵脉境强者。方辰面色一变，眼角余光见到一名老妪，如同一道闪电自屋内暴击射而来，一掌拍向自己。少爷小心！青衣俏脸微变，眼底有青芒闪烁。不等老妪的掌风轰在身上，方辰嘴角顿时掀起一抹冰冷弧度，体内灵力席卷，双手齐齐拍出狂狮掌。3头血色狂狮同时朝着老妪扑去。雕虫小技！老妪嗤笑一声，掌风一变，瞬间将3头血色狂狮拍碎。就在此时，空气中灵力波动，一截玉指浮现而出，朝着老妪狠狠按了下去。灵犀一指，玄阶武学。感受到这玉指上恐怖的灵力波动，老妪面色豁然一变，当即身形暴退，想要拉开距离。晚了。方辰讥讽一笑，心念一动间，玉指的速度顿时激增数倍。神魂之力提升后，方辰在施展武学的时候，无论是威力还是速度都提升了几层台阶。噗嗤，快若奔雷的玉指瞬间击中老妪，让其一口鲜血狂喷而出，身形不断暴退，在地上留下一道道清晰的脚印。不等老妪反应过来，一道如同鬼魅的身影瞬间窜至身前，那蕴含着狂暴力量的拳罡直接砸在其脑袋之上。砰！拳罡落下，直接将老妪的脑袋轰成粉碎，鲜血脑浆迸溅，洒向四周，抹了一下脸上的血水，那红白之物让沈初白心潮翻滚，差点吐了出来。更让他惊骇的是，灵脉境的穆婆婆竟然被方辰给杀了，轮到你了。方辰并未就此放过沈初白，而是大步朝着对方走去，身上的杀意一波强过一波。不，你不能杀我！沈初白被吓得面色煞白，再无半点骄傲，颤声道：我是沈家的人，我身份尊贵，我不能死。要怪就怪你惹到不该惹的人吧。方辰眼中寒芒爆射，手掌之上灵力萦绕，就要拍向沈初白。小辈，适可而止吧。眼看方辰正要一掌结果了沈初白，一股比灵脉境恐怖无数倍的雄浑灵力骤然间从天而降，死死将方辰禁锢在原地。刷刷刷！下一刻，数道身影齐齐降临别院。为首者是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正是沈家大长老。大长老，救我！见到大长老，
沈初白就像是落水之人抓到救命稻草，满脸激动狂喜。沈家大长老模样漠然地看着方辰，面无表情地说道：“以淬体境修为逆伐灵脉境强者，看来所有人都低估你了，是他们太废物。”方辰语气平静地说道：“怎么，你这位灵海境强者打算亲自出手？真不知道你这小辈哪来的底气？”沈家大长老微微一笑，说道：“虽说有些以大欺小的嫌疑，但你杀了我沈家这么多人，若是不杀你，我沈家实在是颜面无存。”就在这时，一道苍老雄浑的声音蓦地在小院上空炸响：“沈阔，你确定？沈阔，我林家的姑爷也是你能动的？”中气十足的声音落下，就见到几道身影呼啸而至，站立在院落四周。特别是为首那名老者，明明年过60，但体型壮硕，不仅没有半点老态龙钟之感，反而给人一种气血充足、力量爆棚的力量感。他刚一出场，澎湃的气血之力顿时席卷而出，将灰发老者的灵力笼罩直接掀翻，当场震碎。正是林家家主林天雄。除了林天雄外，还有一人方辰认识，林家林野林思雨的大哥，方辰的便宜大舅哥。敢欺负我林家的姑爷，你想找死？老者语气之中杀意十足，充满着极为骇人的压迫力。林天雄，沈家大长老沈阔眉头一皱，说道：“林家主带着这么多人来，是想与我沈家开战不成？”开战？林天雄不屑冷笑：“你他娘的区区一个外来户，也想和我林家开战？你要不回去问问沈天心那瘪犊子，他有这个胆量吗？”你……沈阔也没想到林天雄竟然如此不客气，而且言语如此粗俗，连方辰都有些傻眼了。林天雄这么猛的吗？沈阔沉声道：“林天雄，你好歹也是一族族长，还请注意一下言行。”注意你妹啊！林天雄顿时破口大骂，怒声道：“你沈家都欺负到我林家的姑爷头上了，还要我注意言辞？咋地？显得你沈家脸大？来，沈阔，别怪老子不给你机会，有种你动我孙女婿一下，老子不把你打出屎来，就算你没吃饱。”这番话顿时让不少人嘴角抽搐，这骂的也太脏了吧！方辰也是有些愕然，捅了捅身边的林野，低声道：“你爷爷他一直都这么猛吗？”林野眼角青筋微跳，没好气的道：“也是你爷爷。”方辰直接翻了个白眼：“林天雄，你不要太过分了。”林天雄三番五次的怒骂，终于让沈阔绷不住了，他沉声道：“我今日不过是为我沈家讨要一个说法罢了，你林家确定要插手？说法？你这老梆子少给我扯犊子！”林天雄满脸不屑的说道：“你沈家不就是怀疑我这孙女婿杀了你沈家那不成器的沈慕白吗？不管你有没有证据，但至少证明你沈家都是一群废物。”你……沈阔被气得浑身颤抖，体内气血浮躁，差点走火入魔。林天雄，你当真要把事情做到这个地步吗？强忍心中奔腾的杀意，沈阔一字一句道：“你林家虽然是大，但我沈家也不是好惹的，你真当老子是被吓大的？”林天雄一挽袖子，露出健壮有力的臂膀，说道：“来，老子给你个单挑的机会，要么我打死你，要么你被我打死。”说话间，一股极为恐怖的气息自林天雄身上喷薄而出，朝着四周席卷而去。这股气息令沈阔面色一沉，其余沈家人面露惶恐之色，因为这股气息实在过于强大，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灵海境强者，而且实力绝对在沈阔之上。灵海境巅峰吗？方辰眉头微微一扬，没想到林天雄的实力竟然如此强横，只差一步就要突破到洞天境了。难怪说话底气这么足，连沈家都不放在眼中。沈阔眼中寒芒暴涌，五指紧了又松，最后冷冷地看了一眼方辰，沉声道：“小子，这是没完，我沈家的人不能白死，还敢威胁我孙女婿，真是给你脸了！”林天雄周身灵力呼啸而出，瞬间将沈阔震飞出去。回去告诉沈天心，小辈之间的争斗我可以当什么都没看到，但谁敢以大欺小，欺负到老子的孙女婿头上，休怪我林天雄翻脸。这霸气十足的话语以小院为中心，朝着四周扩散，转眼间就传遍了大半个青州城。无数人皆是听到这番话，也是被震得目瞪口呆，只觉不可思议。这林老家主还真是霸气，就不怕把沈家得罪死了？嘿嘿，那是你不知道，林老家主年轻历练的时候就曾做过一段时间悍匪，天不怕地不怕，完全就是个混不吝。虽然如此，但为了一个方家弃子，值得吗？虽然不愿意承认，但那方辰确实是林家姑爷，娶了咱们青州城第一美女，他一个弃子，算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方辰，你给本小姐等着！沈初白双眼怨毒地看着方辰，厉声道：“等我大哥回来，绝对有你好看。”对此，方辰只是微微一笑，说道：“希望他不是个废物，否则就别来丢人现眼了。”
你敢瞧不起我大哥？他可是……沈初白话没说完就被沈括阻止。初白，慎言！沈初白连忙把嘴闭上。林家主，今日这事，我沈家暂且记下了。沈括已经彻底冷静下来，沉声道：“山高水长，咱们走着瞧。”走。话音落下，沈括一把抓住沈初白，几个纵跃间瞬间消失于小院之中。沈家人一走，方辰也是松了口气。他对着林天雄深深一拜，承声道：“多谢前辈出手相助。”你这小子叫什么前辈？林天雄吹胡子瞪眼道：“你都和我孙女成亲了，得叫爷爷。”方辰无奈说道：“孙女婿方辰见过爷爷。”哎，这就对了嘛。林天雄哈哈一笑，拍打着方辰的肩膀说道：“不错不错，你小子要实力有实力，要胆量有胆量，不愧是我林家的姑爷。年仅16，淬体境3重，逆伐灵脉境，直面沈家而不胆怯。”对于方辰，林天雄是越看越满意。方辰说道：“不过爷爷，为了我就把沈家彻底得罪死，是不是有些不值得？”胡说什么呢？林天雄再次一瞪眼说道：“你是我林家姑爷，为你出头不是应该的。沈家是强，我林家难道就弱了？”林天雄一把抓住方辰的肩膀说道：“小子，你给我记住了，从来都只有我林家欺负别人的份，但没人敢在我林家头上拉屎撒尿，听明白了吗？”明白了。方辰心中感动，同时也明白了林天雄此人的性格，霸道强势，魂不吝，极为护短。林天雄说道：“好了，事情也处理完了，随我回林家吧。”抱歉啊，爷爷，我不能和你回林家。对于林天雄的提议，方辰却拒绝了。你确定？林天雄皱眉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的道理，你不会不懂。只有在林家，你才会安全。爷爷，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方辰笑道：“只要不是林海境以上的强者出手，孙女婿自保还是没问题的。有志气，果然有几分老夫当年的风范。”林天雄满意的点点头：“既然如此，那就随你吧。你也放心，谁要是敢破坏规矩，我第一个饶不了他。”多谢爷爷。方辰诚心道谢。今日若非林天雄出手，将会很难收场。即便是最好的结果，就是方辰硬生生杀出去，然后带着青衣亡命天涯，四处流浪。谢什么谢？咱们都是一家人，别这么见外。林天雄呵呵一笑说道：“好了，既然你不愿意和我回林家，我也不勉强你了。不过有时间可要多去家里坐坐。”对此，方辰自然不会有拒绝的理由，满口答应下来。爷爷，今天这事可是将沈家彻底得罪了。等到方辰带着青衣离开，林野沉声开口，语气中带着一抹凝重之色：“得罪就得罪了。”林天雄冷哼道：“他们明知方辰是我林家的女婿，却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多次对方辰出手，这明显是没有将我林家放在眼里。”确实如此，林野说道，但我总觉得这件事有些奇怪，似乎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小野，你想说什么？林天雄看了一眼林野，眼神颇有深意。沈家的目的可能不单单是为了方辰。林野沉声道：“他们也有可能就是冲着我林家来的。”继续。林天雄面无表情，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首先，方辰是我林家的女婿，这是不争的事实。林野说道。其次，众所周知，方辰深受城主府常先生的赏识。最后就是沈家本身。林野说道。沈家本是外来势力，虽说这些年已经在青州城逐渐站稳了脚跟，但是底蕴尚浅。那沈天星又不是个蠢人，岂会为了这种莫须有的事情和我林家为敌？除非他们一开始就是冲着我林家而来。林野眼中金光闪烁，语气冰冷道：“方辰不过是沈家为此找的突破口而已。”不错不错，不愧是我林天雄的孙子，分析得很有道理。林天雄哈哈一笑说道：“那你再说说沈家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目前还不清楚。林野摇摇头说道：“但我估计沈家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这沈家真把我林家当成软柿子了。”林天雄冷哼一声说道：“看来我有必要去和许巍然聊聊了，这青州城到底还有没有规矩？”林野嘴角抽搐，连忙说道：“爷爷，您聊天就聊天，可别打起来啊！”林天雄眼睛一瞪，不悦地说道：“老夫是那种人吗？”林野以及一众林家强者齐齐点头，那眼神好似在说：“你就是那种人。”嗨嗨，林天雄有些尴尬的挠挠头，随即不耐烦的道：“行了行了，都赶紧滚蛋，少在这里碍眼。”几名林家强者吭哧吭哧的笑起来，但在林天雄欲要杀人的眼神威逼下落荒而逃。“小野，你找个时间提醒提醒方辰那小子。”林天雄说道，“这段时间他一定要加倍小心，特别是那个沈家小子。”沈浩白。林野脸色越发凝重，
眼神之中浮现出忌惮之色。要是那家伙真的回来了，事情可就变得更加糟糕了。现在说这个还为时尚早。林天雄突然笑了，那沈家小子确实有些手段，但要是对上方辰小子，也不见得能占到多少便宜。爷爷，您就这么看好方辰？林野皱眉道：我承认方辰是有些天赋，但修为也就淬体境而已。而那沈浩白可是……那又如何？林天雄说道：那穆婆婆虽然气血枯败，但好歹也是灵脉境强者，却也死在那小子手中，这换作曾经的你，能够做到吗？不能。林野摇摇头。林天雄再问：沈浩白在这个年纪的时候能做到吗？也不能。林野再摇头。沈浩白实力和自己相当，再强也强不到哪里去，即便全力出手，最多只能战胜过比自己高出几重小境界的对手，但是越过一个大境界，逆伐灵脉境强者，他和沈浩都做不到。不只是他们，包括许多精彩绝艳之辈都做不到这等逆天之事，但那小家伙做到了。林天雄意味深长地说道：所以我让你提醒方小子，并不是怕了沈浩白，而是沈浩白的身份。我明白了，爷爷。林野说道：事不宜迟，我这就去告诉方辰，那小子虽然实力不错，就是太过冲动，我怕他又惹出什么事来。去吧。林天雄抬头望天，语气漠然道：这些年老夫过于低调，倒是让某些人觉得老夫拎不动刀了，刚好趁这个时候杀杀某些人的嚣张气焰。话音落下，林天雄一脚跺在地上，地面一震，而林天雄则是借助这股力量一跃而起，暴冲天际，几个纵跃间就彻底消失不见。针对我林家的阴谋吗？林野活动了一下手腕，眯眼道：那我还挺期待的，究竟谁给你沈家的胆子？与此同时，沈家家主，计划失败了。大长老沈括神色有些黯然。说说吧，到底发生了什么？沈天心面无表情地说道：连你堂堂一个灵海境强者都对付不了一个淬体境的蝼蚁吗？是林天雄出手了。沈括说道：林天雄很强势，执意要保下方辰那小畜生。原来如此。沈天心说道：既然是林天雄亲自出手，你失败了也是情有可原的，此事怨不得你。家主，这件事该怎么处理？沈括说道：那方辰是林家的姑爷，又备受林家维护，咱们要是再出手，可就不明智了。世家之争从来都会有个限度，沈慕白之死，凶手是不是方辰都还没确定，仅凭一些推测就要冒着和林家交恶的风险，对付方辰在沈括本人看来太冒失冲动了。你说的有道理。沈天心点点头说道：既然林家已经发话，那这件事就先别追究了。家主英明。沈括也是松了口气。那林天雄态度强硬，而且林家底蕴深厚，真要因此得罪了林家，那就得不偿失了我算什么英明？沈天心苦涩道：儿子被人杀了，我这个做父亲的却不能为他报仇，真是可恨啊。家主节哀。你不用安慰我。沈天心淡淡道：而且只要等浩白回来，有些事情也就可以结束了。小月。方辰看着面前的小丫头说道：老实交代，是不是你做的？丫头，老实交代吧。方辰神情平淡，双眸却宛若锐利长剑一般，看着面前的青衣小丫头说道：沈慕白，是不是你杀的？少爷，您都知道了。青衣侍女低着头，不敢看方辰的眼睛。你说呢？方辰冷哼一声，语气极为严厉说道：你有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吗？少爷，对不起。青衣被吓了一跳，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抽泣着说道：少爷，我知道错了，我不该给您惹麻烦的。青衣越哭越伤心，我这就去沈家说明情况，绝对不会牵连到少爷的。看着痛哭流涕的青衣，方辰却是有些头疼的揉了揉太阳穴，说道：行了，别装了。抽泣声戛然而止。少爷，您又发现了。青衣偷偷瞄了一眼方辰，见自家少爷好像没有真的生气，吐了吐舌头。方辰有些无力的说道：行了，起来吧。嘻嘻，少爷您真好。青衣快速的从地上爬起，殷勤的给方辰端茶倒水，捶背捏肩。说说吧，为何要故意引沈家人上钩？方辰淡淡的说道：我要是不回来，你是不是还想把他们全都杀了不成？谁叫他们欺负少爷的？青衣轻哼道：那沈初白最可恶了，我没少听到他在背地里骂少爷你。就因为这个？方辰有些无可奈何的说道：被骂几句算得了什么，又不会少一块肉。少爷这些年还被骂的少了。不，青衣固执的说道：他们敢骂少爷，他们就该死。只是这一次好像是奴婢给少爷惹麻烦了。青衣低着头，显得很是愧疚。这算什么麻烦？方辰说道：倒是你这个小丫头，竟然不声不响的潜入沈家，将人给杀了，你倒是藏得挺深啊。
青衣俏皮一笑，说道：“还不是少爷教导的好，少拍本少爷的马屁。”方辰翻了个白眼，说道：“少爷可没有教你行刺杀之事。”少爷，奴婢知道错了。青衣低着头，手指紧张地搅在一起。我看你啊，还是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方辰摇摇头，说道：“一个沈慕白而已，死就死了，只是你不该瞒着我。”当初方辰还曾对杀了沈慕白的凶手破口大骂，让自己替他背锅。没想到让他背锅的罪魁祸首，竟然是自己身边的青衣小丫头。我这不是怕被少爷怪我吗？青衣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行了，方辰说道，这件事你知我知，切记别让第三个人知道。无论谁来问，就说不知道。现在沈家对付方辰的手段还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如果坐实了凶手是青衣，以沈家的行事风格，绝对会更加过激。知道了，少爷。青衣分得轻轻重，自然不会反对。好了，先去休息一下吧。方辰看向门外，说道：“少爷要招待几个朋友。”哦，青衣并不傻，少爷故意支开自己，肯定是有要事和别人商谈，便懂事的退下去。哗啦，院门被粗暴的推开，林野径直走进院子，说道：“小子，你可能有麻烦了。”怎么？我现在的麻烦还不够多吗？方辰淡淡一笑，给林野倒了杯茶，说道：“大舅哥，喝杯茶，仔细说说，你小子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林野灌了一口茶水，说道：“沈家大公子沈浩白不日就要返回青州城，到时候他不会轻易放过你的。这沈家还真是没完没了了。”方辰说道：“大舅哥，这沈浩白什么修为？灵脉近巅峰。”林野沉声道：“而且这沈浩白除了修为高深之外，最重要的是，这沈浩白还是天狼佣兵团的成员。”天狼佣兵团？方辰眉头一皱，说道：“是那个青州三大佣兵团之一的天狼佣兵团。”正是他们。林野说道：“天狼佣兵团人多势众，而且他们行事风格颇为血腥残忍。这沈浩白加入天狼佣兵团多年，立下过无数功劳，在天狼佣兵团中的威望很高，备受器重。一旦被他盯上，所面对的就是一整个天狼佣兵团啊！”天狼佣兵团我也有所耳闻。方辰说道：“天狼佣兵团成员多达上百，常年混迹于衍生山脉，以猎杀妖兽、接取任务为主，嗜杀成性，又颇为团结。但凡得罪其中一人，就如同捅了马蜂窝，得罪整个天狼佣兵团。你倒是知道的不少。”林野说道：“所以爷爷的意思是，让你暂时跟我回林家待一段时间，等到沈慕白离开后再做决定，不必那么麻烦。”方辰摇头道：“这样不仅会给林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更显得我心虚，有此地无银300两的嫌疑。”可是林野还要再说什么，就被方辰打断道：“林大哥，你放心吧，我心中有数的。要是真解决不了，我自然不会和林家客气。行吧？”见到方辰说的认真，林野只好点头道：“这几日你哪里都不要去，避免掉入沈家的陷阱。”林野走后，方辰又迎来了常在。成功了。常在看着方辰，微微有些惊讶。多谢常先生告知小子线索，否则还真不容易找到那处上古洞府。方辰给常在倒了茶，真挚道谢。不必谢我。常在说道：“你能得到后续功法，算是你个人造化，与我无关。只可惜我也只得到其中部分功法而已，并不完整。”方辰说道：“想要凑齐这门功法，也不知道何年何月了。”哈哈，平常心就好，莫要执着。常在轻笑道：“该是你的，早晚都是你的，谁也抢不走。谢先生指点。”方辰点头道：“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一切随缘吧。不错，算是有点悟性。”常在微微一笑，说道：“沈家的事想好了怎么解决吗？还请先生指点。”方辰赶紧给常在续了杯茶，虚心请教：“此事说难不难，说简单倒也简单。”常在眼中金芒一闪，沉声道：“就看你敢不敢搏一把了。愿闻其详。”方辰心中好奇，诚心请教。常在微微一笑，说道：“解铃还须系铃人，只需釜底抽薪，此局可破。”方辰闻言，眸光微微一闪：“多谢先生指点，晚辈明白了。”方辰捧起茶杯，对着常在遥遥一拜：“你我之间就无需如此客气了。说起来这件事也是我对不住你。”常在无奈一笑，说道：“好在那小丫头没有出事，否则我还真是难辞其咎了。”方辰知道常在说的是青衣被沈出白掳虐一事，但这件事本身就是青衣以自身为饵，引蛇出洞，想要杀了沈出白。又交谈了几句，常在这才告辞离去。不过在走之前，常在还提醒方辰，那72剑诀一定要好生参悟。方辰心中微动，明显察觉到常在这是话里有话，意有所指，因此
等常在走后，方辰让青衣别打扰自己，一头钻进房间，开始从头重新参悟这门剑诀来，并无半点异常。将72剑诀再次梳理参悟，方辰没有发现任何头绪。难道我误会了常在的意思？还是说有什么是我没有发现的？方辰心中念头急转，神识内视剑功。本以为得到了这后续功法就能孕育出本命飞剑来，但直到现在，剑功内除了先天剑气壮大了许多之外，并没有本命飞剑孕育出来的丝毫迹象。难道需要得到完整的剑诀才行？方辰眉头一皱，72剑诀乃是72散人所创，乃是一门铸剑之法。但直到现在，方辰都没有从这功法中发现丝毫和铸剑有关的特别之处。但常在也不会无的放矢，也没有理由欺骗我。方辰眉头紧锁，陷入沉思。半夜时分，一缕清冷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屋内，在地上映射出斑驳痕迹。正在冥思苦想中的方辰蓦地睁开眼睛，恰好看到地上那几道光影，他脑海中顿时灵光一闪，原来如此。方辰眼底有金芒闪过，嘴角现出一抹讥讽的弧度草蛇灰线，福脉千里，不愧是你啊。方辰站起身来，推门而出，抬头望去，高悬一片月，只是月有缺陷，并不圆满。最近这段时间似乎都没遇到一个满月。方辰心中还有很多疑惑，本打算询问一下萧玉鸾和南宫卓，但一直没有机会。推算一下，明晚将会是个满月。方辰抻了个懒腰，轻笑道：我很期待。翌日一大早，方辰正在院中打着拳架，周身雾气升腾，体内气血滚滚，胸膛随着呼吸不断起伏，啪啪啪啪，直到方辰收拳而立，体内竟然传出爆豆一般的脆响，气息蓦地一变，竟然比之前强大了许多。呼，方辰吐出一口浊气，脸上也浮现出淡淡笑容。这门古拳架是他在方家之时族长爷爷传授给他的，无名无姓，来历未知，甚至是与人对敌都没有半点杀伤力。然而每日勤练不辍，却能够起到淬炼肉身、剔除体内杂质之效。此拳架和不动金身彼此配合，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惊人效果，让方辰颇为惊喜。啪啪啪，掌声响起，只见一道身影毫无形象地坐在院墙之上。没想到你竟然已经练出了一丝拳意，真是难能可贵。林野说道：说实话，若非你浪费3年时间，未必配不上我妹妹。直到现在，林野还是认为方辰配不上自己的妹妹林思雨。可惜方辰废物3年，不管是假废物还是真蛰伏，但确确实实浪费了3年时光。而这3年恰好是最适合武者淬炼气血、洗精伐髓的时候。想要追上自己的妹妹，简直是异想天开了。有事？方辰翻了个白眼，让青衣端来水净手之后，又泡上一壶浓茶。舒坦，美滋滋地喝了一口热茶，方辰心满意足地靠在躺椅上。你小子倒是会享受。林野没好气地说道：今晚有个聚会，是柳轩组的局，点名要叫上你一起。不熟，不去。方辰想都不想直接拒绝了。此次进入衍生山脉，方辰遭受几波袭杀，这其中说不定就有柳家的影子。昨日路过聚贤楼，恰好听到方圆几人在吹牛，方辰毫不犹豫地出手教训了方圆一顿。今日柳轩组局刻意邀请他赴宴，必然是听说了昨日的事情。以淬体境修为、逆法灵脉境的穆婆婆，这种事情过于天方夜谭。那柳轩不过是想要借这个机会试探真假。我劝你最好还是去一趟。林野说道。虽说柳家都是一群目光狭隘之辈，但那柳轩倒也是个人物，而且从某一方面，你们算是盟友。什么意思？方辰眉头一挑。柳轩曾经败给沈浩白，而且不止一次。林野说道。他们2人之间每次见面必有一战。想要对你的敌人有更多了解，柳轩是个不错的人选。说的有几分道理。方辰点点头说道：行吧，看在大舅哥你的面子上，今晚我定会准时赴宴。成。林野说道。听风楼天字号房。说罢，林野跃下墙头，潇洒离去。柳家柳轩，沈家沈浩白。方辰轻轻一笑。曾经他还没有资格接触这个圈子，但自从丹田重塑之后，才多久时间，柳轩就设宴邀请他了。当然，这其中有几分真，几分假，只有柳轩本人清楚了。今晚就见识一下这青州城中最杰出的一批天才吧。傍晚时分，当方辰再次踏入听风楼的时候，心中也是有些感慨。曾几何时，他连踏入这里的资格都没有。但是如今再次进入听风楼的方辰，心中已经再无波澜。听风楼一如既往的热闹非凡，中央位置悬着一盏天灯，明显已经进行了更换，只能够成功参悟就能得到一桩造化，还真是财大气粗啊。现在正有无数人不断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方辰收回视线，
径直朝着2楼走去。没等推开天字号房门，里面就传来一道嗤笑之声，以淬体境击杀灵脉境。这等无稽之谈，也就你们相信了。那方辰本就是废物一个，更不可能做到。诸兄此话有失偏颇。屋内另一道声音响起。俗话说，士别3日当刮目相待。那方辰早已今非昔比，已经不是曾经那个废物了。柳轩，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和那姓方的小子也算是有仇吧？竟然会替他说话。之前那道声音冷笑道，这才一段时间不见，你还真是越活越回去了。紧接着屋内开始爆发出一阵争吵。门口的方辰微微一笑，猛然一脚将房门踹开。屋内众人都被这一幕给惊呆了，特别是林野，原本正在看戏，见状更是目瞪口呆地看着方辰。这个狗东西来就来了，竟然敢踹门，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而柳真、曾松、朱荣3人也是难以置信地看着方辰，欲言又止。哟，这么热闹啊！方辰毫不畏惧地与屋内几人对视，笑道：看各位这个表情，是不欢迎在下。你小子少胡说八道，自己找位置坐下。林野嘴角抽搐，没好气地说道：行了，柳轩和曾琦你都见过，这个是朱晨，刚回青州城。既然大家都认识了，那就坐下说话。林野在几人中的威望似乎不低，他一开口，那朱晨顿时不再和柳轩争执，但阴狠的目光却是死死盯着方辰。方辰像是没看到一般，自饮自酌，喝酒吃菜。柳真3人却是显得很是拘谨，完全放不开。方辰，今日邀请你来，主要是有2件事。酒过3巡，菜过5味，柳轩端起酒杯，示意方辰，说道：之前是舍弟不对在先，多有冒犯，还请见谅。柳轩竟然主动向方辰道歉，想要化解这个恩怨。柳真，现在向方辰道个歉，这件事就这么算了。柳轩示意柳真，后者点点头，拎着酒杯走到方辰面前。方辰，之前是我有错，现在向你道歉。众人都看着方辰，看他会如何应对。柳二少莫不是在和我开玩笑。方辰揉搓着一颗花生米，面无表情地说道：你向我道歉，不知道你何错之有啊？柳真面色微变，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柳轩，而柳轩好像没看到一般，在和林野小声交谈。显然这是由柳真自己决定了。柳真心中叹了口气，他知道今天要是不拿出一个态度来，这件事怕是没那么好了结了。谁叫眼前这个家伙这才短短10日就已经将自己甩在了身后。方辰，之前是我过于目中无人，多有得罪，我再次向你道歉。柳真深吸一口气，强忍心中的不甘愤怒，双手捧杯，朝着方辰一鞠到底，久不起身。柳真的态度表现得很是卑微，从始至终都没有丝毫不耐。方辰将花生米扔进口中，慢慢咀嚼着，说到：此次你柳家可曾出手？没有。柳真下意识地否认，语气干脆。柳轩也开口道：方辰，此事你尽管放心，我柳家并未插手。方辰微微点头，端起酒杯对着柳真点头道：既然如此，以往恩怨一笔勾销。多谢。听到方辰这样说，不知为何柳真竟然松了口气。柳轩看向身旁的林野，轻声道：谢了。林野笑而不语，看向方辰的眼神颇为满意。这小子还算给自己这个大舅哥面子。至于朱晨等人，眼中却是闪过一抹讥讽轻蔑之色。曾松和朱荣看向柳真的眼神也满是冷笑不屑。这柳真本以为是个人物，但如今却对方辰如此卑躬屈膝，真是丢人至极。朱晨嗤笑一声，逆伐灵脉境，不过如此。然而下一刻，方辰却是蓦地抱起，一拳砸向曾琦。这一拳是方辰调集了全身所有力量，气血灵力尽数凝聚在拳头之上，速度快若闪电。根本没人想到方辰会突然抱起偷袭，即便是曾琦本人也是半点防备都没有。因此当方辰这道拳风骤然降临之时，曾琦想要做出应对已经慢了一拍。小子，你找死！匆忙之间，曾琦只来得及架起双手，试图挡住方辰这霸道一击。噗嗤！但是方辰体内的力量好似潮汐奔腾一般，倾巢而出，尽数宣泄在曾琦身上，将其直接震飞出去。咔嚓！曾琦摔在地上，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方辰，你……曾琦难以置信地看着方辰，直到现在他都想不通方辰为何会对自己出手。方辰，你做什么？曾松面色巨变，指着方辰厉声暴喝。啪！极影步法施展，方辰瞬间窜至曾松面前，手臂扬起，一巴掌将曾松扇飞出去，刚好和曾琦躺在一起，吐血不止。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方辰拍了拍手，说道：当初偷袭之仇就此了结。方辰淡然一笑，只是笑得有些森然。当然，
你兄弟俩要是不服气的话，尽管找我寻仇就是。方辰的话瞬间让众人面色一变，他们突然想起上一次在听风楼曾其出手偷袭制止方辰，而如今方辰却将之还给了曾琦。多谢方兄弟赐教。曾琦强忍剧痛起身说道：曾某保证不会再有下次。曾琦这是服软了。这一刻众人心中震动，看向方辰的眼神已经彻底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柳真心中生出一抹后怕之色。刚才他若是不道歉，或者态度不让方辰满意，是不是也会如此下场？林野如同第一次认识方辰一般，深深地看着方辰。他这个妹夫好像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嫉恶如仇，睚眦必报啊！他不惹事也不怕事，该出手时绝不留情。更让林野震惊的是，曾琦同样是灵脉境修为，即便是偷袭也不该如此凄惨才是，这明显就是方辰的真实实力，远比他的表面上的修为更为可怕。不只是林野如此想法，柳轩、朱晨等人看向方辰的眼神同样带着一丝凝重。这小子还真是邪门，今日多谢诸位款待，在下告辞。方辰对着众人微微一笑，径直大步离去。该给的面子他已经给了，该要的里子他也要了，同样该试探也全都试探完了。望着方辰的背影，林野嘴角掀起一抹愉悦的弧度。这小子还真是阴险。方辰，你在这里做什么？就在方辰正要离开听风楼的时候，一道略显不满的声音响起。方辰一抬头，眉头顿时微微一皱。少女身材高挑，一头短发，充满了英武之气，正目光不善地看着方辰。方薇，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方薇，方辰的堂姐。除了方薇之外，方圆、方龙等人也在。是我在问你。见到方辰答非所问，方薇秀眉一皱，冷声道：你怎么在这里？方薇离开方家的时候，方辰丹田已经被废，成为了一个废人。这听风楼可不是他一个废物能来的地方。方辰神色微冷，说道：我去哪里？难道还需要经过你的允许不成？方辰，你怎么和堂姐说话的？方龙立马怒声道：赶紧向薇姐道歉，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怎么，昨天给你教训还不够？方辰目光冰冷地看着方龙，说道：你要是想找死，我可以成全你。被方辰目光所震慑，方龙蓦地想起昨日在聚贤楼被方辰一巴掌抽飞的场景，眼中顿时闪过一抹忌惮之色。方辰，你做什么？方薇立马将方龙挡在身后，神情越发不善地看着方辰。本以为你嚣张跋扈，丝毫不念血脉亲情只是个传言，今日一见，你竟然比传言还要过分，与你何干？方辰面无表情地说道：滚开，别挡道。说罢，方辰推开方薇就要离开。你给我站住！方薇猛地冷喝一声，说道：方辰，你还真是无法无天了，敢这么和我说话，再怎么说我可是你的堂姐。现在我命令你马上向方龙道歉，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方薇比方辰大了2岁，自幼性格强势，在同辈之中基本上很少有人敢招惹方薇，否则都会招来一顿暴揍。包括方辰也没少被方薇教训。虽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方薇已经很少对弟弟妹妹出手，但或许是年少时的心理阴影，让方薇在一众方家同辈之中威望极高，很少有人敢忤逆他的话。在方薇看来，只要他一发话，方辰就会立马点头哈腰的道歉，绝对不敢反抗。但是这次方薇注定失算了。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命令我？方辰回头看向方薇，语气漠然道：还有，忘记告诉你了，我如今已经和方家断绝了关系，所以别拿血脉亲情那一套来捆绑我。你说什么？方薇美眸一缩，怒声道：你敢和家族断绝关系？谁给你的胆子？不知所谓。方辰面无表情，转身就走。你给我站住！方薇勃然大怒，但方辰压根没有理会他，大步离开听风楼。方辰，你给我等着，今天这事没完。被方辰无视，让方薇脸上有些火辣辣的，只觉得很没有面子。薇姐，你消消气。方龙安慰道：为了那种废物，不值当。谁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何事？方薇目光一扫众人，说道：方辰说他已经和方家断绝了关系，是真是假？方薇今日才回到青州城，对最近发生的事情还一无所知，只是听方龙等人提及过，方辰最近极为嚣张跋扈，没少让方家难堪，所以方薇刚才才想教训一下方辰。而如今看来，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薇姐，这件事其实是……见到方薇质问，方龙连忙开口，将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讲述了一遍。当然，他将所有的责任全部推到方辰身上，一切都是因为方辰自己做出了无数人神共愤的罪行。薇姐，你是不知道。方龙说道：即便如此，家族都没把他如何，只是让认个错，
但方辰那小杂种却得寸进尺，非要和家族断绝关系，实在可恨。好你个方辰，简直胆大包天！听到方辰先是残害同族，还重伤方圆等人，方威眼中更加暴怒。那小畜生现在住在哪里？我去找他要个说法。方威性子暴烈，脾气极为霸道强势，但眼里最是容不得半点沙子。方辰的种种行径已经彻底点燃了方威心中的怒火，恨不得将方辰暴打800遍。薇姐，我知道，我这就带你去。方龙说道。薇姐，你一定要狠狠教训一下那个小杂种，他实在太嚣张了。走。方威一挥手，一马当先走出了听风楼。方龙等人对视一眼，皆是从彼此脸上看到一抹阴沉冷笑。方辰，任你再嚣张，但在薇姐面前也要跪地求饶。小月，少爷，您回来了。刚打扫完卫生的青衣连忙迎了上来。少爷，没出什么事吧？方辰走后，青衣就一直担心不已，生怕方辰出事。能有什么事？方辰笑道。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等少爷啊。青衣说道。少爷，您饿不饿？我去给您煮碗面。好。刚才在听风楼，方辰根本没有吃饱，确实有点饿。那少爷您先休息一下，我马上就好。青衣连忙转身走向厨房，很快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端了上来。少爷，快吃吧。青衣将摆好筷子，静静地看着方辰。方辰笑笑，挑起面条正要送进口中，一道劲风呼啸而至，直接将面碗击碎。握着筷子的方辰眼中寒芒一闪，看向出现在门口的方威等人，还以为离开方家之后你能过得多好呢，原来也不过如此。方威冷哼一声，走进院子中。方龙等人也依次跟上。方辰，马上随我回方家，向大长老他们认错。方威一副一气指使的语气说道。只要你态度诚恳，我可以替你求情，让你少受些皮肉之苦。认错？方辰嗤笑一声，不知我何错之有。方辰，方威冷喝道。事到如今，你竟然还如此冥顽不灵，我看你就是被这个小贱人给迷了心窍，我这就废了他。话音落下，方威摘下腰间的长鞭，狠狠抽向青衣。嗖！然而一道寒芒却更快一步射向方威。嗤！寒芒擦过方威的脸颊，深深地插进大门上，竟然是一只筷子。方辰冰冷无情的声音清晰地传进方威耳中。你若想死，我成全你。这……众人看着方威脸颊上伤痕和深插进大门中的筷子，无不倒吸一口凉气。方威可是淬体境巅峰的修为，距离灵脉境也只有一步之遥，但即便如此，也被方辰一击所伤。方辰，你好大的胆子，胆敢伤了薇姐！方龙见状，心中却是狂喜，厉声道：你信不信，就凭此举，杀了你都不为过。如今方辰伤了方威，以方威的性情，这件事绝对不会这么善罢甘休。如此一来，方辰绝对不会有好下场。方威行事强势霸道，可不轻易就这么算了，这方辰算是有踢到铁板了。杀我！方辰看向方龙，眸光一片冰冷。凭你？还是凭被你当枪使的方威？方辰，你不要胡说八道。方龙脸色一变，否认道：谁把薇姐当枪使了？我看就是你，心肠歹毒，手段残忍，不顾血脉亲情，你这样无情无义的人就该死，真是给你脸了。方辰起身，缓缓走向方龙。方辰，你够了！方威再次挡在方龙面前，厉声道：我确实小瞧你了，大半年时间不见，你不仅修为恢复，连脾气也见长，今日我必须好好教训一下你。话音落下，方威手中长鞭如长龙一般抽向方辰，长鞭破空而去，快若闪电，带起一道音爆声，显然力量不小。若是抽中，方辰即便不重伤，也要大吃苦头。方辰面色并无丝毫变化，抬起手臂一把抓了出去。见到方辰竟然用手接自己的长鞭，方威面色一变，想要改变方向已经来不及了。啪！就在方威以为方辰的手掌绝对会皮开肉绽的时候，长鞭却是被方辰牢牢抓住。这……方威俏脸再次一变，没等反应过来，只觉得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袭来，将长鞭绷直撒开。方辰暴喝一声，猛然用力，方威只觉得手掌剧痛，长鞭顿时脱手而出，落入方辰手中。方辰反手握着长鞭，直接抽向方威。你敢！方威瞳孔一缩，下意识地闭上眼睛，但是长鞭并未落在方威身上，只是擦着方威的鼻尖，在地上留下一道清晰的痕迹。方威只觉得鼻尖火辣辣的一阵刺痛，在他看向方辰之时，眼眸中已经充满了震惊之色。他可是淬体境巅峰修为，修为远在方辰之上，但即便如此，却不是方辰的对手。方辰，你真的翅膀硬了？方威有些恼羞成怒地说道。
你敢对我出手，我可是你的堂姐。方辰语气讥讽道，从我离开方家的那一刻开始，你就不是了。你看着面色冰冷的方辰，方威深吸一口气说道，方辰，我承认我低估了你，但和方家断绝关系就是你的不对，你必须跟我回去道歉。方辰冷冷道。方威，奉劝一句，别给脸不要脸，否则的话后果自负。方辰，你当真要如此绝情？方威怒声道，你知不知道你如此行为只会让人笑话我方家，与我何干？方辰面无表情地说道，我说过我和方家再无半点关系，你要是想给人当枪使那是你的自由，但是别来招惹我，否则我会让你后悔。他之所以没有对方威下狠手，不过是看在废物3年方威不曾嘲讽过他，反而曾安慰过几句，但刚才方辰的手下留情已经足以偿还这份恩情了。若是方威再敢多说半句，方辰保证他会让方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好好好。见方辰油盐不进，方威痛心疾首地说道，方辰，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说罢，方威转身就走。威姐，等等我。方龙等人见状连忙跟了上去。站住！但是方辰却冷喝一声，我让你们走了吗？方龙脚步一顿，冷冷地说道，方辰，你还想做什么？道歉。方辰说道，你们真以为我这里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吧？方辰，你不要太过分了。方龙恼怒地说道，你难道就不怕以后在这青州城再无立足之地？不劳费心。方辰淡淡地说道，但是现在你们必须道歉，否则谁都别想离开。让我道歉？你休想！方龙满脸不屑，他确实不是方辰的对手，但从刚才方辰不敢对方威出手来看，料定方辰还是忌惮方威的。有方威在，方辰不敢过分。啪！然而方龙没想到的是，方辰二话不说，直接一鞭子抽在他的身上。啊！这一鞭子，方辰可没有丝毫手软，直接将方龙抽得皮开肉绽，惨叫不已，方辰，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方龙痛得龇牙咧嘴，口中不断叫骂着。啪啪啪！方辰又是几鞭下去，直接将方龙抽翻在地，惨叫连连。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方辰冷冷看着方龙，眼中杀意浮现。我曾经警告过你，别来惹我，你为何就是记不住呢？抬起脚掌，方辰就要狠狠踩向方龙的脑袋。这一刻，方辰并未掩饰自己的杀意。方辰，你给我住手！关键时刻，方威连忙说道，我们道歉，你别乱来。说罢，方威强压心中的怒火和震惊，对着青衣鞠躬，对不起，威姐，你……见到方威竟然主动道歉，方龙等人都是一脸不可置信。赶紧道歉！方威冷喝一声，满脸愤怒之色。对不起，方辰，我们知道错了。几名方家人不得已开始道歉。滚吧！方辰将长鞭丢在方威脚边，说道，记住，下不为例，否则的话，我不介意让你方家人来给你们收尸。自从和方家决裂，方辰对这些方家人就没有半点好脸色，而且衍生山脉袭杀一事也与方家脱不开关系。方辰，我不管你为何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但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方威犹不死心，说道，我也希望你不要对方家有什么成见，毕竟我们身体中流着同样的血脉。对此，方辰嗤笑一声，语气讥讽地说道，你高兴就好。方威知道自己说什么方辰都听不进去，只得带着方龙等人快速离开。回头看了一眼小院，方威握紧双拳，低声自语道，方辰，等着，我一定会查清楚的。少爷，您没事吧？等到方威等人走后，青衣担心地看着方辰，我能有什么事？方辰握着青衣的手说道，放心吧，我既然已经和方家断绝了关系，他们是死是活都与我无关，前世别来招惹我，但大小姐她，青衣指的是方威，她就更与我无关了。方林拉着青衣坐下说道，丫头，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从我们离开方家那一刻，咱们就与方家再无半点关系。知道了，少爷。青衣点点头，眼底有青芒闪过。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杀了？还是算了？少爷看似无情，实则最为重情。要是自己真的杀了方威，少爷说不定会生气的。希望你们不要再来招惹少爷了，否则的话，即便少爷再生气，也只能将你们全部都杀了。好了，已经很晚了，快去休息吧。刮了一下青衣的鼻尖，方辰微微一笑，丝毫不清楚青衣少女心中的想法。看了看天空中的明月，方辰眼中闪过一抹久违的激动。又是一个满月日，总算可以进入天机塔，与两位女帝修炼了，快速洗个澡。方辰钻进房间，盘坐在床上，握着天机塔。女帝大人，我准备好了。
只要一想到即将和2位女帝修炼，方辰内心就满是期待。然而天机塔毫无反应，怎么回事？看着寂静不动的天机塔，方辰满脸疑惑。明明今夜是满月，可以进入天机塔空间与萧玉鸾和南宫卓修炼，但这次为何失败了？难道是坏了？方辰举起天机塔，仔细观察着。柔和的月光照射在天机塔上，可以清晰看到塔身上的青铜质地，还有残留的铜锈，也没有不对劲的地方啊。就在方辰正在疑惑的时候，手中的天机塔蓦地变得炙热滚烫起来，握在手中就像是握着一块烧红的烙铁。方辰脸色一变，下意识地松开手掌，而天机塔则是化作一道流光，直接射进方辰的右眼之中。啊！钻心的剧痛瞬间让方辰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捂着眼睛一头栽倒在床上，痛苦地翻滚着，血液顺着方辰的指缝流出，快速染红方辰的整张脸，看起来极为骇人和恐怖。对于方辰来说，射入右眼中的天机塔更像是岩浆一般，还在不断钻进方辰的身体之中。这种撕扯神魂的剧痛饶命，让方辰意识昏厥，彻底昏死了过去。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方辰悠悠醒来，四周一片黑暗，眼部还传来阵阵剧痛。这是瞎了吗？方辰面露苦涩，好不容易重塑丹田，没想到眼睛竟然瞎了。咦，不对！就在方辰以为自己瞎了的时候，丝丝缕缕的热流竟然从右眼之中钻了出来。下一刻，方辰的右眼顿时爆发出一抹璀璨的幽光，显得无比妖异。更让方辰诧异的是，当这道幽光射出之手，面前的墙壁竟然无声无息地破开一道拇指大小的孔洞。这是……方辰脸上浮现出一抹震惊之色，抚摸着右眼。我的右眼竟然能够射出如此攻击，即便是方辰施展72剑诀的剑气洞，也很难达到如此地步。最关键的是，这种攻击方式无比诡异，没有半点声响。若是与人对敌之时，用来偷袭的画方陈眼眸蓦地一亮，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哼！只是这个想法刚刚浮现，方辰就察觉到识海一阵刺痛，这是神魂消耗过大的征兆。方辰揉着太阳穴，也是有些无可奈何。他的右眼发出的攻击虽然威力强大，但对神魂的消耗也颇为恐怖。以方辰现在的神魂之力，也就只能施展一次，好在可以用来当作杀手锏，在生死关头，此招能够保命。方辰沉吟了一下，这右眼攻击既然需要神魂来操控，就命名为神魂之眼吧。当然，神魂之眼还有没有其他能力，方辰暂时不得而知，需要他日后摸索，先恢复一下神魂再说吧。方辰盘坐而起，开始运转功法，恢复灵力。不过当方辰的神识探入识海的时候，却发现消失不见的天机塔竟然悬浮在识海之中。我还以为这天机塔不见了呢，没想到进入我的识海了。方辰有些意外，但更多的却是兴奋。天机塔是方辰身上最大的秘密，他如今拥有的一切都是天机塔带来的。若是被别人知道，绝对会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杀了方辰，抢夺天机塔。现在天机塔进入识海，外人也看不到，也就变得更加安全一些。不过这东西进入我的识海后，不会对我有影响吧？方辰查看了几次，发现除了无法操控天机塔之外，好像也没有别的异常。算了，不管了，既然没有异常，方辰也就把心放进了肚子，不再理会。啊，少爷，您的眼睛。当青衣端着水准备给方辰洗漱的时候，却突然惊呼一声，小脸有些苍白。我的眼睛怎么了？方辰有些疑惑，拿起镜子照了一下，顿时神色微动，因为他的右眼周围此刻竟然布满了一圈裂缝，看起来就像是纹身一般，显得无比妖异。少爷，您不会是得了某种绝症了吧？青衣抱着方辰的手臂，眼泪都快要下来了。傻丫头，你胡思乱想什么呢？方辰戳了戳青衣的脑袋，说道：少爷，我只是修炼了某种功法的后遗症而已，没什么大碍。真的吗，少爷？您没有骗我吧？青衣小丫头有些怀疑地看着方辰，明显不信。少爷，我骗过你吗？方辰揉了揉青衣的脑袋，说道：放心吧，休息2天自然就没事了。忽悠好青衣之后，方辰抹擦着下巴，右眼上的纹路明显和天机塔身上的纹路如出一辙，而且对方辰也没有半点影响，应该只是天机塔融入右眼后的一种特征而已。方辰自语道：只是这样确实有些奇怪，也不知道会不会消散。3天时间一晃而过，自从天机塔融入右眼后，方辰也是足不出户，仔细摸索神魂之眼的其他作用。方辰发现神魂之眼的攻击距离只有半米距离，但是他的视力却提升了数倍之多，连100米之外的飞虫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包括飞虫背部的翅膀颤动的次数都能瞬间看得清清楚楚。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想，方辰让青衣对他出手。
果然如方辰猜测一般，在神魂之眼下，青衣的攻击速度就像是放慢了好几倍，显得极为别扭。只要方辰愿意，就能瞬间制服青衣。这个能力对我来说简直太重要了。神魂之眼不仅能够释放出极为恐怖的攻击，甚至能够看穿别人的攻击路线。这样一来，以后与人交手，方辰就能占据极大的优势了。倒是右眼处的纹路并没有消失，好在方辰对此也已经习惯，加上这纹路对他没有丝毫影响，方辰也就懒得理会了。倒是青衣，只要一闲下来，就盯着方辰的眼睛看，时不时还用手去摸一下，搞得方辰都有些心理阴影了。少爷，这时青衣推门而入，说道：“大小姐又来了。”方薇，方辰眉头一皱，说道：“她来做什么？”不知道。青衣摇摇头，说道：“少爷，您要是不想见的话，我去把她打发了。”“不用，让她进来吧。”“你来找我有事？”看着站在面前的方薇，方辰语气平静，却给方薇一种疏离感。“方辰，你什么态度？”见到方辰如此态度，方薇心中就生出一股不舒服的情绪来，怒声道：“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的堂姐。”“打住！”方辰说道：“我和方家已经断绝关系，咱们也就别攀亲戚了。”“你……”方薇语气一滞，恨不得暴揍方辰一顿。但方薇也知道，现在的自己已经不是方辰的对手，想要教训方辰是不可能了。想到这里，方薇深吸一口气，强忍心中怒意，说道：“方辰，我来找你，是想告诉你，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了。所以呢？”方辰说道：“若你来就为了这件事的话，那你可以走了。”方辰，方薇怒声道：“我是在认真的和你说话，你能不能摆正一下态度？那你说说，你都调查出什么了？”方辰淡然一笑，还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态度。这件事说起来，本身错就在你。方薇说道：“是你私自潜入城主府，大长老他们也只是希望你能认个错而已。但你不仅不思悔改，甚至变本加厉，同族相残。方辰，你不要再一错再错了，跟我回去，向大长老他们道个歉，认个错吧。”听完方薇的话，方辰突然笑了，笑声越来越大，却充满了讥讽。“方辰，你在笑什么？”听到方辰的笑声，方薇顿时怒道：“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说的话？”“听到了，确实是个很不错的笑话。”方辰点点头，说道：“所以说完了吗？说完了的话，那就慢走不送。”“方辰，你简直太过分了！”方薇一巴掌拍在桌子上，直视着方辰的双眼，说道：“你知道，为了让你回方家，我费了多大的劲？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听到方薇的话，方辰伸出3根手指头。“第一，我和方家早已断绝关系，并不打算回去。”方辰默然道。“第二，你所谓的调查，在我看来狗屁不是。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咱们之间还没熟到那个份上，你不用自我感动。”方辰的话让方薇脸色有些发白。“方辰，你说什么？你说我是自我感动？”方薇只觉得有些委屈。“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为什么不懂我的一片苦心呢？”“方薇，少在我面前扮演一副血脉亲情的戏码，我方辰不吃这一套。”方辰冷冷道。“还有，你要是真的认真调查，就应该知道，该低头认错的从来不是我方辰，而是虚伪贪婪的方家人。方辰，你怎能说出如此恶毒的话？”方薇双眼发红地看着方辰，颤声道：“明明他们都是你的家人啊！”“青衣，送客。”方辰终于失去了最后一丝耐心，眼中射出一抹寒芒，让方薇内心一颤。“好，我走。”方薇冷哼一声，说道：“不过方辰，你给我记住了，这件事没完，你必须要为你的所作所为承担应有的责任。无论如何，他都要让方辰回去道歉。少爷不欢迎你们方家人，希望以后你别再来了。”将方薇送到门口，青衣看着方薇，语气有些冷：“你胡说什么？”方薇难以置信地看着青衣，怒声道：“方辰堂弟只是还在气头上，他怎么可能不欢迎我们？方大小姐，你或许还没有搞清楚状况。”青衣眸光越发冰冷，从始至终都是方家对不起少爷，少爷没有任何对不起方家的地方。他们冤枉少爷，陷害少爷，伤害少爷，只要你方大小姐不眼盲心瞎，稍微动点脑子，这些事情都能很轻松地调查清楚，而不是随便受人挑拨几句就对我家少爷大呼小叫，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无端指责，胡说八道，一派胡言。方薇羞怒道：“都是一家人，谁会陷害方辰？谁又会伤害他？你这臭丫头是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随便你怎么想。”青衣低声道：“我从来就不相信少爷当初丹田被废一事真的只是一场意外。”方薇闻言瞳孔微微一锁。青衣突然笑道：“我迟早会将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无论是谁做的，我都会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
说罢，青衣砰的一声将院门关上，独留方威一人，脸上神情变幻，显得失魂落魄。难道当年真的不是意外？难道他真的被人利用了？不，方威眼神坚定，都是一家人，绝对不会手足相残的。少爷，大小姐走了。送走方威，青衣搓着手指站在方辰面前，欲言又止。你只有少爷，没有大小姐。方辰淡淡的说道。记住了，以后遇到方家人就当成陌生人，他们要是敢欺负你，就还回去，别和他们客气。知道了，少爷。青衣嘴角微翘，有些开心。他还担心少爷会责怪自己呢，看来是自己想多了。这2天外面有没有发生什么事？自听风楼回来后，方辰都待在房间修炼，也没理会外界的事情，没什么特别的事情。青衣说道。自从柳家向少爷道歉后，他们也变得老实许多，曾家也消停了下来。倒是朱家那边这几日都没有听到什么消息，看来当初的震慑还是有些作用的。无论是柳轩还是曾琦，都是聪明人，自己展现出了足够的实力，让柳轩和曾家也只能将怨气压在心里，不敢发作。反而是那个朱家朱晨，方辰对此人了解不多，但从当日来看，朱晨此人也是个心机深沉之辈，不能等闲视之。沈家呢？方辰说道。沈浩白还没回来。没有，青衣说道。不过奴婢打探了一下，应该就在这2日了，和我估算的差不多。方辰点点头说道。等沈浩白回来，有些人也要开始按捺不住了。少爷指的是？青衣看向方辰，小脸上浮现一抹疑惑。你这丫头明知故问是吧？方辰笑了笑说道。饿了，去做饭吧。等青衣进了厨房忙碌，方辰眼中闪过一抹寒芒。希望你们能够老实一些吧，否则我可不介意让你们永远消失。方家。当方威脸色难看的回到方家之后，方龙顿时迎了上来。薇姐，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方龙说道。谁欺负你了？告诉我，我去给你出气。不用。方威现在一肚子火气，语气显得很是不耐烦。方龙碰了一鼻子灰，也是显得有些尴尬。对了，方龙，我有话问你。方威突然顿住脚步，叫住方龙。方龙一脸讨好。薇姐，你说，方雄到底怎么死的？方威盯着方龙的眼睛，语气前所未有的凌厉。老老实实告诉我，别漏过任何细节。薇姐，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方龙脸色微变，连忙说道。方雄不过是说了方辰身边那个小丫头几句，方辰那个废物竟然就痛下杀手。薇姐，你是不知道。方龙愤慨地说道。不仅是方雄，还有芳芳也被方辰身边那个小贱人给杀了。你确定没骗我？方威眸光骤然变得无比锐利，沉声道。方龙，你最好想清楚了再回答，千真万确。方龙举起手掌说道。薇姐，此事我句句属实，没有半句虚假。明明是那方辰有错在先，族中不过是按照族规惩罚，但那方辰却心胸狭隘，残害同族，简直罪该万死。见到方威并未彻底相信自己，方龙连忙说道。薇姐，你是不知道那方辰到底有多胆大包天，不仅私自潜入城主府，差点连累家族，还在事后不知悔改。这样的人就该狠狠教训一顿，绝对不能心慈手软。你说的不错，这样的人是该好好教训一顿。方威认同般的点点头，随即装作无意的问道。不过我记得当初方辰不是丹田被废了吗？城主府守卫森严，他又是怎么潜入进去的？谁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方龙恨恨道。这小畜生最是阴险狡诈，说不定他之前废物3年都是装出来的，谁知道安的什么好心。这样啊，那没事了。方威说道。你先去忙吧，我刚回来，去找其他人说说话。听到此话，方龙脸色微变。薇姐，你这才刚回来，舟车劳顿的，就该好好休息。方龙连忙说道。要不这样吧，等晚上我叫上其他兄弟姐妹去聚贤楼为你接风洗尘如何？也好。方威笑道。那就麻烦方龙堂弟了。不麻烦不麻烦。看着离去的方威，方龙不由得擦了一下汗水。看样子方威应该是怀疑了什么。方龙一咬牙，得去告诉方圆，让大家统一口径才行。你做得不错。听完方龙的讲述后，方圆点点头说道。吩咐下去，谁要是敢胡言乱语，就别怪我不念同族之情。虽说爷爷方远山曾被禁足，威望大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方远山这一支在方家内部人多势众，远不是二长老他们可比。只要族长一天没回来，方远山在家族中的话语权就最重。至于2位老祖，他们常年都在闭关之中，很少插手家族事务。只要等到尘埃落定，即便2位老祖知晓，也无可奈何了。林野的请柬。看着面前的请柬，方辰眉头一皱，这家伙搞什么？以林野的性格，可不兴这么正式，除非有什么特别的事情。青衣说道。
少爷，您要是不想去的话，奴婢就给您去了吧。不用，去看看吧。方辰将请柬收起，说道，顺便去打探一下消息。傍晚时分，方辰带着青衣准时赴宴。聚贤楼甲字号房。然而意外的是，当方辰来到这里的时候，林野竟然还没来。这家伙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方辰摇摇头，带着青衣走了进去。刚让店家上了壶茶，门外就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几位少爷小姐，你们就别为难小的了，这甲字号包房已经有人预定了，实在是对不住。怎么，本少爷会少你零食不成？略显嚣张的声音在外面响起，满是不耐。这些零食够不够？和里面的人商量一下，让他们把包间让出来。可是什么可是？感激的，单给我堂姐吃饭，有你好看。这几道声音极为霸道强势，不容置疑。少爷，又是方家那些讨人厌的家伙。包房中，青衣微微皱眉，满是厌恶。还真不是冤家不聚头。方辰把玩着茶杯，轻声道：我倒要看看他们要做什么。很快，包房门被推开，店家小心谨慎地走了进来，脸上带着卑微的笑容。公子，外面有几位客人想要和你们换个位置。店家将手中的零食放在桌上，讨好地说道：公子，那几位咱们可惹不起，要不还是把包房让给他们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呵呵，多谢店家好意了。方辰淡淡地说道。不过想要我的房间，怕他们无福消受。砰！房门猛然被推开，极为嚣张跋扈的声音顿时响起。还真是好大的口气，也不怕风闪了舌头。你只是等到众人看清屋内的人时，脸色骤然一变。方辰，竟然是你！方辰，怎么是你？见到包房中的人是方辰，方龙等人都无比意外。这地方又不是你家开的，你们能来，我为何不能来？方辰目露讥讽，语气淡漠。你……方龙语气一滞，冷声道：既然是你的话，那就赶紧滚出去，把包房让出来，我们要宴请方薇堂姐。我要是不给呢？方辰看着方龙说道：你还想强抢不成？方辰，你别以为我不敢。方龙怒声道：方薇堂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们正打算为她接风洗尘，你要是识相的话，趁方薇堂姐还没回来就赶紧滚，否则方薇堂姐绝对不会放过你，是吗？方辰淡然一笑说道：关我屁事。方辰，你找死！一名方家族人满脸愤怒，指着方辰厉喝道：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和方薇堂姐抢包房，给你脸了是吧？你们简直欺人太甚！青衣满脸怒容地说道：明明是我们先来的，你们凭什么赶人？小贱人，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这名方家族人勃然大怒：你们不过是被逐出方家的可怜虫，哪来的资格和我们相比？我嗖！方辰眼中寒芒一闪，手中茶杯直接化作电光呼啸而出，狠狠砸在此人的嘴上。随着一声惨叫，这名方家族人顿时满口鲜血，甚至连牙齿都掉落了几颗。嘴巴这么臭，怕是不干净的东西吃多了吧？方辰目光冰冷地看着方圆，语气森寒地说道：方圆，管好你的狗，否则的话，我不介意让你们站着进来，躺着出去。方辰，你竟然敢出手伤人！方龙厉声道：你简直太放肆了，难道你不知道？砰！不等方龙把话说完，方辰手掌一挥，桌上的茶壶瞬间激射而出，直接砸在方龙脑袋之上。啊！蕴含劲力的茶壶直接将方龙砸得头破血流，惨叫不已。你们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方辰缓缓走向方龙，目光锐利，饱含杀意。方龙等人三番五次来挑战方辰的底线，已经让他彻底动了杀心。方辰，你要做什么？方龙面露惶恐，颤声道：我警告你，你别乱来，方薇堂姐马上就要来了，她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拿方薇来威胁我。方辰森然一笑：你觉得我会怕她吗？说罢，方辰扬起手，直接一巴掌抽了下去。方圆等人无人敢拦。方辰，你给我住手！就在此时，一道身影飘然而至，掌风拍向方辰。方辰目光微闪，手掌变换，与对方拍在一起。砰！两掌相击，强劲的力量席卷开来，直接将众人震退。而方辰与来人同样各退一步，目光凌厉地看向彼此。方辰，你还真是死不悔改！方薇死死盯着方辰，脸上满是失望。你到底要闹到什么地步？就因为一点点小事，你就要对同族下如此狠手吗？你的良心难道都被狗吃了？向方龙他们道歉。方薇指着方辰，怒声道：立刻，马上！听到方薇的话，方龙、方圆等人脸上皆是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方薇在同辈之中威望极高，他的话不信方辰不听。道歉？他们也配？方辰讥讽一笑：方薇，
你少在我面前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你在我眼中什么都不是，再敢大呼小叫，我连你一起揍。你说什么？方薇难以置信地看着方晨，说道：方晨，你还真是翅膀硬了，敢这么和我说话？我可是你的堂姐。堂姐，还真是可笑。就在这时，一道冷淡讥讽的声音响起：方晨已经和你方家断绝了关系，这堂姐从何而来啊？谁？本小姐说话，有你什么事？方薇转身看去，脸色蓦地一变。林野。只见林野带着几名少年少女缓缓走来，脸上尽是不羁桀骜之色。方圆等人见状，同样面露畏惧，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林野，你什么意思？方薇看着林野说道：我教训我弟弟，关你什么事？你弟弟？林野嗤笑道：方薇，少在自己脸上贴金了，我林家的姑爷何时成你弟弟了？林家的姑爷？方薇一愣，说道：你是说方晨？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这时一名少女双手叉腰，冷哼道：方晨可是思雨姐的道侣，自然就是我林家的姑爷，你有意见？思雨姐？林思雨？方薇瞳孔一缩，声音略显尖利地说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林思雨怎么可能看得上方晨？方薇说你眼盲心瞎都是亲的，你简直就是愚不可及。这少女满脸讥讽，明明这种事情随便问问方家人都能一清二楚，非要在这里质疑这个质疑那个的，你说你是不是蠢？少女猛然上前，一把抱住方晨的手臂，嘻嘻笑道：姐夫，你离开方家果然是最明智的选择，否则成天与这样一群蠢货待在一起，迟早都会被带歪了。秀秀，别胡闹！林野眉头微皱，轻斥一声：大哥，我说的都是实话，哪有胡闹？林秀秀撅着嘴，无比委屈地说道：而且明明是方家人欺人太甚，我是在帮姐夫出头罢了。方圆，他们说的是真的。方薇看向方圆，目光无比锐利。老实告诉我，要是再敢说一个假，别怪我翻脸无情。薇姐，你别生气。方圆连忙说道：就算他方晨是林家的姑爷，但也掩盖不了他残害同族的事实。这……方薇面露犹豫。方圆连忙说道：薇姐，你是不知道，方晨就是因为成了林家的姑爷，所以这才变得目中无人，更加肆无忌惮。哪里来的狗啊，叫得这么难听！林秀秀手掌在面前一扇，满脸嫌弃。你……方圆脸色一变，怒视着林秀秀。林家人齐齐上前一步，冰冷的目光死死盯着方圆。方圆被吓了一大跳，噔噔后退几步。林野，你们想做什么？方薇挡在方圆面前，寸步不让地看着林野。不想做什么？林野不耐烦地挥挥手，说道：赶紧滚吧，别在这里碍眼，让人心烦。对了，林野突然说道：方晨是我林家的姑爷，你们以后见到他最好给我客气一点，否则我不介意去你方家走一趟。听到这话，方薇等人集体脸色狂变。这林野就是个疯子，只要被他盯上，整个家族都将会鸡犬不宁。薇姐，我们先走吧。方圆拉了拉方薇。方薇倍感羞辱，自觉没脸再继续待下去了。走。切，真是虚伪。林秀秀冷哼一声，拉着方晨坐下。姐夫，不要被这些恶心的家伙影响了心情，咱们吃饭。不错，照我看啊，方晨你离开方家就是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姐夫，这方家都是一群眼盲心瞎的蠢货，还不如和我们一起回林家呢。林家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全是对方家的不满。行了，你们都少说两句吧。林野呵斥一声，众人便老老实实的安静下来，对林野颇为害怕。其实不只是他们，整个青州城年轻一代基本上没有不怕林野的。林秀秀捂着肚子，眼巴巴的说道：大哥，开始上菜吧，我都快饿死了。就是为了陪姐夫吃饭，我一整天都没吃饭呢，肚子早就饿瘪了。一个圆嘟嘟的小胖子有气无力地趴在桌子上，唉声叹气。很快，各类美味佳肴如流水般端了上来，而众人也开始大快朵颐起来，甚至连林秀秀也毫无少女形象，吃得不亦乐乎。林野朝方晨露出一个颇为无奈的笑容：这些家伙就是这样，让你见笑了。方晨给青衣加了块鱼，笑道：没有，我觉得挺好的。和方家相比，林家人给他的印象都很不错。这种罕见的和气氛围，在别的家族是很难见到的。其实我也觉得挺好的。林野说道：爷爷说，既然你不愿意去林家，就让这些小家伙和你多亲近亲近。对。林秀秀放下筷子，拍着胸脯说道：姐夫，以后谁要是敢欺负你，就跟我说，我帮你报仇。还有我。小胖子林霄吃得满嘴流油，还不忘回应一句：你是我林家的姑爷，欺负你就是欺负我林家，谁来都不好使。清瘦少年林峰一脸严肃：
谢谢。方辰举杯向众人表示感谢，干杯！众人一同举杯，气氛热烈。酒足饭饱之后，林野让林秀秀几人离开，独留他和方辰。好了，现在人都走了，你有话不妨直说。方辰看向林野，眼神深邃，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林野说道，按照我林家的规矩，凡是弟子年满12岁都需要外出历练，所以我需要你帮忙，为他们做一次护道人。护道人？方辰有些诧异地说道，这可能有些不妥吧？论修为实力，林家有的是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为何找到我？方辰看着林野说道，莫非是因为沈浩白？林野一怔，随即苦笑道，你果然比我想象中还要聪明，但这只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是如今确实没有比你更合适的护道者。林家出事了。方辰瞬间意识到什么，神情微凝地看着林野，小事而已。林野淡淡地说道，但对我林家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此次历练。林野，我觉得咱们之间没必要搞这些弯弯绕。方辰说道，我确实很感激林家如此为我着想，但我和沈家之间的恩怨只能由我来解决，林家不能也不该插手。少给我废话！林野没好气地说道，你是我林家的姑爷，那就是我林家的人，你的事已经不是什么私人恩怨，而是涉及到两大家族之间的斗争，所以你们就打算让我带着林家这些小辈暂时避开这场斗争，然后等你们将此事处理好了再回来。方辰笑道，如果我真这样做了，和窃之而逃的懦夫有什么区别？以后别人怎么看我，林家怎么看我，思雨又会怎么看我？别人的看法不重要，活着才重要。林野看着方辰的眼睛说道，方辰，你是个聪明人，知道如何权衡利弊，别做出让自己后悔的选择。林野哥，我很谢谢你能如此为我着想。方辰给林野倒了杯茶，语气淡然地说道，但我觉得我辈武者当不惧挑战。方辰脸上浮现出坚毅自信的神色，而且谁说我一定会输？少年掷地有声的声音在包房中响起，区区一个沈浩白而已，还无法成为我方陈武道之路上的阻碍。看着突然变得强势自信的方辰，林野目光微微一闪。良久，林野轻叹一声，爷爷说的没有错，你这小子固执且自信。林野端起茶杯说道，你放心，林家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谢谢林野哥。方辰举杯，语气磕碰了一下，嘴角的弧度无比和煦。虽说他和林思雨之间仅仅只是一场交易，但林家对他却是真心实意的，这份情方辰会记也会还。方辰那小子拒绝了。林家，林天雄看向垂头丧气的林野，微微一笑，爷爷，您说那小子是不是脑子有病？林野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说道，明明咱们的提议对他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为何要拒绝？那沈浩白可不是好对付的，真斗起来，方辰那小子的胜算根本不大。狗屁！林天雄笑骂道，那小家伙精明着呢，自他离开方家，你见他哪次输过？同辈之争还是三家联手，甚至是七星海棠的暗杀，他何曾退让过？可那是沈浩白啊，但他是我林家的姑爷。林天雄淡淡道，要是连一个沈家小辈都对付不了，又如何匹配我林家真皇？我辈武者不惧挑战，说的真是不错啊。林天雄哈哈一笑说道，这小家伙我真是越来越满意了。少爷，其实奴婢觉得林家的提议很不错，为何你要拒绝呢？回去的路上，青衣总算说出了心中的疑惑。方辰说道，丫头，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钱债好还，人情难还？林家虽然帮过我几次，但都还在双方能够承受的范围。方辰继续说道，一旦超出某个界限，性质就会变得不同。直到现在，方辰和几家之间的矛盾说到底都还是小辈之间的意气之争，若是林家插手进来，就可能会发展成族战，无论对谁都不是一件好事。揉了揉青衣少女的脑袋，方辰说道，与其求人不如求己，你们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方威看着方龙等人，那双英武至极的眼眸中闪过一抹锐利之色，众人脖子一缩，噤若寒蝉。方龙，你说。方威加重语气，略显森然，要是你敢说半句假话，被我查出来，休怪我不念同族之情。方龙顿时吓得脸色煞白，浑身颤抖，却下意识地看向方圆，你看他做什么？回答我。方威蓦地提高语调，周身灵力席卷，似乎下一刻就有可能出手。威姐，我……方龙嘴唇翕动，但话没说完就被方威一巴掌抽在脸上。看来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了。方威一一看向眼前这些人，目中寒芒四溢，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连这种事都敢瞒着我。从小到大，方威都极重家族观念，
又因为是方家年轻一辈中的大姐大，威望很重，但也让她最好面子。而今天她却在林家人面前折了颜面，让她无地自容。这种被人当众打脸的感觉，让方薇恨不得挖条地缝钻进去。最让她无法接受的是方家人的欺骗。方薇堂姐，其实我们不是有意隐瞒你的。方圆一脸愧疚地说道，只是那方辰已经被逐出了家族，即便和林思雨结成道侣，已经和我方家没太大的关系。啪！方薇扬手狠狠抽在方圆的脸上，怒斥道，你这个蠢货，还有脸说这种话？我……方圆捂着脸，敢怒不敢言。滚，都给我滚！方薇冷斥道，所有事情我会亲自调查清楚，要是让我查到你们还做了什么对不起方辰堂弟的事情，我会让你全都付出代价。听到方薇这话，所有人都差点瘫坐在地上，他们太清楚这位堂姐的脾气了，嫉恶如仇，黑白分明，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若是被方薇知道他们当初对方辰所做的事情，方薇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然而方薇已经不想听帮他们废话，愤怒至极的转身就走。他要去找方辰好好聊聊，将所有事情全都调查清楚。糟了，薇姐是真的生气了。方龙带着哭腔说道，方圆堂哥，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薇姐一向说到做到，咱们可要惨了。是啊，方圆堂哥，你不是说绝对没事的吗？但堂姐看样子是要将这件事调查到底了。方圆堂哥，你快想想办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脸上全都露出了害怕恐惧之色。方家最重规矩，要是方薇将这件事传回家族，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极为严厉的惩罚。都给我闭嘴！方圆冷喝一声，满脸狰狞之色。他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最该死的还是林家人，明明方辰不过是方家弃子，一介废物，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和林思雨结成了道侣。最可恶的是林家人竟然会处处维护方辰那个废物，这同样是他们无法接受的。事已至此，再后悔也没有任何作用。方圆还算足够镇定，说道，未经之计只有一个办法了，走，回方家。方圆深吸一口气，说道，我要去找爷爷。这种事情只能去找爷爷了，否则的话，一旦先被方薇查出来是他们欺骗在先，终究没有什么好下场。大哥，你这一次保证能够成功？听风楼门口，朱荣满脸激动地说道，到时候你可就是参悟出玄天灯的第二人了。朱晨淡淡地说道，不是第三人吗？我要是没记错的话，那方辰不久前就将玄天灯参悟出来了吧？那家伙不过是一介弃子而已，岂能和大哥相提并论？朱荣满脸不屑地说道，就算是上次若非仗着林家，他方辰又岂敢如此嚣张？听到这话，朱晨眼中也是闪过一抹寒光。几日前，林野在听风楼设宴，邀请了他们几位赴宴。宴会上，方辰先是强势震慑住了柳轩兄弟，又出手偷袭曾琦，将曾琦吓破了胆。连他朱晨在林野的威逼之下，也不得不选择暂时低头。但这不代表朱晨就会放下心中芥蒂，相反，自觉丢了脸面的朱晨心中已经记恨上了方辰。就在这时，朱荣扯了扯朱晨，说道，咦，大哥，那不是方辰吗？转头看去，朱晨正好看到方辰带着他身边的青衣小丫鬟走来，两人还有说有笑的。这小子胆子倒是不小，都这个时候了还敢出来瞎晃。朱晨眉头一皱，主动朝着方辰走去。方辰，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看着面前的方辰，朱晨脸上的神情意味莫名。有事？看着朱晨兄弟俩，方辰眉头微微一挑。没事就不能打个招呼了？朱晨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听说你曾参悟了听风楼的玄天灯，今日要不要比试一下？抱歉，没兴趣。方辰想也没想就直接拒绝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玄天灯点一次就够了，我看你是不敢吧？朱荣讥讽道。方辰，你要是怕输，那就随便磕几个头算了。没遇到方辰也就罢了，既然遇到了，朱荣多少也要找回一些场子，出一出心中的恶气。看来你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方辰看向朱荣，说道，怎么，上次的教训还不够？方辰，你别嚣张！朱荣厉声道，你以为林家还能护着你呢？现在林家都自身难保了。方辰闻言，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皱，看来林爷口中的小事应该小不到哪里去。怎么，怕了？见到方辰不说话，朱荣更加得意，冷声道，方辰，你当初给予我的羞辱，我定要100倍还给你，就凭你！方辰轻笑道，你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实力，你找死！朱荣勃然大怒，仗着有大哥的庇护，竟然主动一拳轰向方辰。而朱晨见状也并未出手阻拦。砰！方辰一抬手直接抓住朱荣的拳头，
眼中寒光闪烁。是你自找的。说罢，方辰就要直接废掉朱荣的手臂。就在此时，两道冷喝声同时响起。你敢！方辰，住手！方辰，你快给我住手！只见方威急匆匆跑来，说道：他可是朱荣，朱家人，你要伤了他，朱家不会放过你的。那也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你无关。方辰冷哼一声，手掌用力，瞬间将朱荣的手臂直接拧成麻花。不仅如此，方辰还一脚踹出，将朱荣踢飞出去。朱荣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摔在地上痛苦地哀嚎着。大哥，杀了方辰，给我报仇！朱荣惨叫不已，脸上五官因为剧痛而扭曲在一起。方辰，你在找死！刚反应过来的朱晨脸色也是巨变，抬起手掌就要拍向方辰。朱晨，你敢！方威连忙拦在朱晨面前，说道：朱晨，他是我方家人，你不能动他，滚开！朱晨满脸肃杀，厉声道：否则我连你一起杀！说罢，一股雄浑的灵力气息自体内席卷而出，灵脉近2重。方威脸色巨变，朱晨的修为已经超出方威太多了。朱晨，你别冲动。方威说道：这件事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闻言，朱晨冷笑一声：我倒要看看你会给出什么样的交代。方辰，你还愣着做什么？心中焦急万分的方威扭头怒吼道：马上给他们道歉，我用性命担保，绝对不会让你有事的。道歉？你还真是可笑之极。青衣讥讽道：明明是他们挑衅出手在先，你却要少爷道歉，你还真是虚伪至极，令人恶心啊！你给我闭嘴！方威冷喝道：方辰，现在我命令你马上道歉，否则的话……方威，你够了！方辰冷喝一声，直接打断方威的话：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命令我？方威双眸瞪大，难以置信地说道：方辰，你说什么？我说让你闭嘴！方辰眼神淡漠地看着方威，语气中是毫不掩饰的厌恶。因为你的话真的很让人恶心。你……方威浑身颤抖，满脸失魂落魄，嘴唇哆嗦道：你为何会变成这个样子了？我本来以为之前是我误会你了，只要你解释清楚，我还是可以原谅你，为你向家族求情，但你实在太让我失望了。方威少摆出这副假惺惺的样子，除了自我感动令人恶心之外，并没有什么作用。方辰毫不客气地说道：还有，我警告过你，别来惹我，否则我不会客气的。滚！一个滚字饱含着雄浑霸道的气息，顿时将方威震得后退几步。但失魂落魄的方威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只是双目失神，脑海一片混乱。我自我感动，我虚伪，我恶心。方威满脸苦涩道：我明明都是为了你好啊，你为何不懂我的苦心呢？但没人理会他。啧，还真是看了一场好戏啊。朱晨森然一笑：方辰，这回可就没人能够护着你了吧？我方辰何须人护？方辰面色镇定，淡淡道：倒是你，我曾经提醒过你们下不为例，这才多久，你们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不过给林爷几分面子而已，你还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了。朱晨眼中寒芒闪烁，语气森然道：当着我的面还敢伤我弟弟，若是不给你点教训，岂不是让人认为我朱家没人？话音落下，朱晨一脚跺在地上，借助着这股反震之力弹射而出，在其拳头之上灵力裹挟，形成一层浅浅的拳罡，轰向方辰。这一拳来势汹汹，霸道异常。死！朱晨暴喝一声，速度再快3分。方辰，赶紧躲开啊！眼看方辰就要被一拳击中，方威突然尖叫一声，出手阻拦已经来不及，而他更不是朱晨的对手。该死的，我管这家伙死活！刚一开口，方威就后悔了。而方辰在面对朱晨的狂暴一击，嘴角却是掀起一抹冰冷弧度。下一瞬，方辰身上银白色的光芒微微闪烁，紧接着方辰眼中寒芒闪烁，身化残影，宛若鬼魅般的窜了出去。极隐身法。不仅如此，方辰双指并拢，如利剑般的戳了出去。72剑诀，剑气动。即便并未动用先天鸿蒙剑气，但自从方辰得到36副观想图后，他所领悟而出的剑气动可谓是杀伐惊人。赤，凌厉寒芒自指尖上迸射而出，如同切开豆腐一般，击穿朱晨拳头之上的拳罡。纯阳剑体可让方辰一剑破万法，任你防御再强，在此一击面前都是土鸡瓦狗。噗嗤，拳罡被破，凌厉寒芒瞬间击穿了朱晨的拳头，让其面色一变，闷哼一声后连连后退。怎么可能？朱晨骇然地看着受伤的手掌，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情。方辰，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竟然能够伤我？
朱晨语气尖利，甚至带着一丝冰冷杀意。技不如人，那就闭嘴。方辰冷声道：朱晨，你要是不想死，那就带上你这个蠢货弟弟马上滚，否则的话，我不介意宰了你们。你……朱晨眼眸中寒芒闪烁，但随即就深吸一口气，说道：好，方辰，今日之事我记下了，他日定会登门讨教。对了，善意的提醒一句。方辰突然说道：要是不想惹祸上身，那就别被人给当枪使，否则白白丢了性命，那可就得不偿失了。听到此话，朱晨瞳孔微微一缩，但他什么都没说，直接带着朱荣快速离去。等到朱晨兄弟二人一走，无数旁观者都纷纷倒吸凉气。我没看错吧？朱晨竟然认怂了。你没看错，而且刚才的交手中好像是朱晨败了，那方家弃子何时变得这么厉害了？当真可怕。嘿嘿，要是方家人得知被他们逐出家族的弃子一招击败了灵脉境的强者，不得肠子都悔青了。方家就是一群眼盲心瞎的蠢货，活该他们后悔。听着这些话，方威更是如遭雷击。没想到曾经盛极一时的方家名声已经衰落至此了吗？他看着消失在视线尽头的方辰，嘴唇翕动，欲言又止。方辰，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瞒着我？该死的方辰，竟然敢凶我，下次有你好看。回到方家的方威越想越气，直接一拳将碗口粗的树木砸断。不过方辰那家伙为何变得这么厉害了？看着被砸断的树木，方威面露沉吟之色。从方辰能够接住他的攻击，再到废朱荣败朱晨，方辰身上就像是笼罩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让人无法看透。这半年多时间，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方威低声喃喃，随即又满脸不服气。哼，再怎么说我都是你的堂姐，你敢这样对我，简直岂有此理。在方威看来，方辰敢忤逆自己，那就是大逆不道。他决定要找个机会教训一下方辰。堂姐，你在想什么呢？这时方圆走了过来，脸上带着讨好之色。你来做什么？看到方圆，方威冷哼一声，脸色很不好看。以前他还觉得方圆老实，对他颇有照顾，甚至支持他做方家少主。但这次方圆敢欺骗自己，让方威对方圆有些失望。堂姐，我是来给你道歉的。方圆说道。我不该欺骗你，但这件事说到底还是要怪方辰。方圆，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方威面无表情地说道。事到如今，你竟然还将责任全推在方辰头上，他到底做了什么让你这么恨他？堂姐，你真的误会我了。方圆苦笑道。我现在就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是方辰自己要离开的方家，而且他也不是我方家血脉。什么？方威声调拔高说道。方圆，即便你和方辰之间有恩怨，但你也不能说出这样的话吧？他怎么可能会自己离开方家？堂姐，这种事情我怎么敢骗你？方圆说道。方辰是族长当年从外面带回来的，当成方家人养，直到他进入祖地试炼，这才暴露了出来。就是因此，方辰自己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才自己脱离了方家。方圆说道。堂姐，我说的句句属实，不信的话你可以随便去问，这件事所有人都知道。怎么会这样？方威有些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方辰怎么可能不是方家的血脉？而且他为何要和家族脱离关系？堂姐，方辰就是头养不熟的白眼狼。方圆冷哼道。咱们方家自认待他不薄，但就是因为一点小事，他不仅出手伤人，还杀了方兄兄妹。这样的人留在家族就是个祸害，走了也好，免得以后给家族惹来祸端，咱们还得给他擦屁股。原来是这样。方威面露苦涩，失魂落魄地走了。见状，方圆嘴角顿时露出一抹冷笑。爷爷说的果然没错，方威就是个没有脑子的蠢货，只要九真一假的把事情告诉他，方威就会相信。先取得方威的原谅，再和他打好关系。得到方威的支持后，方圆成为方家少主，也就十拿九稳了。姐夫姐夫，大事不好了。这一天，方辰正在院子中晒着太阳，就见到林秀秀几人匆匆跑了进来。怎么了？天塌了。方辰笑了笑说道。先喝口水缓缓，有什么事慢慢说。沈浩白回来了。小胖子林霄端起茶壶猛灌了几口，一抹嘴巴说道。就在刚刚进的城，排场还挺大的。哦。方辰眼中闪过一抹寒光。终于来了吗？姐夫，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林秀秀紧张地说道。我们可是听说沈浩白这次回来就是冲你来的。是啊，那沈浩白可不简单。林峰说道。整个青州城年轻一代中，也就大哥能够压沈浩白一头，他要是来找你麻烦，那可就糟了。姐夫，要不你陪我们回林家吧？林秀秀说道。我就不信，那沈浩白再厉害，他也不敢来咱们家撒野。不必了。方辰说道。
沈浩白既然搞这么大的排场，就是告诉所有人他是有备而来，也警告各家不要插手这件事。但沈慕白又不是你杀的，他们凭什么找你麻烦？林秀秀愤愤不平地说道。实在不行，我就去找爷爷，让他找城主大人出面。对，去找城主大人。小胖子凌霄眼睛一亮，说道：沈家再厉害，还能不给城主大人的面子？好了，我知道你们是好心。方辰笑道。但是呢，求人不如求己，而且这种事情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而且沈慕白虽然不是自己杀的，但终究是死在青衣手中。无论如何，这件事情都要方辰自己去解决。你倒是还有些自知之明。这时冷哼声响起，就见到沈初白带着几名护卫走了进来。你来做什么？林秀秀直接挡在沈初白面前，冷哼道：赶紧离开，这里不欢迎你们。林秀秀，这有你什么事？沈初白怒声道：我是来找方辰那个废物的，你给我让开。沈初白，你说话给我客气一点。林秀秀双手一叉腰，说道：方辰是我姐夫，你要是再满嘴喷粪，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此刻的林秀秀就像是一头小母狮，极为护短。我懒得和你废话。沈初白一伸手，就有护卫将一张纸递到手上。方辰，这是我大哥给你的战书。沈初白晃了晃手中的纸，说道：3天之后，我大哥将与你在斗武场一决生死。战书。林秀秀脸色一变，一把抢过战书，怒声道：你沈家还真是过分，这不是以大欺小吗？随便你怎么说。沈初白满脸傲然，得意地说道：当然，方辰也可以拒绝，但必须在今晚去我沈家，在我二哥的灵堂前下跪道歉，向他忏悔。沈初白，你脑子没病吧？林秀秀怒声道：沈慕白死了，关我姐夫什么事？你沈家就算要泼脏水，也拿出点实质性的证据吧。就是，你们还真以为我林家好欺负不成？小胖子凌霄也与林秀秀并肩站在一起。就在这时，方辰淡漠的声音缓缓响起：战书，我接了。什么？林秀秀一听就急了：姐夫，你别冲动啊，那可是沈浩白，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啊。是啊，姐夫。凌霄低声道：忍一时风平浪静，莫要逞一时之勇啊。林峰相对要冷静许多，但还是说道：姐夫，要不要和爷爷商量一下？不用了。方辰态度很坚定，淡淡的说道：区区一个沈浩白而已，无需那么麻烦。听到这话，所有人都一脸震惊的看着方辰。那可是沈浩白啊，还区区一个。方辰啊方辰，你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沈初白冷笑道：就你这个废物，也配和我大哥相提并论？是吗？方辰却是淡然一笑，说道：那就回去告诉沈浩白，战书我方辰接了。手掌抬起，灵力涌现，瞬间将战书从沈初白手中射入手中。3天之后，我方辰准时赴约。方辰这一手隔空取物，让众人又是一惊。虽说他们修为皆是不高，但也知道想要隔空取物，需要对灵力的掌控达到一个极为高深的境界，至少在常人中就没人能够做到。哼，方辰，先让你嚣张几天。沈初白脸色阴沉地看着方辰，冷声道：3天之后，我看你怎么死。说罢，沈初白拂袖离去，神情无比难看。完了，这下全完了。林秀秀小脸煞白地说道：姐夫接了战书，那就没有转圜的余地了。是啊，那沈浩白可是通脉境巅峰修为，除非姐夫能够突破到灵海境，否则根本不是其对手。小胖子凌霄焦急地走来走去。通脉境武者，周身经脉贯通如一，灵力运转速度比淬体境武者快了不是一星半点，所以通脉境又被称为灵脉境。同样的武学，在通脉境强者手中，却能够爆发出极为强大的威力，远不是淬体境武者能够比拟的。而方辰想要在3天之内将修为提升至通脉境，根本就无法做到。好了，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林峰说道：我们还是回去问问爷爷吧，希望他能够出面调解一下。为今之计，也只能如此了。小胖子凌霄轻叹一声：方辰再冲动，那也是林家的姑爷，可不能出事。姐夫，你先什么都别想。林秀秀安慰道：我相信爷爷不会见死不救的，否则思雨姐可就要成寡妇了。方辰闻言也是哭笑不得：我谢谢你啊。送走林秀秀这3个活宝，方辰看向青衣：丫头，接下来这3天少爷要闭关，谁来都不见。青衣点点头说道：少爷您就放心吧，奴婢绝对不会让人打扰到您的。方辰笑道：你就没什么要说的？青衣皱起2条淡淡的眉毛，反问道：奴婢应该说什么吗？没什么。方辰摇摇头，叮嘱青衣2句，就转身回房间准备闭关去了。少爷加油，奴婢相信您一定会赢的。看着方辰钻进房间，
青衣少女握紧拳头，语气坚定，对方晨充满了十足的信心。若非如此，他直接让那沈浩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什么？方晨接下了沈浩白的战书。当柳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被震得不轻。这家伙还真是有些魄力啊。良久之后，柳轩长叹一声，神情有些落寞。自从在听风楼被方晨一招击败，柳轩就断绝了去找方晨麻烦的想法，同时警告弟弟柳真别再去招惹方晨。如今看来，这个决定是明智的。那方晨简直就是个疯子。大哥，你说这家伙是不是疯了？柳真说道。沈浩白可是通脉境巅峰的强者，即便是你都不是他的对手。方晨到底哪来的自信，敢接下沈浩白的战书？虽说方晨击败了大哥柳轩，但在柳真看来，方晨不过是仗着偷袭得手罢了。真要公平交手，方晨完全不是大哥柳轩的对手，他本来就是个疯子。柳轩说道。从他此前的种种行为看来，此人行事横行无忌，毫不考虑后果。这样的人，除非能够彻底碾死，否则的话，能不招惹就别招惹。如此看来，他这次死定了。柳真冷哼道。果然天狂有雨，人狂有祸，方晨也该为他的狂妄付出代价了。不管如何，这件事与我们都没有半点关系了。柳轩语气严肃地说道。你要记住，方晨这样的人，既不能成为朋友，更不能成为敌人。大哥放心，我心里有数。还真是不知天高的家伙啊。朱晨脸色扭曲，语气森然道。这小杂种仗着有几分本事，谁都不放在眼中，简直死不足惜。每每想到他被方晨一招所伤，手掌上都会传来钻心的剧痛。而收到方晨接下沈浩白战书的消息后，朱晨第一个想法就是方晨绝不可能赢，那也是他活该。朱荣手臂缠着绑带吊在胸前，一张满是肥肉的脸上神情阴沉而扭曲。他曾经有多嚣张，3天之后就有多凄惨。他几次三番在方晨手中吃了大亏，对方晨早已恨之入骨，现在一听到方晨自取灭亡，他比谁都要兴奋，恨不得去当面嘲讽方晨几句。这几日莫要惹事。朱晨瞥了一眼朱荣，说道：3日之后一起去观战。被看穿心中想法，朱荣脖子一缩，知道了大哥。这混账东西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方威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怒声而起。不行，我要去问问方晨，他到底怎么想的。虽然已经接受了方晨不是方家血脉的事实，但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到大的玩伴。当方威听说方晨接下了沈浩白的挑战，第一个想法就是要阻止方晨。堂姐，你去了又有什么用？方圆说道。那方晨本来就不待见我们，咱们就别自讨没趣了。听到这话，方威脸上顿时闪过一抹羞怒之色。方圆说的没错，方晨的确很不待见他。只要一想到方晨对自己的态度，方威也是气愤不已。罢了。方威颓然地坐了回去，有气无力地说道：他想自己作死，那就随他去，我不管了。沈家，一名白衣少年立于窗口，略薄的嘴唇显得有些刻薄。有趣。少年把玩着手中一枚玉佩，阴冷的声音中一片肃杀。3日之后取你性命。3天时间。房间之中，方晨盘坐在床上，眼中闪过一抹金光。与沈浩白的战斗只有3天时间，想在3天内将修为提升至灵海境，根本不可能做到。别说灵海境，就算是通脉境、灵脉境也都无法完成。如今的方晨不过淬体境3重罢了，但方晨完全就没想过要在修为上碾压沈浩白。淬体3重境与通脉境巅峰天差地别，正常情况下根本无法战胜沈浩白。方晨自语道：但是我的优势根本不在修为上，他拥有纯阳圣体和纯阳剑体，再加上剑宫内的鸿蒙剑气，可以让方晨在瞬间爆发出远超自身修为的惊天伟力。但这最多只能让方晨战胜通脉境3重以下的武者，而沈浩白乃是通脉境巅峰，想要战胜对方，方晨还需要另辟蹊径。看了眼窗外，天朗气清，今夜又是个满月日。五指轻握，天机塔出现手中，希望一切都能顺利吧。方晨闭上双眼，开始进入修炼状态。2天时间一晃而过，方晨即将与沈浩白一战的消息早已传遍了整个青州城，人尽皆知。没人对方晨看好，都觉得方晨这一次必死无疑。区区一个家族弃子，还敢接下沈浩白的战书，这不是找死是什么？那也不一定。有人反驳道：听说那方晨自从3个月前离开方家之后，就一飞冲天，实力突飞猛进，强得可怕，未必没有机会。你脑袋也被门夹了吧？沈浩白那可是通脉境巅峰的修为，一身经脉早已尽数贯通，那方家弃子哪来的机会？就是
除非他方辰能够一夜之间连续突破2个大境界，否则的话，他连在沈浩白手中坚持一招的机会都没有。距离方辰与沈浩白之间的战斗只有1天不到的时间，突破2个大境界，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异想天开。除非有奇迹发生，否则的话，明日就是方辰的死期。即便是林家自始至终都没有露面为这件事发表意见，似乎林家已经放弃了方辰。想想也是，方辰只是林家的姑爷罢了，即使方辰是林家的人，他要自己作死也没人能够救他。方辰，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把门给我打开。方威站在小院门口用力敲门，但是毫无反应，这让方威脸色越发难看。昨天他没忍住，还是来小院找方辰，但连方辰的面都没见到。怒气冲冲的方威回去之后，越想越气，心有不甘的又再次来到小院。方辰，我知道你在里面。方威提高声调，你要是再不开门，我直接砸门了。堂姐，还是算了吧。方圆说道。好言难劝该死鬼，他方辰自己要找死，那就随他去，咱们就别自取其辱了。是啊，堂姐。方龙说道。反正方辰也不是咱们方家人，他死了也是活该。你们都给我闭嘴！方威怒吼一声，手掌之上灵力运转，就要一拳轰在大门之上。嘎吱！就在这时，院门打开，青衣少女站在门口，面无表情地说道：少爷正在闭关，概不见客，你们走吧。青衣，你总算开门了。方威连忙说道：快，带我会见方辰，我有话要和他说。我话说得很清楚了。青衣冷冷地说道：少爷说过了，概不见客，特别是你们方家人。臭丫头，你说话客气一点。方圆怒声道：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这样和我堂姐说话，信不信我？然而青衣眼底闪过一抹青芒，霎时间方威竟然感到一股寒意自脚底涌泉穴直贯头顶天灵穴，让他浑身打了个寒战。给方威的感觉就是他好像被一头远古凶兽盯上一般，不寒而栗。都给我闭嘴！方威冷喝一声，制止了方圆等人，看着青衣。青衣，我知道你对我们有些误会，但我这次来真的是为了方辰好。你要真是为了少爷好，那就赶紧离开吧。青衣淡淡的说道。以后别再来了。说罢，青衣砰的一声直接将院门关上。你看着紧闭的院门，方威张了张嘴，满肚子的话全被堵在喉咙里。堂姐，你看到了吧？方圆冷冷说道。方辰一定故意的，他死到临头了还来羞辱我们。就是啊，堂姐。方龙说道。咱们别自讨没趣了，走吧，等明天咱们去观战，我要亲眼看看他方辰是怎么死的。对，明天。方威眼睛一亮，我还有机会，只要明天他当场劝说方辰，让方辰主动认输，再向方家低头服软，方家就会尽量保住方辰性命。夜幕降临，圆月高悬，明日就是与沈浩白的决战日了。房间中的方辰满脸无奈之色，前面2日明明都是满月，但天机塔却没有半点反应，方辰想与2位女帝修炼的计划也落空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不过方辰的把握也不大，还是再试试吧。就在方辰准备取出天机塔汲取月光的时候，体内灵力和气血好似江河决堤一般，疯狂朝着识海中的天机塔灌注而去，速度之快让方辰骇然无比，力量流逝得太快，甚至连境界都维持不住了。眨眼之间，方辰的修为就从淬体3重境瞬间跌落到炼气境巅峰，然后是炼气9重、8重，直到方辰的修为跌落至炼气境3重之后，天机塔这才停止了抽取方辰的修为。感应到自己的修为跌落了一整个大境界，方辰都有些欲哭无泪了。他只是想和女帝双修一次啊，怎么就这么难呢？就在方辰心中生出一丝绝望的时候，识海顿时传来一阵刺痛，整个人瞬间消失在房间之中。等到方辰睁开双眼，只见眼前是熟悉的房间，幽冥寒气在房间之中萦绕不休，玉床之上一具慵懒的娇躯斜躺，让人想入非非。正是玄冰女帝萧玉鸾。和以往相比，此刻的萧玉鸾气质比之前柔和了许多，整个人的气息也变得越发内敛，但给方辰的感觉却更为强大。女帝大人，再次见到萧玉鸾，方辰都要激动地哭出来了。行了，事情本帝已经知道了。看着激动不已的少年，萧玉鸾红唇一翘，说道：时间紧迫，咱们开始吧。房间之中寒意缭绕，方辰的身体在微微颤抖，那是因为纯阳圣体正在炼化幽冥玄阴之气，让方辰的灵力在快速增长。萧玉鸾乃是幽冥玄阴体，能够自行散发出这种令人发寒的气息。寻常武者被这些气息所沾染，会导致灵力运转缓慢，神魂受到压制。但对方辰来说，玄阴之气乃是最佳的补品，
可以让他的修为得到快速增长。对萧玉鸾而言，方辰的纯阳之气同样有着滋补的功效。随着修行的加快，方辰的修为正在不断恢复。不过眨眼间就让方辰从炼气境3重瞬间提升到炼气境9重。再快一点！萧玉鸾脖子往后扬起，浑身肌肉紧绷，让方辰有种释放的冲动。别停！萧玉鸾双臂用力，指甲在方辰后背划出几道伤痕。与此同时，浓郁的元阴之气不断涌入方辰体内，让方辰浑身一颤，一股更加狂暴的气息赫然爆发淬体境。方辰心中松了口气，总算重回淬体境了。但是修炼并未就此结束，以你现在的实力，在不暴露剑修的前提下，想要击败通脉境根本不可能。萧玉鸾搂住方辰的脖子，语气有些虚弱地说道：不过办法不是没有，请前辈指点。方辰心中一喜，身体不由得轻轻一动。别闹！萧玉鸾白了方辰一眼，说道：我可以帮你提升一些修为，但剩下的你需要去第2层找南宫卓，他有办法帮你。赤焰女帝，行了，先别想那么多了。萧玉鸾转过身，双手抵在墙上，扭头道：现在我来助你提升修为。看着萧玉鸾如此动作，方辰双眼蓦地一红，呼吸变得无比粗壮。修炼不知日月久，红鸾帐里论风流。我已将一丝玄冰之气封印在你体内，可以爆发出通脉进巅峰的一击。萧玉鸾一脸疲倦，有气无力地说道：好了，去找南宫卓吧，本帝需要休息一下。话音落下，萧玉鸾挥手间就将方辰直接甩出了房间。等到视线恢复，方辰已经出现在赤焰女帝南宫卓的房间中。此刻的南宫卓并未穿戴以往那身铠甲，只是以火焰为纱衣披在身上。先去洗洗。不等方辰说话，方辰身形一晃就出现在一座温泉之中，但池水却好似岩浆一般滚烫。方辰刚一接触，脸色顿时一变。不要抗拒！南宫卓的声音传入耳中，此乃我专门为你配制的药液，泡此药浴之后，你的肉身能够提升一个小境界。现在运转功法，吸收温泉中的药力，淬炼肉身。方辰闻言，强忍钻心剧痛，艰难地运转起阴阳造化经和不动金身这2门强大的功法，一门提升修为，一门淬炼肉身，可让方辰内外兼修，互为互补。随着方辰身上一层银白光芒闪烁，池水中顿时涌现出更为浓郁的药力，钻进方辰体内，让他的血肉细胞好似得到淬炼和净化一般。佛门不动金身？不对，这只是最低等的炼体功法。南宫卓眼光何其毒辣，一眼就认出了方辰所修炼的功法。不过此功法虽然等级较低，用来筑基却最为合适。南宫卓微微点头，随即双手如箭般点出，一道道赤金色火焰不断击在方辰的穴窍上，为方辰打开肉身，更大程度地汲取温泉中的药力。轰轰轰！方辰的体内顿时传出江河奔涌的轰鸣声，让方辰的气血快速壮大，身上的银白光芒越发浓郁。吼！随着一道咆哮声响起，方辰身后竟然浮现出一头血色龙象。气血化龙象，炼体初有成。一头龙象就具有万斤巨力，足以堪比通脉境的一拳之力。呼！方辰睁开双眼，长长的呼出一口浊气，脸上不由得浮现一抹笑意。此次修炼，周身疲惫尽除，肉身更进一步，凝聚出一头气血龙象，实力得到提升。但光靠这些就需要抗衡沈浩白，还是不够。哗啦！就在这时，池水泛起涟漪，火焰纱衣脱落，一具娇躯跨进水池。看来这药浴的效果还不错，否则本帝都担心你一会儿承受不住。南宫卓那双奇异的瞳孔平静地看着方辰。前辈。看着眼前的南宫卓，方辰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请叫我女帝大人。南宫卓嘴角一掀，瞬间将身体沉入池水之中。方辰先是一愣，随即眼眸瞪大，双手死死地扣住水池边沿，脖子处青筋暴起。天机塔中无岁月，琼瑶池水唱和曲。赤！只见火焰激射，在方辰眉宇间留下一道赤金色火焰印记，只是瞬间，火焰印记就消失不见。南宫卓无力地垂下手臂，疲惫至极地说道：有此印记，此战无虞。谢女帝大人。方辰激动不已，对着南宫卓抱拳一拜。你也别高兴得太早。南宫卓说道：我这力量一旦动用，对你自身损伤可不小，不到万不得已，慎用。方辰说道：晚辈记下了。青州城斗武场，此时此刻斗武场人山人海，人满为患。经过3天时间的发酵，方辰与沈浩白决战的消息已经彻底人尽皆知。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有名有姓的世家豪族，今日全部到场观战。哼，今日就是方辰那个小杂种的死期了。在斗武场附近的一座阁楼中，朱荣满脸冷笑。朱荣有些担心地说道：大哥，都这个时间了，
方辰那个小畜生会不会不来了？不战而逃，他倒是想得美。朱晨端起茶杯，嘴角掀起一抹冰冷弧度。你真以为沈家会没有后手吗？早在沈浩白进城之时，就已经命人把手清州城所有出口，无论方辰来不来，他今日都是必死无疑。那就好。朱荣脸上的肥肉抖动，我现在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到方辰是怎么死的了。随着时间流逝，观战之人越来越多，而在一阵惊呼声中，只见一名白衣年轻人迈步而来，最终一步踏进斗武场，正是沈家沈浩白。沈浩白刚一现身，灵力包裹的声音顿时响彻全场。方辰可敢现身一战？那就是沈浩白吗？果然是英姿勃发，深不可测啊。听说沈浩白是天狼佣兵团的人，他此次回来还带了好几位天狼佣兵团的强者，千真万确。沈浩白此次强势回归，就是为了杀方辰，替沈慕白报仇。沈浩白可是通脉境巅峰强者，杀一个方辰还不是易如反掌。在沈浩白进入斗武场之后，众人开始议论纷纷，声音此起彼伏，方辰可敢上台一战？当沈浩白的声音落下，全场瞬间寂静无声。然而良久之后却没有得到半点回应。不是吧？难道那方辰因为怯战不敢来了？不战而逃，简直丢人至极。嗨，来也死，不来也是死，反正横竖都是个死，还不如死得有尊严一些。见到方辰久久不现身，更多的议论声再次响起，言语之中对方辰极为不屑，满是嘲讽轻蔑。堂姐，我就说吧，那方辰就是个废物，连上台都不敢。斗武场某个角落，方家人聚集在此。方龙冷声道：还好他被逐出家族，否则今日我方家都要跟着丢脸。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提他作甚？方圆冷哼一声，满脸厌恶。方威神情虽然有些不好看，但心中还是松了口气。不来也好，至少还有转圜的余地。大哥，方辰不会真的不来了吧？柳家所在，柳真眉头一皱。以我对方辰的了解，即便自知不敌，他应该不也会躲起来才是。先看看吧。柳轩瞥了一眼某处阁楼，那是林家的位置。今日林家会出手吗？但是沈浩白背后的天狼佣兵团可不容小觑啊。哼，姐夫才不是那种人呢。听着下面的议论，林秀秀满脸不忿地说道：姐夫既然接下了战书，他就一定会来，来了又能如何？小胖子凌霄垂头丧气地说道：那可是沈浩白啊，姐夫再厉害也不会是他的对手。啪！林秀秀一巴掌拍在凌霄的脑袋上，娇斥道：死胖子，你站哪边的？凌霄挠了挠头，有些委屈地嘀咕道：我说的是事实吗？你别逼我扇你啊！林秀秀撸起袖子，双手叉腰，一脸威胁。小胖子凌霄脖子一缩，不敢说话了。林野瞥了眼斗武场中的沈浩白一眼，特别是沈家所在的某个位置，那里是一名满脸横肉的光头男子，眼角还有一道狰狞伤疤，眼底闪过一抹寒光。先别急着下定论。林野饮了一口茶水，语气淡淡的说道：林家的姑爷还不至于这么没种，要是那小混蛋敢不来，他保证把方辰屎都锤出来。输了不丢人，但要是不战而逃，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都给本小姐记好了。沈家观战处，沈初白寒声道：太阳落山之前，要是方辰那小畜生再不来，就给我带人去宰了他。大哥回来之后可是带着好几位天狼佣兵团的强者，如今方辰所在的院子四周已经埋伏了无数强者，除了谨防方辰逃走之外，还有就是等到时间一到就会冲进去杀了方辰。真以为战书是那么好接的？斗武场中，沈浩白除了第一次开口后就没有再说话，他背负双手开始闭目养神，那气定神闲的模样更是让台下众人欢呼不已，对方辰的迟到极尽羞辱之词。夕阳西斜，残阳晚照，天与地的衔接处好似染了层猩红的血。都这个时间了，那方辰到底还来不来啊？有人不耐烦地说道：这可是生死战，不是过家家家，再不来那就是自动认输了。生死战不战而逃，那是要被世人唾弃的。而且这件事早已报备城主府，届时会由城主府派遣强者进行追责。方辰要是敢逃走，将会遭受城主府无休止的追杀。我还以为敢接下战书的人有多了不起，如今看来却是个没卵的怂货。我呸！有人毫不客气地啐了一口，满脸不屑。我们武者的脸都被这家伙丢光了。这些声音不断涌入林秀秀等人的耳中，让他们脸色涨红，却又无法反驳。方威握紧双拳，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毕竟某些言语中同样对方家夹枪带棒，各种嘲讽。该死的方辰，真是被他连累惨了。方龙咬牙切齿地说道：他怎么不直接去死？此时沈家大长老沈阔站起身，朗声道：
既然方辰未战而逃，此次决斗视为方辰主动认输。沈括对着某个阁楼抱拳道：“那么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城主府了，还希望城主府能够秉公处理，给我沈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此处阁楼中，常在放下手中茶杯，轻轻一叹：“他终究看错了人了吗？”就在此时，一道清朗的声音蓦地在斗武场上空响起：“方辰赴约来迟，还请诸位见谅。”随着这道声音落下，原本还嘈杂无比的斗武场顿时变得安静了下来，落针可闻。常在先是一愣，随即嘴角掀起一抹浅浅弧度。斗武场中，无数人豁然起身，看向街道尽头处，脸上浮现出复杂的神情。万众瞩目之中，两道身影缓缓而来。少年一袭白衣，俊朗的面容上是一抹与年龄不符的坚毅之色；少女一身青衣，秀丽的脸庞上秀眉好似远山携带，不染尘埃。正是方辰和青衣，他真的来了。见到方辰出现，不少人脸上都露出来诧异之色。方辰没来之前，他们只当方辰怕死怯战，如今方辰来了，他们又觉得方辰是自寻死路，不自量力。感受着这些目光，方辰也是有些无可奈何。天知道南宫卓会那般疯狂，差点误了时辰。这下可有好戏看了。朱荣死死盯着方辰，满脸狞笑：“我要看看这次谁能救你。”柳轩缓缓摇头：“终究是太冲动了。”林野低声呢喃：“罢了，就当是我林家欠你的。”面对着各种目光，方辰神色不变，镇定自若地走向斗武场。“你就是方辰？”沈浩白蓦地睁开双眼，凝视着踏进场中的少年，语气漠然道：“还算有些胆魄，但你确实不该来送死。谁生谁死，你言之过早了。”方辰淡然一笑：“沈慕白，今日一战，你死我活，我死你活。”沈浩白闻言顿时笑了：“方辰，你果然如传闻一般太狂妄了。”沈浩白淡淡道：“你现在不过淬体境修为，而我是通脉境巅峰，我真不知道你拿什么杀我。”方辰，别说我不给你机会。”沈浩白说道：“如果你现在去我二弟灵堂前磕头认罪，我看在林野的面子上，或者能够饶你一命。”方辰答应他。不等方辰说话，观战台上就响起一道声音：“是方威。”方威急声道：“方辰，你打不过他的，左右不过磕几个头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最起码比丢掉性命强。”方威的言语并未掩饰，听到的人很多，虽然磕头认输很丢人，但确实如方威说的，至少能保住性命，比什么都强。磕头认输吧，小子，别逞强了，真被沈浩白一拳打死了，那就什么都没了。不少人开始起哄，压根不相信方辰会是沈浩白的对手，似乎没人觉得你能赢。沈浩白说道：“方辰，机会只有一次，可别做出错误的选择。”沈浩白，这种低劣的手段就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方辰讥讽道：“孰强孰弱，只有打过才知道。”这沈浩白攻心计确实不错，可惜方辰不吃这一套。他方辰今日要是下跪认输，不仅承认了沈慕白是他所杀，即便活着，这身道骨也彻底断了。更何况沈浩白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放过他，说这些无非是故意羞辱方辰罢了。看来你是执意要找死了。见到方辰拒绝，沈浩白也不意外，只是神情更为阴沉地说道：“既然如此，那我只能成全你了。”话音落下，沈浩白体内灵力散发，通脉境巅峰的修为也在此时尽数暴露而出。霎时间，整个斗武场中一股厚重雄浑的力量顿时朝着四周席卷。这就是通脉境巅峰的修为吗？简直太可怕了。是啊，通脉境巅峰，体内经脉尽数贯通，器械灵力融入一炉，又被称之为灵脉贯通，可不是寻常通脉境可比的。那方辰还真是会作死，活路不选选死路，简直就是活该。就是不知道他能在沈浩白手底下坚持几招，说不定一拳就被打死了。无数道期待的目光注视下，只见沈浩白周身灵力汇聚于双手之上，下一瞬，沈浩白瞬间消失在原地。好快的速度！众人瞳孔微微一缩，脸上满是凝重之色。与此同时，青衣紧紧地抓住衣角，小脸上带着一丝紧张。砰！就在众人正在寻找沈浩白的身影时，就见到方辰身后一道白色身影浮现，一掌轰向方辰背心。这一掌灵力暴涌，蕴含极致的杀意。不仅如此，速度更是快到极点，很少有人能够反应过来。而斗武场中，方辰好似被吓傻了一般，呆滞在原地，毫无反应。废物就是废物，就这点实力，也敢与我大哥相比？见到方辰站在原地不动，沈初白嗤笑一声，脸上满是讥讽之色。不少人屏住呼吸，静待着那道掌风轰在方辰身上。嗤！掌风落下，直接击穿了方辰的身体。这就结束了。看着被击穿身体的方辰，众人脸上皆是露出愣然之色。等了这么久，
那方辰竟然如此不经打，一招就给秒杀了，还说那小子有何能耐呢？就这，亏我还赌那小子能够坚持3招呢，竟然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也太废物了吧！咦，不对，方辰的身体怎么消失了？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一道惊呼声蓦地响起，紧接着众人就见到方辰的身体竟然缓缓消散，而且整个过程并未丝毫鲜血迸溅。残影！有人好似意识到什么，猛然失声惊呼，满脸不可置信。与此同时，斗武场中的沈浩白眉头微挑，身形向侧边跨出一步，砰！空气传出一道音爆声，就见到一只蕴含罡气的拳头擦着沈浩白的身体而过。反应倒是不慢，轻笑声响起，就见到原本消失的方辰不知何时出现在沈浩白身后，双拳如疾风骤雨般狠狠轰了出去，接连数十道拳风，直叫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砰砰砰！眼看沈浩白被这些拳风击中，沈浩白身上却是浮现出一层血色纱衣，将全身尽数笼罩。气血纱衣，而沈浩白的气血纱衣如同坚硬的铜墙铁壁一般，将所有拳风尽数挡住，自身没有受到半点伤害。但是沈浩白的一张脸却是彻底阴沉了下去。方辰，能逼我用出气血纱衣，你今日也算是虽死犹荣了。沈浩白厉声而笑，气息陡然一变，右掌竟然变得血红一片，一股浓烈的血腥味顿时自沈浩白身上席卷而出，特别是手掌之上传出一股令人心悸的恐怖波动。血影手，玄阶下品武学。阁楼中的诸臣一眼就认出了这是沈浩白的成名绝学。施展出血影手的沈浩白是无敌的，连林野都要暂避锋芒。糟了！林野脸色微沉，忘记告诉方辰，让他警惕沈浩白这门武学了。血影手乃是玄阶下品武学，以气血御之，杀人于无形，极端诡异强大。杀！沈浩白眼中杀意一闪而逝，一掌拍出，只见一道血色掌印顿时自沈浩白手掌上激射而出，轰向方辰。这一刻，众人都感觉到了一股绝望的肃杀之气。方辰周身皮肤一寒，名为死亡的气息将自己笼罩。他深吸一口气，体内灵力呼啸而出，灵犀一指破。随着方辰心头一声冷喝，一截玉色手指自头顶凝聚而出，以快若闪电般的速度朝着那血色掌印迸射而去。轰轰轰！玉指与掌印彼此碰撞在一起，狂暴的灵力顿时朝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去。不少离斗武场较劲的看客顿时被这股力量所惊骇，连连后退。等到众人再次看向场中的时候，脸上尽数浮现出震惊莫名的神色。怎么可能？斗武场中两大武学的对撞已经彻底结束，然而他们以为必死的方辰至今还好好的活着。不仅如此，方辰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波动已经超出了之前太多。淬体五重境，怎么可能？观战席上，沈初白猛然起身，失声道：“这小畜生什么时候晋升到淬体五重境了？”不止沈初白，所有人都面露震惊，心中掀起滔天骇浪。这些人中，包括常在和沈家大长老沈括。要知道，3日之前，方辰还只是淬体境3重修为罢了，短短3日时间，竟然连续提升2重小境界，他到底怎么做到的？哇，姐夫也太厉害了吧！林秀秀满脸惊喜，激动地说道：“竟然接下了沈浩白的一道杀招，接下了一招又如何？战斗还没结束呢。”小胖子林霄神情绝望。林秀秀闻言，小脸也变得黯然。这小子还真是出人意料啊！林野轻声一叹，可惜那沈浩白真正的杀招可还没施展出来呢。他虽然能够压制沈浩白一头，但若是对方拼尽全力使出压箱底的底牌，即便林野最终能够取胜，也是惨胜。而方辰即便突破至淬体境5重，但和沈浩白之间差的可不止一个大境界啊！这种境界上的断崖式碾压，可不是靠什么取巧或者手段就能弥补的。即便是一个小境界之间的差距，那也是宛若天堑，极难撼动。方辰，你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惊人表现呢？在众人或期待或紧张的目光注视下，沈浩白却轻轻弹去胸前的几缕灰尘。你倒是隐藏的不错，沈浩白说道。淬体5重境，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比你也强不了多少，但可惜淬体境与通脉境之间的差距是你永远无法想象的。废话真多。方辰嗤笑一声，体内灵力运转，身形瞬间化作一道残影，消失在原地。极影身法与萧玉鸾和南宫卓双修之后，方辰的修为分别提升了一个小境界，对这极影步伐的掌握也比之前更加精深。此时的方辰就如同一道幽灵般，根本无法捕捉。但沈浩白是何许人也？乃是沈家大少，通脉境巅峰的强者，是天狼佣兵团寄予厚望的天才，无论是修为还是战斗经验，远超常人。
在方辰消失的瞬间，沈浩白同样冷冷一笑，身形一晃，随之消失。砰砰砰！下一瞬，两道身影在斗武场中彼此交错碰撞，一道道沉闷的声响不断传入众人耳中，让他们心惊肉跳。无数人张大嘴巴，骇然地看着场中的战斗。此时的方辰两人周身所有部位全部化作了最为坚硬锐利的武器，朝彼此发起致命的攻击。手、肘、膝盖、脚掌，甚至头，这种拳拳到肉的贴身战斗方式最激烈也最危险，一个不慎那就是重伤甚至惨死的下场。而两人直到现在交手不下100招，打得难解难分，不分上下。随着战斗继续，全场逐渐变得落针可闻，一片死寂，唯有场中两人交手之时所爆发出的沉闷声响。咔嚓，朱晨手中的杯子落在地上摔碎，这清脆的声音瞬间让他惊醒过来。他竟然坚持到现在。见到与沈浩白激战而不落下风的方辰，朱晨只觉得满嘴苦涩，周身无力。大哥，你……朱荣担心地看着朱晨。我没事。朱晨苦笑一声说道，败他手中不冤。是啊，确实不冤。朱荣也是满脸苦涩，本以为方辰只是好运，侥幸击败了他们兄弟二人，但今日看来，方辰的真实实力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恐怖得多。以淬体境修为，硬汉通脉近巅峰，这小子的肉身算是已经触摸到门槛了。常在端起茶杯，轻轻啜了一口。只是光靠这个想赢下这场战斗还是有些困难啊。咚，两只拳头碰撞在一起，刹那间爆出来的恐怖力量直接让方辰两人各自后退数步，神色凝重地看向彼此。此人乃是劲敌。四目相对，两人脑海中同时浮现出同样的念头。方辰能坚持到现在，你确实优秀。沈浩白甩了甩有些发麻的拳头，沉声道，但也就到此为止了。刚才两人交手不下100招，沈浩白是越打越心惊，若是再给方辰一些时间，1年，不，只需半年，自己就不一定能够击败对方了。相对于沈浩白的震惊，无数认识方辰的人更像是见鬼了一般。如沈初白，如方家人，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和沈浩白战到现在？方龙浑身颤抖，宛若筛糠。原来他真的强到这个地步了吗？方威神情黯然，只想一想到自己对方辰各种贬低，方威就觉得自己的脸上火辣辣的一阵刺痛。他再强又能如何？方圆咬牙切齿道，战斗还没结束，即便方辰的表现再优秀，也改变不来他今日惨死的下场。对，方龙恨声道，方辰必死。随着方辰展现出来的实力越强，方家的人脸就被打得越痛，特别是对于方圆来说，更会受到更多人的反对，再无缘接任方家少主之位。听到沈浩白的话，方辰倒是稍显平静。沈浩白，现在说这些话，你不觉得太早了吗？此时的方辰拳头上血肉绽开，鲜血流淌，但方辰的双眼却是无比明亮。刚才那番交手，方辰只觉得无比痛快。希望接下来你的实力如你嘴巴一般硬。沈浩白眼中杀意闪过，因为我不会再给你机会。此战拖得越久，对沈浩白越不利。明明以他的实力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谁知道竟然让方辰坚持到现在。也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察觉到沈浩白身上的凌冽杀意，方辰神情也变得凝重了许多。他知道沈浩白接下来的出手将会是极为强大的杀招，胜负生死在此一举。轰轰轰，沈浩白体内的灵力好似不要钱似的尽数奔涌而出，眨眼间就在其身后凝聚成一头血色巨狼。吼！巨狼仰天长啸一声，身上顿时散发出一股令人骇然的恐怖波动。天狼啸月。观战席上，那名光头男子蓦地直立起身，双目死死地盯着沈浩白。哈哈，不错不错，浩白，你做得不错。随即光头男子放声狂笑，显得无比激动和兴奋。天狼啸月乃是天狼佣兵团独门武学，足以达到玄阶高品，堪比地阶层次。而沈浩白修炼这天狼啸月不过短短1月时间而已，竟然就已经达到了这一步。方辰，结束了。沈浩白眼中寒芒乍现，一声暴喝，身后那头血色天狼顿时朝着方辰狂扑而去。霎时间，整个斗武场中顿时被血色笼罩，血腥而诡异。沈浩白用力喘着粗气，脸上浮现一抹冰冷笑容。以他的实力，施展这门天狼啸月，除非神仙下凡，否则方辰必死无疑。吼！血色天狼咆哮一声，如同一道血色闪电，朝着方辰呼啸而去。锋利的狼爪好似能够撕碎整座斗武场，这强大的气势让观战的所有人都面色微变，眼中露出浓浓的忌惮和恐惧之色。
面对沈浩白如此强劲一击，他们根本没有半点把握能够将其接住。青衣紧张地看着场中，眼底有淡淡青芒闪过，诡异而又危险。如林野、方威等人则是腾地站起身，目光死死地盯着场中，手掌更是下意识地紧握在一起。想要一招定生死吗？血色巨狼在视线中快速扩大，方辰甚至能够看到那锋利染血的牙齿，嘴角掀起一抹冰冷弧度，正合我意。随即方辰眉体内气血和灵力在此刻同时运转到极致，一层银白色光芒同时笼罩周身，不动金身，力量激发到极点，形成一层厚厚防御护罩。不仅如此，剑弓内的鸿蒙剑气好似江河决堤，尽数奔涌而出，倾注在手臂之上。72剑诀，剑气动。方辰抬起手臂，并起双指，如同利剑一般斩出。嗡！刺目亮眼却冰冷刺骨的惊天幽冥寒气，如同末日降临一般，自方辰剑指上迸射而出，横空斩去。咔！在无数紧张期待的目光注视下，血色巨狼好似被寒冰冻结，又被轻易敲碎。但是幽冥寒气并未就此减弱，反而去势不减，势如破竹般的朝沈浩白席卷而去。赤！幽冥寒气如同世间最为凌厉的剑气，由斗武场一边划破长空，瞬间来到沈浩白眼前，自其脖子上一划而过。霎时间，整个天地都寂静了，鸦雀无声，落针可闻。扑通！直到一道重物摔在地上发出沉闷声响之时，众人这才猛然惊醒。只是当他们看清斗武场中的一幕时，所有人好似见鬼一般，惊骇欲绝地张大嘴巴，满脸恐惧之色。因为在斗武场中，沈浩白的躯体力在原地，但头颅却和躯体分离，静静地躺在地上。沈浩白死了。只是那张稍显阴柔的脸庞上却布满了疑惑和绝望，似乎直到死，沈浩白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而且还是被一击削手。虽说此时此刻的方辰脸色煞白，一副消耗过度的模样，但确确实实是他赢了。不！沈初白猛然站起身来，失声惊呼道：怎么可能？我大哥怎么可能会死？这道尖叫声瞬间将众人从失神状态拉了回来，滔天哗然声彻底点燃了整个斗武场。沈浩白死了？怎么可能？那方辰怎么做到的？简直太难以置信了！方辰竟然杀了沈浩白！但很快，哗然声逐渐平息下去，整个斗武场再次变得安静下来，甚至陷入一片诡异的压抑之中，因为他们知道这件事还没有彻底结束。小杂种，你敢杀浩白！果然，一道惊怒声蓦地响彻斗武场上空，随即一股恐怖的力量气息骤然降临，猛然落在斗武场中的方辰身上。是沈括。此时此刻的沈括双眼血红，浑身气息勃发，好似泰山一般镇压在方辰身上。给小杂种，给我去死！沈括怒笑一声，身形如发狂的野兽般暴起，冲向斗武场，一掌拍向方辰的脑袋。沈括老杂毛，你敢！见到沈括竟然对方辰出手，林野脸色巨变，身形猛地撞碎阁楼，磅礴气息赫然爆发，同样一掌拍向沈括。砰！两道力量彼此碰撞，澎湃的灵力朝着四周席卷。沈括和林野的身形各自后退数步，这才勉强稳住。哼！但林野却是闷哼一声，嘴角溢出一丝血迹，显然刚才硬接沈括一击也让他受了不轻的伤势。但即便如此，也足以令人震惊。毕竟沈括可是林海境的老牌强者，可不是通脉劲武者可比的。林家小子，你敢拦我！沈括双眼血红，如要吃人。老东西，你怕不是忘了吧？这是生死决斗，你也敢插手？林野将方辰护在身后，眼中寒芒暴涌。你沈家要是不想被青州除名，你大可以动手试试。林野的话瞬间让沈括恢复了理智，但是沈括的脸色还是无比难看，他死死地盯着方辰。小杂种，你杀了浩白，这件事必须要给我沈家一个交代。老杂毛，你脑袋被驴踢了吧？方辰平复了一下体内激荡的气血，冷笑道：这是公平决斗，沈浩白被我所杀，是他技不如人。即便是决斗，你又何必取人性命？沈括双眼猩红的如同要滴血，恨声道：你这小畜生手段残忍，心性歹毒，确实该死。真是笑话。林野嗤笑道：如果今天输的是方辰，你沈家怕又是另外一副嘴脸了吧？林家小子，你林家是执意要护这方辰了？沈括沉声道：你林家就不怕与我沈家开战不成？你要战，那便战。林野脸上毫无畏惧之色，目光横扫一圈，好似警告一般的说道：方辰乃是我林家姑爷，谁要是敢不讲道义，敢无故对他出手，就是我林家的敌人。这番掷地有声的言语顿时让沈括脸色变得越发难看，眼底也露出一抹忌惮之色。他知道要是没有林天雄的授意，
林野绝对不敢说这样的话，所以他想要对方辰发难是不可能了。但沈浩白的仇不能不报。想到这里，沈括看向观战台某处，林家还真是好大的口气。下一瞬，一道雄浑的声音蓦地响起，就见到一道宛若铁塔般的身影自观战台上暴冲而来。咚！此人重重落在战台之上，将整个斗武场都震得剧烈颤抖起来。正是那名脸上有疤的光头男子。小子，不想惹麻烦的话，就给老子滚下去！光头男子一脸凶狠之色，语气更是狂妄到极点。你又是谁？林野看着此人，神情无比凝重。此人修为竟然在沈括之上，远比他更是强大了太多。我……光头男子闻言狞笑一声：天狼佣兵团，人狼温忍，人狼温忍。当光头男子的声音落地，全场再次掀起滔天哗然声，看向那汉子的眼神充满了更加浓郁的恐惧之色。相传天狼佣兵团有一正两副三位团长，分别被称为天地人三郎，而人狼温忍正是排名第3的团长。其人乃是一名灵海境5重境的强者，性情残暴，手段歹毒，可止小儿夜啼。林野同样神情凝重，但还是挡在方辰面前说道：怎么，天狼佣兵团也想插手此事不成？是又如何？温人凝然一笑：你林家要是不想与我天狼佣兵团为敌的话，那就给我滚开，否则我天狼佣兵团不介意踏碎你林家满门。这种灭人满门的事情，天狼佣兵团不是没做过。天狼佣兵团的成员向来无恶不作，又极为护短。曾经有人与天狼佣兵团的成员起了争执，失手将其重伤。怎知天狼佣兵团倾巢而出，将此人斩去4肢，更是将其头颅悬挂在旗帜之上，饱受风水日晒。更夸张的是，此人所在的一个3流家族也被天狼佣兵团的人屠戮殆尽，鸡犬不留。那血腥的一幕曾让无数强者也望而生畏。沈浩白本就是天狼佣兵团的人，又备受重视。今日沈浩白被方辰所杀，以天狼佣兵团的脾性，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即便是一些2流1流家族，也不想与天狼佣兵团交恶，因为这就是群杀人不眨眼的魔鬼，行事霸道，从不计后果。真是好大的口气。然而林野却是冷笑一声：我倒要看看你天狼佣兵团如何踏碎我林家满门。看来你执意要与我天狼佣兵团为敌了。温人面露狰狞，森然一笑：既然如此的话，那老子就先送你上路。话音落下，温人体内灵力狂卷，身形一晃，猛地一拳砸向林野。怕你不成？林野也是个暴脾气，丝毫不受威胁。他周身狂野之气爆发，同样一拳轰向温人。砰！2拳碰撞，骇人的气息骤然爆发。但林野终究不敌温人，这一拳之下，林野身形暴退，眉宇间闪过一抹痛苦，身上的伤势比之前更重了3分。区区一个灵海境1重的废物，也想与我斗？温人残忍一笑，双手握拳，再次轰向林野。看其样子，像是要直接杀了林野。林野神情紧绷，尽可能调动体内灵力，就要再次出手。但是另外一道身影却比林野更快，以闪电般的速度激射而出。吼！血色狂狮与气血龙象齐齐浮现，更夸张的是，两者竟然完美融合在一起，朝着温人扑了过去。砰！血色狂狮力量爆发，如同狂风般将温人掀飞了出去。气血龙象！温人稳住身形，神情震惊地看着方辰。这小子年纪才多大，竟然就将气血淬炼至此，凝练出气血龙象。不只是温人，沈括、林野等一众人也都感到不可思议。方辰他竟然凝练出了气血龙象，所以刚才他和沈浩白的战斗还留有后手，还真是有2把刷子，难怪连浩白都死在你的手中。温人一甩手，露出森森白牙，厉声道：可惜你今日注定一死。话音落下，温人不再留手，抬起手臂，身后凝聚出一血色巨狼。天狼笑月。但是温人凝聚而出的天狼却比沈浩白所凝聚的庞大了足足1倍有余。不仅如此，那血腥骇人的气息更是让人双腿发软，面露恐惧。小杂种，去死吧！温人厉笑一声，身后的血色巨狼如猛虎下山一般朝着方辰扑了过去。少爷小心！台下青衣眼中青芒绽放，但下一瞬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嗖！眼看血色巨狼就要击中方辰，一道破风声突然呼啸而至，瞬间将那血色巨狼洞穿。噗！不仅如此，劲风还穿过温人的肩膀，深深地钉在地上。那竟然是一根筷子，筷子上沾染着鲜血。谁？温人捂着肩膀，神色惊恐地看向阁楼，冷声道：胆伤我，就不怕我天狼佣兵团的报复吗？天狼佣兵团还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竟敢在我青州城如此放肆！
平淡却清晰的声音在众人耳边响起。只见一名青衫文士站在阁楼窗口处，看似平静的眼神，却让温人感到不寒而栗，后背发凉。城主府管事常在，是你想报复我青州城？常在目光淡漠地看着温人，说道：今日常某人倒是要领教一下你天狼佣兵团的手段，是不是如传闻那般招惹不得？此话看似平静，但落在温人耳中，竟然如洪钟大吕，震耳欲聋，让他猛地喷出一口鲜血。这是温人面露惊恐，骇然地看向常在。滚！常在冷喝一声，说道：以后再敢放肆，常某不介意去一趟黑风寨，灭了你天狼佣兵团。是，在下马上就滚，马上就滚。此刻的温人温顺的就像是只小猫，半句反驳的话都不敢说，连忙落荒而逃。温人一走，林也是不由得松了口气。林家虽然不怕天狼佣兵团，但是惹上这群疯狗也是麻烦。常先生，沈初白猛地冲上前，大声道：方辰杀了我大哥，还请常先生为我沈家主持公道。公道？你要什么公道？常在看向沈初白，神情平静。以命抵命。沈初白满脸怨毒地说道：我大哥是我沈家的希望，今日被方辰所杀，我要他的命。混账！听到此话，常在脸色蓦地一沉，冷喝道：公平决斗，生死自负，何来抵命一说？还是说你沈家当那战书只是一张废纸？东荒九州武道盛行，武者一旦进入斗武场，生死自负。但那方辰根本就不是公平战斗，他绝对是靠了某种卑鄙手段暗害了我大哥，所以初白住口！沈括脸色巨变，连忙抱拳道：常先生息怒，我沈家愿赌服输。大长老沈初白还要再说话，却被沈括一个狠辣的眼神制止。既如此，今日之事到此为止。常在深深看了一眼方辰，潇洒离去。方辰，这件事没完。沈家人离去之前还不忘威胁方辰，对此方辰丝毫不放在心上。姐夫，你简直太厉害了！林秀秀等人全都跑进斗武场，围着方辰欢呼不已，满脸崇拜。看着被人围在中间的白衣少年，所有人都知道一颗武道星星已经冉冉升起，前提是他不要中途夭折。就在方辰等人正要离开的时候，一道身影突然拦在面前。方辰，你给我站住！方威，你又来做什么？见到来人，林秀秀脸上顿时露出来厌恶之色。对方家人，林秀秀向来没有好感，特别是这个方威，更是令人厌恶。方辰，跟我走，我有话要问你。方威没有理会林秀秀，而是伸手去抓方辰，却被方辰给躲开。方辰，你什么意思啊？方辰的反应让方威脸色一变，沉声道：你现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啪！此话一出，方辰直接扬手一巴掌抽在方威脸上，清脆的巴掌声令全场都寂静了下来。你敢打我？方威捂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方辰，一双眼睛也变得微红。不只是他，包括其他人也都震惊了。方辰竟然打了方威！林秀秀张着小嘴，满脸敬佩地看着方辰。姐夫威武，打你都是轻的。方辰冷冷道：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在我面前大呼小叫？方辰，你放肆！方龙指着方辰厉声道：再怎么说她都是你堂姐，你怎么能打堂姐呢？哦。方辰看了一眼方龙，随即身形一晃，瞬间窜至方龙面前，一巴掌将其扇飞出10米远。方辰缓缓地收回手掌，冷冷道：只打了他，忘记打你了是吧？方辰，你……噗！方龙死死地瞪着方辰，随即一口鲜血喷出，直接昏死了过去。方辰，你够了！方威怒声道：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你给我闭嘴！方辰双眸森寒如冰，冷冷道：你再敢废话一句，信不信我宰了你？看着方辰那双冰冷至极的眸子，方威竟然感到后背一阵发凉。他有种直觉，自己要是再开口，方辰绝对会杀了自己。我说过，不要再来惹我，否则休怪我不念旧情。方辰语气淡漠地说道：自我离开方家的那一刻，我和方家就再无半点关系。你们以后要是再敢在我面前大呼小叫，我不介意让方远山那个老东西来替你们收尸。这番杀意凛然的话让全场再次震惊，但也有不少人暗自点头，对方辰的话颇为认同。这个方辰还真是够果决，够狠辣，够无情，再加上他自身天赋实力极为出类拔萃，只要不中途夭折，未来的武道成就必然不可限量。林秀秀双眼满是小星星，无比崇拜地看着方辰。姐夫霸气！好好好！方威双眼发红，雾气升腾。从今天开始，你的死活与我再无半点关系。方威一抹眼睛，转身就走，
声音带着抽泣。呸，什么东西？林秀秀一吐舌头，抱着方辰的手臂说道：姐夫，别理他们。方辰，走吧。林也说道：爷爷要见你。方辰眸光一闪，点头道：我恰好也有些事情要向爷爷请教。好小子，干得不错。刚一见到方辰，林天雄就大笑着上前，用力拍打着方辰的肩膀。连通脉境巅峰的沈浩白都被你弄死了，看来我还是小瞧你了啊。林天雄脸上的复杂之色一闪而逝，说道：坐吧。多谢爷爷。两人各自落座，都没有立刻开口说话。足足过了盏茶时间后，林天雄这才开口打破沉默。不过你杀了沈浩白，无论是沈家还是天狼佣兵团，都不会轻易放过你了。林天雄看向方辰，说道：你今日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和天赋，会让不少人因此而忌惮。我不说，你应该知道都有谁。方辰点点头，他当然知道林天雄说的有道理。不过方辰倒也没有丝毫畏惧。爷爷说的不错。方辰轻笑一声，稍显稚嫩的脸庞上浮现出一抹冷酷杀意。不过孙儿不惹事，但也不会怕事。他们要是安分一点也就罢了，若是不安分，方辰森然一笑，我不介意让他们知道招惹我的下场。好。林天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大笑道：不愧是我林家的姑爷，就该有这份气魄。你尽管放心，我已经提前和城主大人说好了。林天雄说道：青州城各大家族都不得出动超出通脉境的强者对你出手。爷爷去找城主大人了。方辰有些意外。不然呢？林天雄笑道：否则你以为今日各家家主为何没有出现在斗武场？以沈天星那个笑面虎的性子，连死2个儿子，即便冒着得罪城主府的风险，也肯定会直接出手杀了你的。他之前去找许巍然，就是为了在今日以许巍然的名义召集各家家主，名为宴请，实为震慑。听完林天雄的话，方辰连忙起身抱拳道：多谢爷爷帮我斡旋，否则今日之事不知道还要出现什么变故。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林天雄满意的点点头，说道：不过你小子也别高兴得太早，沈家即便不会在明面上动你，但暗地里的手段绝对不会少。这沈家可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林天雄意味深长地说道：比如天狼佣兵团。方辰微微点头，确实如林天雄所说，沈浩白不只是沈家大公子，同时还是天狼佣兵团的成员，备受看重。那人狼温人今日的所作所为就已经印证了这一切。天狼佣兵团的人性情残暴，做事不计后果。林天雄沉声道：他们就像是一群疯狗，只要盯上谁就非要撕下一块肉来不可。方辰闻言脸色也是微沉。天狼佣兵团确实是个麻烦，好在有了常在的警告，天狼佣兵团也不敢在青州城中放肆。只要方辰自己不离开青州城，短时间内也不会和天狼佣兵团撞上。今日找你来还有第二件事。林天雄说道：小野应该与你说过秀秀他们即将外出历练一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闻言方辰心中也是有些无奈。得，这次是躲不过去了。孙儿愿意。不管怎么说，林家都帮自己不少，要是再推辞，那就说不过去了。不再想想。林天雄提醒道：你应该知道，你要是离开青州城，将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危险。爷爷都敢将人交给我，又岂会没有准备？方辰微微一笑，但林天雄却摇头道：没有准备，就你一人。方辰，你没听错，确实就你一个人。林天雄沉声道：而且我需要你将他们完好无损的带回来，能做到吗？事到如今，想要拒绝已经不可能了。方辰只能说道：孙儿会尽力而为，不过你也不用过于担心。林天雄安慰道：所谓的历练，不过就是带那几个小家伙去游山玩水一番，意思意思就行了。闻言方辰却是苦笑不已。若真如林天雄说的这么简单，之前也就不用刻意提醒自己了。至少在他出城的那一刻，沈家就会第一时间得到消息，派出强者追杀他。不过方辰也算是看出来了，林天雄就是故意的。对此方辰也只能被迫接受，答应下来。对了，爷爷，您能给我说说天狼佣兵团吗？方辰说道：既然已经得罪了这个天狼佣兵团，我想多了解了解，有备无患。不错。林天雄满意的点点头，说道：你能主动提出来，爷爷我很欣慰啊。天狼佣兵团即便在整个青州都算得上是声名赫赫，当然只是凶名而已。林天雄说道：他们3大团长号称天地人3天狼，2大副团长皆是临海境的实力，至于他们的团长更不在我之下。3大临海境再加上天狼佣兵团的其他成员，整个佣兵团的整体实力已经不弱于林家了。当然如今的天狼佣兵团是由2位副团长在搭理。林天雄说道：
他们的团长天狼唐天常年闭关，打算冲击更高的境界。洞天境，方辰面色突然变得凝重起来。整个青州城，洞天境强者也不过一手之数，能够修炼到这个境界的人，无一不是武道奇才，天赋、机缘、毅力缺一不可。洞天境岂是那么好容易突破的？林天雄摇摇头说道：即便是爷爷我卡在临海境巅峰已经很多年了，想要跨出这一步简直比登天还难啊。天狼佣兵团除了天狼唐天之外，你最要警惕的其实是地狼第三文序。提及这个地狼第三文序，林天雄脸上也难得的露出了一抹凝重之色。可以说此人就是整个天狼还用兵团的智囊，甚至连天狼唐天都是听第三文序的。闻听此言，方辰脸色也是微微一变。地狼第三文序竟然如此可怕。孩子，你只要记住一句话，林天雄说道，要是遇到第三文序，什么都别管，跑就完了。方辰沉重的点点头，第三文序他记住这个名字了。那沈家呢？方辰说道，我总觉得这个沈家很不简单。哦，你怎么察觉到的？林天雄意外地看着方辰，很难想象这话是从方辰口中说出来的，之前只是有些怀疑。方辰说道，但在今天我终于确认了，这个沈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确实如此，林天雄说道，别看沈家来青州城的时间不长，但沈天星此人手段极为高明，左右逢源，硬生生在青州城打出了一片天地，让沈家一跃成为二流家族。沈天星，方辰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神色微凝。沈天星此人无论心机还是城府都深不可测。林天雄感叹道，他就像是一条毒蛇，喜欢藏在暗处，但只要给他找到机会，就会给予敌人致命一击。毒蛇方辰眉头突然一挑，方辰，你是不是想到什么了？一直关注着方辰的林天雄见状，出声询问道。没什么，方辰摇摇头说道，可能是我多想了吧。又问了林天雄几个问题，全都得到解答后，方辰这才起身告辞。方辰，林天雄叫住方辰说道，我知道你和思雨之间达成了某些交易。方辰身形一顿，转身看向林天雄。林天雄坐在椅子上，光线透过窗户刚好落在他身后的墙壁上，让林天雄如同隐在光影之中。孩子，我想说的是，无论如何你都是我林家人认定的姑爷，这一点谁也改变不了。林天雄声音浑厚，低沉有力，我林家永远是你的靠山。什么？少爷，您要离开？听到方辰要离开青州城的事情，青衣眉头一皱，有些担心地说道，少爷，这会不会太危险了？少爷当然知道很危险，方辰说道，不过既然成了林家的情，那就要还。那我也要去。青衣抓住方辰的手央求道，这一次少爷不能再把我一个人丢下了。也好。方辰想了想，也就答应下来。他真担心再将青衣留在这里，又会闹出什么事来。反正以青衣的实力，自保应该是没问题的。好耶！青衣顿时欢呼起来，开心不已。见状，方辰也是微微一笑，揉了揉小丫头的脑袋，说道，不过先说好，跟着去可以，但一切都要听我的。青衣小鸡啄米般的点头道，少爷说什么就是什么，奴婢保证乖乖听话。房间之中，方辰盘腿坐在床上，沉入修炼之中。呼，良久之后，方辰睁开双眼，长长的呼出一口浊气。经过3天休养，体内的伤势总算是修复了。方辰握紧双手，脸上露出一抹笑意。他与沈浩白一战，消耗极大，特别是他在最后关头动用了萧玉鸾留下的幽冥寒气，更是消耗量大量的气血。如今总算是完美恢复了，但也花费了3天时间。以我现在的实力，全力之下对付通脉劲武者确实不是问题，但也要暴露我剑修的身份。这一次是全靠玄冰女帝萧玉鸾留下的幽冥寒气遮掩，否则的话绝对会引起怀疑，所以以后还是要小心一些。方辰眼中闪过一抹寒芒，自语道，只要出手就必须斩草除根，绝对不能留下痕迹。青州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剑修了，要是被人发现，绝对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即便是林家也都护不住他，甚至要因此而受到牵连，这也是方辰不愿意看到的。今日就是约定的时间了。方辰起身抻了个懒腰，希望此次历练之行能够顺利吧。姐夫，快开门。方辰刚收拾妥当，门口就传来小胖子凌霄的大嗓门，走吧。看了眼一身劲装的青衣，方辰笑了笑，这才朝着外面走去。小院门口，几名少年少女正站在一辆马车门口，正是林秀秀等人。姐夫，你可算出来了。林秀秀连忙跑上去抱住方辰的手臂，雀跃道，从今天开始
姐夫就是我们的护道人了。小胖子凌霄满脸振奋，有姐夫在，咱们这次历练绝对能够收获满满。林峰相对要冷静许多，姐夫，麻烦了。除了他们3人外，还有2名相貌一样的少年少女，显然是对龙凤胎。2人年纪最小，只有8、9岁的样子，看向方辰的神情怯怯的、弱弱的叫了声姐夫。他们也要一起？方辰有些傻眼的看着林野。那倒不是，林野说道，他们另有安排。你的任务就是这3个小家伙。那就好。方辰顿时松了口气，本来照顾3个小家伙就已经够麻烦了，要是再带上2个小拖油瓶，那这所谓的历练完全就是找死了。上车吧，林野说道，先送你们出城。几人上了马车，并且立刻向城外驶去，而是在青州城中绕了几圈，最后驶进了一座隐秘的小院之中。方辰朝着四周打量了一眼，双眉轻轻一挑，这才默不作声地跟在林野身后。走进小院之中，林野打开一条密道，从这里进去就能直接通向城外。林野说道，方辰，废话我也不多说，此行或许会有些凶险，你要是想反悔，此次历练可以取消。不必了，方辰说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而且他们终究叫我一声姐夫，庇护他们历练也是理所应当之事。好。林野摘下腰间的储物袋说道，这是爷爷让我给你的，等出城之外再打开，替我谢过爷爷。方辰双手接过储物袋，心中也是微动，这里面的东西应该价值极高，否则不会在此时才给他。你们3个此行一定要听方辰的话。林野看向林秀秀3人，神色严肃，沉声道，家族的规矩你们都清楚，若是试炼不通过，那可是要被逐出家族的。试炼失败，逐出家族。方辰也没想到林家的试炼竟然会如此严格，3人连忙点头答应下来，表示绝对以方辰的话马首是瞻。方辰，你无需有太大的压力。林野拍着方辰的肩膀说道，此次历练量力而行就好，我林家人死于历练乃是常有之事，没人会怪你。方辰看向林秀秀3人，只见他们脸上毫无畏惧之色，显然早就知晓行了，你就别吓唬他们了。方辰不耐烦地挥挥手说道，走了。说着方辰一马当先，率先走进密道之中，林秀秀几人连忙跟上。等到所有人都进入密道之后，林野这才将密道关上，甚至破坏机关，扫除一切痕迹，这才退出小院，带着那对龙凤胎乘坐马车离去。城主大人，方辰已经离开青州城。城主府，一名黑衣人蓦地跪在地上，声音恭敬。没想到那林天雄还真是有魄力。正在与常在下棋的许巍然闻言不由得点点头，去告诉林天雄，他之前说的事情本座答应了。是，城主。黑衣人来得突兀，去得突然。常先生对此事怎么看？许巍然将一颗棋子放在棋盘上，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此事大人何必问我？常在随之放了一颗黑棋，说道，城主大人运筹帷幄，在下可是领教过的。少来。许巍然瞥了一眼常在，说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那些小动作，果然什么都瞒不过大人的眼睛。常在嘿嘿一笑，既然难得遇到这么颗好苗子，为何不早点认下？许巍然有些好奇，说道，要知道这样的天才可遇不可求，错过可就没了。曾几何时，我也和大人一般想法。常在有些苦恼地说道，谁知道那小子的修为速度快得有些吓人，这样的苗子已经超越了天才。确实。许巍然深以为然地说道，连我都不相信他竟能杀了沈浩白。是啊。常在轻声一叹，这样的人物我可教不了。你这是放弃了？许巍然有些诧异。放弃倒不至于。常在说道，先观察观察吧，若真能通过考核，那就再行定夺。也是。许巍然说道，你们这一脉择图标准本来就高，宁缺毋滥。将棋子扔进棋盒，许巍然说道，盯紧沈家吧，这根钉子也是时候拔掉了。家主，目标失踪了。沈括沉声道，据可靠消息，今日一早林野去接了方辰之后，在城中转了一圈，最后不知所踪。无妨。沈天星淡淡的说道，让你准备的东西可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沈括有些担心的说道，只是家主这个时候过于敏感了，要是被人发现。无妨。沈天星说道，世上本就没有不透风的墙，林天雄那老东西说不定早就察觉了，否则也不会与我对赌。沈天星恨声道，他要我沈家命脉，那我就断了他林家血脉，以及方辰那个小畜生的性命。老夫明白了。沈括说道，此事老夫会亲自去安排，保证那小畜生死无葬身之地。呸呸呸。林秀秀挥挥手扇走眼前的灰尘，说道，
这什么破地方，真是脏死了。这是历练，你真当是游山玩水啊？小胖子凌霄冷声道。林秀秀，你可长点心吧。死胖子，你说什么？林秀秀一把拧住凌霄的耳朵，再给你一次组织语言的机会。疼疼疼！林秀秀，赶紧给我松开！凌霄疼得嗷嗷叫，哀求道：姐夫，救我，救我啊！方辰没有理会几人，而是拿出林爷给的储物袋，将其打开。里面东西不多，除了3000灵石之外，就是几枚玉符、一张信封，还有一柄散发冰冷寒气的长剑。冰魄剑。见到方辰手中的寒冰长剑，林秀秀等人猛地惊呼一声，全都张大了嘴巴。冰魄剑。方辰好奇道：此剑很有名吗？岂止有名。林秀秀语气有些泛酸地说道：这冰魄剑可是我林家2大镇族之剑，另外一柄寒雨剑就在思雨姐身上。此剑平时都是供奉在祠堂之中，我们想看一眼都不行，没想到爷爷竟然送给你了。小胖子凌霄一撅嘴，嘟囔道：爷爷还真是偏心。这冰魄剑乃是凡阶上品武兵，又自带寒冰之力，一旦被此剑所伤，甚至能够冻伤根基。林峰有些遗憾地说道：只是可惜了，这冰魄剑除非在剑修手中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威力。武兵从下至上分别凡、灵、神、圣等几个层次，每个层次又分别下中上3品。凡阶武兵已经极为不俗，即便是整个青州城也不是每个家族都有的，但林家却拥有这2件。只不过剑兵也只是当成寻常武兵使用，唯有剑修才能完美发挥出剑兵的真正威力。确实是好东西。方辰挥舞了一下冰魄剑，满意的点点头。有此剑在手，方辰有信心轻松斩杀任何通脉境强者。将此剑背在身上，方辰又将信封拆开。信是林天雄给他的，都是叮嘱方辰让他小心之类的话。无奈的笑了笑，方辰将信封收起。好了，各自说说你们3人的历练任务吧。方辰看向林秀秀3人，说道：咱们尽快完成任务，也能尽快回去了。我先来。林秀秀一举手，说道：我的任务是采摘一株叶灵草，我的任务是独自斩杀1头1阶巅峰妖兽。小胖子脸色发苦，他不过炼气境7重境，看似已经不弱，但是想要独自斩杀1头1阶巅峰妖兽的话，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我的任务是1头2阶妖兽幼崽。林峰面无表情，但谁都能看到他那面如死灰的神情。方辰嘴角抽搐，这都是些什么任务？只要你们乖乖听话，我保证让你们顺利完成任务。方辰说到现在，随我进山。说罢，方辰带着4人直奔衍生山脉。对于这衍生山脉，方辰颇为熟悉，想要带林秀秀3人完成任务，一点难度都没有。他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的行踪有可能已经被沈家知晓，到时候他们要面对不仅是山脉中的无数妖兽，还有无数武道强者。大家记住。方辰一边用泥土抹在脸上小胖子林晓的脸上，一边说道：别看妖兽的灵智不高，但他们嗅觉灵敏，而且速度和防御都极为惊人，所以千万不要被他们盯上。姐夫，要是被盯上怎么办？林秀秀好奇地看着方辰。那就自求多福吧。方辰说道。不过这些泥土都是用妖兽粪便混合而成的，能够有效遮挡自身气息，不容易被发现。妖兽粪便。小胖子凌霄看着满手的泥土，整个人都要裂开了。哦，林秀秀更是直接蹲在地上吐了起来。这些东西能够保你们的性命。方辰语气淡漠地说道。你们要是不想死，那就都听我的。我相信姐夫。林峰面无表情地将泥土抓起来，敷在身上，尽量遮挡自己的气息。林秀秀俏脸煞白，最后要是认命一般，闭上眼，抓起泥土就往脸上抹。见状，方辰微微点头。这3个家伙虽然都有一些大家族弟子的傲气，但至少在他面前还算听话。姐夫，你为什么不磨？林秀秀看着方辰。我懂脸悉术，你们懂吗？方辰的话顿时惹得3人一阵白眼。青衣小声地问道：少爷，那里面真有妖兽的粪便吗？当然没有。方辰笑道。不过我在里面掺杂了一些铁银草木灰，同样能够遮掩他们身上的气息。青衣捂嘴一笑。少爷，您简直太坏了。接下来一切行动听指挥。方辰微微一笑道：我会带你们度过一次终身难忘的野外历练。看着方辰脸上的笑容，林秀秀3人不由得头皮一麻，鸡皮疙瘩都要掉一地了。他们总觉得这次历练不会简单。胖子，你往左；秀儿，你往右；闷葫芦，你绕后；丫头和我负责守住洞口。方辰神情严肃说道：记住，此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收到。4个家伙异口同声，脸色认真无比。
现在开始行动。方辰手一挥，林秀秀三人顿时按照既定的路线，将一个小山坡团团围了起来。见状，方辰这才轻轻抬脚移跺地面，随着一股震动之力，距离林秀秀最近的一处草堆中，竟然钻出一只野兔。连秀秀眼疾手快，手中的木棍重重敲了下去，那野兔四肢一蹬，顿时没了气息。成了！林秀秀难以置信地看着地上的野兔，整个人都呆住了。秀儿，干得不错！方辰赞叹一声。现在打扫战场，马上撤离。几人快速将战场打扫了一下，一溜烟地跑了。某处山洞之中，篝火燃烧，真香啊！林秀秀几人正在大快朵颐，吃得不亦乐乎。方辰慢条斯理地撕扯着兔肉，眼神在几人身上扫过。根据他这一天的观察，对林秀秀三人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林秀秀练气境9重，最机灵聪慧；小胖子凌霄练气境8重，喜欢偷奸耍滑；闷葫芦林峰练气境8重巅峰，执行能力最强。但是三人无一例外，天赋都极为不弱，算是林家同辈之中最为杰出的几名族人了。此次任务看似简单，但方辰最担心的却是要带着他们在无数强者的围攻下活着回到青州城。都吃完了吧？方辰说道。吃完休息一下，我带你们去完成任务。啊！小胖子凌霄一听，脸色顿时就变了。这都晚上了，难道不先睡觉吗？折腾了一天，他现在只想睡觉。你要是想死在这里，那就自己睡吧。方辰面无表情，语气没有丝毫温度。姐夫，我突然觉得我浑身充满了力量。叶灵草2阶药材，在白日和寻常杂草并无区别，只有在夜间之时，叶灵草会散发荧光，能够一眼就认得出来。方辰说道。所以想要找到叶灵草，晚上正是最合适的时间。原来如此，林秀秀一脸敬佩地说道。姐夫真厉害，连这都知道。叶灵草还是炼制叶灵丹的主要材。方辰继续说道。叶灵丹可以洗精伐髓，排除体内杂质，最是适合练气劲武者服用。姐夫，你说的都对。林秀秀满脸敬佩地说道。爷爷让我找这叶灵草，就是为了炼制叶灵丹，让我洗精伐髓，助我突破炼气境的。林秀秀现在就是炼气境9重，只差一步就能突破到淬体境，这叶灵丹最是合适。姐夫，你知道那里有叶灵草？林熙秀一脸期待地看着方辰。叶灵草不是什么珍稀药材，这衍生山脉中多的是。方辰说道。唯一需要担心的是，叶灵草附近都有妖兽，虽然只是一阶妖兽暗夜毒蛇，但此兽蕴含着极强的毒性，要是被其咬上一口，不出半盏茶将会生机断绝。暗夜毒蛇。林秀秀眼珠一转，一把抱住方辰的手臂，撒娇道：姐夫，你是不是有办法对付这些暗夜毒蛇啊？办法当然有。方辰微微一笑说道，而且还能让你们3个一次性将任务完成。什么？3人皆是一惊。现在都听我安排吧。方辰说道。还记得我白天教你们的那个阵法吧？3才阵。记得。林秀秀说道。这个阵法不难，我们早就学会了，只要你们3人完美配合，再有此阵相助，你们3人自然可以轻松完成任务。方辰说道。行了，都别愣着了，赶紧行动吧。方辰便别了一下方向，带着几人朝着某处山林走去。他记得在那里就有生长有一片叶灵草。果然，在将近100米之外的一处密林中，方辰就看到一片密林中散发出阵阵荧光。姐夫，是叶灵草！小胖子凌霄惊呼一声，满脸激动。眼前这片叶灵草足有上百株之多，而且药龄极高，品质极好，完全符合历练任务要求。闭嘴！林秀秀一巴掌拍在凌霄脑袋上，做了个噤声的动作。凌霄连忙捂住嘴巴，满是肥肉的脸上充满了紧张之色，因为他已经听到了窸窸窣窣的声音。方辰打了个手势，几人悄无声息地将身形藏好，警惕地看着眼前的叶灵草。草丛抖动，果然有2条浑身灰褐色的毒蛇从叶灵草丛中钻了出来，正是暗夜毒蛇。暗夜毒蛇撑起脖子，警惕地看向四周，那双3角眼中散发出阴冷的寒光，在夜色之中令人不寒而栗。凌霄更是吓得大气都不喘，就差一点他就被那暗夜毒蛇发现了。以他的实力，要是被这暗夜毒蛇咬上一口，100%嗝屁。想到这里，凌霄一阵后怕，但是让他更加紧张的一幕出现了。只见那2头暗夜毒蛇竟然朝着他们这个方向快速奔来，速度快到极致。秀儿、胖子，动手！方辰低喝一声。林秀秀虽然有些紧张，但还是手持匕首快速地冲了出去。凌霄浑身肥肉都在发抖，明显是吓的，但当方林一开口就哇哇叫着扑了出去。
林峰更简单直接，手中一柄短枪向前一点，恰好击中一头激射而来的暗夜毒蛇。祖三财阵，逐个击破。方辰淡淡的声音响起，让处于紧张之中的三人快速平静了下来。三人相互依靠着，警惕地注视着两头暗夜毒蛇。闷葫芦负责主攻，秀儿负责辅助，胖子负责牵制。方辰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平静，没有半点紧张。暗夜毒蛇被三个三类盯上，眼中阴冷之色越发浓郁起来。就在他正要弹射而起的时候，小胖子凌霄直接扔出一块石子，砸在这暗夜毒蛇的脑袋之上。这头暗夜毒蛇猛地调转视线，看向小胖子。就是此刻，林峰眼中寒芒闪烁，找准机会，手中短枪直接爆刺而出。噗嗤，短枪狠狠地刺进暗夜毒蛇的7寸之中。林峰手臂用力一挑，将这头暗夜毒蛇甩了出去。与此同时，另外一头暗夜毒蛇也发起了攻击。他嘶鸣一声，如同一条闪电，朝着林秀秀击射而去。长满尖牙的口气张开，直接咬向林秀秀的面门。这要是被咬中，林秀秀必死无疑。林秀秀握着匕首的手掌已经浸出了汗水，显得十分紧张。但她却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按照方辰所传授的经验，让身体下沉，双腿微曲，周身放松，可以快速的发力走你。就在暗夜毒蛇正要咬中林秀秀的时候，只见小胖子直接抡起一根长棍，直接砸在暗夜毒蛇的身上。砰！这一棍直接将暗夜毒蛇砸偏了方向。破！林秀秀双眸一亮，手中匕首快速的刺了出去，再用力一划，吃啦！这一击竟然让整条暗夜毒蛇直接一分为二。短短瞬息间，三人就斩杀了2头暗夜毒蛇，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成了，我真的成功了！林秀秀看着自己的手，双眼瞪大，由此感到不可置信。小心！就在此时，距离他们不远处的一株叶灵草竟然拔地而起，凌厉的腥风席卷，卷向林秀秀。一阶巅峰的暗夜毒蛇，小胖子脸都吓白了，但现在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见小胖子双眼血红，呀的一声冲了出去，一把抱住暗夜毒蛇的尾巴，抡起来就砸。敢偷袭我家秀儿，给爷死！小胖子如神明附体，周身力量爆发，对着这头暗夜毒蛇就是一阵猛砸。砰砰砰！死！虽然凌霄的实力比不上这头暗夜毒蛇，但是小胖子全力爆发之下，竟然展现出来极为恐怖的力量。啊，去死吧！到最后，小胖子凌霄一手抓住暗夜毒蛇的7寸，一手擒住其尾巴，用力一扯，吃啦！让震惊的一幕出现了，这一阶巅峰的暗夜毒蛇竟然被小胖子凌霄给硬生生扯断，蛇血挥洒，凌霄的体内也随之传来一道轻微的脆响声。咔嚓！这道声音好像灵泉叮咚，悦耳动听家。而小胖子凌霄浑身一颤，气息为之一变。凌霄愣愣地看着自己的双手，满脸不敢置信。我突破了！战斗中破境。林秀秀惊呼一声：“小胖子，你出息了，竟然杀了一头巅峰妖兽！运气好，运气好！”凌霄挠挠头，都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刚才谢了。林秀秀捶了凌霄一下，刚才若非是凌霄，他还真要死在那暗夜毒蛇的毒牙之下了。你以后少欺负我，就算烧高香了。凌霄嘀咕一声：“你说什么？”林秀秀眼睛一瞪：“还想挨打？都别闹了。”方辰说道：“赶紧采摘叶灵草，打扫战场，离开这里。”听姐夫的。林秀秀灿然一笑，连忙跑去采摘叶灵草。凌霄则是将几头暗夜毒蛇的尸体都收起来。咦，你们快来看，这是什么？这时林秀秀的声音传来，几人走了过去，竟然在一处石缝中见到了2只小兽。这是……林峰震惊道：“3阶妖兽铁甲狮虎的幼崽，铁甲狮虎3阶妖兽。”而成年期的铁甲狮虎甚至能够跨入4阶，乃是衍生山脉的霸主妖兽之一。只是眼前这2头铁甲狮虎的幼崽，一头已经死去，剩下那头也是奄奄一息，命不久矣的样子。看样子，这铁甲狮虎的幼崽应该是被暗夜毒蛇偷来的。方辰说道：“闷葫芦，把幼崽带上，赶紧离开。”铁甲狮虎一生只会诞下1次血脉，如今幼崽被盗，其母体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在此地停留的越久，就会更加危险。但这铁甲狮虎的幼崽正是林峰的任务，所以必须带走。等林峰将铁甲狮虎的幼崽收好，几人快速离开此地。嗷吼！就在方辰几人刚离开不久，一道愤怒暴躁的咆哮声蓦地在夜色中响起，狮吟虎啸声传遍山脉，令人气血震荡，头皮发麻。是铁甲狮虎！林秀秀等人听到这声音，直接被吓得双腿发软，脸色煞白。特别是林峰，都差点将怀中的铁甲狮虎幼崽给丢出去了。
赶紧走！方辰脸色沉重，速度加快，单从声音就能够听出那头母铁贾尸虎的实力最起码也达到了3阶巅峰，那可是堪比通脉境巅峰的武者。若是方辰一人，自然毫不担心，但是带着林秀秀这3个小家伙，他不能冒险。几人一路狂奔，甚至不顾灵力消耗，足足2个时辰之后，总算在方辰的带领下找到一处隐秘的洞穴藏身，而那头母铁贾尸虎已经被他们远远甩在身后。累死我了！林秀秀毫无形象地躺在地上，大口喘气。我也跑不动了。小胖子林霄更是不堪，人都快翻白眼了。闷葫芦林峰倒是还好，但是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少爷，都弄好了。青衣在洞口撒下妖兽粪便，又将洞口堵住，这才坐在方辰身边擦了擦汗水。辛苦了。方辰递出水囊，说道：喝点水休息一下吧。谢谢少爷。青衣甜甜一笑。方辰走向林峰，说道：把那2头幼崽拿出来吧。林峰颤巍巍地将2头铁甲尸虎的妖兽放在地上，其中1头已经彻底僵硬，剩下的那头气息微弱，只有进气没有出气了。姐夫，怎么办？林峰有些紧张地说道：这小东西看样子活不了了，有我在，他死不了。方辰微微一笑，手掌落在死去的那头铁甲尸虎幼崽身上，心神一动。识海之中，天机塔微颤，在方辰手上覆盖一层荧光，将铁甲尸虎幼崽的尸体笼罩其中。眨眼间，一滴米粒大小的妖兽精血顿时被方辰炼化而出。呼！方辰轻出一口气，将这滴精血递给林峰，说道：给那小东西吃下后，就能保他性命无虞。姐夫，这能行吗？林峰有些迟疑。你还不信姐夫啊？小胖子林霄撇撇嘴，说道：只要能救活那小东西，你的任务不就完成了吗？林峰一想也是，便将精血塞进铁甲尸虎幼崽的口中。服下这滴精血之后，原本无比虚弱的铁甲尸虎幼崽竟然慢慢站起了身体，甚至还伸出舌头去舔舐林峰的掌心。唉，真的活了！林峰惊喜道：姐夫，他活过来了，算是保住这小东西的性命了。方辰说道：不过接下来还需要精心喂养，否则的话活不了多久。姐夫，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林峰面露惊喜，有了这铁甲尸虎的幼崽，林峰不仅完成了历练任务，甚至只要饲养得当，以后将会多出1头3阶妖兽的战力。不只是他，林秀秀、林霄也同样完成了任务。这一切都是因为方辰。谢谢姐夫。3人不约而同向方辰鞠躬致谢。好了，你们都先休息一下。方辰说道：秀儿，将叶灵草给我。哦。林秀秀将叶灵草递给方辰，问道：姐夫，你要做什么？方辰微微一笑：大人的事情，小孩少打听。切！林秀秀冷哼一声，和林峰一起去逗弄那铁甲尸虎的幼崽去了。少爷，需要我做什么吗？青衣走到方辰身边，小声询问。他总感觉少爷要做什么大事。什么都不用做。方辰看向青衣：丫头，接下来可能会有危险，你怕不怕？有少爷在，奴婢不怕。青衣少女回答得很干脆。天机塔炼化。方辰握着叶灵草，操控天机塔，将其炼化成灵液。看着瓶子中的灵液，方辰满意的点点头。你们几个都过来。等到林秀秀几人围在身边后，方辰说道：想必你们也知道，我现在麻烦缠身，跟着我危险可不小。姐夫，你不会是想赶我们走吧？林秀秀可怜巴巴地看着的方辰。沈家算个卵。小胖子林霄拍着胸脯说道：姐夫，你不用怕，有我们在，沈家不敢来找你麻烦。林峰说道：姐夫担心的是天狼佣兵团吗？两者都有。方辰说道：所以在回到青州城之前，你们必须提升实力，拥有足够的自保之力。说着，方辰将瓶子放在地上，说道：这里面是我炼制的一些灵液，可以让你们轻松破境。破境？林秀秀惊讶地说道：姐夫，你是说这东西能够让我突破到淬体境吗？方辰笑道：不相信我？信。林秀秀抓起一瓶灵液，说道：姐夫，你说什么我都相信。那行。方辰说道：时间紧迫，你们都赶紧服下灵液破境，我为你们护法。丫头，你也取一瓶灵液服下。方辰说道：虽然不能让你突破，但至少能够增强一些修为。谢谢少爷。青衣抱着一瓶灵液，满脸感动。随着林秀秀4人开始服用灵液，进入修炼状态，方辰神色却是变得更加凝重起来。自从进入这衍生山脉之后，他总是感到一阵莫名的不安。不用想，方辰都知道这些不安来自于沈家和天狼佣兵团，所以
为林秀秀他们提升修为迫在眉睫。随着灵液入体，林秀秀身上顿时散发出一股雄浑的灵力，这些气息还在不断的增强，好似要突破某个临界点。林秀秀本身就是炼气境9重修为，有了方辰所炼制的灵液，突破至淬体境并非难事，但这需要时间。反倒是林峰服下灵液之后就运功炼化起来，一个周天刚一结束，林峰就水到渠成的突破至炼气境9重。见状，方辰也是微微点头。林秀秀三人年纪并不大，但血脉天赋都极为不凡，假以时日必定能有一番成就。这小胖子倒是没发现，竟然还擅长炼体。方辰看向正在修炼中的凌霄，嘴角勾起一抹笑意。凌霄天生气血雄浑，若能找到合适的炼体功法，武道成就甚至是三人中最高的一个。不过这家伙太懒了，压根吃不了炼体的苦。检查完林家三人后，方辰看向青衣，只见青衣少女喝完灵液之后，好似在期待着什么，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青衣和方辰四目相对，都是一脸疑惑。丫头，你感觉怎么样了？少爷，您看着奴婢做什么？好吧，方辰明白了，合着是他炼制的灵液等级太低，对这丫头一点用都没有。看来这小丫头的修为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啊。看着一头雾水的青衣少女，方辰暗自沉吟。呼呼！就在此时，洞穴之中灵力呼啸，全都朝着林秀秀汇聚而去。要突破了吗？方辰见状，眼睛顿时一亮。林秀秀周身气血沸腾，灵力汇聚，正是突破的征兆。但就在此时，那正陷入沉睡中的铁甲狮虎幼崽突然站起身，对着某个方向呜咽叫了起来，显得无比激动。充满奶音的声音在寂静的山洞中显得尤为清晰，甚至传出极远。同样在极远处，有低沉的妖兽咆哮声正在快速接近。不好！方辰脸色一变，屈指一弹，以灵力将呜咽不止的小东西击晕，说道：丫头，看好他们。说罢，方辰快速离开山洞，朝着妖兽咆哮声跑去，竟然忘记了铁甲狮虎能够依靠血脉之力感应到自己的孩子。方辰并未离开山洞太远，而是藏身在一处密林中，等待那头3阶铁甲狮虎到来。几个呼吸后，一头宛若牛犊般的妖兽自山林中冲出。此兽浑身覆盖一层鳞甲，如同一件厚重的甲胄，一看就极难破开。正是铁甲狮虎。不止如此，这铁甲狮虎浑身妖气雄浑，观其气息堪比通脉境的人类武者，至少也是通脉境3重吼。这铁甲狮虎一冲出山林，顿时直奔山洞而去，显然感应到其幼崽就在山洞之中。死！方辰眼中寒光闪烁，如同一道幽灵般冲向铁甲狮虎。在方辰手中更是握着一柄寒气四射的长剑，正是冰魄剑。这铁甲狮虎乃是3阶妖兽，想要最快时间将其解决，就不能留手。以冰魄剑配合自身鸿蒙剑气，才能破开其防御，将其斩杀。铁甲狮虎同样看到了方辰，那双猩红的眸子中暴虐杀意一闪而逝，锋利的爪子直接抓向方辰。72剑诀，剑扫八方。方辰手持冰魄剑，鸿蒙剑气灌注其中，一剑斩了出去。吃啦！这一剑，方辰并未有丝毫留手，竟然轻松至极的将铁甲狮虎的爪子给斩了下来，甚至其伤口并未有丝毫鲜血流出，而是被一层寒冰封印。好剑！方辰眼睛一亮，再次一剑挥出，剑光呼啸，再次斩向铁甲狮虎。但是铁甲狮虎战斗经验颇为丰富，体型看似庞大，竟然灵活至极的避开方辰这一剑，同时其如铁链般的尾巴狠狠抽向方辰。方辰剑锋一转，直直劈了下去。嗡！寒芒剑气迸射间，直接将铁甲狮虎的铁尾斩成2截。在铁甲狮虎吃痛之际，方辰施展极隐身法，逼近铁甲狮虎，一剑横斩而出。噗嗤！随着铁甲狮虎一声哀嚎，其头颅直接被方辰一剑斩落。扑通！铁甲狮虎的尸体重重摔落在地，生机逐渐消散。趁此机会，方辰手掌摊开，贴在铁甲狮虎尸体之上，激发天机塔。轰轰轰！只见铁甲狮虎身上爆开层层气血，最后化作一滴精纯至极的精血。3阶妖兽的精血，这可是好东西。方辰眼睛一亮，毫不犹豫地将其吞入口中，全力炼化。随着这些精血炼化，方辰身上的银白色光芒闪烁，方辰体内顿时传出一股雄浑的气息。不愧是3阶妖兽，精血果然不凡，让我的肉身又得到了提升。方辰满意点点头，妖兽精血可助他淬炼肉身。没想到此剑配合上鸿蒙剑气，竟然能够让我轻松斩杀3阶妖兽。看着手中的冰魄剑，方辰也是心中骇然。若是我孕育出本命飞剑的话，
方辰眼神火热，隐隐有些期待。当初他能轻松击杀沈浩白，全靠玄冰女帝萧玉鸾的幽冥寒气，和他依靠自身实力击杀这铁甲狮虎不同。但若是他能够孕育出本命飞剑，灵海境之下，他再无敌手。当然，超过通脉境5重以上的强者，我只有一击之力。毕竟想要越境杀敌，所消耗的灵力和先天剑气都极为庞大。就在方辰正要返回山洞的时候，几道破风声呼啸而至，朝着方辰激射而来。方辰脸色微变，脚踩疾影步伐，身形如鬼魅，避开这几道攻击。多，几支箭矢深深地插在地上，还有一节衣角啧啧，跑得倒是挺快。一道阴恻恻的声音响起：只可惜今夜你在劫难逃。小子，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就见面了吧？只见山林中走出10几道身影，为首者乃是一名光头男子，脸上带着一道狰狞的伤疤，正是天狼佣兵团的团主之一人狼温人，一位修为达到灵海境5重的强者。除了温人之外，在其身后还有2名通脉境的武者，都是天狼佣兵团的强者。1名灵海境，2名通脉境，你们还真是看得起我啊！见到温人几人，方辰的脸色却是变得无比凝重起来。以他现在的实力，对付那2名通脉境强者都够呛，更何况还有温人这位灵海境5重的强者。若是寻常淬体境小辈，自然无需本团长亲自出手。温人狞笑一声，但你的实力本团长可是亲眼见过的，即便是通脉境武者想要杀你，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闻言，方辰心中猛然一沉，没想到这温人不像表面上那么粗犷，心思也颇为细腻。为了杀他，竟然不惜亲自出手。若是没有意外，他今日怕是真的要死在这里。这小子交给我了。温人点头示意道，至于山洞中的那几个小子，就交给你们了，记住，全都宰了，不必留活口。是，三团长。2名通脉境强者闻言，猛地一点头，径直朝着山洞冲去。其后10名天狼佣兵团成员也是一脸凶狠地跟了上去。找死！方辰见状，眼中寒芒闪烁，手持冰魄剑直接暴冲而出，想要阻拦几人。有本团长在，你今日休想放肆！温人冷喝一声，身上灵力席卷，一掌拍向方辰。这一掌之力远比沈浩白的最强一击还要强大数倍。方辰脸色微变，冰魄剑一剑斩出，以为拿着把剑，真以为自己是剑修了。温人讥讽一笑，掌风更为凌厉几分，速度更是快到极致。砰！掌风狂卷，不仅拍散了方辰的剑气，甚至还将方辰逼退数步。少年天才，不过如此。温人神色越发讥讽，眼中杀意毫不掩饰。当日方辰斩杀沈浩白，一战成名，坐实了他少年天才的头衔。如今能够亲自斩杀一名天才，最是激发温人心中的变态欲望。死！念及至此，温人手掌之上凝聚出更为雄浑的灵力，再次拍向方辰。就在方辰正要激发鸿蒙剑气与温人一战之时，一杆长枪顿时呼啸而至，刺向温人。竟然还有高手！温人面色一变，掌风调转方向，朝着那长枪拍去。砰！长枪倒转飞出，斜插在地上。随即一道修长身影缓缓走出，周身散发出狂野之气。灵野！方辰有些意外，他没想到来人竟然是灵野。方辰，此人交给我。灵野从地上拔出长枪，气息锁定温人，神情略显凝重。好。方辰不敢有丝毫犹豫，持剑奔向其余天狼佣兵团的强者。想走？温人冷喝一声，又是一掌拍向方辰。破！灵野枪出如龙，再次刺向温人。这一枪直取温人咽喉。若是温人执意要杀方辰，也必然会被灵野所杀。无奈之下，温人只得放弃击杀方辰，取出一柄阔刀与灵野激战在一起。方辰则是趁此机会一剑斩杀1名天狼佣兵团的成员，极影身法施展，一剑斩向其中1名通脉劲武者。剑光呼啸，宛若龙卷，快似闪电。那名天狼佣兵团的通脉劲强者虽然只有通脉劲4重修为，但反应竟然不慢，抢先一步避开方辰这一剑。但是另外1名通脉劲强者手中血刀直接劈向方辰，这一刀势大力沉，刀芒锋利，疾风骤雨。方辰眼中寒芒闪烁，手中冰魄剑剑气迸射，化作一片剑影将此人笼罩。咔嚓，刀剑碰撞，但血刀却脆如薄纸，被冰魄剑直接斩成2截。这名通脉劲武者震惊之时，一道残影已经与他擦身而过，冰寒剑气自其脖颈处划过。扑通！随着一颗脑袋坠落，天狼佣兵团的通脉劲强者就被方辰斩杀。怎么可能？剩下的佣兵团成员见状，纷纷面色大变。一群废物，愣着做什么？赶紧杀了他！
正一刀逼退林野的温人见状，猛然厉喝一声，又再次冲向林野。不过是个刚晋升灵海境的小子而已，看老子如何杀你！林野虽然已经晋升灵海境，但显然不是温人的对手，在其灵力攻击之下，只能节节败退。一起上，宰了这小子！剩下的那名通脉境强者舔了舔舌头，目光阴森地看着方辰。我倒要看看你究竟能强到何等地步，杀你足够！剑宫之内，鸿蒙剑气运转，灌注进冰魄剑中，寒冰之气不断自冰魄剑上散发，将地上杂草冻结，而冰冷剑气也在此不断席卷而出。72剑诀，剑锋狂舞。生死危机之下，方辰不惜暴露自己剑修的身份。吃，剑气纵横，就有3名佣兵团成员被方辰轻松斩杀。剑修者同境无敌，更何况冰魄剑乃是凡阶上品剑气，其寒冰之力能够增加攻击力，再加上方辰一身鸿蒙剑气，让此刻的方辰如入无人之境，大杀四方。凡阶5兵，佣兵团那名通脉境强者看着方辰手中的冰魄剑，面露惊骇。除了品阶5兵，否则不可能有此威力。好东西！此人眼中露出一抹贪婪之色，沉声道：“诸位兄弟，只要杀了此人，他手中的5兵就是我们的了。”晋升的6名佣兵团成员闻言，却是面露犹豫。5兵是好，但也要有命去拿。这少年一身实力颇为不凡，想要斩杀对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方辰可不会给他们任何机会。林野不敌温人，只有尽快解决这些家伙，才能相助林野。都去死吧！方辰周身杀意席卷，剑宫内的鸿蒙剑气更是不要命地灌注进冰魄剑中。以极隐身法为辅，方辰如同一道幽灵，主动杀向佣兵团的众人。噗嗤，又是一剑斩出，将一名佣兵击杀。小子，你太嚣张了！那名通脉境佣兵眼睛都红了，只见其暴喝一声，将一名佣兵丢向方辰的同时，自己好似一头猛兽冲向方辰，其拳头之上灵力汇聚，砸向方辰胸膛。这一拳若是击中，方辰不死也残。